欢迎来到小唐漫文屋，爆款影视剧原著小说全文放送，宝子们先订阅后看，暴富暴瘦暴美丽。第一卷，窦昭觉得自己可能活不长了。老一辈的人常说梦死的生，梦生的死。他这些日子总梦见自己回到了小时候，坐在开满了紫藤花的花架子下，摆动着两条肥肥的小腿，白白胖胖像馒头似的乳娘正喂他吃饭。有风吹过，垂落的紫藤花漫挤在一起，累累叠叠的紫藤花赖赖作响，像群围在一起窃窃私语的小姑娘。他觉得有趣，笑嘻嘻地跑了过去，抓住一根藤蔓，顺手就揪下了一朵盛放的紫藤花来。乳娘追了过来，四小姐，乖，吃了这口饭，七爷就从京城回来了，到时候会给四小姐带很多好吃的，还有好看的鞋袜。他看也不看乳娘一眼，避开乳娘伸过来的银勺，又抓住一根藤蔓，揪下了朵紫藤花。耳边就传来一个清脆悦耳的女子声音：怎么，四小姐又不听话了？乳娘一听到这个声音，立刻就转身屈膝朝着说话声的方向行了个伏礼，恭谨地喊了声七奶奶。她则捏着紫藤花冲了过去。娘亲，娘亲！少妇温柔地抱住了她。她献宝般的把手上的紫藤花摊给母亲看。春日的阳光照在母亲发间的赤金步摇和大红色遍地金通袖袄上，折射出耀眼的光芒。母亲的身上仿佛镀上了一层金箔，刺得她眼睛发涩，而母亲的脸则融化在那一团金色的光晕里，让她看不清表情。娘亲，娘亲！她强忍着眼中的酸涩，高高的仰着头，想看清楚母亲。母亲的面孔却越发的模糊起来。有个小丫鬟跑了过来，欢天喜地的禀着：七奶奶，七爷从京城回来了。真的？母亲极惊且喜地站起身来，提起裙子就朝外奔去。她迈着两条短肥的小腿，啪嗒啪嗒地追了过去。娘亲，娘亲！母亲却越走越快，眼看着就要消失在春光中。她急起来，冲着母亲雀跃的背影大声地嚷着：娘亲，娘亲！爹爹不是一个人回来的，他还带了个女人，他会夺了您的正妻之位，逼得您走投无路，自缢身亡。可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至关重要的话反反复复地在他的脑海舌尖徘徊，就是发不出一点声响来。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的身影渐行渐远地消失在自己的视线里。他心急如焚，四处乱窜地找着母亲。白光中有群争吵不休的大人，他跑了过去，一边扒开人群，一边焦灼地问：你们看见我娘亲了吗？你们看见我娘亲了吗？他们都只顾着吵架，没有一个人理睬他。母亲到底去了哪里？他茫然四顾，突然看见一间隔扇上镶满了彩色琉璃的花厅，厅门半掩，好像有人影在晃动。难道母亲躲在那里？他欣喜地跑了过去，吱呀一声就推开了隔扇。半截大红色遍地金的香裙在空中摇晃，裙裾下露出两只脚，一只脚上只穿着雪白的绫袜，一只脚上穿着大红色绣鸳鸯戏水的绫面绣鞋。他厉声尖叫着，大汗淋漓地从梦中醒来，入目的依旧是熟悉的八角宫灯，静静地立在墙角，盈盈地散发着明亮又不失柔和的光华。屋子里悄无声息，大丫鬟翠冷正坐在床头的小屋子上打着盹。窦昭深深地吸了口气，原来那尖叫声也是在梦中。他强压下心底的惊惶不安，自己这一病，家里人仰马翻，特别是几个贴身服侍的丫鬟，日夜轮值，眼睛也不敢眨一下，想必是累极了。窦昭没有惊动翠冷，望着墙角的灯光，情不自禁地想起刚才的梦来。母亲死的时候，他才1岁11个月，什么也不记得了。要不是后来母亲的中仆妥娘找到了他连母亲到底是怎样死的都不清楚，又怎么会知道这些细节？可见这全是他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听了妥娘的话，想当然杜撰出来的。窦昭心里就觉得闷闷的，透不过气来的难受，忍不住翻了个身。窸窸窣窣的衣料摩擦声在这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的清晰和响亮。翠冷立刻被惊醒，想到自己值夜的时候竟然睡着了，惶恐地喊着夫人。窦昭安抚朝他笑了笑，道：我口有点渴，我这就给您倒茶去。翠冷一跃起来，长吁了口气，放下心来。窦昭喝了口热茶，问他：现在是什么时辰了？侯爷回来了吗？刚过子时。翠冷呐地道：侯爷还没有回来，显得很忐忑。窦昭目光不由一沉，他是重阳节那天去姑姐景国公世子夫人魏延贞府上赏菊时受了风寒，之后就有些发热。刚开始谁也没有放在心上，包括窦昭在内，以为请了御医吃几副药就会好的，谁知道几副药下去，并不仅没见好，反而更严重了。10天前竟然卧床不起，家里的人这才慌了神，请大夫做法事拜菩萨，闹得鸡飞狗跳的，
丈夫济宁侯魏廷瑜甚至让丫鬟隔着屏风支了张榻，每天晚上歇在那里服侍着他的茶水。昨天下午，平安侯家的四爷汪清海来找魏廷瑜，两人在外面嘀嘀咕咕了良久。魏廷瑜借口要和汪清海一起出去吃饭，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汪清海字大和，和魏廷瑜同出公卿之家，从小一起长大，都喜欢骑射和蹴鞠，关系特别的好，常常一起结伴打马球、蹴鞠、狩猎、赛马。如果是平时，窦昭肯定不以为意，继续睡他的安稳觉。可就在半个月前，汪清海的岳父东平伯周绍川因贪墨被皇上抄家夺爵，关进了诏狱。他正为岳父四方奔走，他怕魏廷瑜也搅和进去。你让二门当值的婆子去外院看看，侯爷是不是歇在了书房？窦昭担心地道，如果侯爷不在书房，就跟大门当值的人说一声，侯爷一回来就请他回上房。翠冷应声而去，不过一盏茶的功夫，他就急匆匆地折了回来。夫人，侯爷回来了。他说着，语气微顿，又补充了一句，侯爷刚从外面回来，一回来就直奔夫人的上房而来。我知道了。窦昭挣扎着坐了起来。翠冷正想帮他重新挽个转，魏廷瑜已经进了内室。虽然已过而立之年，魏廷瑜并不像那些和他一样生活优渥的恭候伯卿，或是因酒色掏空了身子而显得精神萎靡，或是因养尊处优大腹便便而显得臃肿吃肥。他身材高大挺拔，五官俊朗秀雅，动作敏捷，举手投足间充满了活力，神采反而更胜年轻的时候。乍眼一看，不过25、6的年纪，是京都有名的美男子。看见窦昭披衣而坐，他诧异道：你怎么还没有睡？窦昭却问：汪四爷找侯爷什么事？哦，魏廷瑜目光有些躲闪，没什么事，就是心中苦闷，找我喝酒。侯爷。窦昭不由拔高了声音，毫不客气地打断了魏廷瑜的话，汪四爷是来找侯爷帮忙的吧？侯爷可曾仔细想过，那东平伯到底是为何下的狱？侯爷若是烫了这滩浑水，惹火上身，会有什么麻烦？侯爷就算是不怜惜妾身，可婆婆年纪大了，几个孩儿又还小，侯爷也统统不管吗？你也别总把我当3岁小孩似的。魏廷瑜笑道，东平伯不过是酒后说了几句胡话，触了皇上的逆鳞，这才被下了诏狱。别说是我了，就是满京都又有谁不知道？你别担心，这件事我自有主张，不会拖累你和孩子们的。语气颇为敷衍。当今皇上是通过宫变登的大宝，最顾忌别人私下议论这件事。所谓的东平伯酒后胡话，恐怕就因此而起。10几年的夫妻，魏廷瑜的脾性窦昭了如指掌。他这么说，窦昭更担心了，非要魏廷瑜给他一句承诺不可。凡是与周家相关的事，你都不插手。魏廷瑜被他说的怒意渐起，不悦道：你这是什么意思？大和是我的至交好友，他现在有事，我做事不管，那还是个人吗？然后讥嘲道：还好大和没要我去求岳父，要不然你岂不是要和我死人翻船？窦昭的父亲窦世英是翰林院掌院学士，詹事府少詹事，官不过4品，却甚得皇上器重，常被皇上召进宫去，给太子和诸皇子演讲。听着这诛心之话，他气得差点背过气去。魏廷瑜见了不免心虚，低声道：你可知道大和找我做什么？说着，他不禁怒目圆睁，愤然道：宋墨那狗贼，竟然把周家13小姐和14小姐收在了房中。窦昭大惊失色。那周夫人呢？也在府中。魏廷瑜声若文瑞，神色尴尬。窦昭倒吸了口凉气。周夫人是东平伯的继室，密云卫指挥使曹节的侄女，今年不过32岁，姿容出色。周家13小姐和14小姐是周夫人所出的一对姐妹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还未及笄，提亲的人已经踏破了门槛，她这样弃德任吏，逆行盗失，皇上也不管吗？魏廷瑜冷笑，他是父杀弟，皇上也不过是罚了他3年的俸禄，免了他的官职，让他戴罪立功。你以为皇上会为了这件事责难他吗？窦昭默然。宋墨，字彦堂，英国公宋宜春的嫡长子，母亲蒋氏，乃定国公蒋梅孙胞妹。他出身极为显赫，5岁即请封世子。14岁时，因母校期间通房怀孕被御史弹劾，英国公将其赶出家门后而不知所踪。成平13年，穆宗皇帝生病，就藩辽东的五皇子辽王在生母万皇后的说相下，回京都探病，发动宫变，射杀元后沈氏所生的太子，软禁皇上，偷天改日，得记大统。早已成为大家只有在茶余饭后闲聊时才被会记起的宋墨，以新皇新父的姿态重新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他单枪匹马，提剑闯进英国公府，当着父亲的面斩断胞弟宋汉的4肢，让父亲眼睁睁地看着宋汉血流不止，哀嚎而亡，这才将父亲的头颅砍了下来。
手段血腥，行事暴虐，京都哗然，以至于这么年过去了，他的名字还能让京都的小儿只提。御史纷纷上书，要求皇上缉拿凶犯，以正视听。皇上对宋墨略施小惩之后，把他关在了大内的西院。6个月后，宋墨进了锦衣卫，成为北镇抚司的一名小旗，从7品。1年后，宋墨便升到了锦衣卫指挥使，正3品。京都的人私下都在传，说宋墨是因为在宫变中射杀太子有功，皇上才对其格外垂青的。好像为了印证这句话似的，皇上在位12年期间，不管他是中饱私囊、诬陷忠良、阴质谏官、孤恩劫客、恃强凌弱、骄横跋扈，还是贪淫好色，宋墨都胜券不衰，甚至有不少弹劾他的言官被皇上训斥、削官、杖毙。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件事，窦昭不由气短。可若是任由魏廷瑜这样下去，无异于螳臂当车，害了全家，甚至是有可能连累亲族。他喃喃地道：周家倒了，还有曹家，哪里轮得到你和汪四爷出面？别惹火烧身。依我看，还是慎重点的好。没等他说完，魏廷瑜已冷哼一声，不耻地道：我没你那么多的算计，我只知道君子当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件事我管定了。好像他铁石心肠，为了自身安危，对周家母女的遭遇无动于衷似的。魏廷瑜的态度深深地刺伤了窦昭。他冷笑道：宋墨没有成亲，也没有子嗣，他在沙石海的宅子里美女如云，堪比皇上的内宫，多是那些为了巴结他或是有求于他的官吏所送。我听说过有女子在他家投环自缢被从后门抬出来的，有女子要削发明志被他送到安堂的，也有女子因为被同僚或是下属看中被他送人为妻为妾的，还有受不了他的淫威私奔出逃的，却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女子被他大费周章捉回去的。你是不是打听清楚以后再说？魏廷瑜如遭雷击，目光呆滞地坐在那里，半晌都没有动弹。窦昭也不理他，自顾自地翻身躺下。竹花噼里啪啦响了几声，他听到魏廷瑜在他背后小声地道：我这不是答应了大和吗？总不好反悔吧？再说了，大和还邀了永恩伯他们，又不止我一个人。大家说好了，明天一起进宫面圣，到皇上面前告宋墨的御状。要是就我一个人不去？窦昭漫不经心地道：我不是病了吗？是啊，是啊。魏廷瑜欢喜地道：我得在家里照顾你。窦昭失笑，正想再劝诫魏廷瑜几句，免得他被永恩伯几个人一劝，又改变了主意。翠冷匆匆走了进来：侯爷，夫人，平安侯过来了。啊！魏廷瑜不安打量着窦昭的神色。延安侯汪清怀是汪清海的胞兄，避而不见也不好。窦昭沉吟道：他半夜3更来拜访你，可见是有要紧事。你只要一口咬定要照顾我就行了，其他的什么也不要答应。好。魏廷瑜得了主意，精神一振，去了外院。窦昭忙吩咐翠冷：你快去看看延安侯找侯爷有什么事。翠冷应诺退下。4更鼓响起时，魏廷瑜欢天喜地进了内室。夫人，他扬眉道：你猜平安侯找我干什么？窦昭早得了信，但还是配合他笑着问道：干什么？延安侯不许大和管周家的事，进了大和的族，又怕我们几个明天召集进宫，带了礼品亲自登门逐户答谢呢。我们是他拜访的第一家。延安侯还说了和夫人一样的话。窦昭笑道：那就好，侯爷也可以安心了。难怪人说家有贤妻，如有一宝。魏廷瑜恭维窦昭，还好有夫人，不然我就闹笑话了。然后他嘟囔着要把窦昭挤到床的内侧去睡，还虚张声势的大声嚷道：我要睡在床上，我不要睡木榻。这就算是赔礼道歉了。窦昭笑着让出了床的外侧。不一会，魏廷瑜发出了小小呼噜声。窦昭这些日子睡眠不好，被吵得睡不着，想了想，推了推魏廷瑜：怎么了？魏廷瑜迷迷糊糊地睁了一下眼睛，又闭上了。侯爷，我有话跟您说。哦。魏廷瑜应着，半晌才懒洋洋地爬了起来，靠在了床头，打着哈欠道：你要说什么？窦昭吩咐翠冷把魏延瑜的貂毛大氅拿来给他披上，这才缓缓地道：我想把威哥的亲事定下来。魏延瑜一愣。威哥是他们的长子，今年14岁，不仅长得仪表堂堂，而且聪慧过人，行事老成，很得他姐姐魏婷真的喜欢。2年前就开始话里话外不停地暗示他，想把自己长女彩萍嫁给威哥为妻，一个是济宁侯府的世子，一个是景国公府的嫡长孙女，门当户对，又是表亲，他觉得没有比这更好的亲事了。只是每次不管是姐姐、母亲还是他提及，都被窦昭笑语艳艳地带过，这件事就这样暧昧不清地搁在了那里。
现在窦昭提起长子的婚事，魏延瑜睡意全退，于爷道：姐姐凑到你跟前说，你爱理不理的，现在你主动了，小心姐姐拿桥给你个软钉子碰。窦昭笑了笑，等魏廷瑜高兴进过去了，这才道：我想为威哥聘宣宁侯郭海清家的长孙女为媳。魏延瑜的笑容僵在了脸上，嘴角嘻嘻，一副不知道说什么好的样子。婆婆和丈夫的心思，窦昭又怎么会不明白？可她也有自己的考虑。公公是突然暴病而亡的，当时魏廷瑜还不到弱冠之年，没有打理庶务的经验，婆婆性格温和绵柔，外院的事一点也帮不上忙，全仗着魏廷珍的指点，这才度过了最初的慌乱。也因为如此，魏廷瑜也好，婆婆也好，有什么事都喜欢问魏廷珍，由她帮着拿主意。时间一长，魏廷珍在魏家威名日隆，大大小小的事只要她开了口，魏廷瑜和婆婆没有不同意的，以至于在魏家，魏廷珍的话比魏廷瑜和婆婆的话还好使。窦昭生母早逝，做姑娘时总有寄人篱下之感，最渴望的就是有个自己的家，又岂能容魏廷珍有事没事在旁边指手画脚一番。刚开始嫁进来的时候，她什么也不懂，因此很吃了些苦头，暗地里流了不少的眼泪。直到她先后生下二子一女，主持府中的钟会之后，又接手了府里的庶务，魏家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富足，魏廷珍才略稍收敛了些。若是和魏廷珍做了亲家，她既是儿子的岳母，又是儿子的姑母，以她一贯强势的行事做派，儿子难道要一辈子被她压在头上？万一是夫妻间有个什么下戏，岂不连主持公道的人都没有？她是绝不会同意这门亲事的。但她也知道，没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婆婆和魏廷瑜是不会赞成她为儿子另选佳媳的。她一直在琢磨这件事。正巧重阳节去景国公府赏菊，景国公府的大姑奶奶和她打趣：嫂嫂到底心疼着弟弟，顶着我哥哥，非要把彩萍嫁到你们家去。要是依我爹爹的意思，彩萍就嫁到靖江侯府去了。她这才知晓景国公还有这样的打算。窦昭当时灵机一动，想到了说服丈夫和婆婆的理由，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和丈夫坐下来详谈。现在夜深人静，正是说话的时候。因而见丈夫目瞪口呆，她微微一笑，把景国公府大姑奶奶说的话告诉了魏廷瑜，并道：景国公府的大姑奶奶不会无缘无故跟我说这些，只怕在彩萍的婚事上，姑奶奶和姑爷是有分歧的。这些年姑奶奶帮我们不少，她虽是景国公世子夫人，但景国公府现在当家的是景国公，若是因为我们威哥和彩萍的婚事而让姑奶奶被景国公嫌弃，那我们可就难辞其咎了。百事孝为先，儿媳妇若被公公嫌弃，那还有什么好日子过？被休都有可能。魏廷瑜脸色大变，责怪他：你要是早些答应这门亲事，也就不会弄成今天这样的局面了。现在可怎么办好？他帮魏廷瑜出主意：要不侯爷和婆婆商量商量，看这件事怎么办好。对呀，魏廷瑜眼睛一亮，我怎么没有想到？也顾不得天还没有亮，高声叫了翠冷服侍她穿衣，我这就去找娘。婆婆年纪大了，睡眠短，这个时辰应该早醒了。窦昭并不拦她，叫了个小丫鬟帮魏廷瑜提灯笼，送她去了婆婆那里。要是她估算的不错，婆婆得了信，应该会立刻和魏廷瑜一起来找她想办法。她小睡了一会，被翠冷叫醒，婆婆和魏廷瑜已经到了。没等她开口，婆婆已急急地道：你说的可是真的？又困惑道：廷珍怎么从来没在我面前提起过？姑奶奶话已经说出了口，怎好食言？窦昭笑道：正好前2天郭夫人托人给我传话，想和我们家结亲，所以我才想，不如为威哥聘了宣宁侯的长孙女，主动解了这结，也免得姑奶奶得罪了家翁，日子艰难。婆婆不住的点头，一改往日的温吞，果断地道：就照你说的行事。郭夫人和你私交甚好，她家的长孙女又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品格相貌也算得上是万中挑一，配得上我们家威哥。事不宜迟，你这2天就托个人去郭家提亲好了。话说出口，意识到窦昭还卧病在床，忙改口道：算了，这件事还是我亲自来好了，你就好生歇着吧，万事有我呢。然后拉着魏廷瑜回了自己居住的院子，商量着威哥定亲的事去了。窦昭心中微定，吩咐翠冷：你去请了世子爷来见我，有些事得和威哥交代一番才行。翠冷应声而去。窦昭倦上心头，竟然睡着了，朦朦胧胧的听到一番喧嚣：好姐姐，我不是要在这里撒泼放刁，我是担心夫人的病。胡姨娘尖细的声音刺耳的传到了她的耳朵里，府里的人都在传，夫人病得快不行了，我就想讨个准信。她说着，如丧考妣般的嚎啕大哭起来：夫人要是有个3长2短，让我和三爷可怎么活呀？
我还不如和夫人一起去了的好。魏廷瑜有4房妾室，蕊哥4岁之后，他们陆陆续续为魏廷瑜生了4男4女。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窦昭的2个儿子都大了，他并不介意这些妾室为魏家开枝散叶。这些孩子有出息了，将来也能助威哥和蕊哥一臂之力。这胡姨娘就是头一个生下庶子的，她那时还年轻，因此很得意了一阵子。窦昭也不作声，连着帮魏廷瑜纳了2房相貌极其出众、精通百家歌曲、双陆象棋的妾室，这正对了魏廷瑜胃口。他日日夜夜与2个新姨娘厮混在一处，哪里还记得谁是他？胡姨娘这才恍然，只要窦昭愿意，他想让谁得宠就能让谁得宠，想让门庭冷落谁就会门庭冷落。他遂洗尽铅华，低眉顺目地巴结起窦昭来。窦昭又给魏廷瑜纳了房擅长琴棋书画的妾室。几位姨娘知道了窦昭的厉害，从此没谁敢做张做智，乔模乔样。他们乖顺，窦昭自然不会为难他们。姨娘们4季的衣裳首饰，庶子女身边服侍的丫鬟婆子都安排得好好的，比一般大户人家的正室嫡子女差不到哪里去。几个姨娘定下心来讨好窦昭，服侍魏廷瑜，生儿育女，家里倒也清静太平。姨娘胡说些什么呢？翠冷恼怒地呵斥着胡姨娘，怎么总是捕风捉影，说些不搭调的话。侯爷和夫人说了大半夜的话，夫人刚刚歇下，你难道想把夫人吵醒不成？不是，不是。胡姨娘忙不迭地解释道，我就是伤心，恨不得能替夫人得了这场病。她说的情真意切，窦昭相信她说的是真心话的。如果她死了，最多1年，魏廷瑜就会续弦，自有如花美眷和他琴瑟和鸣。威根是济宁府的世子，已经快定亲了，没有了生母，还有岳家帮衬。至于蕊根和女儿英姐儿，有威根这个世子胞兄，也不会吃亏。只有几个姨娘，儿子还小，容颜日渐褪色，没有个依靠。就算是这样，姨娘也不应该在夫人的门前大吵大闹。劝胡姨娘的是管温和又不失严厉的声音，要是几位姨娘都你一样，那家里岂不是要乱套了？这大清早的，姨娘应该还没有用早膳吧？不如回屋用了早膳，等会夫人醒了再来。是朱氏的声音。窦昭心头一震。朱氏是他为长子千挑万选的乳娘，品行纯良，宽厚和善，对威哥比对亲生的儿子还耐心细致。最难得的是他还很负责。威哥有错，他从不因为自己是乳娘就对其放任自流，总是细细地教导他，督促他改正。以至于窦昭生下次子之后，把蕊哥屋里的事也交给了他打理，自己则腾出手来，全心全意地打理着魏府的庶务。这样做的后果是，2个儿子对他虽有敬畏顺从之心，却没有如沐之情。窦昭悔恨不已，先是以荣养的名义将朱氏送到了济宁侯府位于西山的别院，然后亲自照顾2个儿子的饮食起居，过问他们的学业功课，说动魏廷瑜教2个儿子骑射。但这一切都太晚了。朱氏行事光风霁月般磊落坦荡，没有任何可让人诟语之处。10岁的威哥和9岁的蕊哥不但记事，而且还懂事了。他这样做不仅没让2个儿子和他亲近起来，反而在他面前更沉默了。他知道2个儿子这是在怨他送走了朱氏，可谁又知道能理解他作为一个母亲与子女生分的痛彻心扉？或者女人是最了解女人的。朱氏隐感觉到自己对他有心结，去了田庄之后，从未曾主动联系过威哥和蕊哥，更不要说这样没经事下就私自回府了。朱氏来干什么？窦昭思忖着，听见外面一阵低低的惊呼：“乳娘，您怎么来了？田庄到京都的路坑坑洼洼，您怎么不跟我说一声，我好叫府上的马车去接您？”少年清脆悦耳的声音是儿子威哥。自己病后，孩子要世疾，他心疼孩子，怕过了病气给他们，只让他们如原来一样晨昏定省。这个时候碰到，应该是儿子来给他问安。他是济宁侯府的嫡长子，从小被当成继承人培养，加之有魏廷瑜这个先例在前，窦昭对他比一般公侯家的孩子更为严厉。随着年纪渐长，他行事越发稳妥，得到不少长辈的称赞，窦昭为此曾暗暗得意不已，像个孩子似的大惊小怪。这是他那沉着内敛的长子吗？窦昭做了一件他自己素来鄙视的事，他披衣起床，隔着窗棂窥视朱氏和儿子。或许是怕吵着他，朱氏压低了声音：“听说夫人病了，我就是想来看看。你不用担心，我给夫人请个安了就走。”然后问他：“你这些日子可好？我听二爷说，你和景国公府的几位公子去狩猎，打了几只锦鸡。”威哥很惭愧，不满地喊了声乳娘。表兄打了好几只兔子。朱妈妈呵呵地笑：“打了几只绵子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轻轻掸了掸威哥纤尘不染的衣襟，感慨道：“
我们家世子爷长大了，也跟侯爷一样会骑马打猎了，这次打的是锦鸡，下次肯定能像侯爷一样，能打个狍子回来。他微扬着下颔，神色间充满了与有容焉的骄傲。威哥一愣，然后有些羞涩却满心欢喜地笑了起来，道：乳娘，您在田庄过得还习惯吗？乳兄可还好？要不要我跟家里的管事说一声，把乳兄调到京都的铺子里来？我现在已经开始帮着母亲协理庶务了。当年乳兄叔叔比我还好，到铺子里当个掌柜绰绰有余。胡说八道！朱氏微笑地训斥着威哥，眼底却有着藏也藏不住的慰藉。府里的事自有惯例和章程，他虽是你的乳兄，可也是服侍你的。你乳兄在哪里当差，自有夫人做主。你是济宁侯府的世子爷，可不是寻常百家的家的孩子，做什么事要多想想才是，不能因为自己的喜好就坏了规矩。知道了，知道了。威哥不耐烦地应着，却亲昵地挽了朱氏的胳膊。我好不容易才遇到您，您就不能少说两句吗？对了，上次二弟去看您后回来跟我说，你的手动了，让我看看。我前天去太医院给您寻了平冻疮膏，听说是太祖皇帝用过的方子，很管用，正要给您送去，没有想到您进了府。窦昭再也听不下去了，他不过是动了手，你就急巴巴地去太医院给他寻了御用之物。我病得快要死了，你可曾亲手给我煎过一碗药？一股刺痛从胸口蔓延开来，窦昭跌跌撞撞地回了内室，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爬上床的，只知道自己回过神来的时候，汗水湿透了后背。他高声叫了翠冷进来，让朱氏和世子爷进来。翠冷见窦昭脸色不好，不安地看了他一眼，这才去传话。不一会，威哥和朱氏走了进来，他们像避嫌似的，一前一后，各自恭谨地站好，一个垂着眼睑喊着母亲，一个恭敬地屈膝行礼，称着夫人。窦昭心里凉飕飕的，连应付都懒得应付了，直接把即将与郭家结亲的事告诉了儿子。反正他就算是避开朱氏，不是大儿子就是二儿子也会把这件事告诉他。可能是猝不及防，威哥有些茫然，而朱氏则是大吃一惊，随后面露喜色，渲然欲泣。儿子还没有明白这其中的深意，朱氏却明白过来。窦昭顿时有些心灰意冷，索性对儿子道：你乳娘奶了你一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传我的话，依旧让朱氏回你屋里服侍，你的乳兄就跟着回事处的总管当差。母亲，威哥又惊又喜，想也没想，扑通跪在了窦昭的床头，重重地给窦昭磕了几个头。我代乳娘和乳兄谢谢母亲。眉目间满是兴奋。朱氏大急，忙去拉威哥。世子爷，使不得，使不得。一个乳娘都知道使不得，难道他精心教养出来的儿子就不知道？不过是情难自禁罢了。窦昭说不清自己是妒忌还是羡慕，血气全涌到了胸口，翻江倒海般的难受，只怕自己再多看儿子一眼，就要做出什么令自己后悔的事来。把对牌拿给世子爷，他吩咐翠冷，传我的话，以后不仅世子爷屋里，就是二爷、英姐屋里的事，也都由朱氏打点。母亲，威哥抬起头来，感受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异样。夫人，不可。朱氏声音凄厉，脸色刹那间煞白。到底是自己选的人，通透得很，有他在孩子们身边看着，也可防那些鬼域伎俩。窦昭闭上了眼睛，挥了挥手，我累了，想歇会，你们都下去吧。夫人。朱氏含着眼泪咚咚咚地给窦昭磕起头来。威哥不解地望着朱氏。窦昭再次挥了挥手，背过身去。夫人，你放心，奴婢就是舍了这性命，也会好好照看公子小姐的。朱氏喃喃地道，再次给窦昭磕了个头，和威哥一起退了下去。屋子里安静下来，有种人去楼空后的冷清与孤寂。窦昭悲从心起，如果魏廷瑜成器些，肯担负起男子的责任，他一个内宅妇人，又怎么会出头打理魏府的庶务，又怎么会因此忽略了两个孩子的异样？如果婆婆对两个孙儿多关心一点，不是总想着求神拜佛，两个孩子又怎么会把没有丝毫血缘关系的朱氏当至亲？或者他压根就选错了人。若那朱氏是个贪得无厌、逢高踩低、粗鄙无礼、喜欢搬弄口舌之人，两个儿子也就不会对他念念不忘了。但是他又怎么会让这样的人待在儿子的身边，教导儿子呢？他甚至不知道该怨恨谁好。每当这个时候，窦昭就会想到早逝的母亲。他那么小，母亲怎么就舍得丢下他一个人走了？若是生母在世，教导他怎样为人妻，怎样为人母，他是不是就不用吃那么多的苦，走那么多的弯路，孩子们也不会和他离心离德了呢？这是个无解的答案。窦昭只觉周身透着股倦意，他用被子蒙着头，把自己埋在一片凄静中。朦朦胧胧的，他听见一阵此起彼落的哭声，想睁开眼睛看看，眼睑仿佛千斤重，
怎么也抬不起来。又有魏廷瑜在他的耳边小声地哭着：“你走了，我可怎么？”一会儿，那声音又变成了郭夫人的：“你放心，威哥是我的孙女婿，我怎么也会保他平平安安的。我死了吗？”窦昭努力地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坐在热炕上，阳光照着院子里的积雪，透过糊了高丽纸的窗户反射进来，屋子里一片雪亮。一个嘴角长着颗红痣的俏丽少妇坐在他的对面，正陪着他玩翻绳。还有4、5个10至15岁不等的丫鬟围坐在炕前做着针线，她们都穿着细布的棉袄、粗布的裙子，或戴了小巧的银丁香，或插银簪，朴素中透着小女孩的兰心蕙质，让人看了不由会心一笑。屋里的人窦昭一个都不认识，却倍感亲切。从前在真定县的娘家，到了冬天，他们家的仆妇就是这副打扮。原来他又进入了梦境。窦昭嘻嘻地笑，溜下炕，想看看几个小丫鬟在做什么针线，脚却没能够着地，人被挂在了炕边。几个小丫鬟抿着嘴笑，俏丽的少妇忙帮他下了炕，嘴里还念叨着：“四小姐要什么？跟乳娘说好了，乳娘去帮你拿。”原来这个是他的乳娘。窦昭忍俊不禁，从前的乳娘是白白胖胖的馒头，这次是娇俏的枝头花，不知道下次是什么样子的。他咚咚咚地朝那些做针线的小丫鬟跑去，突然发现自己变小了很多，往日在他眼中很是平常的桌椅板凳都高大了1倍有余。哈，这梦做的可真入微。做针线的小丫鬟都抬起头来，朝着他善意的微笑。他们之中年长些的在纳鞋底，年幼些的在打烙子，个个手法娴熟，看得出来是惯做这些活计的。有刺骨的寒风灌进来，窦昭抬头看见暖帘被撩起，几个丫鬟簇拥着一个女子走了进来。屋里的人纷纷起身给那女子行礼，撑着七奶奶。窦昭愣愣地望着她，不过18、19岁的年纪，中等个子，苗条纤细，容长脸，柳叶眉，樱桃小嘴，穿了件桃红色宝瓶暗纹的妆花被子，映着她肤光如雪，人比花娇。这就是她母亲了，自己长得可一点也不像母亲。她个子高挑，曲线玲珑，鹅蛋脸，长眉入鬓，红唇丰盈，皮肤雪白，看人的眼睛略微犀利些，就有股英气咄咄逼人，和父亲如同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刚嫁到济宁侯府的时候，她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柔顺些，将长眉修剪，画成柳叶眉，半垂着眼睑和人说话，倒能装出母亲3分的娇美来。母亲笑盈盈地走过来，她看得更清楚了。母亲的面孔洁白晶莹，像上好的美玉，没有一点点的瑕疵，好看极了。她弯腰刮窦昭的鼻子，打趣道：“寿姑，怎么不认识母亲了？寿姑是她的乳名吗？”她从来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样一个乳名，泪水猝然而至，她胡乱地抱住了母亲的大腿。娘亲，娘亲，哭得像个无助的孩童。哎呀呀！母亲一点也没有感受到她的悲伤，笑着问那乳娘：“寿姑这是怎么了？”无缘无故的就哭了起来，没有丝毫质疑或是责怪乳娘的样子，显然对乳娘十分的信任。刚才还好好的，乳娘也很诧异，只得道：“或许是看您来了，女儿见到娘，有事没事哭一场。”是吗？母亲把她拎到了热炕上，这孩子把我的裙子都哭湿了。窦昭顿时呆住，母亲不是最应该担心孩子为什么哭吗？怎么母亲最担心的是她的裙子？她真是自己的母亲吗？他瞪大了眼睛，小脸上还挂着2行晶莹的泪珠。母亲噗噗一声笑，掏了帕子帮他擦着眼泪，对乳娘道：“这孩子傻了。”然后温柔地抱了他，亲了亲他的小脸，道：“你爹爹就要回来了，你高兴吗？”眼角眉梢都洋溢情不自禁的欢喜。窦昭啊的一声就要跳起来，他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一件事给忘记了？父母之间当年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细节。不过据妥娘说，他父亲是去京都参加乡试的时候认识继母的。可怜母亲一无所知，见父亲来信说要在京都游历一番，不疑有他，只是每天在家里翘首以盼，还担心父亲的银子不够使，寻思着要悄悄派了自己的陪房于大庆给父亲送些银子去使。后来不知怎的被祖父知道了，换来了一顿呵斥，这才作罢。乡试是在8月，外面已经飘雪，此时应该已进入严冬，父亲还没有回来，但祖父健在，他不可能在外面过年，也就是说，现在告诫母亲还来得及。可母亲紧紧地抱着窦昭，窦昭挣扎了几次都没能站起来，急得他大声叫着娘亲。寿姑今天是怎么了？母亲对女儿一如往常的闹腾大惑不解，目光严厉地望向了乳娘。乳娘神色有些紧张起来。我陪着四小姐睡到了晨正才起，用了碗小米粥，一个肉包子，一个花卷。
我不是说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要先给寿姑喝杯温水吗？母亲沉声打断了乳娘的话，你今天早上给她喝水了没有？喝了，喝了。乳娘忙道，再也没有了刚才的轻松，我照您吩咐的，先用被子捂着，给四小姐穿了件贴身的小袄，然后才服侍四小姐喝的温水。哎呀，现在说这些干什么？她跟着祖母在乡下的田庄长到了12岁，夏天跟着田庄长工的孩子去摸鱼，渴了就喝小河里的水，冬天去山上打麻雀，饿了就烤麻雀吃，还不是好生生的活到了成年。窦昭摇着母亲，娘亲想告诉他爹爹要带个女人回来，话一出口，感觉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似的，好端端的一句话变成了含糊不清的爹爹女人2个词。见窦昭开口说话，母亲回过头来笑望着他，耐心地道，寿姑，你要说什么？娘亲，窦昭艰难地道，爹爹女人，这次吐词比较清晰，但还是没有说清楚。他急得额头冒汗。母亲眉开眼笑，直接忽略掉了女人2个字，高兴道，原来我们的寿姑也想爹爹了。高升送信回来了，说你爹爹这2天就到，还买了很多过年的烟花爆竹、花灯香烛，是京都的烟花爆竹哦，能绽放出万紫千红的颜色，不要说真定县了，就是真定府也没有卖的。这个时候还管什么烟花爆竹？窦昭急得不行，索性反复地说着爹爹女人。母亲表情渐凝，正色地道，寿姑，你要说什么？窦昭如释重负，深深地吸了口气，一字一顿地道，爹爹带了女人回来。至声至气，却清晰响亮，像被人扇了一耳光似的。母亲脸上露出震惊、怀疑、错愕的表情，乳娘和丫鬟们则面面相觑，神色惊惶。屋子里一片死寂，暖帘唰的一声被甩到了一边，一个梳着3压髻的小丫鬟气喘吁吁地跑进来，七奶奶，七爷回来了，七爷从京都回来了。真的？母亲立刻喜上眉梢，提了裙子就往外跑，跑了2步，停了下来，想了想，转身回来抱了窦昭，我们一起去接爹爹。看样子母亲起了疑心。窦昭松了口气，搂了母亲的脖子，大声应着好。父亲的马车就停在2门口，几个小厮正忙着往里搬东西。父亲穿着宝蓝色菖蒲纹行绸直多，披着灰鼠皮的大氅，玉树临风地站在马车旁，正和高升说着什么。听到动静，他回过头来，浅浅的笑，风姿俊朗，如清风明月。窦昭心中微滞，他知道父亲是好看的，可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父亲。在他的印象里，父亲总是微微蹙眉，纵然大笑，眉宇间也带几分无法消融的玉色。特别是静静地望着他时，眼波不兴，如千年的古井，让人心中发寒。不像现在，年轻、英俊、阳光，像个无忧无虑的少年，看着就让人暖心。受孤，父亲的笑脸出现在他的眼前，爹爹回来了也不喊。他伸手去捏窦昭的鼻子，窦昭下意识地扭过头去，避开了父亲的手。父亲一愣，然后不以为忤地笑了笑，从身后的马车里拿出一个风车，把风车吹得哗哗作响，然后举到了他的面前。这是爹爹给你从京都买回来的，好不好玩？如果他真是个孩子，会受宠若惊的被这风车吸引，可他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是那个买了风车哄着孩子玩的人，他哪里会把他放在眼里？窦昭伸长了脖子朝着马车里瞅，母亲却红着脸，含情脉脉地望着父亲，似娇似嗔地道，你人平安回来就好，还给我们买什么东西呀？家里什么都有，那不一样吗？父亲从母亲手中接过了窦昭，这是我给你们特意从京都买回来的。母亲的脸更红了，像喝了陈年花雕似的，眼神都朦胧起来。窦昭斜着身子想拉开马车的帘子，但人小臂短，始终都够不着马车帘子。父亲察觉到他的意图，轻轻地拍了拍他的屁股，将他放在了马车上。你要找什么？窦昭不理他，一头钻进了车厢里。车厢里铺着厚厚的被褥，几本诸如四书注解之类的经书随意地丢在被褥上，角落里是个温茶的茶桶，打开盖子，放着个紫砂的提梁壶。除此之外，别无他物。窦昭站在车厢内，茫然四顾。难道他记错了？或者是妥娘说的根本不是事实？父亲远行出归，第一件事自然是去给祖父问安。母亲借口要安排家宴，回了上房，把所有在上房当差的仆妇都叫到了厅堂。是哪个混账东西告诉姐儿说的那些阿杂话？自己给我站出来！他拍着桌子大发雷霆，要是等姐儿指了出来，那可就不是到外院当差罚几个月月例的事。我要禀了老太爷，叫了人牙子来，把他卖到那穷山沟沟里，一辈子也别想吃上个白面馒头。屋里一片死寂，桌上的茶盅被母亲震得哐当直响。好啊，竟然没有一个站出来。
当我查不出来是不？姐这才几岁，话都说不清楚，你们就撺掇着姐在我面前胡说八道。这要是姐再大些，岂不被你们给教唆坏了？窦昭有个小丫鬟陪着，坐在上房内室的热炕上，不时地叹口气。是他自己的主意，谁会跳出来承认啊？但窦昭没有为那些仆妇辩解。他现在是个连话都说不好的孩子，以母亲的认识，父亲带了个女人回来，这样无中生有的话，自然是身边的仆妇教的。他要是为那些妇仆辩解，母亲只会更加怀疑有人居心叵测，那些仆妇就更不容易脱身了。他问身边的小丫鬟：“你叫什么？”喉咙还是像堵着了似的，说不出完整的句子。小丫鬟受宠若惊，殷勤地道：“回四小姐的话，奴婢叫香草。”他道：“我要妥娘。”小丫鬟睁大了眼睛，好奇地道：“妥娘是谁？”窦昭傻了眼。有人高声禀道：“七奶奶，七爷回来了。”外面一阵响动，母亲语气略带几分紧张的嘱咐：“于嬷嬷，你把四小姐屋里的人先带回去。四小姐今天晚上就歇在我这里了，其他的人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有个苍老的声音恭敬的应是。然后又是一阵响动。不一会，母亲笑语嫣然的着陪父亲走了进来。见窦昭傻傻的坐在炕上，父亲笑着摸了摸他的头：“这孩子今天是怎么了？”母亲不好告诉丈夫窦昭受了人教唆，含含糊糊的笑道：“可能是玩得太累了，等会就好了。”父亲不再追问。丫鬟们端着水捧了香姨子进来，母亲服侍父亲净面更衣，窦昭也被丫鬟抱了下去，梳洗换裳，一起去了祖父那里。祖父住在宅子的西边，因中堂上写了福贺寿童年的匾额，被称作贺寿堂。贺寿堂屋前是水池假山，屋后是藤萝花树，是家中景致最好的地方。在窦昭的记忆中，他来过2回贺寿堂。一次是9岁的时候，祖父去世，按祖父的遗嘱，灵堂设在贺寿堂，他回来奔丧；还有一次是回来参加祖父的除服仪式。2次都闹哄哄的，他甚至没来得及仔细看一眼贺寿堂。这次梦中重回，他伏在母亲的肩膀四处张望。水池结了冰，假山盖着雪，树木已经凋零，藤萝也不过是些枯茎，虽然一片萧索，却因不举雅致，难掩其名色。他不由暗暗点头，难怪京都的那些老翰林提起祖父都夸他有才情。只可惜祖父不耐烦仕途，30岁不到就辞官回乡做了田舍翁。胡思乱想中，他们到了鹤鸣堂的门口。一个风韵犹存的中年美妇笑吟吟地把他们迎了进去。窦昭望着那美妇，两眼发直。他怎么会梦到了丁姨奶奶？要梦也应该梦见他的祖母才是，他可是从小跟着祖母长大的。正想着，丁姨奶奶笑着上前捏了窦昭的小手，对母亲道：“寿姑今天怎么了？样样的也不喊人。”母亲朝着丁姨奶奶使了个眼色，悄声道：“等会和您说。”丁姨奶奶会意，笑着抱过窦昭，陪着母亲进了祖父的书房。窦昭心里乱糟糟的。祖父年过40旬，膝下依旧空虚，嫡祖母做主，给祖父纳了2房妾室，其中一位是丁姨奶奶，一位是祖母崔氏。丁姨奶奶和嫡祖母一样无出，祖母也只生了父亲一个，他们这一房人丁并不兴旺。后来继母进门，生下了弟弟窦晓，祖母遇嗣有功，窦家的人这才改口称她崔太太。父亲虽然依旧喊姨娘，孙儿辈却称了祖母，而丁姨奶奶一直是丁姨奶奶。嫡祖母过世后，祖父决定不再续弦，由丁姨奶奶主持家中馈，母亲进门就交给了母亲。丁姨奶奶只打点祖父屋里的事，祖父晚年一直由丁姨奶奶陪着。而祖母则住在离真定县50里开外的田庄，只在每年的端午、中秋、春节回来小住几日。窦昭心里隐约觉得不安，好像有什么事发生了，而他却被蒙在鼓里似的。他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周遭的人事。晚膳的时候，窦昭注意到装菜的碗碟是套玉堂春色的青花瓷，碗碟杯匙一应俱全。祖父问父亲话的时候，窦昭被丢在了书房的热炕上玩耍。他看到祖父书案上放着那对马到成功的紫檀木镇纸。窦昭想了想，踮起脚来，数着墙上挂着的那把龙泉宝剑剑穗上的琉璃珠子。这些东西他都曾见过，当时他们作为祖父心爱之物，被当成了随葬品放进了棺材里。他还记得玉堂春色的青花瓷餐具只剩下4个碗、2个碟子、1个杯子、5把汤匙，紫李木的镇纸只有1个，龙泉宝剑剑穗上的琉璃珠子是5颗，好像时光倒流，抹去了留在那些物件上的岁月。再听祖父的话，此篇出自《论语·公至长》，你用大夫心欲而攻，终于谋也来破题，又用夫欲则其得失，攻则平误我，而子闻以为忠矣。
人则无不知也来成题，甚好，可见你于辨识之法上已深得其中3位。窦昭手脚冰凉，他虽然认识字，但从来不曾读过4书5经，怎能凭空想象出这样的话来？娘亲，娘亲！窦昭心中惊恐万分，他高声地喊着母亲，眼泪不受控制地赖赖落下。正和父亲说得兴起的祖父沉了脸，母亲则慌慌张张地从厅堂跑了进来。公公，我这就带寿姑到旁边去玩。他满脸歉意，抱着窦昭出了书房。丁姨奶奶迎了上来，母亲是和祖父、父亲同桌用的晚膳，因为今天乳娘没有跟过来，丁姨奶奶先喂了窦昭吃饭，等到窦昭吃饱了，桌上的人也散了，只剩下些残菜剩饭。刚才他正胡乱地用着晚膳，这是怎么了？他摸了摸窦昭的额头，平日里好好的，难道是碰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窦昭死死地搂着母亲的脖子，感觉着母亲颈窝的温暖，仿佛这样才能证明他遇到的并不是一群鬼。不会吧？母亲打了个寒战，迟疑道，会不会是教唆寿姑的人动的手脚？没事。丁姨奶奶胸有成竹地道，就算有人动手脚也不怕，我们是行善之家，大仙会保佑我们平安清泰的。等会我替寿姑在大仙面前求2张表，你在寿姑身上扫2下，然后烧了，寿姑就没事了。母亲不住地点头，咬牙切齿地道，要是让我查出来是谁不安好心，我要扒了他的皮。还好是当着你的面说出来的，要是当着七爷说出来，那可就麻烦了。丁姨奶奶感叹道，有个小厮跑了进来，禀道，老太爷、七爷、七奶奶、丁姨奶奶，东府的3爷过来了。窦昭的祖上是个家无恒产的挑货郎，机缘巧合娶了镇上一家商户人家的丫鬟为妻。他用妻子陪嫁的10两银子，在真定的北楼村买了1亩2分地，从此在北楼村安家落户，繁衍生息，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北楼窦氏的起源。窦昭的太祖父10岁就在母亲老东家的绸缎铺子里做学徒，14岁出师，20岁就成了绸布店的2掌柜。东家想把自己女儿的贴身丫鬟嫁给他，他不想自己的子孙后代一辈子转着东家转，想娶镇西穷秀才的女儿郝氏为妻。21岁的时候，他用自己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8两银子做聘礼，娶了郝氏，丢了2掌柜的差事。他带着郝氏回了北楼村，接过了父亲挑货的扁担，还有父亲一辈子勤巴苦做治下的30亩良田。农忙时种地，农闲时走乡串户。次年夏天，郝氏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他在村头遇到了一个收棉行商，真定府种棉花，收棉行商想找个熟悉本地农户的人帮他收棉花。父亲毛遂自荐，凭着在绸布店苦练出来的本事，眼睛一瞥就知道棉花有没有掺假，手一拎就知道棉花有多少斤，还能打算盘，会记账。夏天过去，除了事先约定的酬劳，收棉行商另外打赏了窦昭太祖父10两银子，并且和他约定明年这个时候再找他来帮忙。到了冬天，窦昭的太祖父走遍了真定县的10里8乡，等到了来年的夏天，哪家种了多少棉花，棉花是好是坏，棉户为人是否好打交道，清清楚楚，收棉、过秤、算账、入库、做账，丝毫不错。那行商只要摇了扇子，坐在树荫下喝茶就行了。看样子有我没有都是一样的，我在这里还要开销住店、吃饭的钱。行商笑着和窦昭的太祖父商量，我有个主意，我先预支你一部分钱，你自己收棉花，然后把收的锦花送到我那里，凭棉花的优劣我们结算，你觉得如何？窦家就是这样靠收棉花起的家。等到了窦昭的高祖父手中，窦家的人把从真定、霍路、原籍、平山、行唐等县收到的棉花贩到江南去，换了江南的丝绸卖到四川，再把四川的药材运往京师变成银子，打了新式的首饰卖给真定府的达官显贵。窦昭的高祖父只用安安心心的读书，考取功名就行了。只是他悬梁刺股，也只考中了一个秀才，但这并不妨碍他娶了隔壁行唐县安乡村赵举人的女儿为妻。赵家和窦家可不一样，人家是有族谱的，家中虽然只有120亩地，但人家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周穆王时期。而且赵还是前朝的国姓，赵家祖上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从旧都汴京搬到这里来的。安乡的赵氏也是窦昭的外家。窦昭的高祖父和赵氏成亲之后，生了2个儿子，长子窦焕成，次子窦耀成。兄弟俩从小就聪慧过人，跟着外祖父赵举人读书，极长，送至京都的国子监进学。至德13年，两兄弟同时金榜题名，哥哥二甲第3名，弟弟二甲37名。窦家至此真正的富贵起来之后，哥哥考中了庶吉士，留在了翰林院，在行人司官正，弟弟则外放南昌府的进贤县，做了一名县丞。
窦昭的高祖父到底浮浅，风光了没几年就驾鹤西去了。死的时候，两兄弟都不在身边。两兄弟回乡守制，除服后回京待缺。哥哥是庶吉士，曾在杭仁司待过，很快就谋了个督察院御史的差事。弟弟蹉跎了大半年，才在哥哥的打点下谋了个云南按察司经历之职。在弟弟的印象中，云南穷山恶水，瘴雨蛮烟，有官员在赴任的路上就暴病身亡，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若是继续留在京都候缺，一来是他们两兄弟出入仕途，好的差事未必能弄得到手；二来朝官命官3年1升，等他谋个好缺，哥哥只怕早就升了从6品。他越想越觉得没意思，索性辞官回了真定县。赵氏的日子过得既体面且舒心，要说有什么足之处，就是2个儿子都在外为官，他怕自己死的时候和老头子一样，没有儿子送终。窦耀成回乡，他自然是12分的愿意。反正大儿子仕途顺利，二儿子回来，正好在他面前尽孝，还可以帮着管家里的庶务。顶着进士及帝光环的窦耀成和窦家的那些先祖相比，做起买卖来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在京都兑成的银子不再卖饰品，而是作为印子钱，或放给那些穷翰林，或放给了那些刚刚谋了差事外放需要大笔银子应酬和置办官教官服的7品芝麻官，或是放给回京述职需要请客送礼的封疆大吏。之后，随着这些官员的升迁罢黜，窦家开始插手河道的石料、九边的粮草、南疆的盐引，银子像水似的涌了进来，让赵氏和窦焕成眼花缭乱，胆战心惊。已是督察院右佥事的窦焕成不止一次地告诫弟弟：月满则亏，水满则溢，你还是藏拙些。窦耀成不以为意，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我这也是狐假虎威，你治事了，这买卖我也就不做了。窦焕成却觉得这钱赚得不干净，南货北卖，挣的好歹也是辛苦钱。你这样是官商勾结，是发国难财。窦耀成冷笑：大兄这个时候嫌钱脏手了，哥哥要买送客孤本的时候怎不嫌钱脏？要资助同僚遗孤的时候怎么不嫌钱脏？你……窦焕成气得嘴唇发抖。两兄弟不欢而散。赵氏看着心里难过，劝窦耀成：你就听听你阿兄的吧，他在督察院任职，纠合百司，见得多，他不会害你的。窦耀成不想母亲担心，又不愿意向大兄低头，随口道：您看那些做官的，哪个不争着巴结？不必开口，自有人送吃送喝送银子，还怕送了不收？我和大兄不一样，我一天赚不到银子，一天就没吃的。赵氏却听了进去，呵呵笑道：你以为娘老糊涂了？心里却想着大儿子只有那一点俸禄，每次回来不是孝敬他人参燕窝，就是珠宝玉石，大房的媳妇孙子孙女4季的衣裳首饰年年添新的，可见日子过得的确是很不错。大儿子的话说的有道理，但小儿子的买卖做的也不容易。上次去松江府，为了应酬那些官老爷，喝酒喝得闻到酒味就不舒服。就是这样，小儿子闲的银子从来也不曾藏私，全都交到了宫中，所有的收益都和大儿子均分。这么一想，就怜惜起小儿子来。有官身和没官身的就是不一样，要不然这世上的人为何挤破了脑袋都要做官？老太太的心偏向了这个每日在她面前嘘寒问暖的小儿子。而窦耀成断了仕途，买卖有得力的管事相助，越做越大，越做越红火，他的心思渐渐放在了享受上。开始只是呼朋唤友，把酒言欢，后来开始梨园听戏，张台走马。赵氏知道了，劝小儿子：你是有身份的人，怎能和那些贩夫走卒的女人一个桌上喝酒？不如买几个聪明伶俐的小丫头回来，请了真定府的名角调教，自己养个戏班子，既有颜面，可以解闷，逢年过节的时候还能热闹热闹。有了母亲这话，窦耀成还有什么顾忌？他玩得越发荒唐，两兄弟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深。赵氏看着这样不行，请了娘家的哥哥出主意。赵舅也想了想，道：亲兄弟明算账，不如趁着你在的时候把家分了，大家各过各的，也就没什么好说了。赵氏沉思良久，痛下决心，总比我死后闹出分产不均的笑话好。这分家的骂名我背了，反正我已经是半截净土的人了。然后把大儿子叫了回来，不要再为这些琐事争吵。母亲，这不是琐事。窦焕成不同意分家，试图说服母亲，仕途一时荣，文章千万好。家族立世之本不全在举业上，门风万不可缺。有举业，没有门风，守得住本心，不被纸醉金迷所惑还好，若是守不住，过惯了好日子，突然塌陷下去，比那寻常人家还凄惨。有门风，没有举业，堂堂正正的行事，清清白白的做人，歪风邪气不敢进，自有福源。舅舅家就是这样的。
我知道，我知道。赵氏敷衍道，是我想分家，我不想再看到你们这样闹腾下去了。特别是你弟弟，10年寒窗苦，落得这样一个下场。你们兄弟一场，你不照顾他，谁照顾他？可这兄弟也如夫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伤，再好的感情也经不住。你就当是孝顺我，把这个家分了。窦焕成在母亲面前发誓，我一定会照顾好弟弟，不用分家。赵氏摇头，你听我说，你爹爹虽然留下了万贯家财，却不及窦家现在家财的1/3。我想把家中的财产一分为3，我一份，你一份，你弟弟一份。我跟着你弟弟过，等我去了，我的那一份就留给你弟弟。这是要分家呢，还是要分财产呢？这是母亲的意思呢，还是弟弟的意思呢？窦焕成不敢多想，他点了头。赵氏请赵舅爷，当时真定县的县令，2个媳妇的娘家一起做中人，把家分了。既然母亲跟着弟弟，窦焕成让出了位于真定县的大宅，在县城的东边盖了个5进的青砖瓦房。从此窦家一分为2。窦焕成那一支因住在城东，被人称为东窦；窦耀成这一支因住在城西，被人称为西窦。窦耀成就是窦昭的曾祖父。果如窦焕成所担忧的那样，没几年，窦耀成妻妾争宠，闹出了人命案，又牵扯出很多内院污垢。虽被压了下去，但西窦这一支却伤了元气，窦耀成不到4旬就病逝了，子嗣相继零掉，只活下了窦昭的祖父窦铎。东窦却人丁兴旺。窦焕成有2儿3女，9个孙子，3个孙女，11个外孙，9个外孙女，其中2个儿子1个女婿都先后中了进士。他没有忘记自己在母亲面前的承诺，始终对窦耀成这一支照顾有加。窦耀成去世后，窦焕成把年幼的窦铎接到了自己的身边，帮窦铎管理家产，亲自教他读书进学，看着他成家立业之后，把家产分毫不差地交到了窦铎手中。死后还留下遗嘱，东西2窦是一家，分居不分宗。窦铎对伯父比父亲的印象更深刻，他把窦焕成当成自己的父亲一样，和几个堂兄像亲兄弟一样。儿子窦世英出生后，和东府窦家氏自辈的兄弟一起排了序，以示2家如一家，永不分彼此。所以窦昭的父亲虽然是独子，却被称为7爷，而被称为3爷的，则是窦昭2伯祖的长子窦世榜。听说窦世榜来了，父亲亲自去将他迎了进来，他手里提着筐橘子。因都是家里人，母亲和丁姨奶奶没有回避。大家见过礼，窦世榜指了指橘子，笑着对祖父道：“是大哥送回来的，我特意拿了点您尝尝。”然后从小筐里掏了个橘子递给窦昭：“寿姑，吃橘子。”窦昭人还有些呆滞，母亲戳了戳他，他喃喃地说了声多谢。窦世榜笑着摸了摸窦昭的头，祖父就道：“上炕坐吧，我这里有慎行送的大红袍。”丁姨奶奶立刻转身去了旁边的小茶房沏茶去了。窦世榜也不客气，上炕盘腿坐在了祖父的对面。窦昭拿着橘子，安静地依偎在母亲的怀里，眨也不眨地盯着窦世榜。10年前就已经过世的3伯父，如今活生生地站在了他的眼前，还叫他吃橘子。想他在田庄里的时候，3伯父隔段时间就会去探望祖母，每次去都会给他带点小玩意，或是实心的帕子，或是漂亮的头花，或是稀罕的吃食，有一次还送了他一对无锡泥娃娃。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脸，穿着红色描金的小袄，笑眯眯地做着揖，把田庄里的小孩都羡慕得不得了。他把那对娃娃摆放在窗台上，直到他12岁离开田庄，那对娃娃才被收到香笼里，随着他从定县到京都，留在了济宁侯府。那些日子，3伯父的每次到来都如同照在他身上的一缕阳光，让他变得熠熠生辉，光彩夺目。他从来不曾忘记。窦昭的视线有些模糊，听见窦世榜笑道：“大哥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兰哥前些日子来信，说入秋到现在，大哥已经犯了3次心绞痛，只因合工未完，不敢有所懈怠。大哥来信说等过了这些日子，他就准备辞官回家，和小叔一起潜心研究易经。”祖父哈哈大笑道：“仕途虽荣，暗读亦苦，谁让他要做官的？”说着笑容渐薄，正色地道：“他这心绞痛一日比一日厉害，可请大夫看过。江南名医都请遍了。”窦正榜道：“可大家都没有什么良方，只是一味的让静养。大哥是那些的住的人吗？”窦昭在一旁听着，思绪却已飘远。大伯父叫窦世养，是大伯祖的长子，比父亲大38岁，比祖父小4岁。他和祖父一样，从小跟着曾伯祖读书，和祖父说是叔侄，实际上情同手足。窦昭记事的时候，他已经去世。
说是为了修河道，累死在了扬州府任知府的任上，事迹还写在祠堂的青石碑上。建武4年，江南发大水，很多河堤都被冲垮了，只有大伯父在任时修的那段河堤安然无恙。大伯父的政绩被重新翻了出来，皇上为此下特盛嘉奖了大伯父。兰根是大伯父36岁上才得的独子，21岁就考中了举人，之后却屡试不第。皇上念着大伯父功劳，恩印他为句容县主簿。他来京都谢恩的时候，在京都的窦氏族人纷纷为他接风洗尘。窦昭因为继母的缘故和窦家的人不近，只派人送了贺礼，自己要不要提醒三伯父一声呢？可他说的话，三伯父会听吗？窦昭犹豫着。丁姨奶奶领着2个丫鬟端着茶点走了进来，母亲把她放到了地上，帮着丁姨奶奶上茶，摆放点心。窦氏榜端起茶盅来喝了一口，赞了声好茶，然后感慨：这可真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啊！慎行是窦昭的二伯父窦世奇的字，是窦氏样的胞弟，比窦氏样小8岁，比窦氏榜大4岁。他26岁就中了进士，之后一直在外做官，在江西布政使的位置上治的事。窦昭只听说过这个人，根本就没见过他在真定的时候。他在外做官，他致仕回乡，他已经嫁到了京都。大红袍产自武夷，听三伯父这口气，他现在应该在福建为官。祖父听了哈哈大笑，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关键是个靠，怎比得上你？我们可都指望着你吃饭呢。窦家在外做官的多，为了科举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闲书的人更多。窦氏榜管着东西2窦的庶务。他闻言嘿嘿地干笑了2声，表情善然。窦昭记起来了，三伯父不仅和二伯父、四伯父、五伯父一起参加过乡试，还和六伯父、父亲、大堂兄窦文昌、二堂兄窦玉昌、三堂兄窦秀昌、四堂兄窦荣昌一起参加过乡试，好像一直都没能中。父亲见状端起了茶盅，叠声道：喝茶，喝茶。又高声吩咐母亲：三哥难得来一趟，你去跟灶上人说一声，做几个下酒的小菜，我陪爹爹和三哥喝2杯。不用了，不用了。窦氏榜看了父亲一眼，笑道：大哥让我给小叔带了几句话。天色不早了，我传了话就要回去了。又道：快过年了，家里还有一大堆事等着我呢，那也不耽搁这回功夫。祖父笑道：父亲却拉了母亲，既然三哥有话和爹爹说，那我们就先回屋了。也不管母亲的惊讶，推搡着母亲出了贺寿堂。三哥这个时候来，肯定是有要紧的事。母亲释然，又许久没见到父亲了，望着父亲的眼神柔得像藤蔓。那好，妾身回去服侍相公，早些些了吧。好，好，好。父亲应着，回头朝着贺寿堂望了望，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窦昭顺着父亲的眼光望了过去，四周静悄悄的，积雪在月色下闪烁着清冷的碎芒，祖父书房里橘色的灯光显得格外的温暖。窦昭狐疑，母亲却一无所觉，一路上和父亲说说笑笑的回了上房。有个2鬓斑白的仆妇迎了上来，行着府礼，喊着七爷、七奶奶。他的样子很严肃，眼神却很温和。窦昭一看就心生好感，母亲把他交给了那妇人。于妈妈，今天你带着寿姑歇在暖阁吧。于妈妈微笑着应是。父亲奇道：寿姑的乳娘呢？她受了风寒。母亲说着，径直往屋里去，我怕她过了病气给寿姑。父亲只得跟上。一行人进了厅堂，父亲和母亲往内室去，于妈妈抱着窦昭往内室后面的暖阁去。他还没有等到那个女人，怎能就这样离开母亲？娘亲，娘亲。他在于妈妈怀里扭着身子。四小姐，莫哭，莫哭。于妈妈哄着他，回快了脚步。于妈妈陪着你玩翻绳，好不好？父亲犹豫道：要不今天就让寿姑和我们一起睡吧。母亲目光幽怨地望着父亲。父亲好像没有看见似的，吩咐于妈妈：把寿姑抱过来吧。于妈妈迟疑着，瞥了母亲一眼，见母亲咬着嘴唇没说话，笑道：七爷一路风尘辛苦了，让你抱过来就抱过来。父亲不悦。于妈妈不再踌躇，把窦昭交给了母亲。父亲却接手把窦昭抱进了内室。丫鬟们端了热水帕子进来服侍梳洗。母亲服侍着父亲，父亲却逗着窦昭，窦昭紧紧地黏着母亲，乱哄哄的，却有种异样的温馨和热闹。窦昭心里满足又欢快。好不容易安静下来，窦昭拉着母亲的衣襟躺在父母的中间。母亲支肘托腮，轻声软语地和父亲说着话：你还是住在静安寺旁边的胡同吗？宝山有没有和你一起？手越过窦昭，轻轻地抚着父亲的手臂，大红色绣着并蒂莲的肚兜在灯光下鲜艳明丽，
雪白丰盈，掩不住地露出大半个山峦来，看得窦昭面红耳赤，忙闭上了眼睛，在心里默默地念叨：母亲，我知道小别胜新婚，我不应该破坏你的好事，可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等我帮你把那个女人赶跑了，我就走。父亲闭着眼睛，哼哼了2声，道：快点睡吧，明天清早父亲还要考我呢。说着翻了个身，母亲的手落空了，他嘟了嘟嘴，父亲发出轻轻的鼾声，屋子里更是寂静。母亲躺了下来，轻轻地拧了拧窦昭的小鼻子，悄声道：你这个小坏蛋。这样的母亲真实而不失天真烂漫，惹得窦昭差点笑出声来。有丫鬟脚步凌乱地跑了进来，隔着帐子禀道：七爷、七奶奶、丁姨奶奶过来了，说老太爷找七爷有要紧的事，让七爷立马就过去。母亲愕然，睡着了的父亲却咕噜就爬了起来，道：你说什么？老太爷让我现在就过去。声音紧绷。丫鬟应了声是。父亲迟疑了片刻，母亲道：那你快过去吧，说不定是与大伯父让三伯父带的话有关系。一面说一面坐了起来。是啊是啊，父亲喃喃地道，掀起被子披衣就下了床，也不理会母亲在身后喊着让他加件衣裳，匆匆跟着丁姨奶奶去了贺寿堂。于妈妈轻手轻脚地走了过来，低声道：七奶奶，您看要不要派人过去看看？还是不要了吧。母亲患得患失地道：万一说的是朝廷上的事就不好了，不还有丁姨奶奶吗？到时候我去问她就是了。窦昭心中疑影重重，丁姨奶奶从进门到离开都垂着头，没有正眼看母亲。窦昭有心暗示母亲几句，可想到那边厢房还关着一屋子没有处置的丫鬟媳妇子，就觉得头痛。他哧溜爬了起来，坐在床上高声地喊着：爹爹！要是母亲够聪明，就应该灵机一动，抱着他去父亲。如若祖父责怪下来，只要把责任往他身上一推，祖父难道还和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计较不成？可是他显然高估了母亲的智慧，也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看见他闹腾，母亲很不高兴地蹙着眉：这么晚了，这孩子怎么还不睡？然后吩咐于嬷嬷：把姐抱下去吧，他吵得我头痛。于嬷嬷歉意地冲着母亲笑，手脚麻利地帮她穿衣裳。四小姐，乖，于嬷嬷抱你去找乳娘。你别哭。窦昭很想学着那些田庄的村妇朝母亲翻个白眼，表示不屑。母亲怎么这样幼稚？他要是像母亲，恐怕早就被人吃得尸骨不剩了。窦昭一把抱住垂在床边的幔帐，哭着喊着要爹爹，最终还是被于嬷嬷强行抱到了内室后的暖阁。没有了母亲，窦昭也消停下来，蔫蔫的由于嬷嬷把他放在了炕上。于嬷嬷默默地帮他整了整凌乱的头发，看窦昭的目光有些恍惚，低声道：你是不是也觉得今天的事有些不寻常？我要去偷偷看一眼，你乖乖地待在这里，不要吵闹，好不好？窦昭顿时来了精神，真是真人不露相啊！看不出来于嬷嬷这样的精明能干。他眼睛睁得大大的，小鸡啄米似的点着头。于嬷嬷一愣，随后慈祥地笑了起来，颇有些感慨地道：我们四小姐可真聪明，小小年纪却万事心里都有数，不像七奶奶。说到这里，她猛地一顿，自言自语地道：我和个孩子说这些什么什么，然后转身叫了个丫鬟进来。含笑，你在这里陪着四小姐，我去贺寿堂看看。含笑17、8岁的年纪，相貌周正，一副温柔稳重的样子。听了于嬷嬷的话，她很惊讶，但很快正容应了声是，十分伶俐的道：若是有什么事，我立刻让双枝去叫您。于嬷嬷满意的点头，快步出了暖阁。含笑和窦昭上了热炕，见窦昭不哭也不闹，沉静的像个大人，他微微的笑，柔声问窦昭：四小姐，我拍您睡觉可好？窦昭摇了摇头。含笑的笑意越发的浓郁，道：那我陪您翻绳可好？难道他很喜欢翻绳吗？窦昭摇了摇头。含笑笑道：那您想干什么？等嬷嬷。窦昭道。含笑讶然地望着窦昭。窦昭不理他，拉了个大银枕过来，靠在上面发呆。含笑失笑，帮窦昭搭了件薄被。他是从父亲待母亲的态度中感觉到异样，于嬷嬷是从什么地方看出了不对劲的呢？还有什么事是他不知道的呢？窦昭沉思着，眼皮子越来越重。不行，得等到于嬷嬷回来，他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有妥娘，她到底是怎么人？窦昭摇了摇头，强行将上眼皮和下眼皮分开。可几息过后，眼皮又自由主张地垂了下去。不能睡觉，睡着了，说不定他就又回去了。到时候他回到了紫藤花那个梦里去了怎么办？含笑，窦昭使劲地睁着眼睛，嬷嬷找。不行。含笑轻轻地摆手，我要在这里陪着您。
我听话。窦昭道。韩笑思忖半晌，见窦昭表情越来越坚定，犹豫道：好吧，我去看看于嬷嬷在干什么。随后叫了双枝进来。双枝是个脸圆圆的小姑娘，她不声不响地陪着窦昭。不一会，韩笑折了回来。四小姐，于嬷嬷和夫人去了老太爷那里。哦。窦昭让韩笑去找于嬷嬷。韩笑无论如何也不答应。被发现了，奴婢不死也要脱层皮。这倒也是。窦昭是管过家的，知道这其中的厉害。他只能等于嬷嬷和母亲回来，恨自己为什么会被束手束脚，而不是像在另一个有紫藤花的梦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时间一点点地过去，母亲和于嬷嬷还没有影子，窦昭的眼皮子粘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他陷入一阵甜甜的酣睡，好像只有一瞬间，又好像有千万年。窦昭醒了过来，他想也没想就跳了起来。有人在旁边喊着四小姐。窦昭睁开眼睛，看见了双枝含笑的圆脸，他长长的松了口气。还在梦里，他骤然间踏实了，问双枝：含笑，嬷嬷，母亲。含笑被于嬷嬷叫去了。双枝笑着帮窦昭穿衣裳，叫小丫鬟倒了热水进来。暖阁里热闹起来。窦昭这才发现天色已经大亮，他眼睛微眯问双枝：含笑在哪里？双枝笑道：在老太爷那里。说着，眼角余光看见暖帘被撩了道缝，有人朝里张望。他脸一沉，低声喝道：是谁在暖帘外面鬼鬼祟祟的？立刻有个小丫鬟去撩了暖帘。暖帘后的人无所遁形，不安地绞着手指头。我找四小姐。然后虚张声势地大嚷道：是四小姐让我帮她打听个人。窦昭循声望过去，看见了香草，他心头微动，高声喊着香草。双枝和小丫鬟满脸困惑，但还是放了香草进来。香草得意地朝着双枝和小丫鬟扬了扬下巴，狗腿地跑到了窦昭面前，低声下气地道：四小姐，您说的妥娘我找到了。他说完，语气微顿，眼神饱含着某种凄意地望着他。窦昭微微地笑，在济宁侯府，这样的丫鬟他见得多了。为了能出人头地，只要能看到一丝希望，他们就会使出浑身解数地抓住。他并不反感这样的人和这样的做法。如果大家都安于现状，那生活还有什么奔头？只不过香草的行事太过浮躁，把希望寄托于一个还不懂事的小孩子，少了审时度势、深谋远虑。但他还是要感谢香草，要不然他又怎么会有妥娘的消息？窦昭对双枝道：赏香草。双枝拿不定主意，作为主家，四小姐也太年轻了些，要不要先去请七奶奶示下呢？他琢磨着，看见香草眼睛一亮，以屈膝向窦昭行礼道谢，之后凑到窦昭面前叽叽喳喳地道：妥娘是后院江喜房的小丫鬟，是七奶奶到大慈寺上香的时候捡回来的，我问遍了府里的人才找到她。您找她有什么事？要不要我帮您把她叫来？她很好说话的，在江喜房脏活累活都抢着做，江喜房的那些嫂子们都很喜欢她。我一打听，他们就带我找到了妥娘。窦昭恍然大悟，能在母亲或是他身边当差的，都是窦府有头有脸的仆妇，他们又怎么会认识江喜房的粗使丫鬟？反之，妥娘作为窦府的粗使丫鬟，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并未参与，不过是事后听人说起而已。这也解释了妥娘的话为什么与事实不符。他眼皮子一跳，事实？难道以他的心底，认为眼前发生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不成？那他又在哪里呢？早先被他忽略的一些想法重新在脑海里旋转，让窦昭心惊肉跳，遍体生寒。有个小丫鬟冲了进来：双枝姐姐，大事不好了！她神色慌张，如临大敌，贺寿堂闹起来了。窦昭心里一突，双枝已急急地道：出了什么事？七爷在京都的时候被个女人迷住了，他脸色发白，要把那女人纳进门，还请了东府的三爷来说向老太爷气得半死，拨剑要杀七爷呢。啊！屋里乱成了一团，后来怎样了？还好三爷没走，把老太爷给拦住了。小丫鬟道：可七爷铁了心要让那个女人进门，大冬天的跪在雪地里求老太爷答应。结果七奶奶找了去，七爷就求七奶奶，把七奶奶气得半死，不仅没有答应，还哭闹着骂七老爷忘恩负义，连老太爷都插上不上嘴。三爷见了，让大福悄悄地把三奶奶请过来。难怪含笑姐姐被于嬷嬷叫去后就不见了影踪。那女人难道比七奶奶长得还好看吗？老太爷到底答应那女人进门了没有？那家里岂不是又要多个主家了？丫鬟八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没有谁注意窦昭。窦昭泥塑般傻傻地坐在那里，无比震惊。
他自主持了济宁侯府的钟会，成了当家理事的人之后，就一直很是困惑。三伯父作为窦家因管理庶务有方而备受窦氏子弟尊敬的长辈，怎么会隔三差五地就去田庄探望妾室出身和窦家人根本没有什么交集的祖母？原来他是去探望他的。妥娘说，母亲是被迫自缢的。作为帮着父亲说相的三伯母，她心里应该是充满了对他无法言明的愧疚，所以才会如此吧。窦昭想到了三伯父看他的眼神，总是慈爱中带着几分怜惜。还有三伯父死后留下的遗嘱，要把他收藏的几幅前朝的名人字画都留给他。那时候窦氏还没有分家，三伯父没有私产，留给亲生儿子窦繁昌、窦华昌兄弟的也不过是几方砚台和玉石。他一直以为那是因为三伯父特别喜欢自己的缘故。可见人看到的不一定是事实，听到的也不一定是事实，甚至是感受到的也不一定是事实。窦昭哑着声音道，我要妥娘。丁姨奶奶进门年余都没有动静，窦昭的嫡祖母非常的着急。偶尔听说窦家田庄有户姓崔的人家，生了8个儿子2个女儿，全都活了下来。因为孩子多了养不起，还送了2个儿子给别人家做上门女婿，现在又想用14岁的长女给3儿子换亲。窦昭的嫡祖母觉得这是天意，见过崔家的长女，虽然人高马大，身材健硕，五官却不失清秀，没有商量窦昭的祖父就花了200两银子把崔家的长女抬进了门。10个月后，窦昭的父亲出世，孩子刚过了100日里，窦昭的祖父就招了窦昭的嫡祖母去，指了还在襁褓中的窦世英道，你亲自带这个孩子，不要让那个大字也不识一个的崔氏把他给毁了。就这样，崔氏被送到了窦家位于东基村那个只有100多亩地的小田庄，直到他逝世。所以从本质上讲，崔氏一直是个村妇。窦昭和他一起生活的那些年，崔氏不仅带着他给屋后的菜园子浇水、捉虫、除草，还告诉他怎样管理庄稼，怎样养鸡喂猪，用崔氏的话来说，学会了伺候庄稼，走到哪里也饿不死。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窦昭，知道什么时候春播，什么时候秋收，什么时候种菜，什么时候孵鸡仔，甚至可以根据冬天的气候推断来年的天气，不像个世代官宦之家的小姐，反而像个乡绅家的女儿。他第一次见到妥娘，刚过完10岁的生辰不久，大人们都忙着春耕，祖母和管事去了田头，他和几个丫鬟站在屋前的榆钱树下看村里的孩子摘榆钱芽。一条毛毛虫掉在窦昭的肩膀上，吓了他一大跳，他又捉了毛毛虫去吓唬那几个丫鬟，大家你推我搡的尖叫着，乱成了一团。妥娘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发疯似的冲过来追打他的丫鬟，叫嚷着，她是小姐，是窦家的小姐，你们怎么敢对她不敬？我打死你们，我打死你们。想到这些，窦昭有些激动。继母进门后，服侍母亲的人或因资历太浅而被卖了，或是被继母以服侍过母亲有功劳为由放了籍，或是被打发回了舅舅家，没有人告诉他母亲的事。哪怕是疼爱他的祖母，也不止一次地对他说，人要向前看，总问那些有什么用？你应该多想想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想想嫁到济宁侯府后怎么讨你婆婆的欢心才是。没有人知道他内心的恐惧。母亲是怎么死的？为什么大家都讳莫如深？继母王氏的贴身嬷嬷胡氏说母亲是因为生了女儿，那岂不是他害死了母亲？是不是因为这样，他才会被送到乡下祖母这里来的呢？母亲活着的时候，有没有讨厌过他？有没有后悔生下了他？随着年纪的增长，他越发不敢问。母亲的死，成了窦昭心头一个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是妥娘告诉了他真相，还在面对祖母责问时反驳道，我不知道那些大道理，我只知道是王氏害死了七奶奶，王氏是四小姐的仇人，四小姐不能认贼作母。你们这样不是帮四小姐，是害四小姐，陷四小姐于不孝。窦昭至今还记得祖母脸上的震惊之色。之后祖母什么也没有说，把妥娘留在了田庄。母亲当年身边服侍的人何其多，可花了8年时间找到她的只有妥娘，为她仗义直言的只有妥娘。她的性格可想而知。窦昭现在寸步难行，急需个对自己言听计从的人，没有比妥娘更合适的了。香草闻言不顾双枝的反对，主动帮他找来了妥娘。妥娘茫然地望着窦昭，拘谨中透着几分紧张，轻声喊着四小姐。这时的妥娘年轻红润，目光温顺且羞涩，与窦昭记忆中那个面容憔悴、蓬头垢面的女人是2个人。窦昭心里酸酸的，他问妥娘，你知道我吗？知道。他小声地道，刚才在路上，香草告诉我了，您是七奶奶的女儿，窦家的四小姐。知道她是七奶奶的女儿就好。窦昭微笑着点了点头，伸了手让妥娘抱，道，
我们去贺寿堂。双枝带路。妥娘毫不犹豫地报了窦昭，双枝却很犹豫，道：要是万一，我要去。窦昭瞪着双枝，双枝讪然地笑。一旁的香草忙道：那我呢？四小姐，我呢？人的身边不可能只有一种人，有时候长处会变成短处，短处会变成长处。跟着。窦昭笑道。香草欢喜地应是，在前面带路。这下双枝想不去也不行了。一行人去了贺寿堂，有小厮把他们拦在了门口。老太爷说了，谁也不让进。妥娘不安地望着窦昭，双枝束手无策，就差说我早就说过之类的话了。香草则笑着上前插科打诨地喊着哥哥，道：我们是奉了七奶奶之命，把四小姐送进去的，然后朝着贺寿堂挤了挤眼睛，里面不是闹腾开了吗？我们这才送四小姐过来的。哥哥要是不信，不如先进去通禀一声。小厮不再坚持，放他们进了院门。双枝小声道：你胆子也太大了吧，万一他真的去请七奶奶示下。不会的。香草笃定地笑道：我们不敢靠近贺寿堂，难道他们就敢？窦昭暗自点头。贺寿堂里传来母亲有些嘶哑而尖锐的声音：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你要纳妾，为何不直接和我说？要请了三伯向父亲说相，不过是因为你自己也明白你这样做对不起我，有失君子之德，偏又心思龌龊，被女色迷住，想万无一失，用长辈来压我罢了。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请了两家的长辈出面，好好的说道好了。七弟妹，三伯父求饶道：那不纳妾不过是小事，既你不同意，那就算了，何必要闹得两家长辈不安生，闹得满城风雨，让别人看笑话呢？万元，你快向弟妹赔个不是，这件事就这样算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还请弟妹看在我的面子上，多多包涵，多多包涵。万元是父亲的表字。母亲安静下来，父亲却小声嘀咕着，听不清楚在说什么。窦昭忙道：我们进去。这个时候，香草和双枝就有些害怕起来，妥娘则面带异色地抱着窦昭进了厅堂。贺寿堂的人不敢拦窦昭。什么人？进了厅堂，站在门口的丁姨奶奶大声喝道，表情凛然，是窦昭从来未曾见过的。妥娘缩了缩肩，又很快站直了身子，声音颤抖又不失恭敬地道：是四小姐，让我抱她进来。听到动静，满面寒霜坐在太师椅上的母亲和搓着手团团转的三伯父愕然望过来，面向中堂跪着的父亲则一跃而起，恼羞成怒，冲他们喝道：怎么回事？祖父并不在厅堂里。窦昭还没来得及开口，母亲冷笑一声站了起来：你做错了事，冲孩子发什么火？他一面说，一面走过来抱了窦昭，然后柔声地问：出了什么事？目光犀利地盯着妥娘。窦昭抢在妥娘前面道：娘亲，我要妥娘，我要妥娘。母亲想到厢房里关着的那些丫鬟，皱了皱眉。她没认出妥娘，把妥娘安排在府里做个粗使丫鬟混口饭吃，于她不过是举手之劳的事，根本就不会记在心上。有小丫鬟战战兢兢地进来禀道：三太太过来了。三伯父听着精神大振，只想快点把窦昭他们打发了，好说正经事。不过是个丫鬟，寿姑想要她，赏了她就是了。说着朝父亲使了个眼色。父亲立刻道：这个什么妥娘就赏给寿姑好了。三伯母性情开朗，语言幽默，待人热忱。虽然不是宗父，但窦家上上下下的人都很喜欢他，有什么事总喜欢找他帮忙做中人。三伯母突然而至，母亲也猜到几分，他也想让父亲早点打消纳妾的念头。反正妥娘是自己府上的丫鬟，难道还怕他跑了不成？寿姑身边的丫鬟媳妇都被关了起来，让这个妥娘暂时照顾一下寿姑，等她忙完了这一阵子，再好好查查这个妥娘的底就是了。母亲喊了于嬷嬷进来，把这个妥娘安置到寿姑的屋里。于嬷嬷满脸的困惑，看了妥娘两眼，躬声应诺。这么多人，还有于嬷嬷，母亲就是想死，也会有人拦着。窦昭并不担心，拉了拉妥娘的衣袖，示意她回去。妥娘还沉浸在突然从一个浆洗房的粗使丫鬟变成了小姐贴身丫鬟的茫然不知所措中，恩也没谢，抱着窦昭高一脚低一脚的出了贺寿堂。香草和双枝已得了信，双枝恭喜着妥娘，客气的和她寒暄：以后我们就在一起当差了。香草懊恼的低着头，表情既后悔又是沮丧。窦昭微微一笑，指了香草对于嬷嬷道：我要香草。香草又惊又喜。于嬷嬷此时和七奶奶是一样的想法，而且香草本来就在七奶奶屋里当差，知根知底，也不怕她使坏，叮嘱香草道：
既然四小姐喜欢你，你就跟着四小姐吧，记得要好生当差，不要惹四小姐生气。香草已经欢喜的嘴都合不拢了。四小姐屋里的仆妇范氏被关了起来，以七奶奶的脾气，以后肯定不再用了。她得了四小姐的青眼，说不定以后能混个一等的丫鬟呢。她越想越觉得前途光明。于嬷嬷一转身，她就忙不迭地向窦昭道谢：四小姐，我一定好好的服侍您。窦昭冲着滔滔不绝的香草摆了摆手，然后指了指贺寿堂：你听着，告诉我。女主艰难地前行着。听了窦昭的话，双枝看着窦昭的眼神带着几分惊恐。窦昭并不在意，只要母亲和长辈们不起疑心，仆妇们再怎样议论也不过是议论而已。窦昭指挥妥娘抱自己回了屋。西窦人事简单，贺寿堂那边的剑拔弩张虽然让仆妇们很紧张，但还远没有达到惊慌失措的地步。双枝把妥娘和香草会到窦昭屋里当差的事一说，大家的注意力很快就放到了他们两人的身上。有的笑骂道：香草那小蹄子到底让他得逞了，也不知道是走谁的路子。更多的却是和妥娘见礼，纷纷自我介绍着：我是银杏，我是丁香。又有人问：姐姐原是哪个屋里当差的，怎么突然就被拨到了四小姐屋里？妥娘不惯这样的热情，喃喃地作答：听说她是江喜房的粗使丫鬟，大家面面相觑，有些不知所措。妥娘见了更是拘谨。好了，双枝笑着给妥娘解围：有什么话你们等会再说，现在先让妥娘安顿下来。然后思忖道：我和含笑姐姐屋里还有2张床，今天七奶奶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四小姐身边却不能断人，我看就让妥娘先睡我们屋里，等七奶奶示下了再说。妥娘松了口气。众人也回过神来，或自告奋勇的要去帮妥娘收拾东西，或是主动帮妥娘去铺床。妥娘一步也不肯离开窦昭。小姐身边谁服侍？我还是等香草来了再说。窦昭微微的笑。妥娘认死理。她嫁去济宁侯府的时候前程未明，没敢把妥娘带过去，等她在济宁侯府站稳了脚，想接妥娘过去的时候，妥娘却病逝了。想到这里，她眼眶微红，轻轻地握了妥娘的手。妥娘严肃地望着她，郑重地道：四小姐，您放心，我会寸步不离地守着您的。说的其他人好像都是坏蛋似的，屋里的人脸色俱是一黑，看妥娘的目光就有些不善，妥娘却毫无所觉，正色地守在她的身边，不为所动。双枝只好悻悻然地吩咐丫鬟去江喜房报信，把妥娘歇息的地方收拾出来。大家分头行事，没有谁再和妥娘搭讪。窦昭和妥娘则大眼瞪小眼地待在内室。不一会，香草跑了进来：四小姐，七奶奶和于嬷嬷他们回来了。却没提父亲。窦昭心中一沉，问：父亲？香草抹了抹额头的汗，道：七爷、老太爷、三爷和三太太还在贺寿堂，是在商量纳妾的事，还是在商量怎么让母亲松口？窦昭有些着急，在妥娘的帮助下了炕，撒腿就朝外跑。妥娘和香草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沉着脸的母亲由于嬷嬷搀扶着，面无表情走了进来。娘亲，娘亲！窦昭扑了过去。母亲面色微霁，弯腰抱起了窦昭，亲了亲他的小脸，然后把他交给了身后的含笑，陪着四小姐玩翻绳去。含笑忙抱过了窦昭，窦昭却拉着母亲的衣襟不放。母亲骤然间便很不耐烦：你这孩子怎么不听话？娘还有事，你和含笑玩。说着抬眼看见了妥娘和香草，抬手指了2人，要不和他们2个玩去。窦昭知道母亲现在没有心情哄他，乖乖的由含笑抱着。等母亲和于嬷嬷进了内室，他从含笑的怀里溜下来，往内室跑去，值守的丫鬟不敢拦他。他顺顺当当地进了内室。母亲正伏在炕桌上哭。你都看见了，人还没有进门，他就这样护着，生怕那人受了一点点的委屈。我还能说什么？我就顺了他的意，让那个女人进门好了。我倒要看看那女人有什么本领，使得什么手段，怎么就把她迷得父母妻儿、名誉气节全都不要了。于嬷嬷目光微闪，低声道：七爷纳妾，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您看是不是派个人跟舅爷说一声？不行。没等于嬷嬷的话说完，母亲猛地抬头，急急地道：哥哥开年就要进京参加春闱了，此刻正闭门读书。若是知道我嫁过来不过3年万元就要纳妾，以哥哥的脾气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不能为了我的事把哥哥的前程耽搁了。又反复地叮嘱于嬷嬷：你是服侍我母亲的人，若是其他的事，你背着我干了什么，我也不会和你计较。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可这件事却非同小可。我们赵家已经有40年没有出过进士了，若是因你之故惹出什么事端，
你就是陷我于不义，让我做赵家的千古罪人。于嬷嬷点头，转过身去拭着眼角的泪水。舅舅有这么好吗？窦昭撇了撇嘴，暗暗对母亲道：你只管去打扰他好了。他是丁未科的进士，而且一考取功名就谋了个西北的实缺，带着全家去了任上，再也没有回过真定。他只在自己成亲的那天见过舅舅一面。娘亲有救。辞别亲人的时候，他看在母亲的份上，恭恭敬敬地给舅舅磕了3个头。舅舅情绪好像很激动，看他的目光给他种吴家有女初长成的错觉。他当时欢喜得不得了，想着舅舅在西北做官，路途遥远，联系不便，继母眼里又只有自己娘家的兄弟，舅舅是读书人，肯定心高气傲，不愿意受这个辱，所以才不登窦家门的。这次舅舅从任上赶来送他，可见心里还是有他这个外甥女的。他甚至打算趁着这次重逢的机会，好好的孝敬舅舅，让他给自己讲讲母亲当年的事。没想到他前脚出门，舅舅后脚就返回了西北，而且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只言片语给他。如果从前舅舅顾忌继母，那他嫁到了济宁侯府之后，他还有什么忌惮？窦昭怎么也想不明白。后来舅舅家的大表姐赵碧如随着夫君在京都的任上寓居，曾经拜访过他，让他用3杯茶打发了。这样的一个人能指望得上吗？窦昭怀疑，躲在落地罩的幔帐后面沉思。母亲既然同意父亲纳妾，难道继母是被扶正的？可继母每次说起来都称自己是窦家明媒正娶，用8抬大轿迎进来的，听了他这话人也没谁反驳呀。继母可以遣散母亲的中仆，可以威胁利诱窦家的仆妇，不可能连真定县那些有头有脸的官太太们也跟着睁眼说瞎话吧？难道中间还有个女子？那也不对呀，继母进门有喜，妹妹窦明只比她小2岁7个月。窦昭越想越糊涂，含笑走了进来。七奶奶，他小心翼翼地道，三太太过来了。母亲忙擦了擦眼泪，一面吩咐他快请三堂嫂屋里说话，一面起身去迎。三伯母表情严肃的有2个丫鬟簇拥着走了进来，看见母亲，她眼眶一红，挽着母亲的手上了炕。屋里服侍的都乖巧的退了下去。三伯母没等于嬷嬷上茶已道，我知道你心里难过，我也不劝你，你想哭就哭一场好了，可哭完了要打起精神来才行，乔七叔这样子，你以后还有硬仗要打。我知道。母亲说着，眼泪忍不住又落下来，她没有诉苦，而是歉意地对三伯母道，三伯那边还请三嫂帮我说几句话，我是气急了才会对三伯说那些话的，请三伯看在我年轻没经过什么事的份上，不要和我一般计较，你这样说就把我和你三哥见外了。三伯母也跟着落泪，说来说去都是你三哥的不对，要不是你三哥鲁莽，七叔也不会闹出这一折来，这与三伯有什么关系？母亲抽泣着打断了三伯母的话，说的是从兄弟，可三伯把万元当儿子似的，万元有什么事找去，三伯还能袖手旁观不管不成？说来说去还是万元的不是，他鬼迷心窍，我就是恨，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论情分应该比其他夫妻更好才是，他要纳妾为何不先与我商量？我不同意，他就跪在雪地里不起来，公公42岁才添了他这根独苗，他把我当什么人了？又把我置于何地？我想想就心寒，伏在炕桌上又哭了起来。不哭不哭。三伯母抱了母亲，这人一辈子啊，谁没个沟沟坎坎的？七叔还年轻，难免有糊涂的时候，我也不怕你笑话，你大伯那个人该是沉稳内敛吧？刚中进士的那会还不是学着人家出书纳妾，大嫂当时也气得哭，可再过几年你看，过了那阵轻狂，知道还是家里好，一心一意的和大嫂过日子。大嫂快40岁的人竟然添了栏杆，可见有的时候得以柔克刚，不能硬碰硬。三嫂说的我都明白。母亲听着坐直了身子，擦着眼泪道，我是有件事想求三嫂，并没有和三伯母继续这个请题。三伯母有些意外，忙道，你说只要我帮得上忙的。那女人既然要进我们家的门，我怎么也要相看吧。母亲道，我想请三嫂和大嫂到时候做个陪，这原本是大户人家的规矩，就算是答应了丈夫纳妾，也要先看看人，若是什么风尘女子或是品行有瑕，做妻子的就算拒绝丈夫的要求，也不在善妒之列，不比那爆发的商贾，没什么讲究，喜欢就可以带回家。三伯母恍然大悟，好，我这就去跟大嫂说去，那就有劳三嫂了。母亲说着站了起来，我这就跟万元说，让他把人从京都接到真定来。三伯母没有接话，笑眯眯地拍了拍母亲的手，道，七弟妹也长大了，语气半是感慨半是欣慰。窦昭心情复杂，
如果这个突然出现的女人是继母，母亲想从她的身份上做文章，恐怕会大失所望。她的继母姓王，闺名映雪，是王行仪之女。王行仪，字佑省，北直隶灵寿县南洼乡人。至德36年己丑科进士，出任吏部主事，后升兵部车驾司员外郎。期间，蒙古俺答汗数次带兵入侵北部边境，时镇守大同的总兵官长兴侯石端兰请开马市以和之。王行仪上书请匹马市书，力言石端兰实不可忤谬。司礼监秉笔太监陈东庇护石端兰，王行仪弹劾陈东5奸15罪。永明4年，王行仪被廷杖100，投入死囚牢，因在狱中拒不写悔过书，备受折磨而闻名士林。陈东病逝，经他的师作内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曾一芬等人多方营救。永明6年，王行仪改判流放西宁卫。之后数年，蒙古人依然扰边，马市遭破坏。成平4年，也就是继母嫁过来的第3年，在曾一芬的推荐下，王行祖被启用。先是调任山东新泰县令，后改任刑部主事、礼部员外郎、兵部武先司，半年内连迁4职。此时离他流放已过去了10年，历经2朝。其后，王行仪一路平步青云。窦昭生病的时候，他以类官至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位极人臣。王家本是南洼小姓，世代耕读。王行仪出事后，王妻许氏为搭救丈夫，将家产变卖一空。王行仪改判流放后，王家长子王之炳服侍病弱不能行的父亲前往西宁卫，王妻带着刚嫁过来不足月余的长媳高氏，次子王之韶，女儿映雪过日子。因家无恒产，高氏主动变卖了陪嫁，获银300两，其中30两用来购得良田4亩，用来度日，其他的都用来救济远在西宁卫的王行仪和王之炳的吃穿用度，日子过得十分艰难。有像高家这样深明大义的，也有像王映雪的夫家雷氏那样唯利是趋的。永明8年，雷氏见曾一芬被迫致仕，王行仪没有起复的可能，14岁的王映雪被退了亲。王映雪一咬牙，索性卖了雷家的聘礼，由高氏的一个陪房出面做起了收购棉花的买卖，这才能支撑起西宁卫这个无底洞，王行仪才能活到被起复。所以当三伯母告诉母亲，父亲已经派人把那个女人接到了真定，他和大伯母商量后，决定在大伯母陪嫁的庄子里见一见那个女人的时候，窦昭大哭大闹的抓着母亲的裙裾不放手。母亲强忍着怒意哄着他，三伯母却瞧着灵机一动，笑道：这样也好，若是别人问起，只说是带了寿姑到大嫂的庄子里玩耍。母亲这才作罢，心不在焉的随着三伯母去了大伯母的庄子。大伯母早就在二门口等着，他拉着母亲的手上下打量了母亲一番，点头赞道：我还怕你应付不来，现在看来倒是我多心了。母亲穿着代表正式的大红宝瓶士地纹的通袖袄，乌黑的青丝梳了个堕马髻，只在髻旁簪了朵由莲子米大小的珍珠镶嵌而成的牡丹珠花，碧绿色翡翠手镯在母亲7双赛雪的手腕和大红色袖口间如一汪春水般鲜艳明丽，端庄典雅中不失雍容华贵。三伯母也赞道：七弟妹一向会捯饬，今天尤为漂亮。母亲嘴角泛起一丝苦笑，又很快隐去。她朝着大伯母和三伯母屈膝行礼：今天的事还请两位嫂嫂帮帮我。这是自然。大伯母和三伯母不约而同地推了母亲，看母亲的眼神如同母亲般慈爱，我们不会任由七叔胡来的。母亲神色微定。大伯母笑着抱了窦昭：寿姑，大伯母屋后的山茶花都开了，你等会领了丫鬟帮大伯母捡几枝来插瓶可好？目光却直接落在了跟着他的妥娘和香草身上。窦昭紧紧搂住了大伯母的脖子：我要，母亲要，大伯母要。三伯母哭得震天响，把大伯母吓了一大跳。母亲忙接过窦昭，又羞又恼地红着脸道：这孩子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这几天总是寸步不离地跟着我，我一走开就哭得让人不得安生。大伯母听着叹了口气，抚着窦昭的头发：老一辈的人常说母女连心，这孩子是个聪明的，知道你心里苦，他害怕呢。一席话说的母亲眼泪连连，抱着窦昭的手却紧了很多。就让他跟着你吧。三伯母感慨道：反正他还小。母亲嗯了一声。一行人拐过厅堂，去了后院的花厅。大雪纷飞，枝头的梅花开得正艳。一个身段优美的女子穿了件玫红色的小袄，身姿笔直地站在窗边，和窗外的寒梅相映成辉。窦昭心中一紧，是继母。这个身影他永远都不会忘记。在祖父和祖母相继去世，三伯父送自己去京都和父亲团聚的时候，他曾这样站在窗边，目光犀利地打量自己。在济宁侯府正式向窦家下聘的那天晚上，他曾这样站在窗边，面沉如水地凝视着自己，
在自己把她送过去的婢女让魏廷瑜收房后，又让魏廷瑜把婢女送人之后，春节回娘家拜年时，他曾这样站在窗边，紧攥着双手，沉默地望着自己。在他想为弟弟窦小求娶曾一分的外孙女被拒绝时，他把自己叫回娘家，曾经这样满面狰狞地站在窗边。窦昭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身影，从诚惶诚恐到开怀大笑，他如赤脚在炼狱里走了一遭。谁又怜惜过自己的伤疼与哀鸣？母亲的脚步慢了下来，纷雨赖赖如杨花。那个身影转过来，光洁的额头，高挺的鼻梁，清澈的目光，山水般钟灵毓秀。母亲像被踩了尾巴的猫般跳了起来。怎么是你？王映雪，怎么是你？她摇摇欲坠，抱着窦昭的手臂无力往下落，窦昭抱住了母亲的腰，才没有被摔下去。大伯母和三伯母面面相觑，三伯母机敏的窦昭接在了怀里。王映雪仪态从容地走了出来，她站在五廊下曲膝给母亲行礼，轻声地喊着姐姐。我们赵家只有我一个女儿，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又多了位妹妹。母亲冷笑，虽然极力保持着刚才的淡定优雅，却难掩眉宇间的狼狈。你是不是认错人了？王映雪垂下眼睑，跪在五廊下冰冷的青石砖上，表情恭谦又卑微，一如她在窦家长辈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恭敬。姐姐，我们两家比邻而居，我没有姐妹，姐姐也只有一个兄长，如手足般一起长大，我的脾气姐姐是最清楚不过的。我家虽然落魄，可我也不是那没脸没皮的。高家明知道我家落难，还把女儿嫁过来。嫂嫂和哥哥成亲不足1个月，却主动提出来让哥哥服侍父亲去西宁卫。如今者南哥病重，就是卖了家中赖以为生的4亩良田，也凑不出看病的银子。我原想只要有人愿意为奴为婢我都认了，不曾想碰到的却是姐夫。他说着，重重地给母亲磕了3个头，大错已成，我无话可话，只能求公子，若是姐姐同意我进门，我定当忘却前缘，尽心尽意地服侍姐姐。姐姐，他眼角闪动的眼光，要怪只怪造化弄人，他又磕了1个头，我以后定当好好服侍姐姐。哈！母亲嗤笑一声，目光炯炯地望着王映雪，挑眉道：要是我不同意呢？王映雪微愣，然后自嘲的一笑，道：那就求姐姐赏我条白绫。母亲一言不发，抽下腰间的大红色汗巾丢在了地上，笑着问王映雪：够不够长？王映雪笃定地望着母亲，慢慢地站起身上，嘴角含笑地走到了母亲的面前，屈膝捡起红色的汗巾，淡淡递到了身，多谢姐姐，转身朝花厅走去。大雪落在她如漆的乌发间，很快就消失不见。这是大伯母陪嫁的庄子，若是弄出人命案来，她的名声可就是全完了。大伯母害怕起来，忙道：七弟妹，女子是谁？怎么同你认识？母亲望着啪地一声大门紧闭的花厅，失魂落魄的呐呐道：她是王右省的女儿，住在南洼，和我父亲曾是同窗，我们两家时有来往。她比我小2岁，我出嫁的时候，她还送我2方亲手绣着并蒂莲花的帕子。我没想到，我做梦也没有想到，难怪万源怎么也不肯说是谁，他们做了圈套骗我上当。大伯母和三伯母却吓了一大跳。王右省是不是那个因为得罪了陈东而被流放的王一行？母亲轻轻点头，落下2行清泪。七叔怎么这么糊涂？他父亲可是己丑年的进士，和你武博士同科。大伯母急得团团转，不行，我得去跟小叔说一声，又吩咐三伯母，你快拦着王小姐，我去叫人来。因少年纳妾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这花厅内外服侍的仆妇早被大伯母遣散。三伯母也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窦家不怕得罪权贵，却怕背上逼死落魄童年女儿的罪名，他失声应诺，提着裙子就朝花厅跑去。母亲静静地站在青石板桥上，任雪花飘飘洒洒的她身上堆砌，变成个雪人。陪着她的只有小小的窦昭。没想到母亲和王映雪竟然是旧识。一直以来，窦昭都想不明白，为什么有的女人为了和男人双宿双栖，宁愿舍弃家人，不要名声？难道男欢女爱真的这么重要吗？一旦爱迟恩绝，男人抛弃女人回归家庭是浪子回头，那女人呢？又怎么继续在这个世上立足？他和母亲坐在中堂后面的小厅里，听着厅堂里祖父训斥父亲的声音。经验告诉窦昭，做什么事都不要过于高估对手，也不要过于贬低对手。平心而论，王映雪不仅精明能干、聪慧机敏，而且善于审时度势，从来都是利益至上，决定了的事从不拖泥带水，十分的果断。这样一个人，祖父承诺收她为义女，并为她寻门好亲事，由窦家出资，风风光光的把她嫁了。她为什么还要非跟着父亲不可呢？窦家不是新晋官宦的浅薄人家，以她的身份，窦家是绝对不会答应让她做妾的。
母亲是赵家明媒正娶的正式嫡妻，不要说没有过错，就算是有错，为了窦家的颜面，窦家也不会随随便便就休妻。王映雪来真定的时候就没有仔细想想吗？这不符合她的性格呀。念头飞转中，窦昭心神一震。妹妹，她的妹妹窦明生于丁未年7月初3。常言说得好，活7不活8。也就是说，若窦明是早产，王映雪最迟正月里进的门。按制，妻子去世，丈夫要守孝1年。也有例外的时候，丈夫出征，妻子去世，家中无人奉养双亲，抚育子女，可以于100日之内续弦。父亲虽然不是将士，但嫡祖母早逝，若母亲家中无人主持钟馗，这一条倒勉强可用。也就是说，母亲是年前去世的。可如果窦明不是早产呢？窦昭忍不住笑起来。王映雪还要在窦家立足了，打死他也不会承认和父亲有私情的。父亲还想王映雪进门呢，无论如何也不会向人透露王映雪有身孕的事。这就好比你在和人赌大小，要开板了，却突然发现你的对手身后有面落地镜，他手里拿的什么牌你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他顿时热血沸腾。只要母亲活着，拖得越久，形势对他们越有利。可前提是母亲必须活着。他心情愉快地从桌边的果盆里拿了个金灿灿的橘子递给母亲。娘亲，吃橘子。母亲对着他勉强地笑了笑，接过了橘子，却只是拿在手里呆呆地发愣。窦昭采衣于亲，掰了橘子瓣塞到母亲嘴里，喂给陪着他们坐在小厅里的大伯母、三伯母吃。大伯母和三伯母为了缓和气氛，笑着逗他。他叽叽喳喳咯咯地笑，母亲的脸上渐渐有了笑容。晚上，他牵着母亲的衣襟入睡。第二天，在家的三伯父、六伯父作为宗父的大伯母，协理大伯母管家的三伯母一起拥着东府的二太夫人，也就是祖父的二堂嫂过来了。祖父的大堂兄、大堂嫂和二哥都已经过世了。事情我已经听你的侄儿和侄儿媳妇们说了。二太夫人身材瘦小，目光却出奇的明亮，这让她看去平添了几分威严。王家小姐呢？可曾派人前往南洼送信？我让丁氏陪着。祖父苦涩地道，南洼那边已连夜差人去报信了。然后羞惭地道，二嫂，这件事都是我教子无方，这些事以后再说。二太夫人挥手打断了祖父的话，当务之急是要问清楚他们到底走到了哪一步。二太夫人一语道破关键。窦昭很是佩服。祖父愕然，张了张嘴，可能想到父亲在这件事上的荒唐，保持了沉默。二太夫人吩咐三伯父，万源和你情同父子，万源那边你去问。又吩咐大伯母，王小姐那边你去问。两人齐齐应声，分头行事。二太夫人这才朝着母亲招了招手，示意母亲坐到她身边。没有赵家，就没有窦家。赵家老爷和太太走得早，舅爷年轻脸皮子薄，不好理会这些事，可窦家的长辈还在。你放心，绝不会让你受委屈的。窦昭只有一个舅舅，大母亲8岁。母亲是遗腹子，外祖母在母亲10岁的时候病逝，母亲跟着哥哥、嫂嫂长大。外祖母在世的时候，带着2个孩子度日，虽不愁吃穿，却怕丁父和泼皮上门闹事。那个时候窦家已富贵起来，外祖母因而常带了2个孩子来窦家串门，本就是姻亲。窦家又以宽厚立家，两家越发的亲近。舅舅赵思从小在窦家族学里读书，和窦世英、窦文昌、窦玉昌、窦华昌叔侄关系都非常的好。父母的婚事也就这样毫无波澜的定了下来。听二太夫人提起已逝的父母，母亲扑在二太夫人怀里哭了起来。六伯父比父亲大4岁，两人从小一起读书，一起考取了生源，又一起参加乡试落地，此时正在家闭门读书。见母亲哭得伤心，不免有些尴尬，小声道，要不我们还是到小叔的书房里坐，有些话我们这些做书拜的听了也不大好。二太夫人一眼瞪过去，沉声道，你和万源一起去的京都，这件事你知不知道？六伯父吓得一缩，忙道，不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要不是您让我早点回来，万源怎么会惹出这样的麻烦来？他小声嘀咕着，语气带着几分不以为然。二太夫人气得半晌没说出话来。六伯父窦世恒是二太夫人的老来子，他出生的时候几个兄弟举业上都已有所成就，二太夫人因此对他不像其他几个儿子那样的严厉，正好父亲是独生子，祖父面上严厉，实则溺爱，从兄弟间两人来往最密切。窦昭记得父亲搬到京都后，还专给六伯父留了个小院子，六伯父每次进京都宿在父亲那里，两人后来又一起在翰林院任职。父亲善讲周易，六伯父善讲左传，翰林院的人戏称他们为窦氏双杰。母亲一愣，
明白二太夫人这是要帮着六伯父消除嫌疑的，客气地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万源自己起了心，六伯父就是寸步不离又有什么用？二太夫人脸色微霁，呵斥六伯父：还不谢谢你弟妹？六伯父给母亲行了个礼，母亲忙着还礼。窦昭的眼睛闪了闪，六伯父既然没有句道歉的话，也没有句安慰的话，可见他是站在父亲那一边的。二太夫人可能也意识到了，起身招呼大家：我们到后面的小厅坐吧，把厅堂留给家中的男子。大家自然没有异议。母亲和三伯父扶了二太夫人起身，有小厮跑了进来。老太爷、济宁后的管事投了拜帖，说他们侯夫人和我们家七奶奶是姻亲，这次回乡省亲，特来拜会。众人愕然，窦昭更是诧惊，济宁侯夫人不就是婆婆吗？婆婆怎么也出来凑热闹了？是西流乡的田家姐姐。母亲欢喜地向众人解释道，他们家和我们家是汴京旧时，祖上也曾结过亲，只是田伯父官运想通，田姐姐嫁到了京都的济宁侯府，我们两人这才少了来往。没想到她会来看我。说完朝祖父望去，既然有远客来，儿子的事只好先放一放了。祖父想了想，让那小厮请济宁侯府的管事进来。济宁侯的管事递上拜匣，客气一番，知道济宁侯夫人行程很紧，定下明天早上4出来访。母亲也不管厅堂那边的事，只使着于嬷嬷打扫尘土，陈设房间，拟定菜单。窦昭一个人坐在炕上掰指头，不知道魏廷瑜会不会跟着来。婆婆说他们小时候见过，难道就是这次？思忖中，她看见三伯母匆匆走了进来，她喊妥娘：抱我去母亲那里。妥娘喜极：四小姐，您会说话了。窦昭愣住，好一会才反应过来，吩咐她：快赶在三伯母前面进门。好。妥娘高高兴兴地应着，抱她去了母亲那里。七奶奶大喜，四小姐会说话了。哦。母亲笑着逗窦昭，说几句给我听听。窦昭大大方方地道：我要去舅舅家玩。母亲呵呵地笑，窦昭也笑。到底不是亲兄弟，二太夫人虽然帮着母亲，却更急于让儿子撇清。这个舅舅到底怎样，总要试一试才行。三伯母这时进了门，妥娘避了出去，窦昭依旧坐在炕上。三伯母捏着窦昭的小手，低声对母亲道：问清楚了，都说发乎于情，止乎于理。母亲嗤之以鼻。三伯母嗔笑：你管他们是真是假？他们这样说了，我们就这样信。既然彼此清清白白的，等王家来的人来了，我们把他交给王家的人就行了。母亲点头：我明白。外面传来含笑有些慌乱的声音：七爷、七奶奶正和三太太说话呢。话音未落，暖帘唰的一下被掀起，父亲面色铁青的走了进来。七叔回来了。三伯母笑着把母亲拉到了他的身后：你三哥他们呢？三嫂。父亲冲着三伯母草草地依了依，额头青筋直冒。丁姨奶奶在小花厅设了家宴，古秋服侍我换件衣裳就来。三伯母有些犹豫，母亲的手搭在了三伯母的肩头：三嫂，您先去吧。母亲柔柔地道：三伯他们该等急了，我和万源马上就来。三伯母朝着于嬷嬷使了个眼色，笑着出了内室。三伯母一走，母亲就朝父亲瞪过去，目光如刀锋般的冰冷。父亲毫不示弱地瞪回来，如困兽般的暴躁。屋里的气氛骤然变得剑拔弩张。窦昭小小的身影缩在幔帐里，听着父母的互相指责。赵古秋，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嫌我还不够丢脸吗？我要干什么？我还想问问你，你要干什么？那个罪臣的女儿为妾，你的圣贤书都读到哪里去了？你是不是想让窦家100年的清誉，几代人的积累都毁在你的手里呀？你不嫌丢脸，我还要脸呢。父亲气得面红耳赤。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这个时候你不帮我，还在拉我的后腿，请了二伯母来看我的笑话，你是怎样为人之妻的？我的名声完了，你难道就能好到哪里去了？你别忘了，夫妻一体，你还嫌妻呢。还好岳母去得早，要是看看到你今天这个样子，不知道怎样的伤心难过呢。窦世英，你说我就说我，提我母亲做什么？母亲气得哭了起来。你还记得我们是一起长大的，那你还记不记得我母亲是怎样待你的？你还记不记得成亲前你是怎样跟我说的？你不要脸，想让我帮你掩饰，门都没有。父亲一下子像被霜打了的茄子似的蔫了，神色间闪过一丝不自在。我又不是有意提及岳母的，你有必要这样的理不饶人吗？我这样还不是被你逼的。他说着想起从前的旧事，又气愤起来。宝山不过是拉我去喝了顿花酒，你就对人家吹胡子瞪眼睛的，
人家来我们家，连杯好茶也不给人家上，让我受尽同窗的嗤笑。他越说越恼怒，你只知道怪我，怎么不想想你自己？你要是脾气好一点，我至于去找三哥商量吗？母亲气得直哆嗦，胡乱地擦着脸上的泪水。你做错了事，还好意思说我？那冯宝山是个什么好东西？除了吃喝嫖赌，他还会干什么？年末岁考，提学大人要不是看在大伯的份上，他早就被极了功名。只有你，天天和他混在一起，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父亲被噎得说不出话来，半晌才喃喃地道：那你也不能这样啊，你想我怎样？母亲厉声质问，敞开大门把王映雪迎进门。我有那雅量，他王映雪有这福气吗？母亲冷笑，窦世英，我把话说在这里，世间的女子随便你想纳谁都可以，王映雪想进门，除非我死你。父亲指着母亲，手臂发抖，半天也没说出句完整的话来。母亲不屑地笑，腰杆挺得更直了。原来夫妻还可以这样吵架，这是他那个总摆出妇道貌岸然样子的父亲，怎么像个孩子似的？窦昭看得目瞪口呆，他从来没和魏廷宇吵过架，开始是不敢，后来是不屑。父亲垂下了头，低声道：古秋，我们不吵架了好不好？他语气伤感，这件事全是我的错，映雪也是受了我的拖累，要不然她好好一个清白人家的女儿，何苦要受这样的羞辱？况且我和映雪也说好了的，她以后到田庄去住。他说着抬起头来，目光中含着几分希冀，我们还和从前一样，好不好？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再也不和宝山出去了。好。窦昭差点忍不出从幔帐里跳出来，代替母亲回答。夫妻吵架，还有什么比丈夫主动低头更能说明妻子在丈夫心目中的地位？既然王映雪有了身孕，以父亲的为人，肯定是铁了心要纳王映雪进门，不如趁机给父亲一个台阶下，既可以在窦家众位长辈面前表现自己的宽厚贤良，还可以笼络父亲的心，甚至是以后夫妻遇到什么分歧的时候，拿这件事拿捏父亲。这可是一箭三雕的事。而且破镜重圆，不管有没有裂缝，在别人眼里总归还是面镜子。那王映雪恐怕看上一眼就会心如刀绞。再让王映雪写下卖身契，把她丢到田庄里去。不管父亲此刻说的是真心话还是假话，他自己承诺的事总不能出尔反尔吧。只要父亲一日不改口，王映雪就得在田庄里熬着，正好让大家看看王映雪在窦家算是个什么东西。就算父亲想反悔也不怕。到时候带着王映雪到各家各户串门去。你王映雪不是名士之后吗？自甘堕落与人为妾，看你王家到时候有何面目见人？还有比这更解气的吗？就算王映雪有天能说动父亲，但母亲有她的卖身契在手，在妻妾的名分在那里，有窦家的这长辈帮着，她还能翻天不成？窦昭几乎要笑出声来，耳边却响起母亲尖声的厉叫：映雪，映雪，叫的可真是亲热。既然你们背着我什么都商量好了，那还找我干什么？好好一个清白人家的女儿，窦世英，这话亏你说得出口。清白人家的女儿会自己寻上门给人做妾，清白人家的女儿会恬不知耻地勾引别人的相公。她要是清白人家的女儿，这世上只怕没有不清白不干净的人了。她觉得受了羞辱，那她找个不羞辱她的地方好了。窦昭听着急得恨不得自己有三头六臂能堵着母亲的嘴才好。吵架和说话一样，要有重点，这样反反复复的纠缠这些有什么用？快点把父亲的承诺定下来才是。只是没等他有所行动，父亲已怒不可遏的大声喝道：你还要我怎样？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不就是仗着有长辈为你撑腰吗？你别以为我不敢把你怎样，我是念着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你要是还念着我们一起长大的情分，你就不会做出这样的龌龊事来。母亲毫不示弱，表情鄙夷，我就是仗着家里有长辈给我撑腰，你能把我怎样？有本事你绕过我去把王映雪娶进门啊！你，父亲恼羞成怒，我要休了你！母亲愣住，你说什么？他脸色刷的一下雪白，你要休了我？母亲不敢相信的望着父亲，你为了王映雪竟然要休了我？话一说出口，父亲也愣住，他不敢看母亲似的别过脸去，小声道：我好好跟你说，你一定也不通融。窦世英，母亲气得两眼发红，她大声嚷着父亲的名字：你给我滚！给我有多远滚多远！我等着你的休书，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把王映雪那小贱人迎进门。父亲很是狼狈，强辩道：古秋，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听我说，给我滚！滚！滚！母亲把父亲往门外推，我等着你的休书，我等着你的休书。她喃喃地道，啪地一声甩上了房门。古秋，古秋！
父亲在外面拍着门，我没那个意思，只是随口说说而已。我是无心的。母亲靠在门上，泪如雨下，声若文瑞。无心，有时候无心说的才是真话。窦昭头痛欲裂，溜下炕，拉着母亲的衣角。娘亲，娘亲。母亲蹲下身子，抓着女儿的双臂，抽泣着问她：你不是说要去舅舅家玩吗？我和你去舅舅家玩，好不好？不好。窦昭摇头，大大的眼睛灿若晨星。这是我家，我要待在家里。过年的时候去舅舅家。母亲愕然，眼泪却落得更急了。晚上，于嬷嬷劝母亲：您这个时候和七爷置气，岂不是让亲者痛仇者快？母亲坐在镜台前，呆呆地望着镜子里那个镜水照花般的女子，答非所问地道：我小时候每次来窦家，娘亲都吩咐我不要顽皮，不要惹得窦家伯母和姐姐们不高兴。有一次，佩慈带着我去摘玉兰花，我很害怕，不敢爬树，可想到母亲的话，我还是战战兢兢地爬了上去。佩慈利索地跳下了树，我却蹲在树上不敢下来。眼看着快到晌午吃饭的时候，佩慈急起来，跑到外院去找小厮帮忙。我一个人蹲在树上，叶子毛茸茸的，还有肉肉的虫子在上面爬来爬去的。我想哭又不敢哭，怕把别人引来，害佩慈被打手心，想着就这样跳下去好了，宁愿死了残了，也不愿意被虫子爬。我闭上眼睛，下面有人喂了一声，道：你为什么蹲在树上？那声音像小溪里的水，又清澈又悦耳。我睁开眼睛，看见个少年站在树下，仰头望着我。他的头发像上好的缎子，乌黑光泽，他的面庞像美玉般莹润，他的眼睛温和又明亮。我看得发呆，他却噗噗一笑，比园子里的花还好看。我跟他说，我被挂在树上下不来了。他让我等着，转身就找了架梯子来，小心翼翼地把我从树上解救下来。后来我每次来窦府，他都会在那株玉兰树下等我，送我甜甜的豌豆黄吃，还有酸酸的李子，黑黑的橄榄。有一次是朵珍珠穿成的珠花，我把它放在贴身的荷包里，片刻也不离身。他转过头来，用哭得红肿的眼睛望着于嬷嬷：嬷嬷，你说那个在玉兰树下等我的人去哪里了？我怎么找不到他了？小姐。于嬷嬷捂着嘴哭了起来。窦昭眼睛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清楚。母亲彻夜未眠，窦昭也一夜没睡。母亲在想什么？窦昭不知道，她整夜都在想魏廷瑜。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婆婆待她一向宽厚，梦到婆婆还说得过去。她怎么会梦到魏廷瑜呢？她到底是在哪里呢？窦昭想到自己朦朦胧胧中曾听到的魏廷瑜的哭声和郭夫人的保证，不由就打了个寒战，紧紧地依偎在了母亲的怀里。第二天早上，母亲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梳妆打扮一新，去了厅堂。窦昭抿着嘴，寸步不离地跟着母亲。婆婆田氏衣饰淡雅而不失华美，笑容温柔，仪态娴静，像开在春日的木兰花，恬淡中透着几分明媚。窦昭心一沉，婆婆看上去年轻了30岁。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她太了解婆婆的性情了。公公活着的时候，待婆婆如珠似玉，婆婆最大的遗憾不过是春日来得太迟。她种在凉亭旁的牡丹花，到了4月花期，还刚刚只结了花骨朵。所以公公一走，她顿失主意，人也如那花一样，迅速的枯萎凋零，失去了生机。何况这样从容明丽过。她朝婆婆身后望去，看见只有5、6岁模样的魏廷瑜，白净的脸庞还带着几分婴儿肥，墨玉般温润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纯粹而干净，透着不容错识的好奇，打量着身边的人和事。感觉到有人望着她，她顺势望过去，见窦昭呆呆盯着她，她扬起小脸，用鼻孔轻哼了一声，侧过脸去。婆婆已一把抱住了窦昭：这就是你们家小姑娘，长得可真漂亮啊。她笑容温和亲切，送了条赤金镶宝石的项圈和一对赤金小手镯给窦昭做了见面礼。不过你们家小姑娘长得一点也不像你，可见是像我那妹夫了。她说着，眼中露出些许调侃的冲着母亲笑了笑。母亲抿了嘴笑，笑容妩媚，带着与有容焉的骄傲，好像女儿像丈夫，让她觉得特别自豪，没有丝毫曾经和父亲大吵大闹过的痕迹。婆婆招了魏廷瑜过来给母亲见礼，她规规矩矩地给母亲行礼，举止得体，看得出来是有人精心指导过的。母亲很喜欢，送了2本前朝的孤本经书，2方古砚给魏廷瑜，然后拉着他问几岁了，启蒙了没有，平时都做些什么。魏廷瑜一一作答，吐词清晰，有条不紊。母亲就露出羡慕之色。我们家寿姑到现在还不太会说话，姑娘不比小子。婆婆温声安慰着母亲，姑娘家以后是要嫁人的，要教着养，小子以后是要继承家业的，不严厉些不行。
何况我们家于哥是长子，以后要继承爵位的，就更不能马虎了。看魏廷瑜的目光就有些心痛。母亲点头，奇道：怎么没把珍姐带回来？我们家姑奶奶和景国公府的姑奶奶私交甚笃。婆婆笑道，她从中作媒，珍姐和景国公府的嫡长孙定了亲，我正拘着她在家学女工呢。又道，这次原也没准备带于哥的，只是祖父反复交代，想看看于哥，我这才把他带在了身边。这次田氏回乡，是因为田氏已年过80的祖父病危，老人家年纪大了，就惦记着后辈。母亲笑道，还好他老人家福泽深厚，又挺过了来。然后道，珍姐定了亲，姐姐也了桩心事，恭喜姐姐了。珍姐出嫁的时候，可别忘了送份请帖给我，不然我可要埋怨姐姐的。那是一定的。婆婆笑道，我们两家是祖辈上的交情，不比其他人。母亲眼珠子一转，笑道，那于哥定亲了没有？他年纪还小。婆婆提起儿子，眼神平添了3分柔和。侯爷和我的心思都放在珍姐身上，还没考虑他的事呢。母亲笑道，我们家寿姑也没有定亲呢，不知道于哥是什么时候的生辰。婆婆一愣，窦昭腾的一下脸色通红。魏廷瑜常说，凭我堂堂的济宁侯，京都怎样的名门闺秀娶不到？要不是看在两家几辈人的交情上，我又怎么会娶了你？一面说这话，一面闲着脸搂了他上床。他原来只当是魏廷瑜要面子，想要他顺着他一些。窦昭并不以为然，没想到在梦里还记得，可见在他心里还是很在意这件事的。母亲娇笑道，我们大人说话，他们在一旁站着像木桩似的，不如让他们到隔壁书房里玩去，那边也烧了地笼，暖和着。婆婆颔首，把魏廷瑜叫到跟前，嘱咐了几句。魏廷瑜乖乖的点头，顺从的和窦昭一起跟着于嬷嬷去了书房。窦昭撇下魏廷瑜，把暖帘撩了条缝朝外瞅。母亲笑着抬了抬茶盅，示意婆婆喝茶。我是看中于哥小小年纪，却有这样的教养，心里十分的喜欢。若是姐姐不愿意，就当我没有说过。表情不免露出几分黯然。不是，不是。婆婆歉意道，于哥是长子，这件事要和侯爷商量商量才行。姐姐快别说了。母亲赧然，笑容尴尬，是我不知道轻重。然后拿了桌上的水果请婆婆吃，来尝尝这柿饼，是家里自己做的，又甜又糯，看合不合胃口。母亲这样强行转移了话题，让婆婆很不安骨秋。她犹豫道，要不等我回去和侯爷商量了再说。母亲善然的笑，姐姐快别再提了，您也知道我的脾气，说风就是雨的，我就是说说而已。婆婆笑起来，或者是想起了从前的事，她眼神变得越发温和。你呀，可怎么得了？都是做母亲的人了，还这样毛毛躁躁的。说着神色微明，道，只要你舍得，我有什么不愿意的？只是我们两个妇孺在这里说这些不大好，你也要问问妹夫和你公公的意思才是。姐姐，母亲的眼睛都亮了起来，我就怕委屈了于哥。母亲这种毫不掩饰的欢喜让婆婆也高兴起来，她笑道，窦家诗书传家，我怕委屈了寿姑才是真的。哪里哪里。母亲说着转身回房拿了块玉佩递给婆婆，姐姐，这是我们赵家的祖传之物，您是认识的，我送了于哥。这婆婆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母亲笑道，若是两个孩子有缘，你我皆大欢喜，若是没有缘分，我也是于哥的姨母啊。婆婆莞尔想了想，从手上吞下只羊脂玉的镯子，道，这是我出嫁的时候父亲送给我的，我把它送给寿姑。接过了玉佩，母亲喜上眉梢，将玉镯子郑重地放在了自己怀里。窦昭看得鼻子酸酸的，感觉到有人在拉他的衣服。他们在干什么？身后传来魏廷瑜的声音。窦昭从魏廷瑜手中夺回衣角，道，不知道，丢下他往热炕去。魏廷瑜张大了嘴巴，半晌才回过神来，噔噔噔地跑了过去，赶在窦昭前面上了炕。窦昭瞥他一眼，依在大营枕上，心不在焉地咬着蜜冬瓜条。已经4天3夜了，每个细节都历历在目，栩栩如生。这是在梦中吗？如果不是在梦中，他又在哪里呢？窦昭不喜欢这种失控的状态，很烦，偏偏又不愿意离开这个梦境。不管怎样，就算是梦，帮母亲战胜王映雪，多多少少可以慰藉一下自己。魏廷瑜一直盯着窦昭，窦昭看也没看他一眼，他脸涨得通红，道，这是你家吗？窦昭嗯一声，继续想自己的心思。在济宁侯府，魏廷瑜就是一切的中心。头一次被冷落，他愤然不平，大声道，你们家的茶真难喝。于嬷嬷羞惭难堪。窦昭抬肩轻轻地瞟了他一眼，道，你可以不喝。
魏廷宇小脸气红一阵白一阵，大叫道：“你们家的东西也难吃！”窦昭懒得理他，喊妥娘，抱我去书案。如果这时候出去，以母亲对魏廷瑜的重视，肯定会觉得他和魏廷瑜玩不好，是他怠慢的魏廷瑜，可让他又不愿意委屈自己忍受魏廷瑜的无理取闹，索性分开，等大人们谈完事了，自然会来寻他们。反正快午膳了，魏廷瑜就是发脾气也不会闹腾很长的时间。果然，没一盏茶的功夫，魏廷瑜正像斗鸡眼似的瞪着他时，韩笑进来请他们去花厅用膳，窦昭赶快随着韩笑溜了。可能是祖父和父亲已经得了信，魏廷瑜则被小厮抱去了正厅。窦昭自在地用着午膳，培养出来的良好习惯使他的动作如行云流水般的自然大方。婆婆看着不住地点头道：“不愧是窦家的女儿。”母亲有些疑惑，但在婆婆的这句赞扬声中兴致高昂，把心中的不确定抛在了脑后。饭后，魏廷瑜被小厮抱了回来，得了一大堆笔墨纸砚。窦昭却在心里暗忖，他们怎么还不走？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让王映雪签下卖身契才行。要是父亲一狠心把王映雪养在外面，3年之后王行怡起复就更麻烦了。可怎么说服母亲呢？他皱着眉，思来想去，都找不到个比较好的办法。如果母亲不是那么情长就好了，他这样自己实在是不好办啊。窦昭深深地叹了口气，对母亲骤然间涌现出些许异样的情绪，好像有些心痛，有些怜惜，还有些羡慕。心念一起，他吓了一大跳，心痛母亲的处境，怜惜母亲的不易，这都是人之常情，可他为什么要羡慕呢？羡慕母亲什么？曾经拥有的深情，还是母亲在父亲面前所表现出来的率性？窦昭有些困惑，也有些迷茫。送走了魏氏母子，他坐在热炕上，看着韩笑和双枝帮母亲卸着钗环。父亲走了进来，他的脸色有些难看。古秋，我有要紧的话和你说。母亲转过身来，纤细如葱的手指绕着鎏金水草纹把镜柄下垂着大红流苏，眸光幽深，静静地望着父亲。屋里服侍的丫鬟媳妇子悄无声息地退了下去。父亲半蹲在了母亲的身边。古秋，映雪，她怀了身孕。母亲绕着流苏的手指突然停了下来。父亲垂着头，我只能来和你商量，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可让我当做什么事也没有，我实在是做不出来。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母亲轻轻地问父亲，语气平静，手指又开始有一下没一下地绕着流苏。父亲精神一振，道：我到了京都，自然要去拜访关澜先生，正好映雪去那里借人参。他说着急急解释道，我当时并没有见到人，只因关澜先生把我当作执事的，家里的人也没有意回避我。我是听关澜先生家里的下人说，王行怡的女儿来拜见夫人，说是侄儿生病了，需要喝毒参汤，想请夫人帮着买2株100年以上的人参，偏生手中又没有多的银子。你也知道，这样品相的人参可遇不可求。夫人想尽办法，还贴了些梯级钱进去，也只帮着弄了株50年的人参。我想到那王行怡和五哥是同年，他铁骨丹心，高氏贤明大义，竟然落得这样一个下场，不免有些同情，就让高生去帮着买了2株50年的人参给他送去。他得了参，特意来谢我。父亲说着，脸渐渐红了起来。我知道他是靠着收棉花生意赚的钱，就答应帮他引荐家里的管事，又帮着他弄了些其他的药材。他问我成亲了没有，我一时口快，开了句玩笑话。他声若文瑞，他为了父亲的事，常和哥哥到京都副植被那里走动，为人很爽快，告诉我京都有哪些好玩的，又一起饮了些酒。母亲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口气，半晌才睁开，问父亲：他难道一直没有问你是谁？没有。父亲低声道：我怎么会知道是这样的关系？母亲的手啪的一下拍在了镜台上，手腕上的翡翠手镯互相撞击着，铮铮作响。呸！我就不相信他不知道你是谁。这真定府方圆几百里，谁家不是养豆家的鼻息过日子？他就是不认识你，你说了给他引荐家里的管事，他难道就猜不出来是你？他从小就在我们家走动，我嫁的是什么人，难道他不知道？他对你一无所知，仅凭着2株人参，一句承诺就敢跟你上床，他就不怕遇到的是个登徒子？古秋，父亲羞愧难堪，打断了母亲的话，他是真的不知道，是事后才想起来的，要不是怀了身孕，他也不会跟我回真定了。你不相信我的话？母亲的脸阴得像快要下雨似的。我信。父亲连声道，不管怎么说，她一介女流，遇到这样的事，总之这件事全是我的错，你就帮我吧。母亲咬着唇，原本绕在指头的流苏被拽得笔直。古秋，你别生气。
父亲着急道，这件事要是传出去了，我可真没脸见人了，你就当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帮我过了这个难关吧。古秋，他目含哀色地望着母亲。好。母亲笑道，只是那笑容怎么看都透着股惨淡，你让王映雪签了卖身契，我就让她进门。这怎么能行？父亲急得大叫，你这样让王家怎么做人？你这也欺人太甚了。不行，那你说怎么办？母亲淡淡地道，神色间透着几分疲惫。父亲有些扭捏，我们多给些聘礼，不要王家的陪嫁，我看冯宝山纳妾的时候就是这样。冯宝山说，这跟买妾是一样的，不过为了颜面上好看些，变成了聘礼，要是后悔，聘礼的全数退回的。那岂不是和那些商贾之家娶平妻是一样的？父亲一愣，好一会才喃喃地道，这怎么一样？你们在一起生活，窦家的人都知道谁是大谁是小，你倒是什么都想清楚了。母亲笑道，笑意却未达眼底，公公不是进了你的足吗？你还是早点回去吧。这件事我和大嫂他们商量就行了。父亲高兴的一跃而起，拉着母亲的手道，古秋，这么说来你答应了，像个终于得到了糖果的孩子。我答应了。母亲嘴角上翘，反手握住了父亲的手，低下头去轻轻地吻了一下，快回去吧，小心公公又把你叫去教训一番。父亲冲着母亲直笑，温柔地抚着母亲的鬓角。古秋，你待我真好。母亲咯咯地笑，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父亲欢欢喜喜地走了，母亲还在那里笑，只是笑容慢慢变得稀薄，泪水却越流越多。娘亲，窦昭扑在了母亲的怀里，母亲慢慢地抚着他的头塌，低声道，王映雪是有心的，可能一开始不是有心的，可至少后来是有心的。寿姑，你爹爹不相信我的话，你相信娘亲的话吗？我相信。窦昭不住地点头，眼眶湿润。可你相信有什么用啊？母亲笑，泪水如晨露般晶莹地挂在他白玉无瑕的面颊边。你这个小坏蛋，什么也不懂。他亲昵地捏了捏他的小鼻子。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窦昭忍不住泪流满面。他并不真是个2岁的孩子。父亲既然把王映雪怀孕的事说了出来，可见是被逼得没有办法，准备孤注一掷了。西豆子似单薄，这样做可能会让王映雪背上不美苟合的名声。但母亲要是坚持不让王映雪进门，却会让窦家的长辈对她有微词，甚至会背上不贤的名声。何况这不美苟合的名声也不过是在窦家几位长辈的心里而已，为了窦家的颜面，窦家的人是绝不会说出去的，不仅不会说出去，而且听到什么风声还会极力的为王映雪辩护。这样的恶名对王映雪又有什么作用呢？王映雪使了手段算计父亲，这么明显的事，以父亲的聪明却置若罔闻，可见心早就偏了。王映雪这样好的手段，等她进了门，还不知道会生出什么事来。若是每遇一件事，母亲都要这样解释一番，这日子还得有什么意思？父亲为了让王映雪进门，先是威胁母亲要休妻，后是半跪的姿态蹲在母亲身边求情。往后还有多少羞辱在前面等着他呢？玉兰树下的少年是母亲心中的梦，梦碎了，是醒还是沉沦？窦昭心中一震，所以母亲选择了死。他抬起头来，震惊地望着母亲。母亲微笑着，落着泪，目光穿过层层虚空，落在不知名的地方。寿姑，娘累了，要歇会。他呐呐地道，你去找于嬷嬷玩去吧。娘亲。窦昭抱着母亲的腿，稀里哗啦地哭了起来。他再也不会离开母亲一步。好孩子。母亲亲着他的面颊，泪水如冰地落在他的脖颈，冷得让人直打哆嗦。难怪大嫂说你聪明，果真是母子连心，只有你知道我心里有多苦，可我实在是没力气了。你要怪就怪娘亲没用，懦弱无能，娘走了，你还有舅舅。他颤抖地道，说不定这样更好，他们欠娘的都会还给你，免得我们彼此日日折磨，把一点点恩情全都消弭殆尽，让我们都变得面目可憎。不是的，窦昭含糊不清地嚷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只要活着。母亲紧紧地搂着他，想要把他相入怀中一样，好一会才渐渐地放开他，大声喊着于嬷嬷。窦昭嚎啕大哭，厉声尖叫着娘亲不死，娘亲不死。于嬷嬷愕然，继而哭着跪在了母亲的膝边。您不如拿把剪子先让我去了的干净。嬷嬷，母亲揽着于嬷嬷的肩膀，我真的支持不下去了。我在田姐姐面前还装着夫妻恩爱，我心里像滴血似的。没娘的孩子是根草。于嬷嬷环着窦昭，你要是走了，四小姐可怎么办？旁人再亲也是隔着肚皮的。老太太去得早，你难道想让四小姐也和您一样吗？母亲，您别走，我听话。窦昭哭得上气不断下气，
您别走。寿姑，寿姑，母亲伤心不已。三个人哭得像个泪人。窦家的灯火次地亮了起来，祖父、父亲都被惊动了，写的我也挺怅然的。加快进度，快点把这段写过去。王映雪的家人赶来，窦家的人正好和王家人商量王映雪进门的事。觉得已经没自己什么事的窦昭蹲在后花园可以瞭望整个西窦的御姬亭里，对着妥娘耳提面命：我要回去了，跟你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吗？妥娘迷惑道：四小姐要去哪里？你别管。窦昭怅然道：夙愿已了，纵是梦幻也为平生，我还有我的责任义务，能走这一趟已是幸运。你要记住了，千万别离开我母亲，千万别让她做什么傻事，活着总比死好。妥娘郑重其事地点头：四小姐放心，我记住了，有事没事就盯着七奶奶，不让七奶奶一个人落单。窦昭点了点头，伸手想摸摸妥娘的头发，这才发现两人就是并肩蹲着，妥娘也比自己高出一个肩膀。他讪讪然地笑，回房睡觉去了。金屋坠，玉兔生，斗转星移，窦昭睁开眼睛，入目的还是那些沉重的黑漆家具和春草笑意殷勤的面孔。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他额头冒出豆大的汗珠，抓起被子就盖住了头。我要睡觉，我要睡觉，睡着了就能回去了。可他怎么也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再睁开眼睛，他还是在原来的屋子里，还是躺在原来的热炕上。妥娘问他：四小姐，您怎么了？快起来用晚膳吧。不。窦昭神色慌张：我要回去，我还没有看见威哥成亲，我还没有安排好英姐的婚事，我得回去。丫鬟们个个面面相觑，香草更是尖叫一声冲了出去：四小姐中邪了，四小姐中邪了。父亲母亲都被惊动了，就是祖父也由丁姨奶奶扶着，面色凝重地出现在了他的屋子。不如请了三清观的徐道长来看看吧。丁姨奶奶小声地道。只是话音未落，就被祖父狠狠地瞪了一眼，正要呵斥几句，眼角看见儿媳妇赵氏的眼睛一亮，话到嘴边还是咽了下去。窦世英知道父亲最讨厌这些怪力乱神的事，见父亲没有吱声，知道父亲已经默许，朝着妻子使了个眼色，低声道：要不就请三清观徐道长来看看。赵古秋抱着因目光呆滞而显得有些痴傻的女儿，后悔不及。这些日子只顾着和窦世英吵架，却忽视了女儿的日常起居。若是女儿有个三长两短的，他甚至不敢往下想。事不宜迟，母亲道：不如现在就派个人去把三清观的徐道长请来。祖父没有坐场，父亲立刻派人唤高升进来嘱咐了一番。母亲留下来陪着窦昭。窦昭睡不着，他反反复复地摩挲着母亲的手，温暖、柔软、细腻、有弹性，这不是凭空就能想象出来的。还有糖吃到嘴里的甜味，酥饼掉在炕上的屑子。难道他真的回到了过去，回到了小时候？那他从前的过往又算是什么？生产时的痛苦又算是什么？窦昭非常茫然不知所措。徐道长在窦家抓住了一只狐狸精，法源寺的图印方丈说他被怨鬼缠身，要做749天的道场。娘娘庙的法林方太说他被小人诅咒，要点9981天的长明灯才能消灾减难。母亲和丁姨奶奶甚至背着祖父和父亲请了个跳大神的彭仙姑来家里折腾了一番，窦昭的病才渐渐好起来。家里的人都松了口气，母亲丢下家中的琐事，整日整夜的守着他，又怕他寂寞，拨了4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小丫鬟陪着他玩，还叫了金匠在家里给他打首饰，请了裁缝在家里做衣裳。窦昭屋里你来我往，比过年还热闹。窦昭第一次享受这样放纵的宠溺，眼泪都快要落下来。母亲把他抱在怀里，轻轻地拍着他的后背：寿姑乖，你哪里不舒服？是不是想让香草陪你玩？自从窦昭屋里接二连三地出事，除了因为不嫌弃窦昭中邪，日夜衣不解带照顾窦昭的妥娘，其他的人全都换了，包括刚刚拨到他身边的香草。窦昭摇头。母亲想了想，倒了匣子珍珠在热炕上：好不好看？给我们寿姑做件珍珠衫好不好？圆润的珍珠滴溜溜转地在炕上转，流光四溢。窦昭捧起又洒落，珍珠滴滴答答如雨落。他做了15年的侯夫人，也没这样奢侈过。母亲莞尔，抱着他去法源寺还愿。法源寺的图印方丈看见他两眼炯炯有神，劝说母亲为他康复捐资法源寺印1000本法华经，这也是为4小姐祈福。母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道：那就印2000本吧。图印方丈掩不住眉间的喜色，朝着母亲双手合十，请母亲到一旁的禅房选件开过光的法器。母亲抱了窦昭前去，窦昭选了件背隐白丝的玛瑙挂件。
母亲很高兴，由涂印方太陪着观看法源寺刚刚破土动工不久的雁塔，并道：要是全由我捐资，能不能让菩萨庇护受姑从此平安清泰，福寿安康？能。涂印方丈笑得见牙不见眼，怎么不能？这雁塔原来就是为了像七奶奶这样积善之人祈福的。母亲被涂印方丈迎到厢房喝茶，讨论怎样建雁塔。窦昭站在五廊下，望着大门洞开的大雄宝殿供奉的那金碧辉煌的释迦牟尼，心中涌起股莫名的激动。他噔噔噔地跑进了大雄宝殿，轻手轻脚地跪在了蒲墩上。菩萨，如果这只是黄粱一梦，我求您让我在梦中永远不要醒来。他虔诚的伏地，如果这是前世今生，我求您能让我安然奉养母亲至天甲之年。菩萨微笑着俯视众生，安宁、静谧、慈爱、悲悯。回到家中，丫鬟玉簪进来禀道：南洼王家的奶奶过来探望四小姐。被母亲抱着的窦昭听着愣了愣。南洼王家的奶奶是指王映雪的嫂子吧？说起来，他对王映雪的两个嫂子高氏和庞氏都不陌生。高氏的父亲高远征擅长书法，曾与王行仪是同僚，后与父亲窦世英、六伯父窦世恒同在翰林院任职。高氏家学渊源，不仅写得手好字，而且四书五经均有涉猎。在丈夫王之炳陪父亲王行仪流放西宁卫的10年间，她主持钟馗，奉养婆婆之外，还告诉长子王楠读书启蒙。王楠15岁中秀才，19岁中举人，21岁进士及第。官宦人家的女眷说起王家的这位长媳，无不翘起大拇指称一生贤良淑德。庞氏闺名玉楼，原是镇上一商户的女儿，生得美艳出众，针织女工，管家算账，样样出色。庞父舍不得随便将女儿嫁了，见王之韶年过20还没有娶亲，既仰慕王行仪的高洁，又羡慕王氏是读书人家，置办了500两银子的嫁妆，主动和王家结了亲。庞玉楼先前很瞧不起相貌虽然英俊却行事木讷的王之韶，后来王行仪起复，他这才定下心来和王之韶过日子，把那王之韶哄得团团转，让他往东不敢往西，父亲兄长的话全排在庞玉楼之后。从前窦昭就是托了他的福，知道了王映雪的打算，才能把弟弟窦晓的婚事给搅黄的。算算日子，这个时候庞氏应该已经嫁给了王之韶，只是不知道这次来的是高氏还是庞氏。窦昭突然有点想念庞氏了，如果来的是他，以他的贪婪，说不定能做场好戏给王映雪看呢。窦昭抿着嘴笑，就看见玉簪领着端严贤淑的高氏走了进来，他顿觉无趣。高氏以屈膝给赵古秋行了个服礼。七奶奶，四小姐可好些了？他关切地朝窦昭望去。窦昭垂下了眼帘。母亲淡淡地道：多谢王家大奶奶关心，寿姑已经好了。然后吩咐丫鬟给高氏端了个绣墩过来。高氏道谢，身姿笔直地坐在了绣墩上，轻声道：我出来已经有些日子，眼看着快要过年了，家中不是老就是小，弟妹又刚进门，还有一大堆事等着我。我寻思着过2天就回去了。映雪的事，我还是原来的话，我们家既然不用陪嫁，你们家也就不用准备聘礼了。奶奶定了日子，到时候就通知我们一声，虽是路途遥远，我们这些做哥哥嫂嫂的无论如何也会来送他一程的。到时候还请奶奶多准备2桌酒席。一番话说得铿锵有力，光明正大。窦昭愕然，高氏既有贤德，在王映雪的事上怎么会这样的义正辞严？母亲微微一笑，不置可否，只说了句那我就不送王家大奶奶了，敷衍之色昭然若揭。高氏脸色微变，胸脯一起一伏，半晌才平静下来，若有所指地道：七奶奶，女子何苦要为难女子？我的小姑子我了解，绝不是那不知礼仪廉耻的人。你若是心有恨，不妨找窦万元问问，我小姑也是迫不得已。说完，面色黯然地转身离去。母亲见屋里没有了旁人，立刻恢复了本性，她怒不可遏。她这是什么意思？难道王映雪有今天还是窦万元害的不成？窦昭噗噗一声，差点笑出声来。你了解什么？你若是了解，15年之后为什么不答应让窦明做你的儿媳妇？要不是窦明的婚事猝然间没有了着落，王映雪又怎么会打魏廷瑜的主意？不知道王映雪在高氏面前是怎么说的，竟然能让高氏理直气壮地为他出面。窦昭想到那个比自己小5岁，比窦明小2岁的弟弟窦晓，可见自己对这位继母的了解还不够深。窦昭嘴角微撇，从前他一无所知都能让王映雪灰头土脸，现在他知道以后会发生些什么，置诸在握，难道还怕了他不成？想到这些，窦昭心头一热。母亲是个骄傲的人，既然已经答应了让王映雪进门，就不会在进门的时间这种小事上为难王映雪。
待窦昭的病好一些了，他请了大伯母和三伯母过来商量王映雪进门的事。窦昭被打发到院子里和小丫鬟们一起玩跳白索。4个小丫鬟分别叫萱草、茉莉、秋葵、海棠。母亲喜欢妥娘忠厚，给她取名素心，和从前在母亲身边当差，现在拨到窦昭屋里的玉簪正好一对，是窦昭屋里的大丫鬟。妥娘很喜欢这个名字，但妥娘这个名字对窦昭有着特别的意义。窦昭还是喜欢喊她做妥娘，以至于窦昭屋里的丫鬟一会儿喊她做素心，一会儿喊她做妥娘，因而闹出了不少的笑话。好在妥娘不在意，不管是谁喊哪个名字，她都应得欢视。窦昭并不真的是个2岁的小娃娃，自然对玩白索这样的游戏没什么兴趣。他想到祖父的书房里寻几本关于描写怪力乱神方面的书，看看世间无奇不有。他猝然回到了小时候，宛若重生，肯定还有人和他一样。他迫切地想从那些秘史杂记中寻找到一鳞半爪。窦昭让妥娘抱着他去祖父的书房，妥娘立刻丢下手中的白索，抱着他往贺寿堂去。绕过荷塘的时候，他看见于嬷嬷站在太湖石假山旁，和个穿着官绿色鹿绸袍子的中年男子在说话，两人遮遮掩掩，形迹可疑。窦昭沉思片刻，指着荷塘对妥娘道：“我们去那边。”妥娘不疑有他，穿过9曲石桥，到了太湖石假山边。于嬷嬷和那男子已不见踪影。窦昭藏着疑惑离开了荷塘，迎面却撞到了大伯母和三伯母。他下地恭敬地给大伯母和三伯母行礼，大伯母一把抱起了窦昭。寿姑越来越招人喜欢了。谁说不是？三伯母笑着摸了摸窦昭的头，和七弟妹小时候一模一样。两人说着，脸上的笑容渐淡。哎，大伯母可惜地叹了口气，王映雪的出身摆在那里，她要是这胎生的是男丁，七弟妹再贤淑，恐怕也只能退避三舍了。原来他们都知道王映雪怀孕的事了。窦昭眉角微动，这就是命啊。三伯母的表情也显得有些怅然，或者是觉得2个长辈当着孩子的面这样唉声叹气有点不合适。大伯母抢笑道：“我们这是听书落泪，替古人担忧。七弟妹是平时没遇到什么事，遇到了事自然就慢慢懂事起来。你看她现在不是处置的挺好的吗？”三伯母颔首，亲切地问了妥娘几句话，知道窦昭这是要去看祖父，嘱咐了妥娘几句小心的话，不要摔跤之类的话，和大伯母出了二门。窦昭骤然间没有了去贺寿堂的兴致，他吩咐妥娘：“我们回正屋去。”妥娘一声不吭地照他的话办事，两人很快回到了正院。窦昭跑进了内室，母亲正坐在临窗的热炕上和于嬷嬷说着话。崔姨娘是七爷的生母，200两银子的聘金也不算辱没她。至于王家要不要，那是他们的事，送不送却是我们家的事。有钱没钱，娶个媳妇好过年。虽然是妾室，可到底也是新人。腊月22进门，正好过小年，到了春节，也好到各房去走动走动，认认亲戚。说着，母亲端起茶盅呷了口茶，继续道：“新房就设在栖霞院吧。”七奶奶。于嬷嬷一惊，没等母亲的话说完，失声道：“这怎么能行？栖霞院就在七爷的书房后面。”母亲做了个打住的手势，到他们隔个北直隶都能搅和到一起去，难道放在我眼皮子底下就能清清白白了？于嬷嬷语塞，何况我也懒得看他们那副郎情妾意的样子。母亲喃喃地道：“我放过王映雪，也放过我自己。”窦昭几乎要为母亲鼓掌。正是如此，天下再大，大不过自己。自己若是都不心疼自己了，别人凭什么要心疼你？既然不待见王映雪，何必委屈自己佯装贤良？他也是过了30岁才明白这个道理。窦昭低声对妥娘道：“你等会跟着于嬷嬷，看看她都去了些什么地方，见了些什么人。”妥娘点头。窦昭高高兴兴地扑到了母亲的怀里：“娘亲，后院的腊梅开了，我们去赏梅。”母亲呵呵笑，亲着窦昭的小脸：“娘亲有事，让妥娘陪你去玩吧。”窦昭只想陪在母亲身边，母亲也不嫌他麻烦，一面打点着家里的琐事，一面逗着他玩。父亲突然过来了，不顾满屋服侍的仆妇，献宝似的从怀中掏出一枚赤金镶碧玉的簪子。好不好看？他讨好的望着母亲：“我特意去真定府让人打的。簪身金灿灿，簪头绿汪汪，呈水滴状，如美人腮边的一滴泪。好看。”母亲笑着将碧玉簪摆弄许久，吩咐于嬷嬷收起来，以后给寿姑做嫁妆。父亲讪讪然：“这是送给你的，寿姑的，我以后再给她买就是了。”母亲抿了嘴笑：“你以后给她置办是你的心意，这可是我的心意，我的还不是你的。”父亲小声嘀咕着，欲言又止。母亲笑道：“你是来问王映雪进门之事的吧？”
我刚才已经吩咐下去了，然后把跟于嬷嬷说的话重新对父亲说了一遍。父亲哦了一声，并不是十分感兴趣的样子，又好像有很多话不知道该怎么说似的，一时间沉默无语。半晌，父亲不安地站了起来，喃喃道：“你既然有事，那我先走了。”母亲笑着站起身来：“那我就不送了。”然后喊了含笑：“宋七爷。”坐下来低了头打着算盘。父亲站了一会，见母亲始终没有抬头，眼神微暗，垂头走了出去。于嬷嬷喊了声七奶奶，母亲眼角也没有动一下，道：“眼看着要过年了，只怕请人不易，新房那边的陈设，你还要多费费心，帮着催催外院的几个管事。”是。于嬷嬷无奈的应声退下。母亲丢了算盘，笑着抱了窦昭：“走，我们去赏梅去。”窦昭盈盈的笑：“时间是最好的药，不管多痛的伤口，时候长了，都会慢慢结痂愈合。娘亲，我会一直陪着您的，解您的寂寞，抚慰您的伤口。”窦昭望着母亲白玉般的脸庞，在心里暗暗发誓，笑嘻嘻的牵着母亲的手，蹦蹦跳跳的去了后院。晚上，妥娘告诉窦昭，于嬷嬷哪里也没有去，见的都是府里的管事和管事娘子。那个男子是谁呢？窦昭咬着手指寻思着。结果第二天一大早，他的舅母带着他的大表姐赵碧如来给窦家送年节礼了天寒地冻的。母亲急急地将舅母和大表姐迎进了内室，亲自扶舅母上炕坐了，接过丫鬟手中的热茶，恭敬地递给舅母，让管事跑一趟就是了，您怎么亲自来了？舅母30出头的样子，穿了件遍地金的宝蓝色通袖袄，并插着对赤金镶玉葫芦的簪子，中等个子，身材微腴，皮肤白净，笑起来眉眼弯弯的，非常的和善。他朝着妥娘怀中的窦昭拍手：“来，到舅母这里坐。”母亲把窦昭抱到了炕上，赵碧如则屈膝给母亲行了个服礼。母亲搂了赵碧如：“大姐儿又长高了几分，都快赶上我了。”舅母嗔道：“只长个子不长心，有什么用啊？”赵碧如羞涩的笑。此时的赵碧如只有11岁，手长腿长，皮肤胜雪，已隐约可见成年后的绰约多姿。母亲携她上了炕，大家围着炕桌吃着点心，说着话。你大哥已经连续2次春闱落地，这次卯足了劲要金榜题名，连我和他说话他都不理。舅母笑道：“我在家里无聊，就带了碧如到你这里来串门。”然后道：“你这些日子可好？”母亲粉饰太平，和从前一样，每天忙得团团转，也不知道忙了些什么。舅母笑而不语，喝了口茶，对赵碧如道：“既来了，就和你表妹去旁边玩去吧。”赵碧如细细的应是，乖巧地下了炕。母亲微愣。舅母道：“我有话和你说。”脸上露出几分凝重。母亲应了声是，眼中已可见水光。窦昭想到荷塘旁的于嬷嬷和穿冠绿色露绸袍子的男子。出了内室，他甩开赵碧如的手，一溜烟地朝大门跑去。大门外，那个穿着冠绿色露绸袍子的男子正和窦家的一个管事说着话，他身后是辆平板马车，马车上装着满满一马车的东西，小厮们正川流不息地将马车上的东西往家里搬。原来那个人是赵家的管事。窦昭噔噔噔地跑回了二门，遇到了追他追得满头大汗的赵碧如。你要干什么？他捂着肚子喘着粗气，怎么比兔子跑得还快？窦昭想到和他的第一次见面，他优雅地端着茶盅，温和而不失金贵地笑望着他。姑母去世后，父亲和母亲原本想把你接到家里来，和我们姐妹做个伴，可你不愿意，当着窦家的人咬了母亲一口不说，还嚷着我不去你们家，母亲只好悻悻然地回来了。他当时觉得赵碧如的话如秋天的团扇，让人说不出来的膈应与不合时宜。可现在他却有些不确定了。赵碧如牵着窦昭的手慢慢往回走。窦昭问赵碧如：“我最喜欢吃什么东西？”赵碧如愕然，但还是很温顺地道：“只要是甜甜脆脆的东西，你都喜欢吃。”窦昭又问：“你上次来我们家是什么时候？”赵碧如看窦昭的眼神更是诧异：“立冬的前一天，爹爹让我和妹妹来问姑姑，姑父有没有回来？我们顺道给姑姑送富酒寒图，姑姑赏了我们一对珠花妹妹，还陪着你翻了半天的绳。出了什么事吗？”窦昭摇头。两家的关系走得如此之近，舅母要接他去和表姐们玩，他为什么会咬舅母呢？回到正院，屋里服侍的丫鬟们都站在五廊下，看见窦昭和赵碧如，含笑恭敬地上前给赵碧如行礼，笑道：“表小姐先请到厢房里坐会儿，舅太太正和奶奶说话呢。”赵碧如困惑地望了一眼正屋的窗棂，柔顺地跟着含笑去了厢房。窦昭却一溜烟地跑进了内室，正好听见舅母愤懑地道：“简直是岂有此理！”
他们王家要是敢来人，你什么也不要说，免得低了身价，自有我出面与那高氏理论。母亲的声音里还带着几分哽咽。嫂嫂，何必闹得沸反盈天的，反而让那王家的人有了说话的地方。不管怎么说，都是万元的不是。舅母长叹了口气，好一会儿才道：妹妹就是心太软。母亲笑道：夫妻本是一体，她失了脸面，我面上也一样不好看。嫂嫂的心意我领了，还请嫂嫂回去，不要跟哥哥说不过是那个小妾而已，难道还要惊动我娘家的哥哥给窦家脸上贴金不成？我知道。舅母道：到时候我一个人悄悄过来就是了。多谢嫂嫂。母亲道：我倒觉得这件事越是悄无声息越好。舅母点头。到了腊月22，果真一个人来的。大伯母问起来，舅母只说舅舅要闭门读书，大伯母也不多问，携着舅母的手去了花厅，和3伯母、4伯母、6伯母等姻亲见礼，又凑2桌马吊，赌起钱来。窦家的女眷上桌的上桌，看牌的看牌，欢声笑语的，十分热闹。外面也只请了父亲的几位兄长，大家说着话，喝着茶。王家没有来人。抬王映雪的轿子直接停在了花厅，穿着粉红色月季花装花被子的王映雪由个丫鬟扶着下了轿，在花厅给母亲敬了茶，成了礼。于嬷嬷领着王映雪去了栖霞院，花厅里的人打牌的打牌，说笑的说笑，一直闹到了3更，才陆陆续续的散去。王映雪松了口气。扶王映雪的丫鬟嘴撅得老高，不满地道：小姐不该劝大奶奶，您看这哪里是办喜事的样子？休得胡说。王映雪皱着眉头呵斥那丫鬟：我给人做妾，难道是什么光彩的事不成？大奶奶来了，也不过是白白受辱罢了。你以后说话当心点，若是再让我听到这样僭越的话，我立刻送你回南洼。丫鬟听着，立刻红了眼睛，屈膝道：奴婢再也不敢了。王映雪还是有些不放心，反复叮嘱丫鬟：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你老老实实给我待着，切记不可惹是生非。小丫鬟唯唯应是。有人通禀道：七爷来了。王映雪眼睛一亮，窦世英快步走了进来。王映雪忙迎了上去，屈膝行礼道：七奶奶知道不知道？知道。窦世英笑道：就是他催我过来的。王映雪闻言有些激动：多谢七奶奶全了我的颜面，我以后会把她当嫡亲姐姐般尊敬的。难道从前你没有把古秋当成嫡亲姐姐呀？窦世英开玩笑道：我早跟你说过，古秋是很贤淑的人。王映雪笑容滞了滞，道：这件事是我不厚道，我亏欠古秋姐姐良多，怕她烦我，纵然心里把她当嫡亲姐姐一样，却不知道她是不是把我当嫡亲的妹妹。现在看来，倒是我多心了，我到底不如姐姐那样宽怀大度。窦世英呵呵的笑，一副与有容焉的样子。王映雪目光微沉，但很快恢复了笑意。迎了灶王扫了尘，就到了大年30，东西两窦一起回北楼村祭祖。王映雪低眉顺目地跟在赵古秋身后，有人的目光落在王映雪身上时，牵着母亲裙子的窦昭就会甜甜地喊王姨娘。众人恍然，纷纷夸奖王映雪的模样好。于嬷嬷就在一旁解释：是南洼王家的姑娘。羞得王映雪脸皮紫胀，母亲就呵斥了于嬷嬷几句。再有亲戚问起王映雪，于嬷嬷再不也多说。窦昭只恨自己年纪小。王映雪感激地望了母亲一眼，母亲视若无睹，继续和族里的亲戚们说笑。可王映雪的身份还是传了出去。春节期间，王映雪躲在家里，不愿意出去给亲戚们拜年。都是正经的奶奶，我跟着不太合适。于嬷嬷笑着劝道：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奶奶有王姨娘在身边，一来有个伴，二来也有个服侍茶水的人。王映雪十分尴尬，父亲不由皱眉，朝母亲望去：这可是你的意思？母亲低头喝了口茶，淡淡地道：既然如此，王姨娘就留在家里吧，也免得动了胎气。父亲欲言又止，母亲抱着窦昭出了门。父亲立刻就跟了过来，低声道：你这样只会让亲戚们看笑话。我知道了。母亲面无表情的道：等孩子出生了，我要不要跟亲戚们说是早产呢？你……父亲怒目而视。母亲已快步上了马车。父亲跺了跺脚，半晌才不情不愿地上了马车。窦昭把自己埋在车厢里的大营枕间，深深地叹了口气。母亲的担心还是有道理的，这种事虽然琐碎，却让人心烦。好比一只落在身上的跳蚤，你不理它，咬得你浑身痒痒，你要是把它当个事，又说不出口。父亲不是说要把王映雪送到庄子上去吗？等过完了年，得提醒父亲一句才是。窦昭琢磨着，迎来了3岁的生辰。父亲、母亲、王映雪、祖父、祖母、丁姨奶奶、
舅母、几位伯母都送了生辰礼物给他，母亲以寿面回礼，家中的仆妇在院子里给他磕头拜寿，母亲赏了他们每人5钱银子。他们欢天喜地的，比过年还要高兴。元宵节收了灯，风吹在脸上没有了寒意，该春耕了。窦昭在心里道，吵着母亲要去看祖母。母亲很惊讶，过年的时候不是见过了吗？没说成话。窦昭道，祭祖的时候祖母远远的站着，吃年夜饭的时候祖母一声不吭，爹爹又要我陪着祖父守夜，大年初一我去给祖母拜年，他已经回田庄了。他不是给你留下压岁钱了吗？母亲笑着从水晶盘子里拿了朵桃花插在了窦昭的压髻上，你又打什么鬼主意？没有打鬼主意。窦昭嘟挠着，心里却道，祖母死后把田庄留给了他，他安排了得力的人管着田庄，花了很多心血才能旱涝保收，是他为数不多的颇为得意的几件事之一。这辈子他虽然没有被送去田庄，可他对祖母对田庄却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过几天再带你去。母亲见窦昭不高兴，道，等过几天各个田庄的春耕完了，你父亲会和管事去巡庄，到时候我们和你父亲一起去。祖父不喜欢祖母，这在窦家不是什么秘密。为了不触犯祖父，母亲和窦家的人一样，选择了对祖母视而不见。窦昭想到那个慈蔼的妇人，心里很难过。母亲笑道，我带你去舅舅家玩吧，我们有些日子没回安乡了。窦昭注意到母亲每次说起娘家，总喜欢用回字，好像窦氏不是她家世的。这好像也是很多女子的通病，不过这不包括窦昭。她嫁到魏家后，只觉得长舒了口气，人都精神了很多，颇有些扬眉吐气的感觉。或许是因为自己从来没有把窦家当娘家的缘故。窦昭思忖着，和母亲去了安乡。乡下地方没那么多规矩。舅母得了信，领着2个表姐在大门口等他们。大表姐赵碧如窦昭已经认识了，二表姐赵秀如今年9岁，三表妹赵章如今年5岁。她们姐妹长得都很像，不过赵秀如腼腆，赵章如活泼，一看见窦昭就拉着她往屋里跑。彭嬷嬷炒了糖板栗，娘亲说要等你来了一块吃。窦昭被她拽得趔趄了一下，只得跟着她往里跑。妥娘连忙跟了过去，大家哄堂大笑地进了大门。赵家在村头，黑漆铜环门进去后，左手是马圈，右手是个草棚，堆着板车和家具。左右2间厢房住着几户长工，进了二门，迎面是5间的青砖瓦房，左右是3间的厢房，窗棂上糊着白色的高丽纸，台阶旁是合抱粗的老槐树，干净整洁，宽敞气派。母亲和舅母刚刚进屋，赵章如就拉着手端糖炒板栗的彭嬷嬷衣襟闯了进来，还回头催着窦昭，快点，板栗凉了就不好吃了，惹得大家又是一阵笑。好不容易坐定，赵碧如和赵秀如颇有姐姐风范的包着板栗给窦昭和赵章如吃。母亲和舅母则坐在热炕上说话，算算日子，大哥应该进场了吧？舅母有些担心，要是这次还中不，又得等3年。母亲听了沉吟道，我听于大庆说，嫂嫂前些日子卖了10亩良田。舅母脸一红，低声道，是年前借下的，我没敢跟你哥哥说，你哥哥去了京都才卖的田，补了之前的亏空。又快语道，妹妹不必担心，我还有些陪嫁，只是都上了册子的，怕你哥哥知道了不高兴，所以没敢动。母亲很担心娘家的财务状况，窦昭却不以为然地啃着糖炒板栗。上一世母亲自缢了，舅舅都能考中进士，这一世什么事都瞒着他，他轻装上阵，难道还能落榜不成？只要舅舅中了进士，从前的那些花销自然就都能赚回来。这板栗应该是放在地窖过了冬的，没有了水分，又是糖炒的，干巴巴的，可有总剩余无。他现在是个3岁的孩子，3岁的孩子能干什么？他现在有大把的空闲。窦昭细细碎碎地咬着板栗，板栗屑子落了一地。舅母和母亲说起他的婚事，毕竟只是口头约定，我看你还是和你公公商量商量，请他出面找个体面人和魏家把这件事定下来。窦昭摇板栗的动作一顿，过一会才开始慢慢地继续嚼着板栗。舅母的考虑不无道理。上一世母亲猝然去世之后，父亲100日之内迎娶了王映雪，舅舅一家则匆匆忙忙去了任上。父亲潜心向学，待母亲孝期过后，他立刻参加了乡试，中了举人，紧接着他又参加了次年的春闱，中了进士，着了庶吉士，在吏部官正。当时王家已经搬到了京都，王映雪的母亲许夫人惦记着女儿、外孙女和外孙，央求父亲带他们到京都团聚。父亲征得祖父的同意之后，带着王映雪、窦明、窦晓去了京都。谁还记得他和魏家的亲事？
直到祖父、祖母相继去世，她被送到京都，父亲这才惊觉她已经是个大姑娘，到了说亲的年纪，想起和魏家的婚事，派了人和魏家商量。魏家却期期艾艾，始终没有个明确的答复。窦昭至今还记得自己当时惶恐不安的心情。父亲健在，东窦的伯父们不可能收留他，舅舅远在西北，继母从来不曾短过他的吃穿用度，可目光不经意间落在他身上时候，却总透着几分阴狠，像是人的狼，恨不得一口气将他吞下似的。可你再定情一看，他又已恢复原来的淡定从容，依旧是一副雍容华贵的模样。常言道，反常即为妖。他不知道王映雪到底打的什么主意，每日过得胆战心惊，只怕一个恍惚就有灭顶之灾等着他。偏偏祖母临终前告诫他，没有娘家的女人在夫家是站不住脚的，无论如何也要和继母保持面上的恭敬。他听了妥娘的话，虽然恨王映雪逼死了母亲，但仆妇间流传着关于他母亲善妒、无子等种种流言，又让他觉得自己没有立场去恨王映雪。而且王映雪的表面功夫做得好，他就是说出去也没有人会相信王映雪对他有异样。他心中又是委屈，又是难过，又是犹豫，又是矛盾，日子如同在油锅上煎似的，有种天地虽大，却没有我容身之处的感觉。所以乍一听说母亲活着的时候曾为他定下一门亲事，他竟然生出种逃出升天的喜悦，恨不得马上就嫁过去。这也是为什么当他知道窦明的婚事落空，窦明发誓要嫁入京都名门一洗前耻，王映雪打起了魏廷瑜的主意时，新仇旧恨交织在一起，他从此和王映雪势不两立的主要原因。当初他要是不想办法打听到婆婆的行踪，让婆婆和他偶遇，魏家承不承认这门亲事还两说。如果不是他勾起了婆婆的旧情，就算魏家愿意和窦家结亲，嫁过去的恐怕是窦明而不是他了。窦昭嚼着板栗的动作又慢了下来。上一辈子是迫不得已，难道这辈子还继续和魏廷瑜纠缠不清？他想到自己刚嫁到魏家的那会儿正是腊月，眼看着就要过年了，为了讨好婆婆，也为了堵住魏廷珍的嘴，他主动帮着婆婆打理魏府过年的事宜。因为没有经验，加之陪嫁的丫鬟、媳妇子都是王映雪临时指派的，不要说帮忙，甚至连亲近都称不上。他不知道自己有了身孕，结果太过劳累小产了。那是他的第一个孩子。王映雪让窦明去看他，窦明碰到了魏廷瑜。那天阳光明媚，床前关绿色的幔帐挡住了光线，他样样的躺在内室香楠木的架子床上，脸色苍白，乐无生气，如搁在博古架上太久落满了灰尘的景泰兰花瓶，呆板而沉闷。而站在幔帐旁的窦明穿了件藕色行绸四季如意的小袄，屋内的光线照在他乌黑发间的南珠翠花，散发出莹润的光泽，映衬的眉目如画，人如秋药，看得魏廷瑜两眼发直。那场景深深地刺伤了窦昭。窦明虽然娇小玲珑，风姿绰约，却不是个温婉的人。恰恰相反，因为王家许夫人的溺爱，他不仅高傲，而且脾气很大，行事莽撞，七情六欲都摆在脸上。这也是为什么王映雪一心想把窦明嫁给自己娘家侄的缘故。他那天是有意而来，有意如此，不过是想让魏廷瑜看看魏家没有答应让她嫁过来，魏廷瑜错过了怎样的美人罢了。魏廷瑜也不负窦明所望，几次在他面前赞扬窦明温顺可人。那时他看见魏廷瑜还会心跳如鼓，所以才特别不能容忍吧。窦昭咔嚓咔嚓地咬着板票，惹得赵秀如惊呼：快吐出来，那是坏板栗。母亲和舅母都吓了一大跳，这孩子怎么这么馋？母亲急急地扔掉了窦昭手中的板栗，端了自己面前的茶水让窦昭漱口，好像从来没吃过板栗似的。孩子哪懂这些？舅母抱歉的道，都怪碧如几个没有照顾好寿姑。然后又训斥了女儿们几句，母亲自然要拦着。姑嫂两人自谦了半天，母亲却不敢再让窦昭跟着赵碧如他们了，把他和赵章如都抱到了炕上玩，亲手帮两人包着板栗，继续着刚才的话题。魏廷瑜是侯府世子，我怕田姐姐为难，准备先差个人去京都打听打听，再和公公商量这件事。也好，这样稳妥些。舅母点头，两人的话题渐渐又转移到了舅舅身上，担心他是不是安全到了京都，歇得好不好，会不会金榜题名等等。直到下午有时，随车的护院来催天色不早了，再不启程就赶不回去了，母亲才依依不舍地辞了舅母。或许是对父亲落地时分地不满，整个春耕期间，父亲都在祖父的指点之下练习致意，不管是母亲还是王映雪都不敢去打扰，去看祖母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作为小妾，没有亲戚串门，没有朋友来访，没有妯娌走动，后院的日子是很寂寥的。王映雪来给母亲请过安后，常常会借故在母亲的屋里多坐一会。
母亲对他始终淡淡的，常常是三言两语就把他打发了。窦昭觉得母亲还是有点在一王应血，要是他就会把小妾留下来，让他给自己讲讲笑话，逗个趣，否则岂不是白白养了个人？不过有些事的慢慢来。窦昭现在所思所虑全是和魏廷瑜的婚事，好比他的出现让母亲活了下来，原来是续弦的王映雪就成了妾。他和魏廷瑜的婚事会不会也因此有所改变呢？如果不嫁魏廷瑜，他又会嫁给谁呢？窦昭很想自己的3个孩子。春风吹过，草木复苏，从京都传来了好消息，他的舅舅赵思会是2甲第5名，次进士出身。祖父、父亲都很高兴，但最高兴的还是母亲。窦家给赵家送贺礼的时候，他带着窦昭又回了趟娘家。这次和上一次不同，赵家披红挂彩，像过节似的，人人脸上都透着喜气。赵章如拉了窦昭去自己的屋里，从床板后面摸出个油纸包着的玫瑰酥饼，是镇上的陈举人家送来的，给你吃，可甜了。彭嬷嬷说，我以后想吃多少就有多少，你想吃就来我们家。窦昭望着手中已经碎了半边的酥饼，心里热乎乎的，鼻子一酸，眼泪就落了下来。前一世他甚至不知道赵章如的名字，不为别的，就为了这个酥饼，他决定好好的和舅舅一家相处。母亲喝了点酒，晚上他们就歇在了舅舅家，第二天一大早才往家赶。这下好了，一路上母亲嘴角都噙着笑，我们寿姑也有个进士舅舅了。他的表情悠然，显得很舒畅。窦昭为母亲高兴，他问母亲，舅舅什么时候回来？还要考述集市。母亲笑道，最早也要过了5月。那我们是不是还来舅舅家？是啊，我喜欢表姐。母亲高兴地捧着他的脸直亲，小声叮嘱他，姑舅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你和你表姐他们是最亲的，知道了吗？窦昭点头，比3堂姐还亲。母亲不住地点头，夸他聪明，到家的时候亲自抱着他进了2门院子里的丁香、玉兰花、芍药、西番莲、紫兰都开了，姹紫嫣红，如火如荼。人行其间，蜂飞蝶舞，暗香浮动。母亲停下脚步，深深地吸了口气。今年的花比起往年来开得格外艳丽。是啊，于嬷嬷笑得含蓄，母亲的面孔却冷了下来。窦昭不禁顺着母亲的目光望过去，荷塘旁的凉亭里坐着一男一女，女的穿了件鹅黄色的春裳，笑颜如花的拿了把团扇，懒懒地依在凉亭的美人靠上，秀丽中透着几分潋滟的风情。男的清俊隽永，笑盈盈地坐在凉亭中间铺了宣滴的石桌前，正对着美人作画，眉宇间有不容错识的欢喜和满足。窦昭心中一紧，母亲已沉着脸，目不斜视地朝前走去。于嬷嬷慌忙跟上，身后传来一阵银铃般的笑声。那天之后，母亲就病了。窦昭很担心，每天陪着母亲。母亲笑着摸他的头，娘亲没事，很快就会好的，你自己去玩吧。脸色却一天比一天苍白。父亲来看他，母亲主动握了父亲的手，父亲的手指修长白皙，骨节分明，玉竹般的挺拔。我最喜欢你笑的样子了。母亲把父亲的手贴在自己的脸上，每次你望着我笑的时候，我就会想，怎么有人笑得这样欢快，这样无忧无虑，仿佛春日的阳光，让人的心也跟着温暖起来。大夫说你脉象平和，你好好休息，很快就会好起来的。父亲红了眼睛，等你好了，我每天都笑给你看。傻瓜。母亲抿了嘴笑，看他的眼神如同看个顽皮的孩子，还带着几分宠溺。2个人在一起，是因为高兴才会笑，你不高兴，自然就笑不出来了，不必勉强自己。父亲一愣，母亲已笑道，我就是想你来跟我赔不是，说你离开了，我过得一点也不好。父亲愕然，随后讪讪然的笑，你不理我，我是很不习惯，我不在你身边，你只是不习惯而已。母亲笑着打趣父亲，眼神非常的宽容平和，声音却渐渐低了下去，我还以为只有我在你身边，你才会笑得那样欢快，原来别人也能和我一样让你开怀大笑。父亲没听清楚母亲说了些什么，他伏在母亲的床头，温声问母亲，你说什么？没什么。母亲笑道，就是有点累。那你少说些话。父亲握着母亲的手，我在这里陪着你，等你睡着了再走。母亲点头，闭上了眼睛，很快睡着了。听墙角的窦昭跑出来，将热炕上的小沙包狠狠地砸在了地上。这算是什么？和好如初。念头一闪，顿觉泄气。不好的又能怎样？他还缺个弟弟呢。可为什么像有双手攥住了他的心似的，让他感到胸口闷闷的呢？窦昭呆呆地坐在炕边。父亲从内室出来，看见窦昭，他脚步微顿，转身坐到了他的身边。
寿姑，大家都夸你聪明，说你现在能一口气说很长的句子，你说句给我听听。窦昭瞥了父亲一眼，低头玩着手中的沙包。父亲好心情地笑道，这沙包做得很精巧，是谁帮你做的？窦昭还是没有理他。父亲不以为忤，呵呵笑着抱了窦昭。走，爹爹告诉你写字去。我不喜欢写字。窦昭叛逆的道，我要去荡秋千。好。父亲笑道，我们去荡秋千。后花园里依旧草木竞秀。窦昭和父亲荡了会秋千，心情渐渐好了起来。母亲这样也许是对的，主动低头把父亲笼络在自己屋里，总好过这样冷战下去，连个下的台阶也找不到。他看父亲就顺眼了些。爹爹，要荡高点。好。父亲把他荡到了半空中，他如御风而驰，窦宅的一草一木都在他的脚下放大缩小。他看见偏院的水井旁有人在洗衣裳，看见丁姨奶奶站在屋檐下呵斥小丫鬟，看见母亲的院子里静悄悄没有人影，仿佛周遭的一切都被他看在眼里。那感觉非常的奇妙有趣。窦昭的笑声如珍珠般洒落在玉盘上，清脆悦耳。父亲也扬眉而笑。只有妥娘傻乎乎地跳了出来，拦在窦世英的面前。七爷，太高了，四小姐会摔下去的，您快把她放下来吧。窦世英认出了妥娘，笑道，没想到你还是个赤胆忠心。没有斥责他，而是绕过他，将坐在秋千上的窦昭再次用力地推了出去。妥娘急得满头大汗。窦少享受着妥娘的关心，笑得十分欢畅。他看见于嬷嬷急匆匆地从母亲的屋子里跑了出来，站在屋檐的台阶上喊了一声，原本不见踪影的丫鬟媳妇子潮水般涌了过去，又四面逃散，场面显得有些纷乱。出了什么事？当秋千再次荡起来的时候，窦昭伸了脖子朝正院望去，小丫鬟们依旧凌乱无章，于嬷嬷却不见了踪影。窦昭心生疑惑，吩咐父亲，停下来，停下来。父亲拽往了秋千，笑道，原来我们的寿姑是个胆小鬼。窦昭不和他申辩，只是脚刚落地，于嬷嬷就脸色苍白地喘着气跑了过来。七爷，他含着泪，眼睛红红的，一副快要哭出来了的样子。七奶奶她自缢了。你说什么？父亲睁大了眼睛，笑容僵在他的脸上。你说谁？谁自缢了？七奶奶，于嬷嬷哭着，两腿一软，跪在了地上。七奶奶自缢了。窦世英茫然四顾，看见了像被施了定身术般一动不动地站在他身边的女儿，这才有一点点的真实感。怎么会，刚才还好好的。他喃喃地道，高大的身子骤然间很矮了几分，面如金纸，嘴唇发白，颤抖不停。窦昭已经失去了语言能力，脑海中如万马奔腾，隆隆响个不停。母亲为什么还要死呢？王映雪不是成了小妾吗？就算她生了儿子，也是庶长子。母亲为什么还要死呢？那她回来的意义又在哪里呢？窦昭倔强地抿着嘴唇，小小的手紧紧攥成了拳。春日的阳光和煦而温暖，静静地照在一大一小两个泥塑般的人身上，只有那秋千依旧晃动不止，引来数只彩蝶围着它翩翩起舞，一径芳菲。窦昭穿着粗麻孝袍，表情呆滞地跪在灵前，随着唱和声木然地磕头回礼。母亲是自缢身亡的，算不得福寿全归，又有长辈在堂，最多只能做5期35天的法事。家里没有主事的人，祖父请了三伯父和三伯母帮着操办母亲的丧事，还把给自己准备的楠木棺材拿出来给了母亲。来吊唁的人敬了香，不免要问一番死因。窦家的人对外一律称是暴病而亡，听者无不落泪。还不满20岁呢。窦昭的眼圈就跟着红了起来。是啊，他怎么就忘了，母亲虽然是他的母亲，可还不满20岁呢。他30岁才懂得道理，怎么能指望20岁的母亲就想明白呢？有些伤埋在心底，纵然是血肉模糊，表面上也看不出一丝痕迹。母亲从来不曾真正的放心，从来不曾真正的释怀吧。窦昭朝对面望去，一身素白的父亲面色发青，眼窝深陷，显得非常憔悴。他正跪在孝盆前，一张张地给母亲烧着纸钱，表情认真又虔诚，仿佛手里拿是一张张符表。眼睛通红的王映雪走了过来，他并肩跪在了父亲身边，默默地从旁边拿起一叠纸钱，一张张撕开，和父亲一起往孝盆里丢。七爷，他的声音嘶哑，带着几分哽咽，你已经在这里跪了1天1夜了，再这样下去，身体会拖垮的，姐姐的丧事还指望着您操办呢。父亲没有吭声，轻轻把纸钱从王映雪的手中抽走，继续烧着纸钱。王映雪脸上闪过一丝尴尬之色，跪在那里良久，父亲都没有看他一眼，他眼神微暗，悄然退下。六伯父走过来挽了父亲的胳膊，万元，
你别这样，逝者已逝，活着的人更应该保重才是。父亲不肯起来，在自己的好友何从兄面前，他低声哭了起来。我和古秋说好了，要生5男3女，他如今走了，却连个衰灵的人都没有，你就让我给他多烧几张纸钱吧，我心里实在是难受。六伯父跺着脚，眼中却泛着水光。你就是伤心，现在也不是时候啊。他说着，声音渐沉，瑞府回来了。他没有参加庶吉士的擢选。窦昭抬起头来，瑞府是他舅舅赵思的表字，算算时辰，他应该就快到了。六伯父声音苦涩，等会见了瑞府，你想好怎么说了没有？三哥他们都在小叔的书房。这件事我们得是先商量个说法才行。说法？什么说法？父亲喃喃地道，心神显然还游离太虚，都是我不好。那次于嬷嬷说她要自缢，我还以为她是为了要挟我，原来她是真的对我伤心绝望了，我却一无所知，还沾沾自喜的以为自己赢了。他说等着我给他赔不是，说要我承认，我离开了他就过得一点也不好。他伏在妻子的灵前大哭起来了。我不知道会这样，真的不知道会这样。我答应过舅兄，会好好照顾古秋的，会一辈子对古秋好的，我言而无信。他说我龌龊，一点也没有说错。万元，万元！六伯父用手背擦了擦眼角，使劲地拖父亲起来，这些以后再说。现在当务之急是要给瑞府一个交代，你不能意气用事。父亲摇头，心灰如死的道，是我对不起古秋，等我把古秋的丧事办完了，他想怎样处置我就怎样处置我吧。六伯父气急，喊了2个小厮进来，把父亲架去了贺寿堂。窦昭跑了出去。王映雪正站在灵堂外的玉兰树下，望着父亲和六伯父远去的背影发呆。窦昭喊他，王姨娘。王映雪回过头来，眼角瞥了瞥灵堂外面的仆妇，笑容得体的走了过来。寿姑，什么事？语气温柔。你很想生个儿子吧？窦昭抬头，乌黑的眸子定定地盯着他的眼睛，用只有2人能听得见的声音道，不过很可惜，你这一胎生的是女儿。等手玩笑，新主母进门，不知道是不是和我母亲一样好说话。你，王映雪悚然，惊恐的连连后退，望着他的眼神仿佛看见了个怪兽。窦昭很满意，冷冷地撇了撇嘴，身姿如松地从他身边走了过去。贺寿堂里正争论不休。窦昭赶过去的时候，听见三伯父道，这件事是由七弟纳妾引起的，怎么也称得上是善妒了。这样一来，赵家也不好说什么，算是顾全了2家的体面。他顿时气得发抖，死者为大，就算如此，你们也不应该为了推卸责任而让母亲死后还要背负这样一个恶名。难道你们不知道善妒对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吗？母亲那样骄傲的一个人，如果知道自己死后是这样一番光景，不知道还会不会那样毅然决然的自缢。难怪前世那些仆妇私下提起母亲都是一脸的不屑。可见人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要想办法活下去，只有活下去才可能有希望，有未来。窦昭撩帘而入，可惜厅堂空旷宽广，大人们个个心情沉重，门外又有人守着，谁也没想到有人会无声无息地闯进来。小小窦昭的到来如飘落在河边的一片叶子，没有激起一个涟漪。他捏了捏拳头，正要开口，独自一个远远地坐在旁边的父亲却腾地一下站了起来，不行，不行！他神色激动地大声嚷着，古秋不是这样的人，你们不能这样说他，不能让他死了还背上这样的恶名。他说着，神色骤然间显得有些颓败，声音也低了下去，他是我害死的。窦昭长吁了口气，看见坐在上首的二太夫人脸色一沉，厉声低喝了句胡闹，眼角眉梢变得十分冷峻难堪。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说这样的话？你今年都多大了，说话怎么也不仔细的想想。你是不是想看着赵家和窦家撕破脸打起来才好？古秋是你害死的，你倒说说看，你是打他了，骂他了，还是当着外人的面驳了他的颜面？他的死难道就和你纳妾没有一点关系？父亲语塞，我了半天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窦昭突然有点明白，如果不是父亲纳妾，父亲和母亲之间不会闹成这样。说到底，窦家的人还是认为这件事是因王映雪引起的。若是父亲不承认，这话说不过去；若是承认，却正好坐实了三伯父那句善妒的指责。舅舅是不是因为这样在道理上站不住脚，有苦难言，最后只能忍气吞下这枚苦果呢？窦昭神色恍惚，二太夫人的面色却慢慢有所舒缓。她怅然道，古秋是我看着长大的，他年纪轻轻就去了，难道我就不心疼？说着眼眶一红，可心疼归心疼，却不能因为心疼他就儿女情长。可也不能这样说古秋啊。
二太夫人向来严厉，家里的人都怕她，见她示弱，父亲不敢再顶撞，但还是心有不甘地道：这话要是传了出去，您让别人怎么看待古秋？这话不会传出去的。二太夫人警告般目光迥然地把在座的人看了一遍，斩钉截铁地道：法不传六耳，只要我们不说，赵家的人难道还会到处嚷嚷不成？赵瑞福可生了3个女儿。是啊，三伯父接过话茬劝着父亲，这句话传出去了，我们面上也无光。瑞福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待人最为赤诚，也是最为认真的。他若是闹起来，你纳妾的事一样会被弄得人皆尽人，七弟妹还不是一样要背上善妒的名声？不如先安抚了瑞福，等七弟妹的丧事过后，你们郎就再好好的絮叨，总比这气头上做些冲动的事，说些伤人的话好啊。说完，朝着六伯父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劝父亲。谁知道六伯父却道：三哥，您别看我不赞成这件事。满屋愕然，包括窦昭。六伯父索性站了起来，道：我原来不大待见七弟妹，是觉得七弟妹太矫情，但凡七弟有什么事忽略他就不高兴，七弟就屁颠的去给他赔不是，这哪里是个贤妻的样子？可他人都死了，你们这样就有失厚道了，君子坦荡荡。我们和赵家是几辈人的交情，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瑞府说清楚了，他想怎样就怎样好了。我相信七弟也不是个孬种。他说着朝父亲点了点头，颇有点我支持你的意思，我们无愧于心就是了，惹得父亲满脸的感激。窦昭不由叹息，难怪父亲和六伯父那样的亲厚，六伯父为人磊落坦然，颇有魏晋名士之风，而父亲和六伯父齐名，或者父亲也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糟糕。他的目光落在父亲的身上，不禁重新审视起自己前世从来不曾正眼看过的父亲。中直。三伯父喊着六伯父的表字，迥然地辩道：这也不过是权宜之计，人分3、6、9等，行事也有高低贵贱。六伯父不以为然地道：就算是权宜之计，也不该这样玷污别人的清誉。嫡亲的2兄弟起了口角。好了，一直沉默不语的祖父开了口：你们都不要吵了，事情的经过肯定是要告诉瑞府的，可善妒这件事却也是事实，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说到底还是要用母亲善妒来堵住舅舅的嘴。窦昭挑眉，毕竟是隔着房头，六伯父不好再说什么，三伯父心里也知道这是做的不厚道，没有一丝的喜色。爹，父亲焦急地喊着祖父。祖父冷冷地哼了一声。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高声隔着帘子禀道：赵家舅老爷过来了。祖父和二太夫人交换了一个眼神，二太夫人吩咐三伯父：你和中直陪着万元去迎赵家舅爷。三伯父轻叹了口气，和六伯父陪着父亲出了厅堂。窦昭想了想，追了过去，却被二太夫人发现了。寿姑，你怎么在这里？他急急地吩咐先前被打发到院子里的丫鬟，把四小姐抱到我这里来。窦昭被拦腰抱住，放开我，放开我！他3下2下就挣脱了不敢对他用力的丫鬟，一溜烟地跑了。窦家的大门洞开，窦昭看见原先在厢房里歇息的舅母带着3个表姐簇拥着个穿着孝衣的男子走了进来。中等个子，长得比女子还要精致的眉目。虽然过去了10几年，窦昭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的舅舅赵思。他的眼眶立刻湿润起来。如果当初他不那么刚愎自用，好好的听听大表姐的话，仔细的思量一番，他和舅舅一家也不会一直形同陌路了。窦昭快步跑了过去，就看见舅舅3步并作2步的上前，朝着父亲的脸上就是一拳。父亲被打得有些猛，一个趔趄跌倒在地，半晌都没回过神来，白玉般的面颊立刻肿了起来。你这混蛋！舅舅揪着父亲的衣襟，朝着父亲又是一拳。成亲才3年你就纳妾，你眼里还有没有古秋？有没有寿姑？你这混蛋！父亲的脸上又挨一拳。窦昭惊呼。三伯父、六伯父、舅母3个表姐都呼啦一下全围了过去，有的喊瑞府，有的喊爹，有的拉父亲，有的拉舅舅。三伯父干脆站在了舅舅和父亲中间，高声说着君子动口不动手。舅舅冷笑，指着父亲道：他算哪门子君子？我和他动口，他听得懂吗？说着上前又要揍父亲。父亲推开了挡在他前面的三伯父，扑通一下跪在了舅舅面前。阿兄，都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古秋，你打吧，你打吧，我宁愿你打我一顿。六伯父脸色发黑。窦世英，你给我起来，你给我起来！大丈夫只跪天地君亲师，你这算是怎么一回事？又朝着一旁的家丁喝道，还不给我把大门关了！家丁蜂拥着上前去关门，看也不敢朝这边多看一眼。舅舅却不耻地道：
你是不是觉得挨了打就抵消了自己的过错？窦世英，我告诉你，门都没有，朝着父亲就是一脚。父亲跪在那里，硬生生的受了舅舅的一脚。瑞福，你别这样。三伯父忙架住了舅舅，七弟妹尸骨未寒，你们狼舅舅打起了，岂不是让人看笑话吗？有什么话好好的说，又不是说不清楚。舅舅不理三伯父，问舅母，寿姑呢？谁看着寿姑？舅母忙道，寿姑在灵堂，她屋里的丫鬟看着她呢。舅舅拔腿就朝灵堂去。窦昭的眼泪忍不住哗啦啦的落了下来，他站了出来，大声喊着舅舅。赵思望过来，眼眶立刻就红了。寿姑，他紧紧地抱着窦昭，我们去看你娘。好。窦昭点头，搂住了舅舅的脖子，第一次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踏实。上香、行礼、答谢，舅甥两人肃穆地完成了祭奠。赵思把窦昭交给舅母，你看着他，这种时候大家都忙，最容易出事了。我要去见见亲家老爷。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父亲呆呆地望着母亲的棺材，三伯父和六伯父却都有些不自在。我省的。舅母抱过窦昭，明了的颔首道，你去忙你的吧，我会看好寿姑的。舅舅爱怜地摸了摸窦昭的头，转身出了灵堂。舅母哄着窦昭，走，我们去吃桂花糕去。舅舅和祖父说了些什么，窦昭无从知晓，但舅舅回来的时候脸色非常的难看。瑞府，舅母忧心忡忡地迎了上去，亲家老爷怎么说？他还能说出什么好话来？舅舅冷笑，眼角的余光瞥过热炕，却看见窦昭拿着个绒球坐在炕尾，正睁着一双灿若晨星的大眼睛，好奇地望着他。他心中一痛，想着那窦铎是外甥女的祖父，窦世英是他的父亲，怨怼的话到了嘴边，还是咽了下去，又怕自己的脸色吓着了窦昭，勉强挤出个笑脸，温声问妻子：孩子们都用过午膳了没有？都用过了。舅母应着，不由顺着舅舅的目光回头望了一眼窦昭，眼中立刻泛起了些许的水意，这孩子好像知道母亲不在了似的。不哭也不闹，我喂他什么就吃什么，从前可是个这也不吃那也不吃的主，这以后还不知道要遭多少罪呢。舅舅难过的低下了头，道：我正想和你商量这件事。你说就是。舅母掏出帕子擦了擦眼角，我嫁进门的时候，古秋才5岁，我们新婚之夜，他非要和我睡，说喜欢我这个姐姐，我把她带到了16岁，又亲自把她送嫁到窦家，她是我的姑子，可更像我的闺女，她的事你不用和我商量，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我绝不会多说一句话。小娥，舅舅感激地握了舅母的手，这些年辛苦你了。我们是夫妻。舅母耳朵通红，说这些做什么？她有些不好意思地坐到了炕上，把窦昭抱坐在她的膝上，哄着窦昭，表姐们都去睡午觉了，你也睡个午觉好不好？睡了午觉，下午才能有精神和表姐们玩。你想不想和表姐他们玩？窦昭一直在等舅舅回来，现在舅舅有话对舅母说，他如果装睡，舅舅和舅母说起来话肯定更无所顾忌。窦昭轻轻点头，打了个哈欠。舅母帮他脱了外面的小袄，拉了床被子裹着他，把他抱在怀里轻轻地拍着，然后叫了自己贴身的丫鬟给舅舅倒了热茶，吩咐他：我和老爷有话要说，你在外面看着点。丫鬟应声而去。舅舅和舅母并肩坐在炕上，道：我想把寿姑接到我们家长住。闭着眼睛的窦昭耳朵一动。舅母没有任何异议，道：寿姑来了，正好和张如做个伴。舅舅眼底闪过一丝欣慰，沉吟道：你上次说寿姑和田姐姐家的儿子定了亲，可有信物？有。舅母一面拍着窦昭，一面道：是田姐姐出嫁时陪嫁的一只杨之玉的镯子。古秋刚走，窦家应该还没得来及收拾他的东西。舅舅低声道：古秋的东西一向是由于嬷嬷打点的，你这就派个梯级的丫鬟悄悄去找于嬷嬷，把寿姑的定亲信物拿在手里。舅母虽然一愣，但什么也没有问，叫了个丫鬟进来吩咐了一番。舅舅解释道：如今古秋去了，寿姑和魏家的婚事又没正式下聘，只怕到时候会有些波折。我看那窦世英就是个250，女人多看他几眼，他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了。说起父亲，舅舅有些激动，他连自己有几斤几两都不知道，指望他为寿姑做主，还不如指望他早点死。他死了，我们至少可以名正言顺地插手寿姑的事。你小声点。舅母忙道：小心吵醒了孩子。舅舅探过头来看了眼窦昭，见他闭着眼睛，松了口气，语气渐缓：若是以后寿姑能找个好人家，这件事不提也罢；若是没有合适的，有这信物在手，魏家想反悔，只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窦昭眼睛涩涩的，母亲去世了，她成了丧父长女，是无教界之人，好一点的人家都不会娶这样的姑娘做媳妇。
舅舅什么都为他想到了。他突然想起来了母亲和婆婆交换信物的时候，他还以为是在梦中，所以没有在意。实际上，上一世他出嫁前根本就没有看见过什么信物，是新婚之夜，魏廷瑜拿了一块玉佩和一对手镯，说是当年两家的定亲信物。他还以为是父亲交给魏家的，难道上一世这玉镯是在舅舅手中不成？他的心不由砰砰乱跳起来，耳边传来舅舅带着几分歉意的声音：小娥，我想除了那30亩地田，把其他的祖产都卖了。啊！舅母惊呼：喂，为什么要卖祖产？窦昭也吓了一大跳，眯了眼睛窥视舅舅。舅舅垂着眼睑，轻声道：小娥，你本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千金大小姐，可自从嫁给我，不但要伺候瘫痪在床的婆婆，抚养年幼的小姑，为我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农忙时节还要到田里去巡田，里里外外全都靠你。我心里都记得，原想好好读书，考个功名，为你正副凤冠霞帔，让你也能眉扬吐气一回。可古秋出了这样的事，我不能为了自己的前程，连唯一的妹妹也不顾，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是我对不起你。没有，没有。舅母急急的道，眼睛都红了。你待我很好，我知道，我生了张如之后，我娘怕你嫌弃我，特意托人从江南买了个漂亮小姑娘让你带回来，你说养不起，怎么也不肯要。舅舅有种谎言被戳穿后的狼狈，强硬地道：是养不起吗？舅母开怀的笑，温顺地附和着舅舅：是养不起。眼泪却赖赖地落下来，窦昭的眼泪也差点落下来。秀雅俊逸的舅舅站在中年发福的舅母身边，不像夫妻，倒像姐弟，而且还是年龄相差至少5岁的姐弟。可舅舅却始终没有忘本，始终记得舅母的好，从不愿意让舅母伤心。说这些做什么？比如他们再怎么也是我的亲骨肉。舅舅不自在地道，丢了个帕子给舅母，快把眼泪擦擦。舅母一边笑一边擦着眼泪。舅舅就道，我想进京打点，想办法谋个实缺，到时候我们带了寿姑去认上。说到这里，舅舅的语气有些苦涩，不过我算了算，就是卖了祖上的那几亩田，只怕也不够，你能不能？舅舅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脸上露出又羞又愧的神色，看也不敢看舅母一眼，把你的陪嫁借给我，我手头一活了，就立刻还给你。你说什么呢？舅母嗔怪道，我的不就是你的？当初爹娘给我那么多陪嫁，不就是想我们过得好？只要我们过得好，这陪嫁就尽其所长了，有什么花不得的？若你遇到这样的大事还不跟我开口，我反觉得你和我不是一条心呢。窦昭哭了起来。寿姑，你怎么了？舅母慌张把他抱起来，怎么了？窦昭趴在舅母的肩头，宣泄般的大哭了起来。上一世母亲去世，舅舅无力对抗窦家，忍着悲痛去参加了会试，然后拿着舅母的陪嫁谋了个实缺，想带他去认上，他却当着窦家的人咬了舅母一口，还嚷着不和舅母走。舅舅为了自己的妹妹已经对不起舅母了，若是谋了实缺却不上任，舅舅会因此丢官，那就更对不起为了舅舅付出那么多的舅母了。而且赵家的产业都卖了，不走也不行。是谁教唆着他咬的舅母？他虽然丧母，但父亲和祖父均健在，他如果激烈的表示不愿意去舅舅家，舅舅也无可奈何。而且在那种情况下，他的反抗等于是狠狠地扇了舅舅和舅母一巴掌。窦昭直起身子，停止了哭泣，挂满泪珠的小脸上满是坚毅。他要把这个人找出来。舅舅毫无悬念地拿到了羊脂玉手镯，他交给舅母收好。古秋7之后我就启程，你把家里的事都打点好。等我那边一有了消息，你就借口接寿姑去家里住几天，然后带了她一起去认上。等她及笄，我们再把她送回窦家出嫁。又道，岳母和舅兄那里，你先别声张。临走之前去看看他们，等我们安定下来，再给老人家写封信赔个不是。舅母没有任何的迟疑，我这2天就开始安排家里的事。守在门外的丫鬟重重地咳了一声，高声道：三爷、六爷。舅母低声道：你去忙你的吧，我会照顾好寿姑的。舅舅微微颔首，撩帘而出。舅母帮窦昭梳头，笑道：寿姑，以后跟着舅母好不好？他表情舒展，语气中透着几分快活，看得出来，对于舅舅的安排，他不仅没有芥蒂，而且还很高兴。舅母是个很好的女子。窦昭眉眼弯弯，笑得甜蜜如糖。舅母亲了他一口。赵章如啪嗒啪嗒地跑了进来。寿姑，我发现你们家桂花树下有窝蚂蚁，我们去看蚂蚁搬东西。赵碧如稳重地走了进来，拦着妹妹：姑姑不在了，你不要乱跑。寿姑还要去灵堂前给姑姑上香。
赵章如不懂这些，眨着大眼睛问母亲：姑姑去哪里了？舅母摸了摸女儿的头，有些伤感地道：姑姑去了南海。哦，赵章如会意，原来姑姑是去看菩萨了。赵碧如别过脸去。舅母把豆招放在了地上，柔声嘱咐她：和姐姐们去院子里玩会吧，快点快点。赵章如牵了豆招的手就朝外跑。小小的蚂蚁排着整整齐齐的队，有条不紊地把吃食拖到洞穴里去。赵章如满脸兴奋地朝着豆招挥手：快点快点。低头把手中的白面馒头捏碎了丢在地上。蚂蚁立刻围了上来，齐心协力地把碎屑往老槐树下搬。豆招慢慢地走过去，蹲在了赵章如的身边，望着她娇憨的小脸，有片刻的出神。他想起了女儿殷姐儿，第一个孩子流产后，不管是婆婆还是魏廷瑜，都对自己颇有微词。魏廷珍更是毫不客气地道：你们窦家也算是世代官宦了，怎么没个懂规矩的？要从景国公府派个懂得生养的嬷嬷来服侍她做小月子，那她岂不是丢脸丢到景国公府去了？窦昭却只能打落了牙齿和血吞，笑着对魏廷珍说是自己不小心，眼睛却往魏廷瑜身上直瞅，指望着他出面帮他拦一拦魏廷珍。谁知道魏廷瑜那个没心没肺的竟然连连点头，极为赞同地道：姐姐这也是为你好。他当时气得说不出一句话来。那时正是新婚燕尔，又知道这次是自己做的不对，他气了2天也就消了。为了弥补婆婆的遗憾，她很快再次怀孕，并于次年元月生下长子威哥，13个月之后又生下次子蕊哥。蕊哥3个月的时候，她又一次小产，从此损了身子，看见魏廷瑜就怕，这才将胡氏抬了姨娘。后来她在魏家站稳了脚跟，2个儿子和她之间都像隔着层纱，怎样也亲昵不起来。她有种说不出来的寂寞，这才冒险生下了殷姐儿。或许是有了儿子的教训，殷姐出生后，她亲自哺育，亲自教养，孩子也因此和她格外的亲。一会没看见她就要高声喊着娘亲，让窦昭的心都酥了。看见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就惦记着给殷姐弄一份。没有了自己的庇护，也不知道女儿怎样了。念头一闪，眼睛就酸涩起来。随后窦昭又一愣，他现在回到了从前，哪里还有什么威哥、蕊哥和殷姐儿？心里顿时像被什么东西挖空了一大块似的。他抬起头来，透过半掩的窗棂，看见舅舅正和三伯父在那里争论不休，模样十分的激烈。窦家势大，舅舅就算是争赢了又有什么用？想当初宋末是父杀弟，满朝的文武弹劾他，可有皇帝护着，他还不是毫发未伤。宋末还有一个堂伯，2个堂叔，按律可以继承英国公爵位，但宋末一纸奏折，就让皇上夺了英国公这个爵位。宋末的堂伯和堂叔当时气得暴跳如雷，扬言要杀了宋末，可当面见到宋末，却连屁也不敢放一个。舅舅谋个时缺去西北也好，南方富庶，盯着那里的人多，能去的都是有背景的，因而官场复杂，一不小心就会栽跟头。西北虽然贫瘠，但胜在民风淳朴，人也相对单纯点，未尝不是件好事。窦昭想到这些，轻轻地叹了口气。过了2天，舅舅和舅母就带着3位表姐回了安乡，除了逢七的时候来给母亲敬香，并不和窦家的人来往。等到五七做了法事，母亲的棺椁被送往祖坟安葬，她的牌位会在西窦小佛堂供奉3年，之后安放到窦家北楼的祠堂去。外面风平浪静，并没有听到关于母亲的任何构语，反而是舅舅卖田卖地凑银子去京都求缺的事，连窦昭都听说了。他不由苦笑，住得近就这点不好，但凡有个风吹草动就能知道，难怪上一世舅舅会失手。窦家派人送了2000两银子过去，舅舅分文未动地退了回来。三伯父有些担忧，瑞府这是把我们家给恨上了，几辈人的交情就这样完了，语气颇为唏嘘。祖父却不以为然，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不必唉声叹气的。但三伯父还是想补救，派人以高于市面价格2两银子的价钱，想把舅母陪嫁的100亩山林买下来，被舅母拒绝了。窦昭私底下和妥娘感慨，舅舅和舅母也太老实了些，要是我，田照卖，人照恨。妥娘在灯下给窦昭做袜子，闻言睁大了眼睛，那岂不是个无赖？窦昭愕然，继而失笑，可见我骨子里还是个窦家人。妥娘听不懂，窦昭也不和他解释，问他王姨娘这些日子都在做什么呢？他通过妥娘用着母亲留下来的人，十分顺手，和从前一样。妥娘道，每天关在屋子里，早早的就歇了，吃饭喝水什么都有身边那个叫琼芳的丫鬟尝过才入口。窦昭哦了一声，萱草跑了进来，素心姐，素心姐，栖霞院那边出事了。窦昭还是个小娃娃，
丫鬟们说话从来不避着她。妥娘不太关心，敷衍的道：出了什么事？不知道谁在王姨娘内室的花菇里放了块麝香，要不是王姨娘身边的胡嬷嬷发现的早，可就要出大事了。妥娘望了眼窦昭，窦昭睁着双大眼睛，正听得有趣。妥娘只好道：能出什么大事？我听人说麝香是最好的香料呢。胡嬷嬷说麝香能让人滑胎。萱草低声道：王姨娘不让人说，可胡嬷嬷那么大的嗓门，我们都听见了。哦，妥娘本来就话少，这个时候更加不会说什么了。萱草趴在热炕边，意犹未尽地道：素心姐，您说真的有人要害王姨娘吗？前些日子胡嬷嬷也嚷着说有人在王姨娘的饭菜里下毒，可大太太和三太太亲自过来查了半天，不过是黄陵粉罢了。现在又发现了麝香，谁会害王姨娘啊？为什么要害她呀？我怎么知道？妥娘不感兴趣地道。萱草十分的失望，说了几句话就跑去和秋葵他们嘀咕去了。妥娘望着窦昭，窦昭道：王姨娘那边是非太多了，你还是跟丁香的娘说一声，丁香年纪不小了，又定了亲，不如早点接出去。妥娘应了声，望着窦昭的目光忍不住露出些许的狐疑。哎，窦昭在心里叹了口气，年纪小，有利也有弊。还好他身边的人是妥娘，要是其他人，恐怕早就吓得撒腿就跑了吧。不过王映雪还真沉得住气，这样子都能坚持下去。要不要再吓吓他？窦昭思忖着，第二天早上醒来就传出王映雪生了个女儿的消息。他望着窗外开得正艳的石榴花，满意地点了点头，问妥娘：今天几号？5月12。上一世窦明的生辰是7月初3。看来这一世窦明得5月12过生辰了，上一世窦明早产了。这一世王映雪会怎么解释窦明的出生呢？窦昭很期待，他吩咐妥娘：你给我换身漂亮的衣裳，我要去看看妹妹。妥娘喊了玉簪进来，帮窦昭换了件月白色银条纱的下裳，陪着他去了王映雪那里。三伯母和丁姨奶奶早已经到，还有一大堆服侍王映雪的人，把屋里挤得满满的。窦世英正抱着孩子瞧，看见窦昭，窦世英带着几分玉色的脸上难得的露出一丝笑意。寿姑，这是你妹妹。说着蹲了身子，让她看看她怀里的孩子，皱巴巴的，猴子一样，有什么好看的？窦昭在心里小声的腹诽，但还是笑眯眯的凑了上去。妹妹好小。他说着看了眼王映雪。王映雪笑着依在大迎枕上，因为生产的原因，脸色很苍白，却有种纤柔羸弱之美。见窦昭望过来，他不禁紧紧地抓住了被角。自从那天窦昭和他说过话后，他就一直避着窦昭。窦昭微微一笑，问父亲：我能抱抱妹妹吗？好。窦世英笑着摸了摸长女的头。不行。王映雪却紧张地道，坐直了身子。众人的目光都落在了他的身上。我是说寿姑的年纪还太小。王雪映急急地解释道，怕她抱不稳。那我能每天来看看妹妹吗？窦昭打断了王映雪的话，歪着小脑袋，眨着大眼睛望着王映雪。寿姑不和萱草他们玩跳白索吗？王映雪笑容勉强，来看妹妹就不能玩了。妹妹比跳白索有趣多了。窦昭不假思索地道，然后仰了头望着身边的父亲，爹爹，我能来看妹妹吗？能。怎么不能？你以后想什么时候来看妹妹，就什么时候过来。窦世英觉得长女十分乖巧纯善，她把孩子交给了乳娘，抱了窦昭，你现在是姐姐了，以后要好好照顾妹妹，知道了吗？知道了。窦昭大声地道，眉眼弯弯，笑得十分甜美。窦世英忍不住夸奖女儿，寿姑真乖。窦昭笑吟吟地望向王映雪。王映雪望着笑得天真无邪的窦昭，心却不断地往下沉。那天窦昭和他说话时的眼神和表情根本不是个3岁的孩子的样子，而且他果然生了个女儿。这一切实在是太惊骇太诡异了。窦昭就好像披着孩子皮的什么怪物似的，揭了那层皮却是个是人的东西，偏偏其他人却一无所察。王映雪指尖发凉，看见窦昭哧溜地从窦世英怀里挣扎着下了地，飞快地跑到了乳娘身边，一把就揪住了妹妹细软的胎发，一边揪还一边道，爹爹，您看妹妹的头发没我多。乳娘猝不及防，急得不得了，低声哀求窦昭，四小姐快松手。窦昭不理他，朝着父亲笑。窦世英走过去，仔细地看了看次女，又看了看窦昭，认真地道，是没有你的多。窦昭高兴地咧了嘴。乳娘只好朝着王映雪求助。王映雪早吓得全身僵直，半晌强忍着露出个笑容，柔声地对窦昭道，妹妹还小，不能揪头发。窦昭在心里冷哼，
他当然知道孩子还小，不能揪头发了。此时的窦明还没有战斗力，胜之不武，他不会伤着窦明的。他不过是虚张声势的吓唬王映雪罢了。想当初王映雪让他有苦难言，现在他也让王映雪尝尝这滋味。窦昭笑嘻嘻地放开了窦明的头发，却戳了戳窦明的脸。王映雪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忙道：妹妹还小，不能戳脸。声音不免有些尖锐。窦昭就去玩妹妹的小手，他一定是故意的。王映雪气急，与其背后伤害孩子，被大人责骂顽皮，不如当着大家的面行事，一句不懂事就可以把责任全推脱掉。赵谷秋生的乃是个孩子，分明是个妖孽。念头闪过，王映雪就是想保持风度神色间也难掩一丝僵硬。寿姑也不能玩妹妹的手。窦世英听着，心中生出些许的不悦来。寿姑不过是想亲近妹妹，若是因为不懂事而手脚重了些，孩子自然会不舒服的哭闹。可此时孩子舒舒服服的躺在乳娘的怀里，可见寿姑动作是很小心的。她觉得王映雪把自己生的孩子看得太重了些，待寿姑有些苛刻。三伯母和丁姨奶奶也有同感，不过两人都不好说什么，前者不过是受了窦铎之托，临时帮着主持西窦的钟会，这样的家务事不方便插手，后者的身份摆在这里，还轮不到他说话。可这并不表明两人就没有想法和立场，特别是三伯母，她毕竟是正妻，对着赵家的时候，自然要帮着窦家说话。可关起门来，却是极瞧不起王映雪这种靠使下流手段进门的妾室。他在心里冷哼一声，笑盈盈地上前抱了窦昭，不动声色地把窦昭从窦明身边带走。傻孩子，可不能顽皮，小心碰坏了你妹妹。过犹不及。王映雪今天已经够紧张的了，他毕竟只是个3岁的孩子，要是真把王映雪逼急了，万一不管不顾地对他用强，可就不划算了。窦昭笑眯眯地揽了三伯母的脖子，三伯母赞了他一声乖，对窦世英道：王姨娘这边都安顿好了，我就先回去了。有什么事你差人跟我说一声就是了。王映雪是昨天半夜发作的，三伯母和丁姨奶奶一直忙到现在。窦世英连声道谢，和丁姨奶奶一起送了三伯母出门。王映雪吩咐贴身的胡嬷嬷，以后不许寿姑靠近姐儿，更不能让寿姑单独和姐儿在一起。胡嬷嬷愕然迟疑道：这样不好吧？四小姐毕竟是窦府正正经经的嫡小姐，若是能和姐儿玩到一块去，再好不过了。你不懂。王映雪心有余悸地道：那孩子有些邪门，你以后遇到他也要多留个心眼才是。见胡嬷嬷有些不以为意，想到自己屋里的事都是胡嬷嬷帮着打点，她略一思忖，把窦昭的话告诉了胡嬷嬷。你说他一个3岁的孩子，怎么就知道这些呢？胡嬷嬷沉吟道：或许是有人告诉他的。不可能。王映雪道：赵谷秋已经不在了，家里还有谁会这样的无聊？思绪却回到了从前。他被退婚，赵谷秋却要出嫁了，家里已经回不起赵家的礼了，母亲不好意思去，让他带了10两银子做贺礼。他觉得太寒酸，从雷家的聘礼中找出一红一黄2匹好绫布，赶着绣了2方帕子带过去。赵谷秋眼角眉梢都是藏不住的喜悦，没有一点点即将出嫁的担忧和不舍。大伙儿打趣赵谷秋，赵谷秋却毫不羞赧地道：我天天盼着能嫁给他，如今得偿所愿，实在是伤心不起来。把大家笑得前仰后合，让他于羡慕中又带着几分好奇。等到窦家来接亲了，他悄悄跑去观里。高大的枣红马驮着一身红衣的新郎官，面如白玉，目若晨星，欢喜的神情挡也挡不住的扑面而来，深深地烙在了他的心底。再后来，家里的日子越发的艰难，哥哥的婚事没有着落，上门给他提亲的不是死了老婆的官夫，就是无业的浪荡子，或是身体有疾的木头。他想起赵谷秋出嫁的那一幕，越发觉得自己不堪，心里就越发悲凉。直到有一天，镇上的何举人为了他那个年过20还尿床的傻儿子，请了县尊为媒人上门求娶他，他却遇到了窦世英。他和他想象中的一样，温文尔雅，体贴周到。他的心止不住砰砰乱跳起来。与其嫁给那样一个让他看着就想吐的人，不如跟了窦世英。至少窦世英一表人才，心肠又软，他跟了他，不用担心被始乱终弃。而赵秋谷被哥哥嫂嫂捧在手心里长大，少不更事，不是那阴险毒辣之人，加之西窦子嗣单薄，内院又没有老于世故的婆婆管着，只要他能生下男嗣，好好的教养，求取个功名，以他的出身和教养，就能和赵谷秋分庭抗礼，到时候他和那正经的太太又有什么两样？什么都想好了，什么都算好了，却不曾料到赵谷秋如此的刚烈。
更没有想到的是，赵古秋死后，他身边反而怪事连连，闹得他每日如坐针毡，惴惴不安，以至于孩子早产，他和窦世英的事也如纸包不住火般的暴露在众人的目光之中。以后怎么办？想到这些，王映雪就觉得太阳穴仿佛有1000根针在扎似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呢？王映雪脑海里突然浮现出窦昭那双明亮却带着几分讥讽的眸子。难道是寿姑？不会的，不会的。王映雪摇着头，他还只是个3岁的孩子，或者是赵古秋指使那孩子干的。不可能，不可能。王映喃喃自语，父亲曾经说过，怪力乱神都是心神不定的妄念。胡嬷嬷觉得王映雪的样子像是被吓着了似的，有些难看，忙道：姨娘，您是不是想起什么来了？知道是谁要害您？王映雪神色一凛，赵古秋已经死了，他怎么自己吓起自己来？想到这些，他忙收敛了心神，道：这种话不要乱说，反正我嘱咐你的话你一定要记住了，千万不要让寿姑和姐儿搅在了一起。胡嬷嬷疑惑地点了点头。窦世英折了回来，王映雪换上了副温柔的笑容。三太太和丁姨奶奶走了。窦世英嗯了一声，道：寿姑还小，只知道喜欢了就要去摸了摸，抱一抱，你以后别再这样大惊小怪了。王映雪欲言又止。窦世英从小大到没有受过什么挫折，这样的人只能顺毛摸。是妾身太紧张了。他大方地认错，让乳娘抱了女儿过来，七爷您看，姐的眉毛长得像不像您？窦世英仔细地看了看，微笑道：是有点像。王映雪就叹了口气，轻轻地抚了抚女儿稀疏的头发，红着眼睛道：您不知道刚才有多凶险，姐差点不活不下来了。还好有三太太，七爷请老太爷给姐儿取个乳名吧，让姐儿也沾沾老太爷的福气。窦世英点了点头，语气温和：我知道了，这些事你都不用操心，好生休养，身体要紧。姐这边不仅有三伯母派来的人，还有丁姨娘，不会有什么事的。王映雪温顺的颔首。窦世英站了起来：你也累了，先歇着吧，我回书房了。王映雪微愣：您不在这里多待一会，我还有功课没做完，等会再来看你。王映雪只得让胡嬷嬷送窦世英出门。窦世英站在栖霞院的门口，不知道去哪里好。看见王映雪，他就会想到古秋是怎么死的，他就没有办法若无其事地和王映雪说笑。那就去父亲那里给次女讨个乳名吧。窦世英去了贺寿堂。窦铎躺在书房的醉翁椅上，手里拿着卷书发着呆。知道了窦世英的来意，他蘸了笔，写了2个大字：寿姑就取名叫昭，小的就取名为明吧。他说着，深深地叹了口气。窦世英没有说话，让人把写着名字的宣纸送去了栖霞院，他则拿着写了昭字的宣纸去了正房。窦昭不在。玉簪道：四小姐去了小佛堂。怕窦世英责怪他没有在窦昭身边服侍，忙解释道：妥娘跟在四小姐的身边。窦世英去了小佛堂。窦昭一个人坐在小佛堂高高的门槛上，托腮望着母亲的牌位。夕阳把他的影子投射在屋里，拉得老长。窦世英眼睛发涩，胸口像被人揍了一拳似的，又痛又闷。寿姑。他挨着女儿坐了下来：你怎么坐在这里？窦世英的声音温柔如3月的春风。窦昭转过头来，凝视着父亲：我想娘亲了。他从前不懂母亲为什么要自尽，母亲看见父亲和王映雪其乐融融的在一起时的心情，应该和他听见魏廷于阳赞窦明时的心情一样吧。女儿清澈瞪净的眼睛倒映着他的影子。窦世英突然间自惭形秽，有点不敢直视女儿。既然父亲不说话，窦昭也没兴趣采衣娱亲。他的心情十分郁闷，看到刚刚出生的窦明，他想到了过2年即将出生的窦晓。自己已经努力挽救了，母亲最终还是自缢了，难道这世间的事是早已注定无法改变的？前一世母亲去世，父亲即刻续弦，其后和王映雪生儿育女，母亲的死对于他来说又是什么呢？风轻轻吹过，小佛堂五廊下挂着的铜铃当当作响，悠远而宁静。窦昭想到身边的这人曾经做过的事，却一刻也待不下去了。他烦躁地站了起来，耳边却传来父亲低沉的声音：寿姑，我也想你娘亲，很想很想。然后他看见父亲把脸埋在膝间，无声地哭了起来。回到正房，父亲告诉窦昭写自己的名字。窦昭前一世跟着祖父请来的一位老儒读过几年《列女传》，女诫，看账本还可以，学问却谈不上。看见父亲端正秀丽的小楷，他很是羡慕。父亲呵呵地笑，弯腰在多宝格格子底层找了几张描红的纸铺在了书案上，握着窦昭的手，告诉他怎样运笔。含笑进来禀道：
王姨娘那边的琼芳过来，问七爷什么时候过去用晚膳。父亲看了看窗外的夕阳的余晖，笑道：王姨娘在月子里头，五小姐也要静养，我一过去又要重新摆桌，麻烦得很，我就不过去了，晚膳就在正房和四小姐一起用。含笑笑着退了下去。窦昭有些意外，但也没有放在心上。陪父亲用过晚膳，含笑移了灯进来，两人又写了会儿字，父亲就在正房内室歇了。过了2天，冯宝山来拜访父亲，他24、5岁的样子，剑眉星目，乌黑的头发用羊脂玉簪子挽着，穿了件墨绿色菖蒲纹的行绸直多，清雅中透着几分金贵。这就是母亲口中那个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的冯宝山。坐在大书旁按描红的窦昭张大了嘴巴，片刻后才合拢。冯宝山是来找父亲玩的，应城家的荷花全都开了。你在校期，我们也不惊动旁人，就你我和应城3个赏赏花，聊聊天，你也出去透透气，散散心。父亲摇头，天气太热，不想出去。你的心意我领了。这还没进入6月，热什么热？冯宝山说话像突然间想起了什么似的，语气一顿，目光疑惑地望着父亲，你不会是想为赵氏守1年吧？父亲没有作声，垂下了眼帘。真是这样啊？冯宝山非常没有形象地跳了起来，眼睛瞪得像铜铃。半晌，气呼呼地在屋里子转了几个圈，道：算了，我懒得理你了，我去找中职玩去。然后啪地一声甩着竹帘出了门。父亲不恼不怒，面色如常地温声喊着寿姑，叮嘱他不要东张西望，练字。窦昭忙低下头，小心翼翼地描着红。整整1个月，父亲都没有踏出家门半步，在家里读书做文章，告诉窦昭写字。窦明的满月里，因为母亲的孝期，只在家里摆了2桌。王家送了些小孩的衣饰作为满月礼，没有派人道贺，而作为外家的赵氏，既没有来喝满月酒，也没有来送满月礼，窦家的人有些尴尬。王映雪则是又气又恼，又羞又怨。等到蝉鸣匝地的时候，从京都传来消息，舅舅赵思谋了延安府甘泉县县令一职。前世舅舅做到了庆阳府知府，正4品。这一世舅舅还是谋了西北的缺。窦昭既为舅舅高兴，心里隐隐又有几分失落。祖父评价舅舅，看不出来还有这样的手段。甘泉县虽然贫瘠，可一去就是主政官，虽然没有入选庶吉士，但起点还是很高的。三伯父更为不安，原籍也这么说。原籍是窦昭的五伯父窦世书，这个消息就是他从京都传回来的。如3代看穿4代看吃5代看文章一样，窦家几代人的苦心经营的光芒全集中在了窦世书的身上。他13岁进学，16岁中举人，22岁中进士，庶吉士在吏部官正，之后从吏部给事中做起。窦昭生病前已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是窦家第1个入阁拜相的人。又因和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王行仪、文渊阁大学士兼刑部尚书的陈荣均是北直隶人，被人戏称北半边。祖父淡淡的笑了笑，笑容里带着几分倨傲。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原籍和你一母同胞，你有什么好害怕的？三伯父擦了擦额间的汗，苦笑道：我这不是因为自己读书少，在进士面前就有些心虚吗？祖父大笑。窦昭则吩咐妥娘清点自己屋里的东西，看样子舅母很快就会来接他了。按照前一世的经验，事情会很快暴露，到时候肯定有番周折，他还是未雨绸缪的好。父亲笑他，寿姑小年纪就知道藏东西了。窦昭趁机将父亲书案上的翡翠笔玺抱在了怀里，这也是我的，反正到时候新继母进门，这些宫中的东西都会重新登记造册，以便和母亲的陪嫁区别开来，还不如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收起来，混淆视听，变成自己的。父亲笑得不行，指了自己多宝阁上的2件玉石器皿，这个喜不喜欢？喜欢。窦昭不住地点头。父亲大手一挥，也给你搬去藏起来。窦昭笑得眼弯弯如月牙，指了父亲炕脊上的锦盒，我还要那个红色的石头，那里面是2方上好的积血石，颜色鲜艳，自成山川雾峦的模样。窦昭很喜欢，琢磨着以后找个名家帮着刻方印章。父亲刮着窦昭的鼻子，你这个小机灵鬼，那可是爹爹的私藏，你要来干什么？等你嫁人的时候，我亲手雕块闲章送给女婿，当做是你的陪嫁好了。还有几方好砚，到时候一并都给了你。窦昭嘻嘻笑，心里却打着鼓，难道还要嫁给魏廷瑜不成？他可不是读书人，只怕那几方好砚给了他，也只是收进了库房。正想着，外面传来一阵大声的喧哗。父亲并不理会，把窦昭抱到了书案前的太师椅前，告诉他链子我已经吩咐下去了，
按照你的身量，给你做套花梨木的书案和椅子，就放在爹爹的旁边，到时候你就可以坐在椅子上练字了。话音未落，韩笑神色慌张地跑了进来。七爷，舅太太来了。父亲一愣，道：舅太太来了，有什么好慌张的？窦昭心里却隐隐猜出几分来，事情最终还是败露了，不知道是谁泄露出去的，又是谁给窦家通风报信的。舅太太说要把四小姐接过去住几天，老爷不答应，让丁姨奶奶出面跟舅太太说。刚说了2句话，三太太赶了过来，不让舅太太把四小姐接回去，还说什么四小姐是窦家的姑娘，没了娘亲还有爹和祖父，没有道理寄人篱下给舅舅抚养的。韩笑神色惶恐，窦赵两家翻脸，最倒霉的就是他们这些陪嫁了。赵古秋的陪嫁按律是留给窦昭的，窦昭是窦家的女儿，自然归窦家养育。窦昭太小，根本当不了家，做不了主，他们留在窦家，窦家的人不会给好脸色他们看，他们若想回赵家，也得看窦家答应不答应。三太太还说，四小姐长大以后还要嫁人的，是赵家的表小姐体面，还是窦家的嫡小姐体面？赵家要是真为四小姐好，就不会想出这样的馊主意了。舅太太不能因为赵家和窦家有下戏，为了打窦家的脸，就不顾外甥女的颜面。他顿了顿，又道：大太太早得了信，说赵家准备全家都去任上，东西都收拾好了，单等接了四小姐就启程。舅太太却矢口否认，老爷说了，四小姐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跟着舅太太去安乡的。窦世英眉头紧锁地打断了韩笑的话，吩咐妥娘，你在这里看着四小姐。然后对韩笑道，你带我去看看。韩笑慌慌张张地应了一声，陪着窦世英出了门。窦昭静静地坐在太师椅上，等着人来找他。阳光透过窗棂射进来，微尘在空中飞舞，女子细细的说话声温柔如风，脚步渐行渐近，竹帘被撩起，一个穿着淡绿色被子的女人脚步轻盈地走了进来。她柔声喊着窦昭，寿姑，你舅母来了，我帮你梳洗打扮一番，我们去见你舅母好不好？窦昭定定地望着她，自嘲而笑地喊了声丁姨奶奶。哎，她笑盈盈地应着，喊了玉簪和妥娘，叫小丫鬟打水进来，我帮着四小姐梳洗一番，换件衣裳，好去见客。玉簪忙将丁姨奶奶的话吩咐了下去。丁姨奶奶帮着窦昭洗脸，一会支视着妥娘递个这，一会支视着玉簪拿那个，2个丫鬟都忙得团团转。她温声问窦昭，寿姑想娘亲吗？窦昭笑，想。丁姨奶奶道，那你想见娘亲吗？想。窦昭高声地道，我们寿姑真乖。丁姨奶奶亲了亲窦昭的面颊，抱着窦昭往厅堂去。她身边的丫鬟簇拥着她和窦昭，把玉簪和妥娘远远地隔开。转过那棵亭亭如盖的大槐树，就是厅堂了。丁姨奶奶轻声地道，寿姑，你舅母来接你了，你等会千万别和她走，要不然她会把你卖到老山沟里去的，你就再也见不到你娘亲，吃不着桂花酥了，也见不着妥娘、玉簪还有你祖父、你父亲了。窦昭点头。丁姨奶奶有些意外，没想到寿姑这么好哄。她笑着摸了摸窦昭的头发，乖，等会见过了你舅母，丁姨奶奶就带你找你娘亲去，好不好？好。窦昭应道。丁姨奶奶转过大槐树，进了厅堂。如两军对峙，舅母和彭嬷嬷站在厅堂的中间，三伯母和几个陌生的妇人站在厅堂的中堂下。听到动静，双方的目光都转了过来。三伯母笑盈盈地朝着窦昭招手，来，寿姑，到三伯母这里来。舅母的笑容则有些勉强，她柔声喊着窦昭，寿姑，让舅母抱抱。丁姨奶奶把窦昭放在了地上，同时在他耳边低声地道，卖到老山沟里去了，每天都会挨打的，快去你三伯母那里。窦昭避过舅母，噔噔噔地朝三伯母跑去。舅母愕然，三伯母满脸笑容地抱起了窦昭。舅太太，孩子还太小，什么事也不懂，更离不开常在身边服侍的丫鬟婆子，要是吓着了可就麻烦了。我看还是让他待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好，您说呢？语气里忍不住带上了几分讥讽。舅母脸上红一阵子白一阵子的，心里却把家里的小丫鬟骂了个狗血淋头。跟丈夫去任上的真正原因，她连自己的母亲都没有说，谁知道却让张如这个小丫头鹦鹉学舌般的告诉了平时陪她玩的小丫鬟，小丫鬟又告诉了自己的表哥，一来二去，也不知道是谁给窦家通风报信，结果他人还没到，窦家就早摆好了阵势。他们原本就没有立场把寿姑带走，如今窦家请了真定县几家大户人家的主母作证，寿姑不知道听了些什么，又对他避之不及，这次恐怕是难以如愿了。他的眼圈不由一红，声音也变得有些哽咽。
寿姑，舅母来接你去家里玩的。她做着最后的努力，你还记不记得张如表姐呀？他们都在家等着你去玩呢。窦昭点头，人却躲进了三伯母的怀里，睁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畏惧地望着舅母，磕磕巴巴地道：我想和表姐玩，可丁姨奶奶说了，我要是跟您走，您会把我卖到老山沟去。全场哗然。丁姨奶奶更是满脸慌张地辩道：我什么时候说了这样的话？小孩子家，不要乱说。三伯母的脸色十分难看，但还是强露出个笑颜：寿姑可不乱说话哦，小孩子说真话。我就说寿姑平日和我母女般的亲近，怎么今天见了我就要躲？舅母气得满脸通红，你们这样糟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小心遭报应。有妇人笑着劝道：都是一场误会，都是一场误会，说清楚就好了，说清楚就好了。赵太太，您远道而来，先进屋歇歇，喝口茶。什么误会？舅母毫不客气的反击：有这样的误会吗？我们家姑奶奶尸骨未寒，你们就这样离间寿姑和她舅舅，是不是看上了哪位大户人家的闺女，想娶了给我们家姑爷做续弦，怕我们赵家坏了你们两家的好事啊？这话说的就有点听头了。几位主母避之不及，没人敢出面搭话。舅母见状气势更盛，冷冷地哼了一声，道：我也知道窦家家大业大，跺一跺脚，真定县就得抖3抖，可也不能这样欺负人。想悄悄地带走寿姑是不可能的了，窦家已经有了防备，就算是能趁着窦家一时不备出了真定县，半路上给窦家的人追上了，他们一样得把寿姑交给窦家的人。既然如此，不如干脆大闹一场，算是给窦家一点颜色，也免得他们以为赵家没人，给寿姑脸色看。舅母打定主意，说话就更尖锐了，说什么我们想把寿姑带到任上去，也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听说的。寿姑父亲祖父都在世，他虽没了母亲，也没有寄养到舅舅家的道理。你们窦家好歹也是官宦世家，读书做官的不知凡几，连我这妇孺都知道的事，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就算是想栽赃陷害，也想个好点的理由。窦昭听着大为佩服，倒打一耙啊！舅舅那样看重舅母，果然不是没有道理的。三伯母已经被骂得面皮发紫，但是到如今也不服软也不行了。可他代表的是窦家，他若是服了软，岂不是承认了赵太太的指责？念头闪过，他瞥了眼脸色发白的丁姨奶奶，如今之计只能让他去背黑锅了。反正只是个妾室，上不了台面，做出这样的事也在情理之中。亲家太太，三伯母把窦昭交给身后的丫鬟报了，屈膝给舅母行礼赔不是，都是我听风就是雨的，您大人不计小人过，看在亲戚的份上，就原谅我这个老姐姐一次。说完，脸色一板，吩咐丁姨奶奶，还不快给亲家太太赔个不是。丁姨奶奶的脸又白了几分，让她教唆受姑的是他们，出了事让她背黑锅的也是他们，可她又能说什么呢？除非她不想在窦家待了。赵太太，她强忍着心中的屈辱，略一思忖，低头含泪跪在了舅母的跟前，都是我的错。伏在地上给舅母咚咚咚地磕起头来。舅母长叹了口气，明知道这件事丁姨奶奶不过是受命行事，她又能说什么呢？寿姑年纪小，不能自保，赵窦两家翻脸，受牵连受迁怒的只可能是寿姑。不看僧面看佛面，她只能息事宁人。尽管如此，她还是对三伯母道，这女人搬弄口舌可不是什么好事，寿姑还不懂事，放着这样的人在身边，可真让人担心。这件事只怕要和亲家老爷说说才好，寿姑身边也得放个规矩的人才能让人放心。这是要窦家惩罚丁姨奶奶。三伯母只能硬着头皮说了句亲家太太说的事，然后活着稀泥，看我们只顾着说话了，亲家太太就要跟着亲家老爷去任上，3、5年恐怕都不会回安乡了。相请不如偶遇，正好几位太太来家里做客，我就借着这个机会在花厅里摆上2桌，算是给亲家太太送行了。一面说，一面上前挽了舅母的胳膊，吩咐身边的丫鬟去跟大太太说一声，我要给赵家舅太太送行，请她过来作陪。丫鬟急匆匆应声而去。舅母没有拒绝，笑道，这一大早的赶过来，还真想讨杯茶喝。几位主母中立刻有人接了话茬，笑道，赵太太什么时候启程？到时候我们也好凑个热闹，给您送送行。就这2天吧。舅母笑道，怎么好麻烦郑太太拖布。一群人说说笑笑，亲亲热热去了旁边的花厅，没有人再提及刚才所发生的事。窦昭从丫鬟的肩头眺望大厅，无人的大厅，空旷宽敞冷清。丁姨奶奶瑟瑟地趴在地上，如萎蔫的秋叶，仿佛一阵风就能把她吹走。窦昭转过头来，眼底平静无波。
敢被别人当枪使，就要有鸟尽弓藏的觉悟。晚上，舅母歇在窦家，他请了于嬷嬷去说话。窦昭不用猜也知道舅母会说些什么，不外是把他托付给于嬷嬷。可惜母亲嫁进来的时候，虽然带来了赵家一半的家财，但与窦家相比，却是微不足道的。锦帛动人心，想靠几句话就笼络人，一时尚可，没有比较的时候也可以，可若是时间长了，又有窦家这样的荣华富贵在身边，人不免会迷了心智。前世所发生的事就是最好的佐证，他没有兴趣知道，能找到妥娘已是幸运。窦昭安安稳稳的睡觉，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天还没有亮就让妥娘抱着他去了舅母安歇的客房。舅母还没有起床，听说窦昭来了，她很是意外。窦昭已跑了进来，手脚并用地往炕上爬。舅母，舅母，我要和您睡。舅母呵呵的笑，把他抱上了炕，用被子裹着搂在了怀里。舅母身上有好闻的玉兰花香，他跟舅母道：舅母，我以后给您写信好不好？舅母讶然。窦昭笑道：我知道写信就是把想说的话写在纸上，这样舅母就知道我做了些什么。舅母紧紧地抱了他，寿姑真乖，你母亲要是活着，不知道有多高兴呢。十分的怅然。彭嬷嬷就劝舅母，当着孩子的面，您可不能再说这样的话。不说了，不说了。舅母笑着，让彭嬷嬷去喊玉簪过来。窦昭眼珠子一转就明白过来，玉簪不在。他笑嘻嘻地道：丁姨奶奶要把她许配人。舅母神色一紧，温声问他：丁姨奶奶要把她许配给谁呀？不知道。窦昭没心没肺地摇头。舅母想了想，对彭嬷嬷道：那就叫妥娘吧。彭嬷嬷应诺，喊了妥娘进来。舅母让彭嬷嬷赏了她20两银子，四小姐要是有什么事，你就跟于嬷嬷说，要是于嬷嬷也办不好，你就请人写封信告诉我。彭嬷嬷拿了个小纸条给妥娘，这是老爷和太太的住址，等会我告诉你怎么念，你背下来。妥娘连连点头，贴身收了小纸条，却不肯接受那20两银子。你拿着。舅母道：我吩咐过于嬷嬷，让她以后每个月给5两银子你，这是给四小姐的花销。我知道窦家也会给四小姐月例，但你们手里有些银子，心里总踏实些。再就是遇到什么急事，也得花银子请人去给我们报信。妥娘点头，把2个银元宝揣在了怀里。窦昭一在舅母怀里和舅母说着话，我想和表姐玩，可我又不想去安乡，她很苦恼的样子。娘亲去南海拜菩萨了，要是她回来找不到寿姑怎么办？我要在家里等她。要是爹爹忘了娘亲怎么办？要是于嬷嬷把娘亲的漂亮衣裳赏给了别人怎么办？娘亲回来就没人和她玩，也没衣裳穿了。舅母愣住，随后激动起来，枉我活了这么大的岁数，还不如一个3岁的孩子。舅母捧着窦昭的脸，吧地亲了一口。寿姑说的对，这是寿姑的家，窦家就应该好好的养着寿姑，凭什么要跟着我们偷偷摸摸的去西北，把这个家让给别人作威作福？好孩子，我们不去西北了，过2年舅母就回来看你。要是窦家敢对你有一点不好，我和他们窦家绝不善罢甘休。窦昭笑眯眯，不住点着头。他从来没想过要和舅舅一家去任上，这是他的家，他为什么要不战而退？为什么要把本应该是自己的东西让给别人？他不会走的，要走也是他在窦家待腻了，想换个地方，却不是像这样不得已的离开窦家。窦昭从客房出来，朝霞满天，染红了碧空。仙人扶我顶，结发寿长生。他站在屋檐下部，安静地望着天空。重生这样的事都能在他身上发生，还有什么事是不可以的？他要选择生活，再也不要被生活选择。舅母走后没多久，江南那边传来消息，大伯父窦氏样病逝了，家里立刻乱了套。大伯母受不了这个打击，卧病在床。三伯母主持东窦的钟馗。三伯父领了2堂兄窦玉昌去扬州料理大伯父的后事，4堂兄窦荣昌协理6伯父管理家中的庶务。祖父好像也老了10岁似的，每天躺在书房的醉翁椅上发呆。东西2窦的气氛都很沉闷，这些却影响不了窦昭，他还是每天看见什么喜欢的东西就往自己住的屋里拖。窦氏英笑他，不去看妹妹了。王姨娘不喜欢我去看妹妹。窦昭嘟着嘴，满脸的不以为意，眼中却有小小的伤心。窦氏英心头一跳，没有说什么，只是伸手轻轻地抚了抚窦昭乌黑的头发，低声道：也好，爹爹告诉你写字。窦昭问窦氏英，祖母什么时候来？马上要过中秋节了，他希望中秋节的时候能和祖母说上话。窦氏英眉头微蹙，道：谁告诉你喊崔姨奶奶做祖母的？窦昭暗暗叫苦。
祖母应该是在窦小出生之后才被称祖母的，他自懂事起就和祖母生活在一室，记忆中一直称祖母为祖母，倒把这茬给忘了。他只好含糊地道：不喊祖母喊什么？要喊崔姨奶奶。窦世英耐心地教导女儿，你大伯父病逝了，大家的心情都不好，今年的中秋节恐怕不会大操大办了，崔姨奶奶可能会留在田庄里过节。又问他，你为什么想见崔姨奶奶？窦昭道，他们说崔姨奶奶会种田。窦世英大笑起来，不错，你崔姨奶奶很会伺候庄稼，她的田庄一直是我们家几个田庄里收益最好的。说这话的时候，他目光有些茫然，或许这就是妾生子的悲哀。窦昭不再和父亲说这些，拉着父亲去书房里练字。那年的8月15，大家只是分食了月饼，比起往年又是赏月又是关灯的，冷清了很多。丫鬟们都在私底下议论，这孝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到了9月底，大伯父的棺椁运回了真定县。窦家披麻戴孝，半个真定县都是白色的。真定县的县令和六伯父、父亲亲自在城门口迎了大伯父的棺椁。祖父和二太夫人作为长辈没有参加葬礼，治丧之事全由三伯父主持。窦昭见到了乳名兰歌的9堂哥窦环昌，他今年16岁，瘦弱而苍白，在大伯父灵前颤颤巍巍地答谢吊唁之人，转过身却扑到祖父怀里大哭，爹爹吐了好多血。祖父眼里立刻含满了泪水，揽了他的肩膀轻声安慰他，好孩子，以后就跟着叔祖父读书。窦环昌点头，望着祖父的目光中充满了如沐之色。窦昭冷笑，祖父把父亲教歪了，现在又来祸害大伯父了。难怪窦环昌考了快20年的进士也没个影子，他每天咬紧牙关坚持练300个大字。窦环昌却对窦昭非常的友好，家里就他们俩人穿着重孝，他常把大伯母给他做的好吃的送给窦昭品尝，窦昭对他的态度也渐渐柔和起来。很快就到了腊月，窦昭的母亲要举行小祥祭礼，父亲将除服，窦昭还要穿15个月的孝服。三伯母上门和祖父商量给父亲续弦的事。自从大伯父去世后，大伯母不再是窦家的宗父，按理应由二伯母主持中馈，但二伯母随二伯父在任上，要打点好了二伯父身边的事才能携子女回乡，家里的事暂由三伯母打理。祖父问三伯母，你有没有什么好人家？三伯母斟酌道，大嫂那边有个小堂妹，小时候常来我们家走动，人品相貌都好，大嫂也有这个意思。再就是城东朱举人家的武小姐和南楼乡陈大人家的孙女朱小姐，性情柔顺，跟着哥哥们读过几年书，诗琴书画都略有涉猎，想必能和七叔叔能说到一块去。陈大人曾做过松江知府，说亲的这位小姐邢三人我没见过，却素有贤名，其他几家不是家世略差一点，就是出身不太好，是庶出的，我觉得用不着相看。祖父点头，对三伯母的办事能力非常的赞赏。你考虑得很周到，万元是庶出，万万不可再娶庶女，我看就定下朱举人家的小姐吧。大侄媳妇娘家的人隔得太近了，有时候未必是件好事。陈大人总觉得自己是读书人，行事有些酸儒，这样人家教养出来的小姐多半有些呆板。三伯母笑着起身，那我就跟朱家的人打声招呼，您看您这边派谁去相看为好？丁姨奶奶自从在大厅出了丑之后，就称病不出，祖父身边由原来服侍丁姨奶奶的大丫鬟秋芬伺候。祖父也有些为难起来，想了半天，道：你帮着拿主意就行了。三伯母笑盈盈地走了。窦昭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伏在自己的花梨木书案上描红。这个家里很快就会迎来新主母了，他也得从正房搬出来了。以后母亲的气息会在他生活中越来越稀薄。想到这些，他心里有些惘然，只是不知道父亲会把他安置到什么地方。等会回去就让妥娘他们开始收拾东西吧。西窦现在缺少主持中馈的主母，两家的婚事一旦说定，朱小姐应该会很快就嫁进来。窦昭放下笔，轻轻地活动着发酸的手腕。父亲却皱着眉头去了祖父那里。我不想续弦。他目光直直地望着祖父，眉宇间充满了毅然决然的坚持。我想给谷秋守3年。荒唐！祖父大怒，你都几岁了，怎么还不小事？你可是家中的独子，不想着尽快为窦家开枝散叶，竟然学那些风流浪荡子为妻守制，你到底知不知道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担当？祖父气得胡子一撅一撅的，这件事没得商量。我会尽快让你三嫂和朱家把日子定下来的，你只管等着成亲就行了。扒在门缝偷听的窦昭差点跌倒。明年5月，王行宜就将起复。王家以后还要在官场上做人，绝不会让自己的女儿做小妾。
如果父亲在明年5月之前续弦，王家要么会把窦明留在窦家，让王映雪大归，要么会送王映雪3尺白绫，逼王映雪自缢，要么把王映雪送到安堂，古佛青灯了此残生。若父亲在明年5月之前没有续弦，前一世王行仪一直觉得自己亏欠妻子，子女良多，他富贵后只守着老妻过日子，从不沾染女色，对儿女也都十分的爱护，尽己所能的满足他们的任何要求。特别是王映雪，不仅被未婚夫退亲，而且还抛头露面帮着维系家中的生活，耽搁了自己的婚事，因而对窦明和窦小比自己的孙子还要宠溺。他要是料得不错，王行仪肯定会想办法让窦家把王映雪扶正，那王映雪岂不又成了他的继母？不行，不行，绝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父亲必须赶在明年5月之前续弦，让王映雪滚蛋。父亲的态度却无比的坚定。爹，您要是不怕和朱家撕破脸，你就只管和朱家定日子好了。反正到了那天，我是不会出现在礼堂上的，朱小姐嫁过来，我也不会理睬她的。你还反了？祖父脸色涨得紫红，啪地一声将手中的茶盅砸在了地上。你只管不出现，看朱家的小姐能不能进门。爹爹，父亲突然跪在了祖父的面前，哽咽道，我以后什么都听您的，您就答应我这一次吧。我知道我是家中的独子，你年过4旬才得了我，就盼着含饴弄孙，家业有成，你就让我再任性最后一次吧。从今以后，我一定循规蹈矩，好好的读书，考取功名，为窦家光耀门楣，繁衍后嗣。爹，您就答应我这一次吧。父亲咚咚咚地给祖父磕着头，那声音如同敲打在窦昭的心间，让他心中一滞，有片刻的酸软。为什么是这个时候？早不为母亲守，晚不为母亲守，偏偏赶在王行仪即将起复的时候。上一世你不是没等母亲满100日就迫不及待地娶了王映雪吗？这一世为什么要做好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现在他什么都安排好了，父亲却跳了出来，这算是怎么一回事？窦昭又急又气，耳边传来祖父带着几分迟疑的声音：你已经为他守了1年，也算得上仁至义尽了。爹爹，爹爹，父亲磕着头，声音更响亮了，我只求您这一件事，我只求您这一件事。窦铎望着儿子乌青的额头，长长的叹了口气，你要守就守吧，不过明年的乡试得给我考过才行。多谢爹爹，多谢爹爹。父亲满脸的惊喜，窦昭脸上冰冷冰冷的，一摸满手是水。没几日，朱家让人带信给三伯母，说朱家五小姐觉得父亲是个重情重义之人，愿意等父亲3年。祖父大喜，亲自从库房挑了几刀玉板纸，2方端砚，一匣子胡笔，让管事送给朱举人，并赞三伯母看人看得准。三伯母抿了嘴笑，问父亲：这8字是对还是不对？父亲没有作声，紧绷的神色却松弛下来。三伯母带着写了父亲生辰8字的庚帖去了朱家。这样下去，父亲和朱家五小姐的婚事肯定会拖到2年以后，那时候可就说什么也晚了。窦昭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让2家的婚事加快进度才行。只是还没有等他拿定主意，春节到了。按照惯例，大年30的早上，东西两窦和府前往窦家位于北楼乡的祠堂祭祖，中午在祠堂的后院吃团年饭，然后各自回家小团年守岁。姨娘是没有资格祭祖的，但一样要去吃团年饭。窦明因为是早产，身子一直弱弱的，很少出门，祖父怕他生病，让王映雪和丁姨奶奶留在家里照顾他。窦昭一大早就被于嬷嬷从热被窝里揪了起来，他一边给窦昭穿衣裳，一边吩咐玉簪和妥娘：今天的人多，你们可千万不要为了看热闹把4小姐给跟丢了。于嬷嬷要准备晚上自家的团年饭，不能服侍窦昭去北楼。2人纷纷应是。窦昭不由多看了妥娘2眼。今天玉簪和妥娘都道赤一心，换上了衣褶子笔直的蓝绿色剪绸棉袍不说，鬓角还戴了枣红色的绒花，人显得格外的精神。玉簪从小跟着母亲，母亲本身就是个爱打扮的，她受母亲的影响，走出来从来都是干干净净妆容得体的，大过年的换件新衣裳打扮打扮倒也平常。而妥娘自幼父母双亡，寄养在舅舅家，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穿衣只求温饱，像今天这样仔细的打扮还是头一遭。妥娘不自在地拉了拉衣角，喃喃地道：是玉簪帮我梳的头，她说今天是大年30，大家都穿红着绿的，就我一个人穿素，七爷已经和朱家五小姐定了亲，让别人看见了还以为是有意的，会给4小姐惹麻烦的。这话也在理。她穿孝是守制，可身边的丫鬟也跟着穿孝，有些人不免会生出些别的心思来。窦昭笑眯眯的点头，说她们很漂亮，然后从妆匣里挑了2朵模样朴素的珠花，
一朵赏了玉簪，一朵赏了妥娘。两人都有些意外，犹豫着要不要接受。一旁的于嬷嬷笑道：既然是四小姐赏的，你们收下就是了，戴在头上，别人问起来也是四小姐的恩典。两人不再推辞，笑着互相簪了珠花，服侍窦昭用过早膳，抱着粉团似的窦昭去了贺寿堂。祖父和父亲正坐在炕上说话，窦昭上前行了礼。窦世英把窦昭抱在自己膝上坐下，温声问他：冷不冷？不冷。窦昭摇了摇头，问窦铎：祖父，他们说我爹爹要娶朱家的五小姐，是真的吗？窦世英脸色微红，迥然地阻止窦昭：不要胡说。我没有胡说。窦昭睁大了眼睛，不悦地瞪着父亲，他们说朱小姐是好人，不怕王姨娘生庶长子。啊！窦世英张大了嘴巴。窦铎却眼底闪过一丝金光，随后从炕几前的攒盒里拿了块芝麻饼递给了窦昭，温声问他：是谁跟你说的这些啊？窦昭歪着脑袋啃着芝麻饼道：有好多人，大伯母的丫鬟，三伯母的嬷嬷，还有九堂哥的小厮。祖父没有继续问下去，而是若有所指地望了一眼父亲。父亲神色尴尬，还好有小厮进来禀道：九爷过来了。祖父笑道：快让他进来。瘦瘦高高的窦环昌快步走了进来，他恭敬地先给祖父和父亲行礼，然后笑着和窦昭打招呼。祖父颔首，站起身来：走吧。窦环昌应是，上前扶了祖父，不紧不慢地出了贺寿堂。他是来约祖父和父亲一起回北楼的。父亲抱着窦昭慢慢地跟在后面，等彼此拉开一个距离，父亲轻轻地捏了捏窦昭的小脸：你这个小东西是来讨债的吧？举止亲昵，语气无奈。窦昭嘻嘻笑，问父亲：讨债是做什么的？父亲绷不住笑起来。一行人出了大门，三伯父和三伯母昨天就去了北楼准备祭祖的事，和他们同行的除了大伯母和窦环昌，还在二太夫人、六伯父一家、二堂兄一家、三堂兄一家、五堂兄一家。看见祖父，除了二太夫人，其他人都下车给祖父行礼，因为停了马车而显得有些狭窄的巷子变得拥挤起来。祖父拉住了五堂兄只有3岁的小儿子，不让他给自己磕头。天寒地冻的，又没有旁的人，不用这样多礼。有什么话到了祠堂再说。祠堂那边有10几间厢房，四角都放着大火盆，燃了无烟的银双炭，温暖如春。还是小叔心疼人。二堂兄呵呵笑着。二太夫人从马车里探出头来：寿姑，到伯祖母这里来。窦昭不喜欢这个冷酷的伯祖母，抓着父亲衣袖的手紧了紧。父亲略一犹豫，抱着窦昭笑着走了过去。他顽皮得很，您年纪大了，哪里经得他折腾？我看还是让他跟着我吧。二太夫人微愣，望了眼安静的依偎在窦世英怀里的窦昭，笑着点了点头，道：也好，他没了母亲，你能多亲近他些就再好不过了。他说着放了车帘。父亲有些意外。那边五堂兄高声喊着父亲：七叔父，您那边还有位子没有？帮我捎2个丫鬟过去。五堂兄子嗣最多，有4个儿子2个女儿，宫中的东西却是按房头分配的，他总是最紧张的一个。有。父亲抱着窦昭走了过去，要是挤，你让芝哥随我们一起过去吧。芝哥是五堂兄的长子，今年15岁，学名叫窦启俊，这家伙后来做了御史，因参倒了长兴侯石端兰而名震士林。五堂伯窦氏叔入阁后，他为了避嫌，去保定府做了知府，而此时他不过是个腿长脚长，声音像鸭公的青葱少年。知道自己不用和母亲、妹妹挤在一辆马车上，他立刻跳下了自家的马车，笑嘻嘻地跑了过来。七叔祖父。窦启俊给父亲行了礼，然后伸手去摸窦昭的头：四姑姑。窦昭身体里有个成年人的灵魂，祖父、父亲摸他的头，他勉强可以忍受。15岁的窦启俊摸他的头，他偏了偏头就避开了窦启俊的手。咦？窦启俊有片刻的困惑。窦世英已抱着窦昭往自己的马车去，一面走还一面问窦启俊：听说你前些日子在族学引经据典，让杜老夫子都甘拜下风。窦启俊干笑，把窦昭的异样抛到了脑后，紧跟着窦世英上了马车，挨着窦世英坐下，嬉笑道：七叔祖父不是在家闭门读书吗？怎么连下辈们在学堂上的一些玩笑之举也了如指掌？言下之意是指窦世英不够专注。果然嘴皮子很利索。窦昭感兴趣地打量着窦启俊，每次只知道逞口舌之快，小心祸从口出。父亲笑道：难怪你父亲每隔些日子就要去给杜夫子赔礼道歉。杜夫子是窦家族学的西席。窦启俊嘿嘿地笑，用肩膀顶了顶父亲，道：七叔祖父，跟您商量个事。
模样有些痞。父亲挑了挑眉，窦启俊笑道：我和同窗约好了，元宵节的时候去真定府看花灯，您支援我几个路费如何？父亲笑道：你父亲可知道？知道，知道。窦启俊一听有谱，眉飞色舞地道：他也答应了，不过只肯给我3两银子，还不够买盏好一点的花灯呢。七叔祖父，我们知道您是最大方慷慨的，借20两银子给我，您再去福芳斋买古玩的时候，我帮您打下手。我有小厮，要你打什么下手？再说了，你也未必就有小厮做得好。那我给您抄经书。窦启俊一点也不脸红，眼珠子一转，立刻道：我知道您要给过世的七叔祖母抄1000卷法华经，等七叔祖母大祥的时候烧给他。窦昭惊讶地望着父亲，父亲并没有注意到他，笑道：抄经书贵在心诚，你帮我抄，算是怎么一回事？行了行了，20两银子没有，10两银子倒可以考虑。七叔祖父，10两银子也太少了点。窦启俊磨着牙，说出去岂不是弱了七叔祖父的名头？我不知道我还有个散财童子的名头。父亲不为所动，你小小年纪，吃家里的，用家里的，要那么多银子做什么？就10两，你要还是不要？要。窦启俊怕再说下去，连这10两银子也没了。父亲笑道：不过我会跟3哥和6哥说一声的，免得你从我这里要了10两银子，又去别处打秋风。七叔祖父，窦启俊哀嚎着倒在了大营枕上。窦世英哈哈大笑，觉得这些日子压在心头的沉闷突然间消弭了不少。窦昭看着父亲大笑的样子，心底五味俱全。前世他对父亲是有怨气的，因而从来不曾正眼看父亲。他总觉得他除了研究他的周易就什么也不管，任由窦明嚣张跋扈，窦小惹是生非，任由他自生自灭。没想到他还有这一面。马车车轮轂辘辘的声音夹杂着窦启俊的插科打诨，他们很快就到了北楼。窦家祠堂前面已疏疏落落停了7、8辆马车，管事、小厮正进进出出的忙碌着。听到动静，有人飞奔着去禀告三伯父，有的则围了上来，或帮着稳了马车，或帮着摆了脚凳。一时间，窦家祠堂门前人声鼎沸，热闹非常。窦明一下车，就看见了站在人群外的祖母。祖母和他记忆中的一样，穿了件丁香色素面剪绸袄，乌黑的头发整整齐齐地挽了个圆髻，插了根灯笼银簪，戴着对银手镯，神色自若地围着祠堂台阶前那株9中粗的腊梅树打着转，如同很多年前他一觉醒来，正是茫然不知所措之时，抬眼却看见祖母悠闲自在地蹲在田畦里打量着刮菜的长势，他的心就立刻宁静下来。祖母。窦昭眼眶湿润，强忍着才没有大声地喊出来。祖父和父亲他们被三伯父迎进了祠堂，他则被交给了妥娘和玉簪照顾。三堂兄6岁女儿跑过来，拉着妥娘的裤腿：四姑姑，我们去玩翻绳吧。上一世他和自己的这位侄女并没有什么接触，他甚至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窦昭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妥娘把她放在了地上，她一溜烟地跑到了祖母身边。是喊崔姨奶奶还是喊祖母呢？窦昭有片刻的犹豫，他想喊祖母，可又怕旁人听了给祖母惹出事端来。五堂兄的5岁的小女儿追了过来：四姑姑。祖母听到动静望过来，看见了目光好奇的窦昭，她笑着半蹲着身子，笑容亲切：你是寿姑？窦昭点头，眼泪止不住地落下来。祖母微愣，忙上前抱了他：不哭，帮他擦着眼泪，指尖的剪子刮得他有些痛，心里却是那么的踏实。玉簪跑了过来，神色有些不安地喊了声崔姨奶奶，强也似的把窦昭抱了过去，喃喃地说着：七爷让我们好好照看四小姐的。窦昭不悦。祖母嘴角闪过一丝苦笑，什么也没有说，从怀里掏出来一个大红色绣着对黄鹂鸟的荷包，递给窦昭：给你当零嘴吃。说着快步转身离开。祖母。窦昭忙喊他高大的身影微微一顿，然后毫不犹豫递上了一旁的家项，去了祠堂的后院。玉簪忙道：四小姐您小声点，老太爷不喜欢崔姨奶奶跟七爷跟您多说话。窦昭冷笑，感觉到了深深的羞辱。既然不喜欢，还和祖母生下父亲。他想去找祖母，二堂兄的小女儿却拉着他不放。您得了什么好东西？说这话的时候口水都要流出来了。跟着的丫鬟深感羞惭，撸了他的腰就往三堂嫂那里走，一边走还一边红着脸帮三堂兄的小女儿道歉：四小姐，我们家小小姐就是好奇。窦昭失笑，心头的愤懑消弭了不少。他打开荷包，里面是一小袋桂圆。祖母曾说过，他第一次吃零嘴是在他被抬进窦家的那天晚上，
祖父和嫡祖母在外面应酬客人，原来在屋里服侍的人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床上，因为怕路上要如厕，他起床后就水米未进，又饥又渴，却不敢动弹，无意间在床上摸到2粒桂圆，也不管它是什么，咬了壳就匆匆地塞到了嘴里。所以祖母一直觉得桂圆是世上最好吃的东西。每当窦昭生病或是摔跤之类的，祖母就会拿了桂圆或桂圆干哄他。荷包上还残留着祖母身体的余温，祖母是不是早早就准备好了这个荷包，一直找机会给他？窦昭慢慢地剥了个桂圆，轻轻地放在了嘴里，清甜甘冽，从喉咙滑到心间。他挣扎着从玉簪怀里下了地，一溜烟地跑到了后院的花厅。窦家的女眷都凑在二太夫人跟前说话。窦昭一眼就看见了独自一个在花厅角落烤火的祖母，他朝着火盆里丢了个桂圆盒，火盆砰地窜出团火苗，把祖母吓了一大跳，不禁寻迹望过来。窦昭向他招着小手，转身跑到了花厅后面的冬青树下猫了起来。不一会，祖母走了出来，站在台阶上张望。窦昭站起身来，祖母望着他宠溺微笑，无奈地摇头，3步并作2步地走过去。窦昭问他：“您是我祖母吗？”祖母蹲下来，轻轻地摩挲着他的头：“不是，我是你崔姨奶奶。”窦昭心痛如绞，强忍着不让眼泪落下来。那过些日子你能让我去田庄玩吗？祖母的手微微一僵，半晌才道：“田庄到处是灰尘，不好玩。那我能去看您吗？”窦昭不死心地道：“我要下地做活，你去看我，我也没空领你玩。”祖母再一次拒绝了他。他扑在祖母的怀里，紧紧地抱住了祖母的脖子。难道这就是他改变命运的代价？前一世2人相依为命的那些温馨，从此以后只是他一个人的记忆。窦昭滚烫的泪水无声地落在了祖母的肩头。或者他主动去田庄生活，不过去之前怎么也要把王映雪的事解决了。窦昭在心里盘算着。春节很快就过去了，祖母让人给窦昭送来了1麻袋紫榆钱芽，说是煎了鸡蛋炒给窦昭吃，可以清热润肺。这是祖母第一次派人给城里的窦家送东西。祖父知道后勃然大怒：“谁让他送来的？全给我扔掉，扔掉！”窦昭得到信后赶来，管事正提着那麻袋榆钱芽出二门。他上前就抱住那袋榆钱芽：“我要吃炒鸡蛋，我要吃炒鸡蛋！”管事不敢不扔，又不敢强行把窦昭赶走。窦昭大吵大闹，惊动了窦世英。窦世英沉思良久，吩咐管事：“把这袋榆钱芽送到厨房去吧。”管事松了口气。窦世英拎着窦昭回了书房。窦昭以为父亲会和他说什么，结果父亲一整天都在书案前练字，连午膳也没有吃。王映雪抱了窦明过来，窦明咯咯笑着去抓窦世英的笔，窦世英笑着把窦明抱在了怀里。王映雪柔声问：“七爷是不是有什么心事？要不要跟妾身说说？”窦世英沉默半晌，低声道：“没什么事。”王映雪也不追问，笑盈盈地道：“我记得七爷很喜欢吃我做的油泼面，要不我下厨给七爷做碗油泼面？”“不用了。”窦世英样样地道，“马上就要用晚膳了，很快就好。”王映雪不容父亲拒绝，一面笑着吩咐乳娘看好窦明，一面风风火火地去了小厨房。在书房练字的窦昭嘴角微撇，父亲抱了窦明凑到他跟前：“寿姑，你看妹妹长得漂不漂亮？”“不漂亮。”窦昭面无表情的道。父亲愕然。窦昭板着脸问父亲：“妹妹有我漂亮吗？”父亲愣住，随后哈哈大笑起来，道：“没有，没有，我们寿姑最漂亮。”然后把窦昭交给了身边的乳娘，捏了捏她的小脸，道：“你这性子倒随了你母亲。”说完这句话，像想起什么似的，顿时神色黯然地叹了口气，道：“你好好练字，我出去走走。”等王映雪笑吟吟地端着碗面条回来的时候，只看见被乳娘抱在怀里呼呼大睡的窦明。王映雪脸色微沉，窦昭却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王映雪有太多的机会，而父亲和魏廷瑜一样，在这种事上都不太靠谱。如果这时候王映雪要是怀上了窦晓，为母亲守制3年就成了句笑话，和朱家的婚事肯定也会告吹。等到王行怡起父的消息传来，王映雪有了王家的支持，窦家自会有所权衡。窦家已经和赵家有了下系，舅舅又只是个7品的县令，就算窦家不答应王映雪扶正，舅舅也不会感谢窦家一分。而王家则不同，若是窦家顺势承认王映雪，王家对窦家只有感激涕零的份，窦家也会因此在朝中得到一个有力的盟友。窦家会怎样选择，已是一目了然。除非王行怡没能起复，或者是王行怡起复之后没能重用。
窦昭努力地回忆着前世发生的事。王行仪起复是靠了诗作曾一芬，如果曾一芬不推荐王行仪，王行仪自然就没戏了。可怎样能阻止曾一芬呢？窦昭咬着指甲，他发现，别说他现在是个小孩子，就算他是从前的济宁侯府的侯夫人，也一定没有办法。窦昭非常的苦恼，他问窦环昌：“你知道曾一芬吗？”窦环昌想了半天，歉意的摇头，困惑道：“你问这个人干什么？我听爹爹说他很厉害，就想知道他是谁。要不我们去问问知根儿？”窦环昌腼腆地道：“他认识的人多，说不定听说过这个人。”窦昭跟着窦环昌去了东窦，大人们只当他是来串门的。二太夫人和大伯母、三伯母、六伯母都赏了他很多好吃的。窦环昌领他去了书房，让小厮去叫了窦启俊。窦启俊穿着件粗布短褐，满头大汗的跑了进来。窦环昌骇然：“你又去做什么了？”窦启俊嘿嘿的笑，提起桌边的凉水壶，先给自己倒了杯水，一饮而尽，这才道：“九叔，你别管我去干什么了，你只说你找我有什么事吧。”窦环昌问他：“你知不知道曾一芬这个人？”窦启俊眼睛一亮，道：“你也知道曾一芬吗？他是五叔祖父的诗作，这个人很厉害，历经4朝，三起三落而不倒。他前些日子又被皇上招进了宫，如今做了首辅，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次五叔祖父要挪个地方了。”窦昭苦笑：“王行仪恐怕也要挪个地方了。”虽然重生，窦昭能影响的也不过是身边的一些人和事，该来的还是会来。4月中旬，一直跟着窦氏书在京都读书的窦文昌带回来了一封窦氏书的家书。窦氏书在家书中不仅说了自己即将擢升吏部侍郎的事，还提到了王行仪的起复，并在信中很委婉地问起窦世英的婚事，说自己和王行仪是同科，曾一芬被迫致仕，王行仪流放，自己这几年在京中的日子也很不好，窦世英的婚事若是还没有定下来，还是早点定下来的好。如今皇上年事已高，记性一日不如一日，前些日子和内阁极议，突然吩咐小太监宣早已过世5、6年的司礼监秉笔太监陈东来伺候笔墨。现在最年轻的内阁大学士是松江的陈继周，如果明年他主持会试，还请窦铎和窦世奇早早商议，是否让窦家有资格参加会试的子弟都去试一试。窦铎接到这封信，脸色大变，立刻写了封信给窦世奇，让窦文昌连夜赶往福州，他则带着窦世英去了东窦。窦昭虽然不知道信的内容，但心里一直惦记着王行仪起复的事，祖父和父亲的异样立刻让他警觉起来。他打发身边的丫鬟歇下，只留下妥娘：“你去跟二门的婆子说一声，若是祖父和父亲回来了，让他立刻来报一声。”妥娘去二门传了窦昭的话，守在床前做针钱活。亥时，二门有消息过来，妥娘喊了窦昭起来。窦昭穿衣去了贺寿堂，祖父身边服侍的2个小厮机敏地守在门口，看见窦昭，两人错愕地齐喊：“四小姐！”父亲听到动静，满脸诧异地走了出来：“寿姑，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有睡？”目光却严厉地瞪着妥娘。妥娘小腿肚子发颤，喃喃半晌，不知道该怎么说。窦昭已笑着扑到了父亲的怀里：“您和祖父去串门，为什么不带着我？”父亲哑然失笑，抱着窦昭进了屋。祖父面色凝重地坐在炕头，见他们进来，眉头紧紧地拧在了一起，道：“你若是能早点成亲，寿姑也有个人管。你看家里现在都成什么样子了，半夜3更的，寿姑还在院子里乱窜。你这样意气用事，除了让你自己心安，还能怎样？”一面说自己长大了，知道自己身上的责任了，一面却还做些不负责任的事。父亲唯唯诺诺，有些说不出话来。窦昭从祖父话里、父亲的态度中看到了转机，他心情顿时前所未有的明媚，决定恶心祖父。祖父，我有人管。崔姨奶奶是我祖母。祖父脸色铁青，目光刀锋般朝窦昭砍去，偏偏窦昭眨着双大眼睛，笑眯眯地啃着手指头，一副不谙世事的样子。他气得浑身发抖，呵斥父亲：“这件事由不得你，明天你三嫂就会亲自去朱家商量婚期，以后你好好读书，内宅的事就交由朱氏打理。”然后道：“寿姑身边是哪些人在服侍？统统给我打发了。”父亲道：“是于嬷嬷在照顾寿姑，这是我答应了舅兄的。”语气有些倔强。祖父语塞，气得甩帘而去。窦昭很想提醒他：“这可是您的书房，要走也是把我们赶走，怎么您先气跑了？”父亲叹气，抱着窦昭出了贺寿堂。4月的夜风还微微有些寒意，皎洁的月光洒落亭台楼阁，静谧如画。父亲脚步越来越慢，最后停在了荷塘边。“寿姑，你知道吗？你五伯府来了封信，
他喃喃地道：“你武伯父给家里来了封信，王行仪，就是你王姨娘的父亲，要起复了。”窦昭的心砰砰乱跳，这才知道窦氏书信中的内容。不愧是未来的内阁大学士，心肠真是冷酷。他倒吸了口凉气。一直以来，他都以为武伯父和王行仪既有同科之意，又利益一致，关系必定十分密切而牢固。王映雪在窦家最大的靠山就是窦氏书，却忘了窦氏书始终是窦家的人，忘了政局的风绝云轨。荷塘边变植的玉簪花洁白如玉，在月光中盈盈生辉，散发着馥郁的花香。父亲和他并肩坐在了荷塘边的石椅上。寿姑，你说这都是怎么了？他愣愣地望着荷塘里才露尖尖角的荷叶，道：我努力读书，考取功名，不就是为了光宗耀祖，为了让窦家更加昌盛显赫，为了让窦家的人过得比别人都好吗？可现在你母亲自缢，我和你舅舅翻了脸，想为你母亲守制3年又不能，还可能把朱家五小姐拖进来，甚至是让你妹妹没有了母亲。我不仅没让身边的人过得安心舒适，反而因为我的缘故让他们处境变得更加艰难。我所做的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我已经对不起你母亲，我不能再对不起朱家五小姐，对不起王映雪了。父亲忧郁的目光如那淡淡的月色，仿佛很近，又仿佛很远，让窦昭心里酸酸的。父亲是如此的寂寞，他的心思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说给不懂事的女儿听。他突然有点同情父亲。父亲回到正房就写了封信，天没有亮就让小厮叫了高升进来，赶在三太太出门之前送到城东的朱家。高升很是意外，但还是照着父亲的吩咐出了门。中午，三伯母面有难色地从朱家回来。小叔父，朱家的人说赶在端午节之前成亲，太急了。别人听了还以为他们家五小姐是要去冲喜呢。祖父不语，只有那些没有把媳妇放在眼里的人家才会做出冲喜这样的事来。朱家这话说得太不好听。三伯母也有同感，却叹息道：也不怪朱家生气，等3年是我们说的，现在赶在端午节成亲也是我们说的。朱家也是大户人家了，不要说这样急赶急的准备嫁妆，就是通知亲朋好友，只怕也来不及。我也知道，只是事急从权，只能这样了。祖父道：我记得朱举人有个姐姐嫁到了隔壁新乐县的陈家，要不请朱家的姑奶奶出面帮着说说。那我用了午膳就启程去新乐。三伯母没有推辞，立刻道。祖父说了几句感谢的话，留了三伯母用午膳。东西两窦原本是一家，七叔的事就和我自己的事是一样的。三伯母客气了一番，道：今天晚上恐怕要在新乐过夜了，家里的事我还要安排，小叔父不用和我客气，把这件事办好了才最为要紧。祖父没有再留他，让秋芬送了三伯母出了二门。之后不管三伯母搬了谁到朱家去说相，朱家一口咬定了就是不松口。三伯母急得嘴上都起了水泡，非常的后悔。早知如此，就应该和大嫂家的小堂妹结亲的。现在就是想换人，也得拿了朱家的退亲书，只怕时间上一样来不及。祖父迁怒于父亲，大热天的，让父亲在无数遮阳的前院跪了整整1个下午，以至于父亲的膝盖又红又肿，连走路都很困难，又找了大夫来看病。这个时候，王映雪的大哥王之炳突然登门拜访。王之炳今年不过30出头，可能是因为这些年生活的艰难，让他看上去像40岁般的苍老。他身姿笔直地站在王家的大厅上，有如青松翠苍般的挺拔坚毅。我家小妹受了我这个做哥哥的拖累，这才抛头露面做些营生买卖。原来我是不知道，现在既然知道了，我来接了我家小妹回去。他语气铮铮，你们家的聘礼我们没收，也没有钱务上的牵扯，你写纸放切书，你我两家从此接过，桥归桥，路归路。祖父沉默了半天，让人请了王映雪。王映雪看见哥哥，又惊又喜。大哥，您怎么回来了？他情不自禁地抓住了王之炳的胳膊，随即脸色突然一变，上上下下打量起王之炳来了。是不是爹爹出了什么事？一句话未完，眼泪已簌簌落下。没有，没有。王之炳的眼圈也跟着红了起来，忙道：爹爹受赵人山东新太县令，写信回家，这才知道你入了窦府，爹爹又悔又恨，连扇了自己3个耳光，只说是家里连累了你，让我赶回来带你回家。您说什么？王映雪呆呆地望着王之炳，爹爹他老人家起复了。王之炳连连点头，爹爹他老人家起复了，过些日子就会接了娘和你去任上团圆，你再也不用为家里每天吃什么喝什么伤脑筋了，以后这些事都交给大哥操心。大哥！王映雪抓着王之炳的衣袖失声痛哭了起来。王之炳转过头去，不敢看妹妹的样子，直到王映雪哭湿了他的衣袖，
他心情这才平静下来。你别哭了，有什么话我们回家再说。王之炳说着朝祖父望去，要是窦老爷没有什么吩咐，我们这就告辞了。连王映雪换洗的衣裳都不准备要。祖父自然不能让王映雪就这样走，笑道：令尊和我们家原籍是同科，也不是什么外人，既然来了，不如坐下来喝杯茶。令妹进门，屋里安排了服侍她的嬷嬷、丫鬟，还添了些东西，我让那嬷嬷、丫鬟收拾收拾，到时候你们连人带东西一并带走好了。令尊刚刚起复，千头万绪，总得一桩桩理顺。王氏能进我们家的门，说起来都是阴差阳错，你总不能让他空着手走吧？别人说起来也不好听。不用了。王之炳刚应了一句，耳边就传来妹妹因为高亢而显得有些尖锐的声音。您说什么？让我跟着您回去，那明姐怎么办？她才刚刚3岁，自然是要留在窦家。王之炳和窦铎不约而同地道。不行，不行。王映雪摇着头，神色慌张，她还那么小，我不能把她留在窦家。难道带回王家不成？就算王家答应窦家，也不可能答应啊。王之炳望着一副护犊子模样的妹妹，颇为头痛。他们家出了这样的事，乡亲四邻早就在背后议论纷纷了。现在父亲起复，知道他们家的人更多了，到时候不仅仅是小小的南洼乡，恐怕整个真定府的人都会在他们家背后指指点点。父亲面上无光不说，以后孩子们恐怕也难得在南洼乡挺起脊背做人。所以来的时候，父亲就和他商量好了，悄无声息地把妹妹接回去，等父亲安顿好了，他们举家随父亲去任上，以后再也不回南洼了。他还寻思着过几年风平浪静了，再给妹妹说门好亲事。把这孩子带在身边算是怎么一回事？妹妹以后还嫁人不嫁人？退一万步说，窦家愿意把这孩子让妹妹带走，父亲也答应把这孩子养大，可如果亲戚朋友问起，他们又该怎么解释这孩子的身世呢？他们原本是怕那些流言蜚语才离开南洼的，若说这孩子是妹妹生的，妹妹的往事就兜不住了，他们这家岂不是白搬了？想撇清，就只能说是他的孩子，或是弟弟王之韶的孩子。偏偏这孩子来的不是时候，说是他的，他这几年都不在家；说是弟弟的，弟媳生了个大胖小子，刚刚满月，难道说是捡的？这些念头不过一闪而过，但毕竟是自己的家事，不好当着窦铎的面讨论。王之炳只好低声对王映雪道：有些事我们回家再商量。王映雪不敢跟哥哥回去，像他这样的情况，大闺不是被送进安堂，就是异地远嫁，只怕以后再没有看见女儿的机会。窦昭还有舅舅母亲留下来的管事嬷嬷照应，他的女儿却是孤零零，什么也没有，他不能把女儿的未来寄托在那个从未曾谋面也未曾打过交道的朱家五小姐手里。窦世英呢？王映雪举目四顾，他怎么不在场？他心肠一向软，绝不会眼睁睁看着他们母女生离的。不，他朝后退了2步，和哥哥拉开了一个距离，望着哥哥的目光中流露出几分警惕。不商量好明姐的事，我是不会跟着大哥回家的。他说着，朝站在厅堂门口的琼芳使了个眼色，然后含泪求着窦铎：老太爷，明姐儿生下来就身子弱，连吃奶的力气都没有，大夫和那些经年的老嬷嬷都说明姐儿可能活不长了，是我一把屎一把尿，小心翼翼地把她养到了这么大，我怎么能把她随随便便就交给别人？求您看在明姐的份上，就让我带着她吧。明姐的名字还是我给取的呢。窦铎语气温和地笑道：儿女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你担心明姐的心情我们都知道，可明姐是窦家的孩子，总不能这样不明不白的跟着你去王家吧？你不是刚到我们家是怎样一个情况，你也是知道的。你刚进门就派了一个老成的嬷嬷，2个丫鬟，几个粗使的婆子在你屋里服侍，等你生了明姐，除了明姐的乳娘和明姐屋里服侍的人，又给你添了2个丫鬟，你不用担心。朱家五小姐又承庭训，性情温和，贤良敦厚，会好好照顾明姐的。别人再好，怎比得上自己的生母？王映雪看着琼芳快步离开了贺寿堂，心中微安，嘴里却不住地求着窦铎：求老太爷您就成全了我们母女吧。窦铎笑道：万源也是在他嫡母面前长大的，明姐你就不用担心了，2人你一言我一语都不愿意让步。窦昭很快得了消息，他想了想，对妥娘道：走，我们去看看爹爹。窦昭想知道父亲是怎么想的，对这件事有什么打算。妥娘应诺，丢下手中的针线，和窦昭去了窦世英的书房。窦世英不在书房，窦昭想了想，去了厅堂后的花厅。祖父和王之炳在花厅里喝茶，父亲和王映雪在花厅后面的竹丛旁说话。窦昭朝着妥娘做了个止步的手势，自己仗着人小身矮绕过花厅，
躲在竹子后面偷听。不管怎么说，是我对不起你。父亲的声音里透着淡淡的悲伤，我比你大，又是成过亲的人，就算你倾心于我，我也应该义正辞严地拒绝你才是，而不是顺水推舟，做出羞辱你的事。事后还责怪古秋不愿意帮我遮掩，甚至是因为这件事而对古秋恶语相加，让古秋颜面尽失，自缢而亡。不是，王映雪忙道，这怎么能怪七爷？是古秋姐待人待己都太苛刻。从前我也这么想。父亲微笑着打断了王映雪的话，可想起古秋临死前对我说的那些话，父亲语气微顿，我就觉得古秋说的还真对，是我自己心思龌龊，做错了事，却只知道一味地责怪别人，指望着别人给我收拾烂摊子。七爷，王映雪一副不忍父亲责怪自己的样子，您别这么说，您这么说，我心里更难受了。好了，不说了。父亲闻言笑了笑，道，说来说去，古秋也不可能回来了。他说着，从衣袖里掏出了一个宝蓝色绣着玉兰花的荷包，这里面有3000两银票，你拿着，跟着你大哥回家去吧。以后若是有什么事要我帮忙，给我带个信，只要我能做到的，绝不会推辞。明姐儿，我会好好照顾她的，这不会把她和寿姑厚此薄彼的。你就放心回去吧，别学着那些尖酸妇人去什么庙里修行，若是遇到好人家，你就嫁了吧。哪天想明姐儿了，悄悄地派人来跟我说一声，我让寿姑带着她去寺里上香，或是到五哥家里走亲戚，你远远地看上一眼，也算是全了你们母女的缘分。若是明姐长大了，你还想认她，我就把她的身世告诉她。原来父亲是要劝王映雪大归啊。窦昭笑眯眯地望着两人，然后看见王映雪泪流满面地扑到了父亲的怀里，紧紧地搂住了父亲的腰。我哪里也不去，我就想在您身边，哪怕是为奴为婢，我也愿意。你别这样。父亲动作轻柔地掰开围着自己的手臂，柔声道，你这样让王大人怎么办？他退后几步，看着王映雪的目光透着真诚，令尊和令兄待你很好，你要珍惜才是，不要再惹他们伤心了。王映雪望着两人之间的距离，眼底浮现出苦楚，问父亲，是不是因为朱家五小姐？父亲愕然，什么是不是因为朱家五小姐？王映雪又问了一句，眼泪顿时纷飞如雨，你是不是喜欢上了朱家五小姐？我听人说她相貌十分出众，你想到哪里去了？父亲失笑，我从未曾见过朱家五小姐。那你为什么让高升给朱家送信？王映雪的目光有些逼人，看来并不只是他一个人关心窦朱两家的婚事啊。窦昭支了耳朵，你们知道我让高升给朱家送信了？父亲很惊讶。王映雪见自己说漏了嘴，心虚地道，那天晚上明姐吵闹不休，我一直哄着她到了天亮，正要上床睡觉，听见丫鬟们说高升奉您之命往朱家送信，满口胡言。窦昭撇了撇嘴，高升是父亲的心腹，他要是嘴把不住门，父亲早就换人了，分明是他想办法打听到的。父亲并没有在这件事上过多地纠缠，坦言道，我给朱举人送了封信，把我们家的一些事告诉了他，请他等我把家里的事理顺了再提成亲的事。为什么？王映雪目光如炬地望着父亲，您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他认为父亲是为了他不成？窦昭冷笑，父亲则沉默良久，低声道，映雪，我有我的责任，西窦需要一个继承人，父亲也等着抱嫡孙，我不想把朱家五小姐拖进来，她没有责任承担我所犯下的错误，没有义务一进门就面对这些纷争，我对你来说是一场错误。王映雪霎时面白如雪，尖锐地问，你不要想歪了。父亲和煦地道，我只是希望不要因为我的原因再伤害到别人。那我呢？我算什么？王映雪质问着父亲，你不希望伤害朱家五小姐，难道就忍心让我和明姐儿从此天各一方？忍心让明姐儿从小就没有了母亲？映雪，并不是我心肠狠。父亲长长的叹了口气，道，明姐儿在王家身份不明，她在窦家，好歹也是窦家的五小姐。她现在年纪还小，什么也不记得，养在谁身边就会跟谁亲，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伤心难过。她是我的女儿，我的女儿。王映雪低声嚷着，愤愤地把荷包砸在了父亲的身上，我不要你的银票，我要我女儿。说完，昂首挺胸地转身进了花厅。父亲苦笑，摇着头跟着进了花厅。窦昭望着地上的荷包，寻思要是自己把这3000两银票据为己有，不知道会不会连累那些在花厅里当值的丫鬟小厮们。窦昭最终还是把那荷包捡了起来，好歹是3000两银子，可以买1000多亩田或是一座4进的宅子呢。要是被谁捡了去，只怕眨眼的功夫就会连人带银票都不见了。与其给别人，不如给他。他打开了荷包，
里面全是100、200甚至是几十两的面额，见票即兑的那种。父亲想的还挺周到的。窦昭把银票重新放回荷包，就听见花厅里传来一阵哭闹。哥哥，你们这样逼我，还不如给我3尺白绫，让我自缢算了，也免得我牵肠挂肚，生不如死。那就给他3尺白绫好了。窦昭腹诽着，当初母亲不是如他所愿给了他一条汗巾，结果他怎么还活得好好的？王行仪怎么生了这样个不知道廉耻的东西？真是有辱他一世英名。花厅里传来王之炳低沉的声音，含含糊糊，听不清楚。窦昭寻思着要不要再听听壁角，结果看见花厅的隔扇一动，父亲陪着王之炳走了出来。他忙躲到了一旁的太湖石后面。父亲劝着王之炳，你也不用着急上火，事情来得这么突然，他可能一时接受不了。这样说来说去也说不出个结果。今天你先回去，让他的嫂嫂们来看看他，看他还有些什么想法，我们到时候再坐下来商量。只要窦家能办到的，一定尽力满足他。王之炳脸黑黑的，听到这话，额头上冒出几根青筋来，沉声道：窦七爷这是什么意思？以为我妹妹是要讹你们家的银子不成？你不要误会。父亲声音温和，我只是想，你虽说是他哥哥，但毕竟男女有别，又分开了这么多年，他有什么心事，恐怕也不好说给你听，不如缓2天，等他的心情平静下来再做打算。又道，他要是舍不得明姐，随时可以来看看他。只是明姐年纪小，怕到时候有什么话传到明姐的耳朵里，让那孩子难受。他要是同意，让明姐拜他做了干娘或是干姨都也可以。等明姐懂事了，再把当年的事告诉明姐也不迟。不过具体怎样个说辞，能不能这样，还要请你们家帮着拿个主意，我一切依照行事。一席话说得妥帖又诚挚，让王之炳脸色大忌。他仔细地打量了父亲一眼，道：没想到你做事这样沉稳厚道，倒是我小瞧了你。父亲汗颜，知无道：天色不早，我就不留你了。等下次过来，我请你喝茶，我那里还有二堂兄从福建捎来的大红袍，颇值得一尝。王之炳满意的走了。父亲擦着额头的汗水，转身朝着窦昭躲藏的太湖石喊道：还不快出来，太阳这么大，小心晒着。窦昭笑嘻嘻的走了出来，道：我躲得好好的，爹爹是怎么发现我的？父亲笑着指了指窦昭头上的金环，早知如此，就应该扎头绳的。窦昭在心里嘀咕着，想到那3000两银子，亮出手里拎着的荷包，笑道：爹爹，我捡了一个荷包。不要说他现在只有5岁，就是他15岁，3000银子想不着痕迹的私藏了，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摊开，光明正大的据为己有。父亲笑道：原来是被你捡了去。一面说，一面伸手去拿那个荷包。窦昭手一晃，把荷包藏在了身后。是我捡到的，就是我的。父亲一愣，笑道：可这荷包是我的，施主找来了，你难道还想赖不成？那您得谢谢我。窦昭道：要分我一半。父亲忍俊不禁，刮了刮他的鼻子：你这都是跟谁学的？然后打开荷包，从里面挑了张10两的银票给他，给你的谢礼。不行不行，窦昭和他来混的，瞅着那100两、200两的抓了一把在手里，这些都是我的。正说着，祖父走了出来。父亲有些慌张地把银票全塞进了荷包。祖父皱了皱眉，道：这是做什么呢？声音很冷淡。没事没事。父亲连忙道：受姑的荷包松了，我帮他挂上。啊！窦昭忍不住咧了嘴笑。这银票是父亲的私房钱，所以连祖父也要瞒着。祖父不悦地道：这些丫鬟婆子做的事，你一个大男人跟着掺和些什么？然后道：你跟我来，我有话要跟你说。父亲应诺，招了妥娘过来，指着窦昭低声说了几句话，和祖父去了贺寿堂。窦昭笑眯眯地往正房去。妥娘一路上盯着他腰间的荷包，每逢过桥穿进他的脸色就紧一紧，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四小姐，您小心点，您小心点，恨不得把那荷包捧在手里。窦昭问他：你知道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妥娘不住地点头。窦昭从荷包里翻了张10两的银票：赏给你的。我不要，我不要。妥娘的脸色发白：小姐快收起来吧，要是被人看见揪了去，我就是死100回也赔不起呀。急得都快哭起来。窦昭叹气，将荷包递给了妥娘：你我帮收起来吧。妥娘应了一声，小心地将荷包揣进了怀里，一直用手捂着装荷包的地方，回到了正屋。晚上，父亲回到屋里，问他：荷包呢？窦昭从床头的当板里抱了个匣子出来：在这里。父亲哈哈大笑。窦昭趁机把匣子放了回去。父亲叫了于嬷嬷进来。
四小姐屋里多了3000两银票，你登记在册。于嬷嬷脸色大变，不安道：这么多的银子放在四小姐屋里，妥吗？父亲一向大手大脚惯了，不以为意地道：没事，3000两银子而已。于嬷嬷不好再说什么，窦昭却笑弯了眼睛。这银子他还有大用处呢。第二天傍晚，王映雪的嫂嫂们来了，姑嫂3人关在屋里说话。高氏是个严肃的妇人，说起话来也不怎么客气。这里没有外人，你有什么打算就直说吧。庞氏坐在墨漆描金的绣墩上，姿态悠闲地喝着茶，一双杏眼却精明无比地把王映雪屋里的陈设扫了个遍。玫瑰红的香被，景泰蓝的花箍，丁香色张绒坐入，官绿色的剪绸帐子，还有手中官窑的粉彩茶盅，没有1万两银子，恐怕是布置不起来吧。难怪他不想走。庞玉楼抿着嘴笑了笑，听见他的小姑哽咽道：要是我带了明姐回去，爹爹可答应？你若是觉得好，我就替爹爹做主答应你了。多年艰辛生活让高氏从一个只知道顺从的女子变成了个处事果断的人。他沉声道：若是别人问起，就说是亲戚的孩子，父母双亡，没人照顾，由我收为养女，所有的官文你大哥都会想办法办妥的，你不用担心。现在当务之急是把王映雪接回去。王映雪没想到事情会这样，她情不自禁地咬了咬唇，道：可这样一来，到底是养女？高氏闻言心痛如绞，那个纯真善良、高洁如兰的王映雪哪里去了？难道贫困的生活就真的这么可怕？自己也是千金小姐，嫁入王家后主持中馈，伺候婆婆，照顾小姑，抚育子女。想到出嫁前父亲君子当安贫乐道、田于进取的教导，她就能静下心来做好自己的本分。可王映雪呢？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的？雷家退亲的时候？是她开始营生养家的时候？还是自己怜惜她一时失足，瞒着良心为她出面的时候？高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出身商贾的庞氏却眼睛珠子一转，他是从小听着算盘珠的响声长大的，王映雪的言下之意他怎么听不懂？何况他平日最是烦这个嫌弃他出身，总把他和大嫂高氏相比较的小姑，因而有些看戏不怕抬高地笑道：小姑这话说的也有道理，不过我们家现在不同往昔，给人家做妾是不能的，要不让爹爹出面跟窦家说说，把朱家的婚事退了，把你扶正算了。你别乱说，小心让窦家的人听见了笑话。高氏忍不住喝道，心里暗暗后悔没能顶住婆婆的说相，带了庞氏来窦家。大嫂，您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庞玉楼懒懒地道，合着您是王家的媳妇，我就不是王家的媳妇了。您是高门大户，我比不得，可我是王家落魄的时候嫁进来的，贫贱不能移，也未必就那样的上不得台面。出身大家的高氏遇到出身市井的庞玉楼，颇有些秀才遇到兵的感觉，因此如果不是什么原则上的大事，高氏通常都会忍让庞氏几分。王映雪流露出不想离开窦家的意思，这就是原则上的大事了。高氏耐着性子道：你也不是那没有见过世面的人，谁家会随随便便就把妾室扶正的？庞玉楼当然知道，只是不想让那高氏压过自己一头，嘟囔道：我们镇上的陶秀才不就把妾室扶正了吗？那是因为陶秀才正经娘子病逝了，那妾给他生了唯一的儿子，陶秀才娘家兄弟写了同意书，认了那妾做妹子。高氏眼底闪过一丝不悦，道：那能一样吗？不就是儿子吗？庞玉楼朝着王映雪眨了眨眼睛，王映雪顿时面上红一阵白一阵的。庞玉楼看着有些不对，低声道：怎么，明姐都1岁多了，又是乳娘带着，你身上还没有动静吗？二嫂胡说些什么？王映雪的脸上有些挂不住，道：七爷说了，要为赵谷秋守3年的。啊！庞玉楼张大了嘴巴，望着王映雪嘴角嘻嘻，最后还是什么也没有说。高氏则在心里叹了口气，这样好的人遇到得却不是时候。今天出去办了个移动上网卡，设置了定时发布，结果有朋友给短讯问我怎么还没有发文，赶急冲回来。窦昭当然不知道王映雪姑嫂在屋里都说了些什么，他被父亲窦世英拉了去钓鱼。6月的真定，天气还是很热的，但马车跑起来，有风从竹帘穿过，还是让人感觉很舒适的。父亲的随从高升这次充当了车夫，他一边赶着车，一边和父亲说着话。还是2年前和您一起去钓了鱼的，山上的野蛤又粉又甜，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野蛤。不过这次去的不是季节，只怕吃不上了。不过山上有半坡野艾蒿，父亲微笑道，到时候摘点回去做艾叶茶或是煮艾叶粥，清热解火，也不错啊。窦昭望着只有3个人的马车，奇道：爹爹为什么不带几个小厮、丫鬟，到时候也有人帮着做事啊？高声呵呵的笑，
专心地赶着车。父亲则摸了摸他的头，没有作声，好像他说错了什么话似的。窦昭心里有些犯嘀咕，再一看，这路边的景致怎么这么熟悉？他扒在车窗上朝外望，密密匝匝的属地仿佛一望无际，几户小巧的农家小院点缀其间，远处油绿色的山丘此起彼伏，偶尔道路两旁全是郁郁葱葱的杨树。这不是去祖母田庄的路吗？窦昭错愕地回头朝父亲望去，父亲还以为他是被眼前的景色所震惊，笑着指了属的，看见那黄色的须须没有，那就是属。等会我让高升下去看看，要是熟了，就掰几个我们带着去山上烤着吃。高升再次呵呵地笑。窦昭不置可否。马车很快上了条岔路，穿过一片属地，朝个小山丘驰去。莫名的，窦昭松了口气。这片属的是郎家种的，祖母的田庄在郎家的隔壁，界碑是块人高的青石，刻了大大的窦字。不一会，马车停了下来，他们下了车，高升拴了马，手提肩扛的拿着钓鱼的东西跟在他们身后。绕过棵老松树，窦昭听到了潺潺的流水声，他脸上的表情变得有些古怪。这个地方他太熟悉了，这是条位于郎家和窦家交界之处的小河，河水清澈透明，河床很浅，里面的鹅卵石清晰可见。每到6月，河里的一种像梭子似的小银鱼就会在河边食青草。他常和农庄上的孩子挽了裤脚下河网鱼。河对岸是个斜坡，品字形长着3株野桃树，每到春暖花开时，桃花盛开，娇嫩如粉，十分的漂亮。等到夏天，野桃树会结了小小的青桃，又苦又涩，根本不能吃。这个时候，他们就会跑到野桃树旁的洼地去摘野菜，珍珠菜、黄秋葵、酸浆草、楠木须，春天的时候采了嫩叶做菜，夏天的时候采果实卖到真定的药铺，换几个童子补贴家里，总能换来大人的一声称赞，赏2文钱买零嘴吃。他自然不用为了零嘴去做这些，不过他走到哪里身边都带着2个像小尾巴似的丫鬟，2个丫鬟或是摘了野菜，或是采了野果，他就分给同伴，时间长了，大家越来越喜欢和他一起玩。父亲怎么也知道这个地方。窦昭脑子有些打结，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和父亲站在了小溪边的大槐树下。高升则在大槐树下支开胡凳，摆上凉茶。父亲带着窦昭在大槐树下的胡凳坐下，高升则选了水草丰盛的地方站好，拿出鱼竿，挂上鱼饵，开始钓鱼。这就是父亲所谓的钓鱼。窦昭有些张口结舌，父亲却悠然地喝着茶，还叮嘱他不要跑到太阳下面去，小心晒伤了皮肤。窦昭无聊地望着对岸的青桃子，风吹过，树枝哗哗作响，青桃随风晃动。父亲笑道，那桃子又苦又涩，吃不得，等来年开春，我让人到真定府给你买了京都的水蜜桃回来吃。连这个都知道。窦昭瞪大了眼睛。那边高升已经钓了一条小鱼起来，他将小鱼丢到小桶里，笑道，照今天这样，七爷和四小姐晚上有鱼吃了。父亲笑道，今天我们去宝山家蹭饭吃去。高升有些奇怪地哦了一句，但并没有多问。窦昭却没有顾忌，道，我们为什么要去冯家蹭饭？父亲犹豫了片刻，笑道，王姨娘的嫂嫂们过来了，他们家今非昔比，又和五哥有些渊源，按理说我应该好好招待的，可王姨娘毕竟是妾室，我出面招待名不正言不顺的。待我们在你冯伯伯家用过晚膳再回去，他们也应该回南洼了。难怪大热天的出来钓鱼。窦昭恍然。父亲笑道，走，我们去山坡上看看。说着，抱着窦昭就爬到了坡顶。放眼望去，祖母的宅子历历在目，窦昭甚至能看见站在前院和仆妇说话的祖母。窦昭十分惊讶，不知是不是他的错觉，祖母好像能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似的，一直望着他们。窦昭回头，父亲目不转睛望着祖母的宅子，表情认真。窦昭脑子里嗡的一声，原来父亲一直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对祖母的思念。他从来不知道父亲还有什么秘密呢。窦昭思忖着，耳边传来父亲喃喃的自语，我9岁的时候才知道自己不是娘亲生的，我就是想知道生我的是个怎样的人。我不想让娘亲伤心，可想到她这么多年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这田庄，我又觉得心里很难受。他只觉得心里堵得慌，难道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前一世他才被送到田庄的？那天父亲对王映雪说他需要一个嫡子，难道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前世才有的窦小？前一世父亲只有2个小妾，却很少在小妾屋里过夜，他以为是因为父亲喜欢王映雪的缘故，可现在看来，父亲当时正值壮年，父亲和王映雪却只生了窦明和窦小2个。
他很想问问父亲，可这些今生都没有发生过。他心里乱糟糟的，高氏的心里也乱糟糟的。他知道庞氏这个人心眼多，说话行事没有规矩，可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更没有想到的是，小姑竟然还一脸的异动。他忍不住怒火中烧，厉声呵斥庞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这样说也太……他想说太无耻，可想到以后还要在一个屋里进出，无奈的改口道：太过分了。庞玉楼看见高氏变了脸，心里就高兴，说起来话夹枪带棍，毫不含糊。大嫂，我不像您读过圣贤书，说起话来大道理一套一套的，我只知道人不为已，天诛地灭。小姑落得如此下场，到底是为什么？还不是为了我们这个家。现在家里略有些起色了，怎么就嫌小姑丢人，就翻脸不认人了？你们做得出来，我可做不出来。我知道这人要知道好歹，当初小姑一个姑娘家，为了家里的营生抛头露面的时候，哪个人不在背后对我们家指指点点的？那个时候你们怎么不跳出来讲什么礼义廉耻啊？说到底还不是因为要靠着小姑吃饭。高氏不由瞥了眼王映雪，就看见王映雪正机不可察的微微颔首，他顿时如坠冰窟，心里都透着几丝冷意。你给我住嘴！高氏厉声喝道，打断了庞玉楼的话，靠自己的劳作吃饭，天公地道，何惧那些小人的那些流言蜚语？窦七爷已经定亲，你却为了私心去破坏窦朱两家的婚事，行事卑劣，人人皆可唾弃，怎可相提并论？庞玉楼冷笑，什么是私心？什么是公心？想吃好穿好过好日子就是私心，把自己的东西全给别人就是公心。小姑是相貌不及那朱家五小姐，还是出身不及那朱家五小姐？何况当初是那窦世英骗小姑说她没有成亲，小姑这才一时大意着了他的道，怎么就不能扶正？怎么就不能把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拿回来？大嫂，你可别忘了，你是王家的人，当初小姑是为了你的儿子求药才遇到窦世英的。高氏脸色发白，胸脯剧烈的起伏，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小姑，这件事我支持你。庞玉楼坐到了床头，立刻换了副温柔如水的模样，安慰着王映雪，别人既没有吃你的，又没有喝你的，说你不好，那是应该的。可那些吃了你的，喝了你的，还道貌岸然的在那里指责你的人，比那外面的人还要狠毒。二嫂，王映雪哭着靠在了庞玉楼的肩头。别哭，别哭。庞玉楼掏出帕子帮王映雪擦着眼泪，你听我的，我保证让那朱家乖乖的退婚。高氏闭上了眼睛，好一会才睁开，神色平和了许多，他柔声喊着映雪道，当初的事是大嫂对不起你，我跟你赔个不是。我嫁到王家这么多年，说是我在主持中馈，实际上没有你，这个家我根本撑不下去。你一向聪明，有些话不用大嫂说，你也应该明白。妾室扶正是要赵家写一份同意书的，窦家和赵家搞得这样僵，赵家怎么可能会写同意书？而且窦家的态度你也看见了，要是有意把你扶正，朱家不同意婚期的时候，就正好可以趁机和朱家解除婚约了，怎么会等到这个时候？何况那朱家也不是什么小门小户，窦家不可能为了我们得罪朱家。父亲虽然起父，不过是个小小的七品县令而已，以后该怎么样，你要好好想想才是。王映雪伏在庞玉楼肩头，细声道，大嫂，从前你不是总告诉我，有些事要试试才知道吗？高氏被堵得透不过气来，最后说了句你再仔细想想吧，拂袖而去。高氏走出门，他的乳娘立刻迎了上来，看见他脸色铁青，乳娘心中一跳，急急的低声问道，出了什么事？疯了，疯了。高氏气得直哆嗦，他们全都疯了。说话间已把院子瞅了一遍，院子里悄无声息，屋檐下的大红灯笼照在台阶旁盛开的玉簪花上，玉簪花都平添了几分的明丽。他是大家出身，院子里看不到人，就并不代表院子里没有。你去叫了车夫，赏他1两银子。高氏吩咐乳娘，我们现在就启程回南洼。马车和马车夫都是同村李举人家的，李举人听说王行仪起父后，强行借给他们家用的。原来说好了明天晚上回去的，现在要人家车夫连夜赶路，打赏是少不了的。乳娘知道事情有了变故，但她是从高家出来的，懂规矩，什么也没有问，喊了马车夫，借口说家里有急事，先行离开了窦家。路上他们碰到窦家的马车，乳娘咦了一声，笑道，可能是窦家七爷回来了。言下之意是不是要打个招呼？高氏却拉了乳娘，吩咐马车夫不要停，声音有些急促。2辆车错身而过，高氏长长的吁了口气，喃喃地道，我现在哪还有脸和窦家的人打招呼？乳娘这才凑到高氏的耳边巧声道，怎么了？
高氏生下来就由这乳娘照顾，后来又跟着她在王家苦熬了10年，与高氏像亲人一样。他没有隐瞒，一五一十地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乳娘听得目瞪口呆，着急道：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好？想到高氏连夜往南洼赶，拉了高氏的手，不停地嘱咐他：您和大爷成亲第19天，大爷就跟着老爷去了西宁卫。说起来，您和大爷之间只有恩没有情，您可不要犯糊涂，这是他们兄妹的事，您劝劝也就罢了，千万不要一个人在那里硬顶着老太太的性子，您是知道的。这些年要不是您，王家怎么买得起田，姑奶奶怎么做得了生意？您待老太太比亲娘还要亲，可老太太说起家里事来，总要把姑奶奶放在您前面。庞氏不情不愿地嫁了进来，家无余财的时候尚瞧着你不顺眼，仗着二爷对她千依百顺，非要和你争个高下，现在老爷起复了，他还不知道打的什么主意呢。可别到时候让全家人都瞧着您不顺眼，做娘的都心疼女儿，我娘还不是心疼我。高氏无力地辩了2句，道：我之所以要赶回去，就是想说服大爷请公爹出面，强行地把小姑接回去，不然让庞氏这样搅和下去，就算是把小姑接了回来，只怕到时候也会闹得沸沸扬扬，尽人皆知，那可就丢死人了。神色有些无奈。乳娘不住地点头：您心里有数，我就放心了。那边窦昭看见辆马车从身边过去，不由回头望了一眼，这半边街都是西窦的宅子，谁这个时候从这里经过？念头闪过，听见高声道：七爷，好像是王家的马车。窦世英一愣，随后释然道：可能是有什么事要和王之炳商量，我们装着不知道就行了。高声笑着应了声是，马车直到进了2门才停下。管家、小厮纷纷上前，管事更是笑道：七爷，六爷有时就过来了，一直在书房等您等到现在。窦世英抱着窦昭就去了书房。窦世恒正悠闲地坐在醉翁椅上看书，旁边的小几上摆放着茶水、瓜果。听见动静，他抬起头来，朝着父亲说了句回来了，道：你又去钓鱼了。语气自然，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才是书房的主人。父亲笑着没有作声。六伯父欲言又止。父亲轻声道：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你知道就好。两人像打哑谜似的，很快转移了话题。你找我什么事？父亲道：一直等我等到现在，连留个条子都不行，就是想问问你参不参加今年的乡试了。六伯父给父亲倒了杯茶，要是去参加乡试，这就要准备启程了。然后揪了揪窦昭的发梢，笑道：小尾巴，跟着你父亲去钓鱼了。冯伯伯家的饭菜好吃不好吃？顺手给了他一杯茶。看样子，六伯父不仅知道父亲偷偷去看望祖母的事，而且连父亲去看过祖母之后就会找冯宝山谈心的事也心知肚明。窦昭客气地喊了声六伯父，回了声好吃，端着茶盅安静地坐在那里喝茶。父亲很犹豫：我去了，寿姑怎么办？内院没个主事的人，我有些不放心。六伯父不以为意：把他送我那里去，让你六嫂帮忙带着，到时候再说吧。父亲还有些迟疑，六伯也不催促，指了指书案上几大卷书籍，今年新出的时文，五哥让人带回来的，家里进了学的一人一份。父亲道：这么说来，五哥是打定主意让我们家中了举的人都去参加会试了。六伯父笑道：子君说他不去，他怕中个同进士回来。子君是二堂兄窦玉昌的表字，他后来还就真的中了个同进士，因怕被人嗤笑，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出事，最后在家帮着三伯父管理窦家的庶务。父亲哈哈大笑，吩咐丫鬟喊了妥娘过来，让妥娘服侍窦昭回去睡觉，自己则和六伯父看起时文来。窦昭努力地回忆着前世的事。父亲和六伯父一起去京都参加乡试，一起中了举人，然后就留在了京都，直到第2年的6月才回来。会试父亲是2甲第13名，六伯父却名落孙山。他记得父亲的诗作是当时的内阁大学士何文道，他做了20年的内阁大学士，先后主持过2届会试，经历2朝，是官场中有名的不倒翁。反而是陈继周这个名字，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不过他嫁的是勋贵之家，认识的文人有限，没有听说过也是很正常的。想到这里，他猛地坐了起来。窦小是庚戌年，也就是明年3月16出世的。他做满月的时候，正好传来父亲金榜题名的消息。王映雪后来常拿这个说事，以此证明窦小是如何的有望家之运。算算日子，王映雪应该就是在这段时间怀的孕。他有些心浮气躁，却什么也没有做。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就是难得了1次，难道难得了2次、3次不成？窦昭想到了母亲，就算那次他没有死成，看见王映雪怀孕生子，恐怕一样会做傻事吧。
窦昭怒其不争，可更多的却是心痛母亲的痴情。他在床上翻了半天，才混混沌沌的睡着。第二天醒来，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庭院里的树叶被洗得碧绿，透着股清新的味道。妥娘领着茉莉和海棠给窦昭做冬袜，玉簪冲了进来。外面的雨好大。他拧着湿透了的裙裾对妥娘道：我等会要给于家嫂子送点丝线过去，你把上次四小姐赏你的杭绸挑线裙子借我穿穿，我回来就还给你。于家嫂子是大家对于大庆媳妇的称号，于大庆是于嬷嬷的儿子。妥娘有些不悦道：于家嫂子要用丝线，为何不自己买？你这样拿四小姐屋里的东西送人情，小心七爷知道了发脾气。玉簪恼羞成怒，嗤笑道：只要你不说，七爷就不会知道。又道：你以为人人都和你一样，怀里揣了10两银子就以为自己是有钱人了？七爷可是窦家的爷，3000两银子，说给四小姐就给四小姐，几根丝线而已，说不定你去说，七爷看见我是受了前头奶奶之托照顾四小姐的，还会赏我几匣子丝线呢。你舍不得裙子就直说，用不着拿了四小姐的名头作践我。茉莉吓得躲在墙角发抖，海棠却不甘示弱，递到那我们就去七爷面前说去，看七爷是赏你几板子，还是赏你几匣子丝线。小贱人，你还反了天了！玉簪上前就扇了7岁的海棠一耳光，正准备反手再给海棠一耳光的时候，妥娘冲上前捏住了他的手，使劲一拽，玉簪一个踉跄，差点就跌倒在地。你再动手试试！妥娘横眉怒目地盯着玉簪，我立马告诉七爷去。玉簪想着妥娘是江喜房的粗使丫鬟出身，怕吃眼前亏，狠狠地瞪了妥娘一眼，哐当当甩着帘子出了门。茉莉急得快要哭出来了。素心姐，你快给玉簪道个歉吧，她肯定是去于嬷嬷面前告你的状去了。妥娘却冷冷的一哼，倔强地道：我行得正，坐得直，明明是她打人不对，凭什么让我给玉簪道歉？可是比海棠大1岁的茉莉很是担心，于家嫂子是于嬷嬷的儿媳妇。儿媳妇怎么了？海棠不服气地道：儿媳妇就更不应该拿四小姐屋里的东西了。她支持妥娘：素心姐，上次东府那边的二太太从福建回来的时候，特意让人给四小姐送了些福建的特产过来，我看见玉簪把那些零嘴每样捡了2件送去了于家嫂子那里。要是七爷问起来，我给你作证。他们把窦昭当成不懂事的孩子，玉簪打人，海棠告状，并没有逼着窦昭。窦昭不由在心里叹了口气，这就是没有当家主母的麻烦。不过玉簪不能再留在他屋里了，上行下效，会带坏他屋里的小丫鬟们的。至于于嬷嬷，暂且先看他如何处置这件事吧。于嬷嬷很快就带着几个有头有脸的管事妈妈过来，玉簪垂头丧气地跟在他们身后。于嬷嬷先是当着众人的面狠狠地训斥了玉簪一顿，表扬妥娘一番，然后问妥娘几个，他还拿了些什么给大庆的媳妇。妥娘是个直肠子，什么针头线脑的事全说了。海棠还在一旁补充，把个于嬷嬷听得脸色越来越难看。待他们说完，已是勃然大怒，吩咐身边一个姓霍的妈妈，你去把大庆的媳妇找来。霍妈妈犹豫了一会，还是出了门。于大庆的媳妇穿着件剪绸下衫，戴着鎏金的耳环，市侩外露。她一看这架势，就把责任全推到了玉簪的身上。她说要认我做干姐姐，这干姐妹之间互相馈赠些东西也是常事，何况都是些小东西，我也就没有放在心上。谁知道竟然是玉簪背着四小姐偷偷拿的。说着拔腿就要跑，我这就把她送给我的东西都还回来。你给我站住！于嬷嬷冷着脸呵斥他，七爷把内宅的事托付给我，那是我们这些做下人的体面，你不要仗着是我的儿媳妇就在这府里胡作非为。窦昭无意再听下去，他只要知道于嬷嬷对这件事的处置结果，就知道于嬷嬷对这件事的态度了。窦昭回了内室，茉莉立刻跟了过去。窦昭铺了宣纸练字，茉莉在一旁嬷嬷外面喧闹了一阵子，也就安静下来。妥娘和愤愤抱怨不停的海棠撩帘而入，玉簪竟然只被罚了2个月的月例，照窦家的规矩，这样的人是要当着众人打了板子撵出府的。还有于家嫂子，她早就扬言说不想在窦家当差了，于嬷嬷现在免了她的差事，不让她进府，说不定正中她的下怀呢。妥娘道：说这些做什么？我们只要照顾好四小姐就行了，你以后也要机灵点，别让人再占四小姐的便宜了。海棠连连点头，窦昭却是听着笔锋一顿。前世他用的是田庄和崔家的人，他们跟着他从真定到济宁侯府，最后能站在他身边的都是对他忠心耿耿、机敏通透的人。这一世他还准备用原来的旧人。
只是他年纪还小，贸贸然把这些人招在身边，说不定还会弄巧成拙，还不如等个2、3年。他就是有什么让人生疑之处，一句早会就能搪塞过去。他压根就没有指望母亲的这些人，想着前世王映雪是他的继母，清理后院，打压拉拢，是每个继室都会干的事，而他那时候懵懵懂懂不懂事，又没有个胞弟撑腰，母亲身边的人看不到希望，时间长了，有了自己的打算，都是可以理解的。可理解归理解，却并不代表他就能原谅。因此窦昭有点放任自流的味道。只要大家能把这2-3年糊弄过去，在他的人接手之前，他愿意睁只眼闭只眼的，全当是感谢他们服侍过他母亲。可现在看来，却是他的错。于嬷嬷一家不过是仆妇，那于大庆的媳妇凭什么扬言不想在窦家当差了？不过是借着帮母亲打理庶务中保司囊瞧不起在窦家当差的这点银子罢了。他心里顿时烧起股无名之火。母亲去世的时候，于嬷嬷哭得痛不欲生，他相信于嬷嬷对母亲的感情，但想到于嬷嬷对玉簪对自己儿媳妇的处置，他也相信自己的判断。说不定前世王映雪能拿捏住母亲的人，就是因为抓住了于大庆的把柄，也不一定。想到这些，窦昭放下笔，吩咐妥娘：“你把那个描了牡丹花的匣子拿过来。”妥娘去拿匣子，窦昭问茉莉和海棠：“你们可分得清什么是蜜蜡，什么是黄玉？两样东西都是黄色的。”茉莉和海棠都有些惊讶，四小姐很少和他们说话的。沉默片刻，茉莉摇了摇头，海棠迟疑了几息的功夫，也摇了摇头。就知道会这样。窦昭眉头微蹙，母亲猝然去世，内宅乱了套，这些新进的小丫鬟都没能得到足够的指导，而他的年纪又是个致命伤，他就是有心用他们也无法胜任，何况在这个家里，他除了妥娘，谁也不信任。偏偏妥娘还是跟了他之后才勉强认识了几个字，这样一来，能读会写的玉簪就成了他屋里管事丫鬟的不二人选。妥娘拿了匣子过来，窦昭拿出放在匣子里的一叠礼单，前世的经历养成了他大胆却谨慎的行事做派，他习惯性的把礼单都收了起来，如今却派上了用场。仆妇们若是有了一心，最直接有效的手段是阳奉阴违，东西不上册，偷了根本就不知道。他屋里吃穿用度都是宫中的，账册在三伯父那里，母亲的东西就母亲自督促上的账，父亲那里一本，舅母手里一本，于嬷嬷手里一本。玉簪唯一能动的就是这些日子他得的赏赐了，看样子他只能自己清点这些赏赐了。说起来，他都有10几年没有干过这种事了。你们都散了吧。窦昭对妥娘等人道，别让玉簪闯进来就行了。妥娘应诺，去了外间。和茉莉跟在妥娘身后的海棠走到门口，却停住了脚步。四小姐，您是不是要清点东西？她忐忑不安地道，我祖母曾经服侍过老太太，我们家有几件老太太赏赐的旧物，我祖母常拿出来擦拭。窦昭道，那你就过来帮忙吧。海棠兴高采烈地应了，坐在旁边帮窦昭清着东西。窦昭略一指点，他就立刻学会了分辨什么是玛瑙，什么是琥珀。多历练，将就着也能用了。窦昭在心里暗暗点头。期间有窦世英身边的小厮过来禀道，七爷说他这几天和六爷有事，让四小姐自己练字。窦昭正好也不想见父亲，点头让茉莉打赏了小厮几个童子，继续和妥娘他们找东西。到了下午，经点出少了一只鎏金镶16石多子多福簪子，一串沉香木佛珠。窦昭吩咐妥娘，你去跟于嬷嬷说，让她把这2件东西找回来。妥娘气得跳脚，道，玉簪的胆子也太大了，只有千日捉贼的，哪有千日防贼的，我看这是应该跟七爷说一声。不用了。窦昭道，东西找回来就行了。妥娘见窦昭这么说了，只好放过玉簪，拿着礼单气呼呼的去了于嬷嬷那里。窦昭另有打算，玉簪之所以这么大的胆子，还不是因为其他年纪小，而于嬷嬷管着内宅的事务。这件事捅到父亲那里，以父亲的为人，最多把玉簪打几板子赶出去，哪里会想那么多？好像男人都是这样的，对内宅的那些勾心斗角都看不见似的。他还不如自己想办法。窦昭和海棠收拾着东西，萱草跑了进来，见屋里只有他们3个人，他立刻眉飞色舞起来。我告诉你们，栖霞院那边打起来了。窦昭愣住，茉莉和海棠已迫不及待地道，出了什么事？萱草姐，你快说说。萱草很喜欢东家长西家短的，为这件事妥娘平日里没有少说他。见大家都眼巴巴地望着他，他很有些得意，道，刚才王姨娘的大哥和大嫂来接他，他不回去，王姨娘的大哥就给了他一耳光，打得王姨娘半边脸都肿了。
王姨娘的二嫂就说王姨娘的大嫂心肠狠毒，怂恿着王姨娘的大哥打王姨娘。王姨娘的大嫂气得和王姨娘的二嫂吵了起来，王姨娘又报了名姐要寻死。她啧啧地道：那边可热闹了，七爷不在家，老太爷只好过去劝架，不会吧？茉莉和海棠齐齐惊呼：你怎么知道的？萱草得意洋洋地道：何止是我，丁姨奶奶身边的婉儿，七爷身边的青海都躲在那里看热闹呢。青海还被老太爷给逮了个正着，还好他机灵，说是七爷走的时候交代过，栖霞院有什么动静就过去看看。老太爷又急着赶去栖霞院，他这才蒙混过关，被老太爷派去东府那边找七爷去了。窦昭张口结舌，王姨娘当着老太爷的面就这样和自己的大哥大嫂吵了起来。萱草连连点头。窦昭冷笑，见过蠢的，还没有见过比王映雪更蠢的。上一世他怎么就把王映雪当成了对手？他吩咐萱草，那你再去看看还有什么热闹。这话正中了萱草的下怀，他应了一声，一溜烟的跑了。那边直到掌灯时分才消停。萱草感慨道，王姨娘那么漂亮温柔的一个人，没想到从前受了那么多的苦。茉莉和海棠不由把她团团围住，就连窦昭也哦的一声，非常感兴趣的听她往下说。萱草就把王映雪如何哭诉自己被雷家退婚时的痛苦，如何的感激大嫂能嫁到王家来，如何在心里暗暗发誓自己以后就算是吃糠咽菜也不能少了大嫂何婶的一口粥，自己这些年在外面抛头露面的做生意又是如何的艰难，只把王之炳和高氏说得哑口无言。他二嫂好厉害啊！萱草后怕地道，不仅帮着王姨娘说话，还把七爷老太爷一起都骂了，说什么要去告七爷和老太爷，让七爷做不成官，让老太爷颜面扫地，把老太爷气的话都说不出来了。王姨娘的二嫂还让自己身边的嬷嬷去把自己娘家的兄弟都叫来，说要和窦家打官司呢。窦昭哈哈大笑，庞玉楼一向都这么可爱。当天晚上，王之韶和高氏歇在了窦家。窦昭并不关心这些，他一直等着妥娘回来。于嬷嬷说明天一早他就把东西送过来。妥娘回来的有点晚，窦昭松了口气，吩咐妥娘把我们平常惯用的东西都收拾收拾，过几天我们可能要去东府的六伯父那边住几天。为什么要去六老爷家住？妥娘张大了嘴巴，是不是因为王姨娘在家里闹腾的不像话？连她都知道了，可见窦家上上下下的人都听说了。窦昭笑道，不是，是父亲要去京都参加乡试，怕我没人照顾，可能会送我们去六伯父那里住些日子。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举业最大，父亲肯定会去京都参加乡试。前一世丁姨奶奶很成功地离间了窦昭和舅母，她安然无恙地待在窦家，由窦世英帮着养老送终。这一世她失去了管理内宅的权利，窦昭也没了长辈的照拂，在祖父不待见祖母的情况下，六伯父的提议正好为父亲解难，他十之八九会被送到六伯父家暂居，窦昭也愿意去六伯父家暂居。六伯母姓纪，南直隶常州府宜兴县人，他的祖父纪年是己丑年的状元，祖上还曾出过一位帝师，一位阁老，是江南屈指可数的官宦世家。二太夫人当年就是看中了六伯母的家世，仗着二伯祖做御史的时候曾经给过纪年方便，闲着脸为六伯父求来了这桩亲事。相比纪家而言，窦家此时不管是声望还是财力都远远不如，何况那江南人家过日子本就比北边的人精细，六伯母嫁进来以后，二太夫人在这个儿媳妇面前颇有些珠玉在侧的感觉，说话行事都有点顾忌。好在六伯母大家出身，大方沉静，并没因为下嫁而倨傲，不管是对婆婆还是妯娌小姑都恭训有礼，加之六伯母进门有喜，先后诞下2个儿子，一来二去，六伯母就成了二太夫人的心头肉。前世窦昭和这个六伯母接触不多，但他出嫁前，父亲却请了六伯母告诉他闺房之事。他还记得六伯母临走前拉了他的手，低声嘱咐他，记住了，你嫁人之后最要紧的是生儿子，其次是奉承婆婆，至于丈夫，你只要在他面前保持颜色常新就行了。这是第一次有人拨开妇言妇德的面纱，这样直白地向他讲述为妻之道。窦昭非常的震惊，可震惊之余，他不免仔细地思索六伯母的话，而且是越想越觉得有道理，越觉得有道理就越照着行事。前一世他忙得自己的事，无暇顾及旁人，此时回想起来，他不禁对六伯母和六伯父之间的关系十分的好奇，加上他还有事要求六伯母，不免有些期待着去六伯父家暂居的事来。第二天中午，庞家浩浩荡荡的来了一群人，或许是已经决定了让季氏照顾窦昭一段时间，或许是觉得家里的气氛不好，下午窦世英就亲自把窦昭送去了东府。
二伯母和六伯母在二门迎接他们父女。窦昭不由打量起六伯母来，既是此时不过24、5的年纪，白净娟丽，乌黑的青丝挽了个嘴儿，插2根金包玉的簪子，藕荷色的下衫，白纱裙，通身再无其他饰物，十分的素雅。她笑着上前抱了窦昭，窦昭闻到若有若无的蔷薇花香，这香味他识的，并不是寻常的熏香，是大石来的蔷薇花露，50两银子一小瓶，价比黄金，而且只有京都最大的几家商行有售。二伯母则笑着摸了摸他的头，对窦世英道：你也和我们一起去见见太夫人吧，女儿要麻烦东府的女眷帮着照料。窦世英谢了又谢，一行人去了二太夫人那里。二太夫人屋里的布置很简单，却渐渐古朴大方，低调中透着奢华，让人想起放置古玩的库房，没有什么生气，处处透着冷意，这屋子和二太夫人倒很相配。窦昭想着他对母亲的冷酷无情，在心里腹诽道。行过礼，二夫人抓了把糖给窦昭，然后问窦世英：听说王家闹得有些不像话？漫不经心的口气中透着几分严厉。窦世英红了脸，低声道：我很快就会处理好的。二太夫人道：你马上要去参加乡试了，我看这件事就让你二嫂出面帮你和王家的人交涉吧。是命令的口吻，而不是询问。窦世英赧然点头。二太夫人满意的嗯了一声，望向窦昭时就换上了一张慈爱的笑脸。来，寿姑，到二伯祖母这里来，让二伯祖母看看你有没有长高。窦昭觉得二太夫人像千年老妖似的，祖父去世后又10年，他才去世。他无意和二太夫人亲近，听到二太夫人的召唤，并没有走过去，而是拉着六伯母的手大声地道：我今年都5岁了，自然长高了。声音清脆响亮，让众人怔愣之余大笑起来。二伯母凑去道：二婶，您失算了，您应该先把糖拿在手里，再喊寿姑过去的。现在您手里什么也没有，寿姑怎么会跑到您哪里去？大家又是一阵笑。二伯母站起身来，对窦世英笑道：你就放心把寿姑交给六弟妹好了，我们都会帮你照看她的。时候不早了，我和你回去看看吧。真定一把长大，这样闹起来，大家脸上都不好看。窦世英摸了摸女儿的头，叮嘱了她几句听话之类的话，然后和二伯母回了西窦。二太夫人则仔细地询问了六伯母怎样安置窦昭，这才放他们离开。六伯母带她去给大伯母问安。作为和二太夫人一样的双居妇人，她就住在二太夫人隔壁的院子。悄无声息的宅子，青色的帐子，黑漆家具，松阴遮了外头的阳光，大伯母憔悴的面孔雪般的惨白。窦昭想起她从前笑语殷殷的样子，很是唏嘘。大伯母微笑着将窦昭抱在了怀里，让丫鬟端了瓜果糖食进来招待窦昭。没事就来看大伯母。窦昭笑眯眯的应了。六伯母和大伯母闲聊了几句，就带着窦昭辞了大伯母。出了门，晒着外面的太阳，听着嘈杂的蝉鸣，窦昭莫名地就松了口气。六伯母温柔地问他：累不累？窦昭摇头。六伯母笑道：那好，我们去给你三伯母问安。又哄着他：给你三伯母问过安，我们就回去吃冰镇西瓜，好不好？窦昭笑着点头。三伯母和六伯母比邻而居，他们进去的时候，三伯母正在训斥刚过弱冠之年的武堂兄窦繁昌。你能和启俊比？他能问得到先生，你呢？你是被先生问倒。他是三伯母的长子，在窦繁昌之前，三伯母生了3个女儿。见季氏和窦昭进来，这话当然也就训不成了。窦繁昌笑容尴尬的和季氏、窦昭打了个招呼，悻然地走了。三伯母抚着额，吩咐丫鬟上了茶点，然后和六伯母抱怨道：也不知道得罪了哪路神仙，好不容易生了2个儿子，大的20岁了还不小事，天天只知道玩，小的倒是聪明，可就是不喜欢读书，让他读书就像要他的命似的。在窦昭的记忆中，三伯父的2个儿子在读书上还就真没什么出息。窦繁昌中了秀才之后，就一直在读书科举落地。窦华昌年过30时转行做起了古玩生意，窦昭还介绍了几个重量级的客户给窦华昌。六伯母安慰着三伯母，他年纪还小，未定性，娶了媳妇就好了。窦繁昌和自己的表妹定了亲，婚期定在了明年的3月。三伯母叹气，但愿如此。六伯母带着窦昭告辞。三伯母送他们到门口，抬头却看见三伯父神色匆匆地走了过来。寿姑过来了。他远远地笑着，朝着六伯母拱了拱手，喊了声六弟妹，道：我有要紧事见娘，晚上你们过来吃饭吧，算是我给寿姑接风。三伯母忙道：是啊，是啊，你们到我们这边来用晚膳吧。东窦本是2房住在一起，除了节气、祭祀，平时各家吃各家的。
他们请的是窦昭，季氏没有客气，笑着应了，然后抱着窦昭回了屋。季氏的乳娘王氏已经将窦昭的东西和丫鬟都安顿好了，见窦昭脸晒得通红，喊了妥娘，一起服侍窦昭洗了个温水澡，又帮着窦昭拍了冰片粉，换了身白纱小衫，戴了银项圈和银手镯，这才领着他去见季氏。季氏也洗了澡换了衣裳，两个丫鬟正一左一右的给他摇着扇子。他拉着窦昭的手上下打量了一番，笑盈盈的点头，抱着窦昭上了炕，这才像个姑娘家的样子。随手拿了把扇子，一面帮窦昭打起扇来，一面吩咐王嬷嬷：今天我们去三伯那里吃饭，要是六爷赶得回来，就让他去三伯那里，要是赶不回来，你们就单给六爷做晚膳。窦昭猜六伯父肯定是和父亲去了他家，王嬷嬷笑着应是。有个桃眼杏腮的丫鬟走了进来，王嬷嬷一见，立刻把屋里服侍的几个丫鬟都带了下去。那丫鬟接过六伯母手中的扇子，帮窦昭打着扇，低声对六伯母道：三爷接了五爷的信，说是陈继周被迫致仕，曾阁老推荐和文道和阁老主持这次的会试。吴老爷在吏部侍郎任上甚得曾阁才的器重。太夫人听了，立刻让人带信给西府的老太爷。我过来的时候，送信的人刚刚出门。六伯母嗯了一声，丫鬟就去撩了帘子，王嬷嬷和几个服侍的丫鬟鱼贯着走了进来。原来干什么的继续干什么，要不是那个丫鬟还在帮窦昭打着扇，窦昭还以为他刚才是在做梦呢。六伯母果然是深藏不露的高手。窦昭汗颜，情不自禁地想起刚才听到的话来。曾一分逼走了陈继周，而五伯父的曾一分器重，这是好事啊，为何二太夫人一听就急急地把祖父叫了过来？他百思不得其解。一轮明亮的满月孤寂地挂在天空，皎洁的月光水银般的泻下，庭院里到处是斑驳的树影。季氏坐在临窗的炕头，望着睡着了的窦昭，机不可闻地叹了口气，这孩子长得可真漂亮。说话间，顺手将垂落在窦昭腮边的几缕青丝拂在了窦昭的耳后。从三爷窦氏绑家出来，他又带着窦昭去给几个侄媳妇问安，回来的时候已是夜深人静，梳洗了一番，窦昭倒在床上就睡着了。王嬷嬷正坐在床边给窦昭打扇，听了这话不由朝窦昭望去。屋里没有点灯，月光下的窦昭粉妆玉琢，红红的小嘴微微翘着，流露出一丝笑意，好像做了什么美梦似的，让人看了立刻软到心底去。是啊，王嬷嬷情不自禁地道，七奶奶怎么就舍得丢下四小姐就这样去了？季氏没有作声。王嬷嬷继续道，说来说去都是王姨娘不好，明明是故交旧时，还沾惹七爷，这让七奶奶的颜面往哪里搁呀？不怪七奶奶要走这条路，她并不是因为脸面上过不去才自缢的。季氏听着怅然的道，是她把七叔看得太重了，就算不是王姨娘，换了别的女子，哪怕是个低贱的娼妓，只能得七叔的欢心，于她都是天崩地裂般的事，宁愿死也不愿意看到。却不曾想她这一走，孩子怎么办？抚养她长大的娘家兄弟怎么办？他这样简直就是亲者痛仇者快，哎，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如果他有个母亲帮他拿主意，或是有个闺中密友说说话，事情也许不会走到这一步。丧父长女不娶，不是没有道理的，只苦了受孤，以后怕是日子艰难。王嬷嬷不以为然，不是说四小姐和济宁侯府的世子爷定了亲吗？不过是口头说说罢了。季氏感慨道，要是魏家真的想认了这门亲事，赵氏死的时候就不会只派了个管事来了。王嬷嬷有点替窦昭担心，我们还是别在背后议论这些事了。季氏道，婆婆那边散了没有？她早就发下话去，二太夫那边一散，就立刻禀了她。王嬷嬷忙起身道，我去看看。季氏颔首，接过王嬷嬷的扇子，帮窦昭打着扇。王嬷嬷探了消息回来，说还没有散。季氏眉头紧锁，显得有些忐忑不安。王嬷嬷犹豫道，可是出了什么事？季氏轻声道，婆婆只怕正为七叔的婚事和西府的老太爷在争执。王嬷嬷愣住，睡着的窦昭翻了个身。季氏轻轻地拍了拍窦昭，见他没什么动静，这才低声道，曾阁老踢走了陈继周，举荐了何文道。这说明什么？说明曾阁老已经在朝站稳了脚跟。他的声音冷静而理智，比洒落在窗台上的月光还要清冷。曾阁老已过耳顺之年，身体精力大不如前，最多能撑个5、6年，到时候谁来接曾阁老的手呢？他语气微顿，要是我猜得不错，王行仪应该已擢升6部堂官了。王嬷嬷想了好一会，脸色突变，您是说王姨娘要扶正？她声音都颤抖起来。季氏点了点头，表情严肃而冷峻，我婆婆这个人
最是见机。这次西府的老太爷要头痛了。王嬷嬷呆了半晌，脸上的震惊之色也没能杀迷。她喃喃地在那里自言自语道：曾阁老被迫致仕后，曾阁老的门生都受了冷落，只有吴老爷尚能自保。曾阁老起复之前，他们都依附在吴老爷身边，现在王行已起复了，如果只是个小小的县令，也就不足为道。可半年之间升到了6部堂官，那就是也很得曾阁老的器重了。吴老爷再厉害，却没有王大人的名声，照这样下去，到时候不免要吃亏。要是把王姨娘扶正了，那王家就欠了窦家一个人情，王大人肯定不好意思跟吴老爷争这个党首，说不定还要帮着吴老爷争党首。可王姨娘的人品太差了，这样的人就算能生儿子，恐怕也教不好，那西府可就全毁了。老太爷无论如何也不会答应的。他说着，猛地摇头，不对，不对，连我都能想明白的是，太夫人和老太爷肯定也知道，太夫人凭什么说服老太爷答应把王姨娘扶正啊？他想不明白，所以我才担心啊。季氏长长的吁了口气，目光落在了窦昭的身上，我怕六爷好心办了坏事。王嬷嬷不解，现在西府那边的确有点乱，寿姑这孩子小小年纪就没了母亲，我看着也心痛。季氏徐徐地道，六爷让我照顾寿姑，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原是件好事，可现在形势大变，如果太夫人以此为由让我帮着教养西府的长孙，当年窦家的家产是平分的，后来又一起经营，七叔一个人就能得窦家一半的产业，有几个人能看着不动心？不要说王家的人了，就是窦家的人说不定都要眼红，到时候我们可就里外不是人，家无宁日了。那怎么办啊？王嬷嬷急道，若是真让您带西府的长子，那王姨娘是生母，总不能一年四季不让她看一眼吧？我只要一想到要和他这种卑鄙无耻的小人打交道，我心里就腻味。何况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他能养出什么样的好东西来？可别到时候把我们家的慧哥和纸哥带坏就糟糕了。六太太，要是太夫人跟您说这件事，您可千万不能答应啊。就是四小姐，她朝窦昭望去，我看也不能留您，就说天气太热，身子骨不舒服，把她送到太夫人那里，谁愿意带谁带去，反正也不会少了她的吃穿。慧哥和纸哥是六房的长子和次子，这种话以后不要再说了。季氏不悦道，他又不是小猫小狗，喜欢的时候就养着，不喜欢的时候就随便丢在哪，他可是个活生生的孩子。可是王嬷嬷踌躇道，这也只是我的猜测而已。季氏打断了他的话，道，就算我猜对了，这件事也不是能一蹴而就的，朱家的婚事要给个交代吧，赵家舅爷那里要讨个同意书吧，王行仪那里要想办法让他领情吧。也是哦。王嬷嬷情绪慢慢平静下来，不说别的，朱家在真定县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家，窦家不说出个3、6、9来，朱家断然不会同意退亲的。你恰恰说错了。季氏笑道，这3件事里最容易最简单的是和朱家的婚事。你想想，先前朱家不知道从哪里听到消息，说七叔和小妾之间有些事没有理顺，三嫂找了那么多人说相，朱家就是不同意5月里成亲，可见朱家是心疼女儿的人家。若是知道王家闹得这样凶，定然舍不得让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娇娇女儿受这样的罪，不用窦家去提，朱家就会主动退亲的。他说着喝了口茶，最难的却是让赵家舅爷同意把王姨娘扶正。他的声音低了下去，赵家舅爷此时只怕恨死了窦家，要不是顾忌着寿姑，杀窦世英的心都有。窦家不去求那扶正的同意书则罢，若是去求，肯定是求不到的。求不到不说，恐怕还会趁机弄些让窦家脸上无光的事出来。那老太爷有什么伤脑筋的？王嬷嬷笑道，到时候只说赵家舅爷不答应将王姨娘扶正，另行再娶就是了。太夫人难道还能逼着赵家舅爷写同意书不成？说不定这正中了太夫人的下怀。季氏说着，目光再次落在了窦昭的身上。太夫人不能逼着赵家舅爷写同意书，却能让赵家舅爷在西北永远不能挪窝。山高水长，除非赵家舅爷不做官回来和窦家打官司，否则有窦家撑腰，王姨娘就光明正大的能顶着季氏的名头生儿育女。可如果赵家舅爷辞官回来和窦家打官司，一个没有了官身的人，你说他能打得赢窦家吗？不仅打不赢，多半还会倾家荡产，一贫如洗。就算是子孙聪明，也无力再供养其读书入仕。王嬷嬷打了个寒战，太夫人，这也太狠了点吧？这未必就全是太夫人的主意。既是透着气，我们家这位武伯说话总喜欢说一半留一半。王嬷嬷同情起窦昭来，手心手背都是肉，还好四小姐不懂事，不必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你以为寿姑有好日子过啊？季氏爱怜地摸了摸窦昭的头，你如果是寿姑，如果有一天有人告诉你王姨娘是害死赵氏的凶手，你会怎么做？我肯定是要为生母讨个公道的。王嬷嬷想也没想地道。就是。季氏的声音悠长而低沉，仿佛把旧胡琴，悲凉而苍茫。赵家舅爷不写同意书，就这样和窦家对峙着。若是王行仪一心一意尾随武伯则罢，若是王行仪三心二意，等寿姑长大了，窦家只要告诉寿姑真相，寿姑若是嫁得金龟婿，说服夫婿帮她出头，一纸状书告到官府，王姨娘名不正言不顺，立刻可以把她从云端打落泥沼。若是寿姑嫁了个平凡普通的人家，窦家这么多子弟，总有人会站在寿姑那边吧，一样可以让王姨娘由妻成妾。寿姑递了这纸状书，妻书一个以妾为妻的罪名逃不了。不递这纸状书，寿姑只怕是意难平。果真到了那一步，王家是锥心之痛，窦家是借选之政，别人只会说窦家顾及同僚的情面，王家却是养女不教。再说了，七老爷毕竟不是东窦的人，我们老太爷怎么把您嫁到了这样一户人家？王嬷嬷脸色发白，炎炎下季，她竟然觉得骨子里都凉飕飕的。我们季家可没有这样的事。哪家高门大户看着繁华似绣，里面千疮百孔。季氏道：你不过是不知道季家的事而已。王嬷嬷默然。有小丫鬟禀道：六爷回来了。季氏朝王嬷嬷使了个眼色，千万不要在六爷面前透了口气，让他高高兴兴的去相视了再说。老奴省得。王嬷嬷沉声道，跟着季氏出了门。内室悄无声息，安宁静谧。月光照在窦昭的脸上，眼角的水珠如滚落在昙花花瓣上的夜露，晶莹剔透，如梦似幻。窦昭托腮趴在窗台上，看着天空一点点地泛白。进来服侍季氏起床的丫鬟们吓了一大跳，低声惊呼道：四小姐，您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季氏被惊醒，忙撩了素色白纱帐子。寿姑，你醒了，怎么也不叫醒六伯母？说着，她忍不住捂着嘴打了一个哈欠。昨天晚上，他和窦世恒说了大半夜的话，确定了王行仪的着生。正酣睡的窦世恒也被惊醒了，睡眼惺忪地道：昨天晚上是谁值夜呀？怎么寿姑醒了也没人知道？然后强打起精神坐了起来，还好寿姑听话，这要是跑到哪里去了，我们可怎么向七弟交代啊？他数落着季氏。值夜的是那个姓眼桃腮的丫鬟，名叫彩兰，是六伯母身边的大丫鬟。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一觉醒来，原本和他一起睡在碧纱橱的窦昭就不见了踪影。是奴婢当值。他战战兢兢地立在季氏的床头，奴婢睡糊涂了，没有发现四小姐醒了。六伯父歇在六伯母屋里时，他能在夜里当值，多半是六伯父的通房丫鬟。窦昭思忖着，笑嘻嘻地道：我悄悄下了床，彩兰姐姐不知道。彩兰如释重负，望着窦昭的目光比昨天柔和了不少。季氏训斥了彩兰几句，让她下去歇了。丫鬟们进来服侍季氏、窦世恒和窦昭洗漱。季氏就道：要不这几天你睡书房吧，晚上我也好安排寿姑的丫鬟当值。六伯父有些不悦，道：我后天就启程了。季氏脸色微红。六伯父道：要不让寿姑和慧哥们睡在一起，慧哥是六伯父的长子。那怎么能行？季氏反对，寿姑刚过来又搬地方，她会害怕的。那你说怎么办？六伯父有些不耐烦。窦昭很想说我不害怕，我想要间单独的屋子，可他什么也不能说，只能装着听不懂的样子，任丫鬟们给他穿衣。那我跟你去书房好了。六伯母小声地道，先让寿姑在正房安歇。六伯父就喊了丫鬟，去问问西府的老太爷什么时候走的。昨天晚上，直到他们歇下了二太夫人那边还没有散。丫鬟应声而去。六伯母另一个大丫鬟叫采书的指使着媳妇紫柏早膳。两个浓眉大眼的孩子在丫鬟婆子的簇拥下走了进来。大的是慧哥，学名窦正昌，今年9岁；小的乳名止哥，学名窦德昌，今年7岁。窦昭瞥了一眼窦德昌，前一世窦德昌是窦家的异类，别人读书的时候他到处闯祸，别人成家的时候他拐了季家大闺的表姐，别人立业的时候他早在翰林院里养蝈蝈了，是京都城里有名的玩主。给父母行过礼后，窦德昌不顾功利在旁的哥哥，撒着娇儿扑到了母亲的怀里。既是宠溺的笑着，把小儿子从怀里拉开。都已经上学了，可不是小孩子了，小心四妹妹笑你。昨天他们已经见过面了，还一起去了三伯父家吃饭。路上，窦德昌偷偷地揪他的辫子，被窦正昌狠狠地瞪了一眼才作罢。他不以为意，冲着窦昭喊了声四妹妹，又嬉笑着依偎在了母亲的怀里。既是哭笑不得。
窦昭侧过脸去，他想起了自己的2个儿子。那边六伯父问起窦正昌的功课，先生昨天讲了些什么？窦正昌毕恭毕敬地道：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作何解？窦正昌道：人不知我，与我无损；我不知人，则咸鱼不分，善恶无别，足以败事败身。六伯父满意地点了点头，望向窦德昌。窦德昌乖巧地站直了身子。尽管如此，六伯父的脸色还是有些难看。他沉声问道：先生昨天都讲了些什么？苏明允27始发愤读书集。他答得飞快，一看就知道读熟于心。作何解？我们可以到了27岁再读书也不迟。六伯父啪地一声拍在了屋子上，脸色铁青。窦正昌则低了头，肩膀一耸一耸的。窦德昌求助似的朝季氏望去，季氏的脸色比窦世恒还要严峻。窦德昌缩了缩头，乖乖地道：苏明允，名苏洵，号老泉，梅州眉山人。六伯父面色微悸。先前六伯父派去问事的丫鬟回来了，禀道：太夫人那里一直没有散。六伯父愕然，对六伯母道：我去看看，先用了早膳再去吧。六伯母道。六伯父已摆了摆手，匆匆出了门。窦正昌、窦德昌兄弟的表情都松懈下来，窦德昌更是3下2下窜到了椅上，还朝着窦昭招手：四妹妹快来，今天有韭菜盒子，我们家厨娘做的韭菜盒子可好吃了。她是我娘从宜兴带来的，她做的韭菜盒子和祖母、三伯母他们做的都不一样，你肯定没吃过。六伯母是南方人，用不惯炕桌，六房吃饭都用桌椅。你怎么像个猴子似的，一刻也安静不下来？季氏笑着呵斥他，把窦昭抱放在了桌前的圈椅上，又怕窦昭不习惯，指了个丫鬟专门扶着窦昭。窦德昌冲着母亲做鬼脸，季氏和窦正昌都哈哈的笑。用早膳时，大家虽然都遵循着食不言寝不语的礼仪，但都笑盈盈的，气氛很好。用完膳，兄弟俩恭敬地给母亲行礼告退，去了族学。季氏则带着窦昭去给二太夫人问安。窦昭望着一路参天的大树，想着昨天晚上听到的话。再过2个月，王行宜将着兵部右侍郎兼迁都御史、甘肃巡抚，负责马氏之事。1年后，蒙古人进犯，王行宜击退蒙古可汗鲁都，俘获战马5000匹，杀敌3万余人，进陕西抚巡。之后，王行宜多次击退蒙古人，攻占赫赫。王之韶因此被因封密云卫四品指挥佥事，而他的五伯父还在吏部侍郎的位置上苦苦挣扎，直到7年后曾一分病逝，他才在何文道的支持下进入内阁，掌管吏部。可相比王行宜，他在声望不只差了1星半点，以至于资历比王行宜老，管的堂部比王行宜重要，排名却一直在王行宜之下。这一世，他的重生打破了既有的轨道，事情会不会又有所不同呢？窦昭微笑着和六伯母一起止步于二太夫人门前。二太夫人面前最得力的柳嬷嬷朝着六伯母使眼色。太夫人有事和西府的老太爷商量，今天就免了几位太太奶奶的晨昏定省。六伯母和碰到一起的二堂嫂一家笑着离开了二太夫人居住的院子。二堂嫂悄声问六伯母：您知道出了什么事吗？六伯母摇头道：你要是听到了什么音，记得跟我说说。那是自然。二堂嫂笑着点头，朝窦昭伸出双手，来，寿姑，给二堂嫂抱抱。窦昭从六伯母怀里挪到了二堂嫂怀里，二堂嫂吩咐跟着他一起去给二太夫人问安的孙儿快喊姑奶奶。2个男孩1个女孩，男孩分别5岁、4岁，女孩2岁，都闪着亮晶晶的眼睛，好奇地望着窦昭喊着姑姑。二堂嫂把窦昭放在地上，笑道：和你侄孙们玩去吧。六伯母却牵了窦昭的手：我们还要去大嫂那里问安，等会再去你那里串门。二堂嫂笑着应好，和他们在东跨院那株100年的桂花树下分了手。六伯母抱着他慢慢地朝自己居住的方向走去。窦昭有些奇怪，六伯母突然停住了脚步，跟在他们身后的丫鬟顿时都站定不动。六伯母只身抱着他去了不远处的水榭。寿姑，他把窦昭放在水榭铺着水墨石方砖的地上，蹲下身来，神色严肃地望着窦昭，轻声问道：你想不想读书？窦昭愣住。六伯母的那位探花祖父是文坛鸿儒，六伯母家学渊源，不仅精通音律，而且写得一手好定，据说有时候还会和六伯父讨论治异之计。江南的男女大防胜于北方，家中精通文墨的千家闺秀都是跟着自己的母亲或是嫂嫂、姑姑读书，只有那些新进之家才会请了老儒做西席。难道六伯母想教他读书不成？
从前他只是觉得自己的字不如那些读了书的大家闺秀好，昨天听了六伯母的话，他才知道自己和那些真正有学识的女子差得远了。如果能跟着六伯母读书，就再好不过了。他使劲地点了2下头。季氏笑起来，目光柔柔的，温声道：好孩子，你要记住了，人从书里乖。他是可怜自己被人当成了棋子，还要对那些摆布他的人感激涕零吧。窦昭心里涩涩的。他们回了屋，几个婆子正等着六伯母示下，六伯母却没有理会。她仔细地看了看窦昭的描红，吩咐采书：你把我书房里那本茂松阁法帖拿过来。回头看见窦昭睁大了眼睛望着他，笑道：茂松阁法帖是我姑姑当年写给我的，比较适合女孩子练习，你先照着描红，下午我再仔细地告诉你怎样运笔，把父亲的那套全否定了。窦昭讪笑。六伯母这才让等在五廊下的婆子进来禀事。窦昭则被采书带去了季氏的书房。那书房靠墙的俱是1人多高的书架，密密麻麻垒满了诗书，只在书房的正中放了张大画案，2把圈椅。画案旁摆了个极大的旧瓷缸，插满了各式各样的画卷，画案上则摆了个旧瓷桶，插了一大把用过的笔，边上一个镶连纹的珐琅盒子，颜色艳丽，做工精致，却放着块用了大半的旧砚，一小截指头般粗细的黑墨横在砚上。窦昭坐在画案前，未曾磨墨，已闻见淡淡的茉莉香，这才是有底蕴的世家陈设。他不禁在心里暗赞了一声。采书笑着帮窦昭将描红的纸蒙在法帖上，然后拿了把扇子在一旁轻轻地帮他打扇。采书姐姐，窦昭笑道，天气这么热，你去歇着吧，这里有妥娘服侍就行了。你在这里，我写不出来。采书抿了嘴笑道，那好，我就在门外候着，你有什么事就叫我一声。窦昭笑眯眯的点头，低声吩咐妥娘，你到门口看着，有人来就可以声。妥娘颔首，轻手轻脚地走到了书房门口，支招耳边听着外面的动静。窦昭抽出一张纸，给舅舅写了封信。二太夫人说，要是把王姨娘扶正，王姨娘的爹就不会和武伯父争挡手了。您要是不写同意书，就让我长大以后去告王姨娘。不过几句话，他没什么手劲，写了快2炷香的功夫，还好字迹上算工整。用细沙吸了墨，窦昭将纸折成了个小纸条，然后朝妥娘招着手，悄声问他，你还记得彭嬷嬷要你背的地址吗？记得。妥娘小声地背了一遍。窦昭很是欣慰，把纸条交给妥娘，等会你去找六伯母告假。他把自己的计划告诉妥娘。妥娘不住地点头，您放心，我一定会闹起来的。然后指着小纸条提醒他，四小姐，送一次信要10两银子。您写个小纸条，他们也算一封信；您写10张纸，他们也算一封信。您不如多写几个字吧，这样算起来也便宜些。窦昭忍俊不禁，随后感慨地道，要是舅舅还不明白应该怎么办，只知道一味的和窦家、王家置气，我写的再多也没有用，还不如就此把它摘出来，免得让那些自以为是的狡诈小人得意。妥娘听不懂，你只要照我的吩咐行事就行了。窦昭笑道，其他的就不用担心了。妥娘小心翼翼地将纸条贴身藏好，服侍窦昭用过午膳，照窦昭的吩咐向季氏告假。小姐让我回去把她惯用的兰草枕拿过来。季氏让采书去叫辆马车陪她走一趟。不用了，不用了。妥娘忙道，就这一会的功夫，我走过去就行了。百般的推辞，季氏起了疑心，只是她一向不愿意多事，笑着点了点头。抬头却看见满头大汗在那里写字的窦昭，小小的脸热得通红，却依旧照着他主分的做的笔直，认真仔细，丝毫不见半点的懈怠。刹那间他心中一软，若是纸根，只怕早就扑到他怀里撒娇了。没娘的孩子像根草，就是再苦再累也只能忍着吧。他一改往日的脾气，等妥娘一转身，立刻叫了个叫采薇的丫鬟过来，低声道，去看看这个素心要干什么。采薇应声而去。季氏就坐在窦昭身边，看着他描红，不时告诉他应该注意些什么。写完2张大字，季氏让采书端了绿豆汤进来。寿姑，歇歇。消消暑。窦昭也有些累了，坐在那里正和季氏喝着绿豆汤。六伯父回来。六伯母还没来得及问候一声，六伯父已沉声道，屋里服侍的都站到外面的院子里去。屋里一阵窸窸窣窣，瞬间只剩下窦世恒、季氏、窦昭。这时候做孩子的好处就显现出来。六伯父不以为意地摸了摸窦昭的头，径直对六伯母道，朱家请了周学正出面，要退还7弟的庚帖，母亲和小叔孩在屋里僵持着，三哥让我先去看看情况，晚膳你们就不要等我了。这么快？窦昭讶然。
六伯母也很吃惊，道：朱家什么突然说要退亲？王家的二奶奶庞氏纠集了娘家的兄弟到朱家去闹事，朱举人丢不起这个脸，闭门不出。等庞家的人一走，他连夜去州里请了周学正过来。六伯父说着，叹了口气，周学正和朱举人是好友，看样子朱举人是铁了心要退亲了。那你快过去吧。六伯母皱了皱眉，能不退亲就最好不退亲，不然王家会更闹腾。我也是这么想的。六伯父道，我已经派了管事去找庞老爷，他要是再这样不知深浅的闹下去，以后别想在北直隶做生意了。六伯母显然也赞同六伯父的主意，道你小心点，别让人抓住把柄就是。然后又叮嘱了六伯父几句，送六伯父出了门。窦昭慢慢地喝着绿豆汤，看见六伯母送走六伯父之后，在院子里发了好一会呆，这才回屋。寿姑，想不想和我去串门啊？六伯母问他，采薇却折了回来。六太太，她小声禀道，素心回了西府，和四小姐身边的另一个大丫鬟玉簪吵了起来，听那口气，好像是她要把四小姐屋里的东西全部清点一遍。玉簪说她多管闲事，她说玉簪是贼，两人就打了起来，我没敢多留，赶紧赶了回来，只说让她去闹一番，借机把玉簪偷东西的事告诉季氏，没想到玉簪这么大的反应，两人竟然还打了起来。不过妥娘身板有劲，玉簪根本不是她的对手，加上妥娘是陪她来东府的人，于嬷嬷就是知道了也不敢把妥娘留在西府，更不要说处罚妥娘了，否则玉簪偷了自己屋里的东西讨好大庆媳妇的事就会露馅，仆妇欺负到主家头上来了，同是主家的东府太太们奶奶们为了杀鸡给猴看也不能就这样算了，到时候就不是打几板子撵出府的事了。窦昭并不担心，季氏一听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脸色大变，道：这件事你不要作声，素心一回来你立刻来禀了我。采薇应声退了下去，季氏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拿了本三字经出来，开始告诉他背诵。夕阳西下的时候，妥娘回来了，还装模作样的拿了个蓝草枕头。季氏单刀直入问妥娘，你和玉簪打架，于嬷嬷怎么说？妥娘喃喃半晌，一副不知道该怎么说的样子。季氏没有再问下去，而是沉吟道，这件事我不好插手，不过你可以写信给寿姑的舅母，让寿姑的舅母请我们府里的随便哪位太太帮着管管，我想我们府里的人都不会坐视寿姑被这样欺负的。至于玉簪，你明天一早就跟于嬷嬷说，四小姐惯用自己的丫鬟，这2天我又要帮着六爷收拾香笼，让她过来帮把手，我自有主意。妥娘见事情果然如窦昭预料的一样，心中实在欢喜，忍不住咧着嘴笑了起来。季氏看着也跟着笑了起来，道，你是个忠厚老实，我很喜欢，以后只要你一如既往的好好服侍寿姑，自有你的好日子。妥娘觉得现在她过得就很好，但能得到六太太的赞赏还是件让人高兴的事，她连连点头，笑得更灿烂了。季氏见太阳下了山，想着窦昭在家里关了一天，就牵了他的手在院子里遛弯，信手指了院子里的花花草草，告诉窦昭都是些什么。二堂嫂和三堂嫂、五堂嫂一起来看窦昭。季氏正吩咐丫鬟摆瓜果，窦正昌和窦德昌下了学，白净高瘦的窦环昌和阳光四射的窦启俊也跟了过来。我们是来看四妹妹、四姑姑的。季氏把两人好好的夸奖了一番。三堂嫂脸上有光，拉着儿子笑得合不拢嘴，窦环昌则笑容温柔地和窦昭打着招呼，四妹妹，你住的可习惯？东府好不好玩？窦昭无意和他们拉关系，佯装着腼腆的样子笑了笑。东府的小姨辈都在六房吃的晚饭，晚上六伯父没有回来，祖父却赶了回去。第二天中午传来了朱家和窦家解除婚约的消息，窦昭并不觉得可惜，一个女人仅仅凭着这个男人愿意为妻子守制3年，就觉得他是个好人，可见见识也十分有限。他轻轻地哼了一声，很快把这件事抛到了脑后，没有去想其中深层次的原因。母亲在他的心中是个如水般纯粹、如火般刚烈的女子，这世上没有哪个女子能比他的母亲更至真至纯，更不是谁能取而代之的。窦昭问着妥娘的去向，彩兰笑着告诉他，素心和王管事去了真定州，明天下午就回来了。按照窦昭的推测，即使知道这件事之后，肯定会悄悄地帮他，为了不引起窦家人的注意，他多半会托付季家在真定府的商铺帮着送信，而王管事正是季氏的陪房。他嘴角弯弯，玉簪忐忑不安地挽着个包袱跟着采薇走了进来。窦昭正在描红，季氏坐在窦昭身边，像没有听见禀告似的，眼皮子也没抬一下，
一边帮窦昭打扇，一边低声细语地夸窦昭的字写得好。就这样把玉簪晾了大半个时辰，待窦昭描完了红，季氏亲自帮窦昭净了手，又端了丫鬟们送上的莲子汤，喂了窦昭几口，这才道：“你是服侍四小姐的玉簪。”好像这时才看见她似的。玉簪两腿站得直哆嗦，热得汗透衣襟，却连动都不敢动一下。听见季氏的问话，忙道：“回六太太的话，奴婢正是玉簪。”态度十分的恭谨。季氏却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句下去吧，然后满脸笑容的舀了勺莲子汤递到了窦昭的嘴边，耐心温柔的哄道：“我们寿姑真乖，一碗莲子汤都快吃完了。东府里的太太们什么时候和七奶奶的关系这么好了？七奶奶都不在了，还把四小姐捧在手心里当成宝似的。”玉簪看着，有半晌的茫然，已有丫鬟上前轻轻地拉了拉她的衣角，还不快退下去。他回过神来，慌慌张张地出了内室，耳边传来不知道谁低低的讥讽：“不是说服试过前头的七奶奶的吗？怎么我看着呆头呆脑的，莫不是浑水摸鱼混进去的？”窦昭看着季氏的一举一动，强忍着才没有笑出来。他刚进侯府的时候，没少给魏家那些管事妈妈或是管事们这样的脸色看。玉簪一个因机缘巧合才上位的小丫鬟，哪里经得住这样的场面？无所事事的被晾在一旁，听着季氏身边丫鬟的冷嘲热讽，看着季氏身边婆子的冷眼的玉簪，决定去找妥娘。没想到妥娘不在，他见住在妥娘隔壁那个穿着绿裳的丫鬟面相和善，问道：“姐姐，您知道四小姐身边的素心去哪里了吗？”那丫鬟正对着庄静在戴耳环，闻言道：“玉簪和王管事去了真定州。”玉簪愣住，丫鬟收起庄静，笑着走了过来，道：“你是新来的？我怎么瞧着面生？王管事是我们太太的陪房管事，我们太太吃不惯北直隶的饭菜，季府的老太太就常让季家的铺子给太太送些东西过来。王管事要去州里给太太拿东西，太太见四小姐很喜欢七姐的玩偶，素心又是四小姐跟前最讨四小姐喜欢的，想来知道四小姐的喜好，就让素心跟着王管事去州里季氏的铺子里挑一个。她明天下午应该可以回来了。”玉簪妒忌的两眼发红，季氏在真定州的铺子还卖西洋的玩意。大庆媳妇去过一次，花了20几两银子买了个小小的鎏金胭脂盒，上面画着个西洋的美人，大庆媳妇当成宝贝似的藏着，过年的时候才拿出来显摆显摆，还说以后要是发了财，怎么也要好好的再去逛逛。素心竟然能由六太太的陪房管事陪着去逛季氏的铺子，那季氏铺子的伙计们看在六太太的面子上，肯定会对她迎进奉出的，比起大庆媳妇来不知道要威风多少倍。她怎么就交了这样的狗屎运呢？说来说去，她哪点比得上自己？不过就是会扒着四小姐不放而已。玉簪想着，脑子里灵光一闪，对呀，素心那个呆头呆脑的都能讨了四小姐的欢心，凭自己的机灵，四小姐还不是手到擒来。想到这里，他朝那丫鬟道了声谢，把包袱丢在了妥娘屋里，自己打水洗了把脸，匆匆去了正房。季氏正带着窦昭站在树荫下，指使着小丫鬟采凤仙花，用小碗捣碎了，加点明矾，放一夜，明天就可以给我们寿姑染指甲了。他说着，蹲下身来托起窦昭的小手，带着婴儿肥的小手白白嫩嫩的，肌肤仿佛吹弹欲破，小小的指甲精致秀气，摊开了，手背上就出现了几个小窝。季氏心里软得滴出水来。玉簪忙上前给季氏和窦昭行礼：“六太太，四小姐。”“哦，你过来了。”季氏语气和蔼，相比刚才的冷淡，简直是天壤之别。玉簪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忙应了声是，讨好地道：“奴婢看着素心不在屋里，想着四小姐身边缺人，放下包袱就赶了过来。”季氏点头，窦昭则朝着他笑了笑。玉簪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人人都说东府的六太太为人和善，刚才可能是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正好让自己碰到了。有小丫鬟捧了装着凤仙花的琉璃钟过来：“六太太，您看行吗？”季氏面露犹豫，好像有点拿不定主意的样子。玉簪立刻殷勤地道：“六太太，从前我们奶奶在的时候，我常帮着摘凤仙花。”一面说，一面去拨弄着琉璃钟里的凤仙花。“您瞧，这个就嫩了些，看样子你还真有几分眼力。”季氏笑着赞了他一句。玉簪心花怒放，挑好了凤仙花，季氏带着窦昭回屋，玉簪连忙跟上。三伯母过来了。六弟妹，忙啊！站在门口和季氏打招呼，并不进去。季氏看了窦昭一眼，犹豫片刻，吩咐那小丫鬟领了四小姐屋里去，然后整了整鬓角，笑着朝三伯母走去。窦昭和小丫鬟玉簪进了屋。
小丫鬟把琉璃钟放炕桌上，笑着对站在炕边的窦昭道：四小姐，我去把装明矾的罐子拿过来，您站在这里不要动。又拜托玉簪姐姐看着点四小姐。你放心去吧，这里有我呢。玉簪满脸笑容。小丫鬟噔噔噔地跑去了后面的套间。玉簪蹲下来和窦昭说着话：四小姐，你想不想去荡秋千？你让素心回府，我就带你去荡秋千，还每天都和你玩翻绳、丢沙包，好不好？窦昭懒得理他。玉簪自顾自地说了半天，窦昭都没有反应，他很是无趣，又因为前先站了半天，此时一直蹲着，起身的时候腿有点发软，手就扶在了炕桌上，炕桌一翘，哐咚一声翻在了炕上，搁在炕桌上的琉璃钟骨碌碌从炕上落到地上，吧的一声碎成了几块，里面装着的凤仙花瓣也散落的到处都是。他一下子傻了眼。怎么了？听到动静的小丫鬟抱着个景泰蓝的小瓷罐就冲了进来，看见摔破的琉璃钟，吓得脸都白了。怎么会这样？原本立在五廊下的丫鬟也都冲了进来，大家的目光都落在了玉簪的身上。不是我，不是我。玉簪下意识的否定，眼角的余光不经意间掠过站在一旁的窦昭，他顿时如抓到了根救命草，是四小姐，对，是四小姐失手打翻的。季氏脸色铁青，吩咐彩兰去请了西府的于嬷嬷过来。屋里服侍的大气也不敢出一声，见王嬷嬷打了个手势，纷纷松了口气。鱼惯着退了下去。季氏这才发起脾气来，这个玉簪死不足惜，他先抑后扬，就是想让玉簪得意之下出错，好找个借口教训玉簪。谁知道他还没有下手，玉簪就做出这等龌龊事来，也难怪素心和他打了起来。王嬷嬷也颇为感慨，但还是劝着季氏，还好发现的早，不然四小姐还不知道要吃多少暗亏呢。季氏想起窦昭那软软的小手，眼眶微红，轻声道：寿姑呢？彩叔和彩兰陪着四小姐在院子里摘凤仙花呢。王嬷嬷笑道：玩得可高兴了。季氏眼底就有了几分笑意，踌躇道：你说把寿姑养到我屋里怎样？王嬷嬷眼皮子一跳，道：三太太过来就是和您商量这事。季氏沉默半晌，微微颔首。王嬷嬷倒吸了口冷气，道：我们能不能不管这件事？彩兰过去的时候，于嬷嬷正焦头烂额。栖霞院炒成了一锅粥，朱家的人又赶过来说要退亲，庞家的人狐假虎威的在那里使唤这个指使那个，偏生老太爷和七爷都不见了踪影，他不过是个妇仆而已，哪一件哪一桩是他能够当家做主的？那些管事妈妈能躲则躲，能推则推，都把他推上前，偏生他背着七爷的托付，想避都避不了，只好硬着头皮上前，安抚了这个安抚那个，总算是没有出什么事。好不容易等老太爷回了府，东府的六太太又差了人让他过去，别人叫他都可以推辞。四小姐如今在东府的六房，六太太叫他却是一刻也不能耽搁。他抚着额问来禀告小丫鬟，说了是什么事吗？小丫鬟摇头，只说是让您快点过去。于嬷嬷只好交代了霍妈妈几句，带着两个小丫鬟去了东府。迎她的是王嬷嬷，王嬷嬷并没有直接把她领去正房，而是请她到一旁的耳房坐了。老姐姐，她拉着于嬷嬷的手道，我知道你这些日子忙得脚不沾地，要不是事情急，我们太太也不会请了姐姐过来。她把玉簪的事告诉了于嬷嬷，不过是打碎了东西，最多被我们太太教训一顿，可她却栽赃到了四小姐头上，可见她平日有多嚣张。要不是顾着前头奶奶的名声，我们太太当时就要发作她了。于嬷嬷还没有听完，脑袋嗡的一声，她就知道会出事。府里的那些丫鬟婆子见大庆媳妇没有把四小姐放在眼里，就有样学样，跟着张狂起来，特别是像玉簪这样眼皮子浅的，简直就有些不知所谓了。归根到底，这全是儿子惹出来的祸。可儿大不由娘，他主内，儿子主外，有些事等他知道的时候木已成舟。他教训了儿子几次，开始儿子只是听着，后来索性和他顶起嘴来。我们是前头奶奶的人，不管是谁做了七爷的田房都容不下我们，还不如趁着现在给自己留条后路。他知道儿子说的有道理，可他服侍了赵窦两家的人一辈子，离开了赵窦两家，他还能去哪里？儿子道：你放心，我不会动四小姐的东西，只不过是借着赵窦两名义，借着四小姐的银子做几桩买卖，等积攒些本钱和声誉了，您就借口年纪大了，我们求新太太一个恩典，让我们回老家去。那新太太只怕高兴的要笑起来，哪里还会阻挡？如今六太太对她不满，这件事只怕就没这么容易了。于嬷嬷有些惶恐地抓住了王嬷嬷的手，10个手指有长短，我现在按下了这个就扶起来了那个，
头都是晕的，还请姐姐告诉我该怎么做。姐姐也是主家身边的老人了，仔细想想，自然就有了主意。虽说这么说，王嬷嬷却笑道，玉簪这样的丫鬟我见得多了，是个不省心的，留在身边总是个祸害，然后带她去见了季氏。季氏也只说玉簪不合适留在窦昭身边服侍，让他另换个丫鬟过来。于嬷嬷知道这是季氏逼着他处置玉簪。西府的那些丫鬟婆子之所以巴结奉承他，不就是想从他手里捞点好处，结果犯了事他不仅没办法把人保下，还要亲手惩戒这些曾经阿谀奉承过他的人。以后谁还会靠过来？但他若是装作没听懂，六太太会不会觉得失了颜面，把这件事捅到二太夫人那里呢？想到二太夫人，于嬷嬷就不禁心里发寒。先把眼前这个难关过了再说吧。于嬷嬷咬了咬牙，把玉簪领了回去，当着众人的面结结实实地打了他20板，只打得他皮开肉绽，进气多，出气少。想着老太爷不知道正为什么暴跳如雷，谁靠近谁遭殃，一儿怕玉簪死了触了老太爷的眉头，一面请了大夫过来给他用药，一面让人给玉簪找户人家嫁了。最要紧的是嫁得远远的，他嘱咐媒人也不要他的赎身银子，我们还倒送10两银子的嫁妆。这样好的事，媒人自己动了心。我有个远房的亲戚，是个挑夫，在淮安漕运上谋生，刚死了老婆，若是能成，还有几封茶叶的谢礼，只是年纪有些大，有2个儿子。于嬷嬷才不管那些，只要能把人远远的弄走，多的一句话没有问，就应了这门亲事。我去跟七爷说一声。媒人欢天喜地坐在那里，一面喝茶一面等着。窦世英在贺寿堂，于嬷嬷赶过去的时候，却被拦在了门外。老太爷正和七爷说事，小厮与他小声地道，吩咐了谁也不许打扰。于嬷嬷就站在院子里等。书房中，躺在醉翁以上的窦铎像一下子老了10岁似的，疲倦而憔悴。万源，这次你一定要考个举人回来。他手背搁在额头上挡住了眼睛，低沉的声音里透着几分无奈和愤懑。现在的窦家已不是伯祖父当家时的窦家了，你想伯家业就要争气，知道吗？窦世英直直地站在那里，没有作声。窦铎猛地坐了起来，暴躁地大声呵斥道：你到底听见了没有？听见了。窦世英平静地应着，问道：王家的事您准备怎么办？窦铎冷笑森然地道：这件事你不用管了，西窦有我，就不会任东窦搓圆捏扁，你只要安安心心地去参加乡试就行了。然后大声道：谁在外面当差？是小的杜安，你去请了王家的大爷过来。杜安应声而去。窦铎回头对沉静地站在那里的儿子道：你回去收拾行李吧，明天一早就启程去京都。窦世英恭敬地向父亲行了个礼，出了贺寿堂。于嬷嬷急急地迎了上去，把去东府的事说了，最后道：六太太的意思，这样的人是留不得了，为着从前名声，最好还是远远地嫁了。他怕再生波澜，把季氏搬了出来。窦世英错愕，半晌才道：既然是六太太的意思，你就按着六太太的意思办吧。于嬷嬷得了话，急急地去回了媒人，当天晚上就一副门板抬了玉簪出去。而窦世英在原地呆立半天，吩咐身后的高升：你去帮我收拾东西吧，我去趟六爷那里看看寿姑。高升忙道：那您早去早回，明天一大早还要祭拜祖先。窦世英点了点头，去了东府。窦世恒正在收拾要带到京都去的书卷，书房里有些狼藉，见窦世英过来，和窦世英到厅堂里坐下。寿姑和你六嫂去老二媳妇家串门去了，他给窦世英倒了杯茶，道：看时辰应该快回来了。窦世英轻轻地说了声麻烦六嫂了，端着茶盅沉默良久。窦世恒笑道：怎么了？嫌家里烦？窦世英淡淡的一笑，答非所问地道：六哥，朱家要退亲的时候，你为什么要给朱家说好话？窦世恒有些意外，半是玩笑半是调侃地道：你的名声已经够差的了，要是再被朱家退亲，以后恐怕找不到什么好媳妇了。窦世英听着想了想，突然展颜一笑，眉目舒展开来，如一幅缓缓打开的画卷，有种自然写意的流畅与随意。窦世恒看着一愣，窦世英已抬了抬端着茶盅的手，笑道：六哥，我敬你一杯。哟。窦世恒压下心底的异样，笑道：你这又是为哪一出？就是想跟六哥说一声多谢。窦世英嘴角噙着笑，目光却认真又郑重，让窦世恒微微有些惊讶，正想问他出了什么事，外面传来一阵嬉笑声。是寿姑回来了。窦世恒道，和窦世英一起出了耳房。大红灯笼照得院子一片红彤彤的，一群丫鬟婆子簇拥着季氏和窦昭走了进来。季氏低着头，不知道和窦昭说了句什么。窦昭仰着脸望着他咯咯的笑，耳边缀着的小小赤金丁香忽闪忽闪的，像夜空中忽明忽暗的星子般顽皮可爱。窦世英鼻子一酸，
如果古秋还活着，不知道有多高兴。他不由蹲下身，张开手臂，冲着窦昭喊了声寿姑。窦昭抬头，看见剑眉星目的窦世英，他静静地站在季氏的身边，徐徐地喊了声爹爹。窦世英的笑容僵在脸上，手臂仿佛拖着千斤力，慢慢地垂落下来。季氏忙推了推窦昭，笑道：你爹爹明天就要走了，他今天特意来看你的。窦昭佯装不懂，屈膝给窦世英行礼，脆生生地和父亲道别：爹爹一路平安。窦世英失笑，自己和一个孩子计较什么？他笑着上前摸了摸女儿的头，笑道：寿姑在六伯母这里，要听话知道不？窦昭笑嘻嘻地点头。窦世英给季氏行礼：寿姑就请六嫂多多费心了。季氏忙还礼：七叔客气了，寿姑乖巧懂事，我们都很喜欢。窦世英笑着告辞。窦氏横送他，被窦世英拦坠，明天大家都要起早，就不用这么客气了。窦世恒是个爽快人，笑着朝窦世英挥了挥手，那我们明天见。和季氏并肩而立，望着窦世英离开。清风明月下，繁枝婆娑，窦世英的背景孤单而寂寥。窦昭扭过头去，啪嗒啪嗒地跑进了内室。高氏站在栖霞院东厢的台阶上，玉簪花浓郁的香味热烘烘地扑面而来，从正屋隐约传来庞氏娇滴滴的笑声，仿佛针尖刺在他的心上，是那么的令人难以忍受。他顿时心浮气躁，忍不住在院子里打起转来。自己怎么就和庞氏做了妯娌？见过不要脸的，可从来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自己的脸都给庞氏丢光了。想他从小到大行的端走的正，不管什么时候都堂堂正正毫不畏惧，何曾像现在这样走路都要看着脚尖。高氏气呼呼的在五廊前站定，不管王之炳是怎么想的，反正他明天一早就回南洼，然后带着儿子去京都看望父亲，再也不趟这滩浑水。王之炳丢得起这个脸，他可丢不起这个脸。拿定了主意，他心中略微好受了些，就看见一个黑影从旁边的树林拐了过来。他吓了一大跳，定睛一看，是丈夫王之炳。他低着头，高一脚低一脚的，一副神不守舍的蹑。不知道窦家老太爷跟他说了些什么。高氏思忖着，想到昨天自己劝王之炳不要住在窦家，随便到哪里窝一夜都行，王之炳不听。结果今天早膳的时候，窦家的丫鬟看他们的眼神，就像他们是来打秋风的穷亲戚。她硬是一口气堵在胸口，直到了下午才渐渐散去。高氏就不想理睬丈夫，她转身回了厢房。王之炳望着从半开的房门内泄出来的昏黄灯光，不由苦笑。他何尝不知道他们住在这里言不正名不顺，可若是他不住在这里，庞氏没有人压着，谁知道还会做出什么泼皮事来。也不知道这门亲事是谁做的媒人，这哪里是在给他们家做媒，这简直是在害他们家。偏生他弟弟又懦弱无能，被这个弟媳掐得死死的，他一个做大摆子的，总不能越过弟弟去管弟媳吧。王之炳头痛欲裂地进了屋。高氏一句话也没有和王之炳说，默默地打了水给王之炳洗漱。王之炳知道自家的事让妻子受了委屈，十分过意不去，拉了妻子衣袖，故作高深地道：你知道窦老爷叫我去是为什么事吗？高氏敷衍的道：什么事？窦老爷问我，是想让爹做个名留青史的贤臣，还是想让爹做个昙花一现的正臣？高氏骇然：窦家老太爷都对您说了些什么？说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王之炳迟疑了片刻，把赵古秋的死告诉了高氏。高氏面白如雪，捂住胸口，嘴角微颤，好一会才颤颤巍巍地道：会不会弄错了？却猛然间想起有一次婆婆说是故旧人家嫁女儿，没有钱随礼，不想去，还是她当时当了自己的一根金簪子，才让王映雪去喝的喜酒，心里却已经信了几分，眼泪就忍不住扑扑落下来，这是造的什么孽呀？我也没有想到王之炳的眼睛也红了。窦老太爷说，他要不是钦佩父亲的为人，是绝不会让映雪进门的，原来只当是照顾旧时的女儿，却没想到惹出这样的祸事来。映雪想什么，窦老太爷清楚，可窦老太爷也说了，出了赵氏这件事，赵家是绝对不会答应扶正映雪的。你也知道，没有赵家的同意书，就算是窦家承认映雪也是没有用的。不知道为什么，高氏听了这话，脑海里却突然浮现出祸水东引这句话来。第二天用过早膳，王之炳向窦铎告辞，家父只嘱咐我把妹妹接回去，有些事情还不知道，我要跟父亲说一声才好。在西北的那些年，王之炳不仅服侍父亲的饮食起居，尽了做儿子的责任，还帮着因在狱中备受折磨而不能长时候伏案写字的父亲整理书籍、抄写底报、书信旧友，把幕僚该做的事也做了。早就习惯了父亲交给他去办一件事，他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只管把事情漂漂亮亮的完成就是了，而不是遇到困难就向父亲诉苦或是抱怨，甚至是称功。王映雪的事也是如此，她以为虽有波折，但最终还是能把妹妹带回去。可现在事情早已偏离了方向，她已没有办法做决定。窦铎笑道：那是应该。亲自送王之炳到了门口，转身却听到王之炳的小厮向王之炳低声禀着谁来了。王之炳听了脸色微变，急匆匆往外走。窦铎心中一动，悄声吩咐杜安：你。杜安应声而去，过了约莫2炷香的功夫才回来禀道：来的是王大人的一个随从，听那口音好像是说王大人要到什么甘肃去做官了，让王大爷立刻启程前往西安。窦铎疼得一直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难道皇上要开马试了？他皱着眉头望向了朝栖霞院。与此同时，二太夫人也得到了消息。他妈撒着手中的煎纸，沉思了半晌，叫了贴身的柳妈妈进来。天天待在家里也没意思，我们去六太太那里串串门。柳妈妈忙笑着，应是帮着二太夫人捯饬了一番，安排好近身服侍的丫鬟婆子，扶二太夫人上了小竹轿，亲自打了把清绸同油色去了季氏那里。季氏正和王嬷嬷说着梯计话，开马式有利有弊，曾革老新进，就算是有这样的打算，按理应该徐徐图之才是，否则一个不慎，就可能全盘皆输，未免太急了些。又道不过这招也走得妙，人人都知道王大人是铁了心要开马式的那些，下面的人纵然反对，想到王大人的决心，想必也会思量一二，想很快就打开局面，还真就王大人不可。听说二太夫人过来了，两人都很意外，互相使了个眼神。季氏带着王嬷嬷笑吟吟迎上前去。二太夫人眼睛扫了一圈，笑道：怎么不见寿姑？季氏眼皮子微跳，笑道：慧根已经开始学《论语》了，芷根跟着我读了2天书，上学没几天，《三字经》已经快学完了，比起族学里同龄的孩子都要快很多，不免有些翘尾巴。我寻思着一时还好，长此以往只会骄傲自满，得想个法子暗暗挫挫他们的锐气才行。他说着挽了二太夫人胳膊，寿姑那里不免有些照顾不过来，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看他先前跟着七叔每天练字，就找了本法帖，把他拘在家里练字，一来遵了西府那边的规矩，二来也免得他乱跑，碰到哪里或是撞到了哪里，我没办法向七叔交代。二太夫人听得连连点头，把窦昭放到了一边，仔细地问起2个孙儿的学业来。既是一边服侍二太夫人在厅堂坐下，一边把2个儿子在学堂的事讲给二太夫人听，把个二太夫人欢喜的眼睛都眯成了一道缝，不停地拍着季氏的手。都是你教事好，都是你教的好。然后叹道：我们窦家这么多的儿媳妇孙媳妇，要说比你会说话的有，要说比你会服侍丈夫孩子的有，可要说比你会管教孩子的，你若自谦是第2，却是没人敢自称是第1的。说的既是满头冷汗，自己本想从这滩浑水里拔出来，不曾想3言2句的，又被太夫人绕了进去，玉却心里明白的，知道太夫人这是给他搭台子，到时候了好把西府那边的孩子送到他身边教养，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自认为是江南名门之后，傲慢张狂，没有把窦家的这些媳妇孙媳妇看在眼里。若是以后2个儿子都比别人早早的就金榜题名了也就罢了，若是有哪家的儿子在慧根和芷根之前中了进士，冷嘲热讽的话只怕听也听不完。他一时间不知道婆婆这是在抬举他呢，还是要把他架在火上烤。好在二太夫人并没有在这个话题上多打转，说是要窦昭，由一大群人拥着去了书房。窦昭坐在画案前练字，虽然有妥娘和彩兰帮着打扇，小脸还是红红的，鼻尖全是汗。感觉到有人进来，他还是把最后一笔写完，这才抬头打量。见是二太夫人，他笑着将笔交给了旁边服侍的小丫鬟海棠，由妥娘抱着下了太师椅，给二太夫人行了礼。二太夫人呵呵的笑，对身的人道：看这小人儿，这才跟着六太太过了几天，就规规矩矩的像个小大人似的了。旁边的人都跟着哈哈的笑。季氏的眼底闪过一丝无奈，窦昭则似笑非笑的望着二太夫人。前世父亲懵懵懂懂的娶了王映雪，2家成了姻亲。武伯父为了得到王行仪的支持，成了王映雪在窦家最大的靠山，他成了个让人看了就不舒服的沙粒。他想平平安安的长大，最好别惹王映雪的眼，所以他被送到了山庄和祖母生活这一世。王映雪成了父亲的妾室，武伯父为了让王行仪服手，要利用他对付王映雪，他成了窦家的香嬷嬷，为了拿捏他，所以二太夫人要把他养在东府，养在眼前。一生一死一念间，人生却颠了个个，真是让人说不出来的可笑。7月中旬，父亲和六伯父顺利抵达京都，各送了封平安信回来。而远在延安府甘泉县的赵思也接到了外甥女窦昭的一张纸条，
他气将纸条揉成了一团，狠狠地丢在了地上。窦家欺人太甚，我倒要看看，我不写同意书，他们两家怎么结亲家。赵太太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看着被丢在书房正中纸团，俯身捡起，慢慢地展开，摩挲着抚平，放在了丈夫的书案上。我刚问过送信的人了，他给赵思倒了杯茶，柔声道：窦世英去京都参加乡试了，把寿姑托付给了六太太照看，他们是记事铺子里的伙计。你是说？赵思的目光不由落在了那张被他揉得皱巴巴的纸条上。寿姑不过是个5岁的孩子，笔都拿不稳。赵太太道：怎么会知道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赵思目光顿时变得明亮而犀利起来。你是说，这信封是六太太借寿姑的笔写的？是不是？现在还不知道赵太太斟酌地道，我只是觉得这几句话大有深意。赵思冷静下来，坐在了书案前，将只写了短短几行字的纸条迎着日光举了起来。王行仪中等个字，狱中的酷刑10年的流放，让他华发早生，憔悴苍老。此时他穿了件粗布革衣，站在花圃前，若不是双目开合间神采奕奕，他看上去如同一个风烛残年的农夫。窦铎，他喃喃地道，他这是在逼我赐死映雪呀。王之炳骇然，吓得惊出一身冷汗来。爹爹，他高叫道，您不会。王行仪狠狠地瞪了儿子一眼。我王行仪是有女不骄，可他们窦家难道就一点责任也没有吗？说映雪害死了赵氏，映雪是顶撞了赵氏，还是在赵氏的碗里投了毒？不愿意映雪进门，他咬着不答应就是了。难道映雪还能绕过他进窦家的门不成？既然答应了映雪进门，那赵氏就应该谨守妻妾之道，该管的管，该罚的罚，该赏的赏，偏偏又做出这等的姿态来，难道那窦万元那个妾他就要死一回吗？到底是那窦万元害死了赵氏，还是你妹妹害死了赵氏？我看只怕还两说，你不要听风就是雨。她可是你妹妹，是供你吃，供你穿，帮你照顾妻儿的妹妹王之炳噤若寒蝉。王行仪却依然怒气难消，道：映雪若是有错，该怎样就怎样，我这个做父亲的绝不推诿，我也能保证映雪不推诿。可他窦铎如果想把赵氏之死栽到映雪头上，我也是绝不会答应的。王之炳不由苦笑，道：爹，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觉得映雪这样总归是有些不妥当。文蔚，是我对不起你们。王行仪喊着长子的表字，神色突然间颓然，你自幼聪明伶俐，却到今天连个秀才的功名也没有。你弟弟从小在众人的白眼中长大，胆小懦弱，没有主心骨。你妹妹小小年纪为了营生抛头露面，怎比得上被父母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千金闺秀，心思单纯。这些我都知道，他别过脸去，怕儿子看到他湿润的眼眶，一将功成万骨枯，我为了自己害了你们。他说着，猛地回过头来，目光如鹰地盯着王之炳，你们若是有什么错，我愿意千倍万倍地补偿别人，可若是想让我为了自己的虚名置你们于死地，那就让他们先取了我的性命吧。铿锵有力的声音回荡在花圃里，王之炳扑通一声跪在了父亲的跟前，泪水瞬间模糊了他的视线。爹爹，不与您相干，是我们不争气，丢了您的脸。王行仪的手重若千斤地搭在了王之炳的肩上。有小厮在花圃外探头探脑的，王行仪脸色微沉，自有股凛然之气。什么事？小厮战战兢兢地跑了过来。大人，有个姓杜的，说是真定窦家的管事，他们家的吴老爷和您是同年，他奉他们家老太爷之命给您送了封信来。难道是窦振之？王之炳困惑地道。振之是窦铎的表字，应该是他。王行仪冷笑，他不是说映雪害死了他的儿媳妇们，血仇不共戴天，不知道他找我们有什么事。说着命令那小厮把信拿过来。小厮一路小跑着拿了信过来。王行仪看了一眼，把封递给了儿子。王之炳满心狐疑地接过了信，一目十行，很快就读完了。窦振之竟然要您和他们家的管事一起去求赵瑞府同意将映雪扶正，他完全摸不清楚状况，半天反应不过来。王行仪嗤笑一声，对儿子道：现在知道我为什么那么说的吧？王之炳不知道。王行仪无奈地叹了口气，耐烦心地教导儿子，窦家如果诚心不想把映雪扶正，不要说庞家去闹了，就是映雪赖着不走，他们也能强行地把人嫁了。事情拖到今天，不过是窦家有自己的打算罢了。你回来跟我说的时候，我还有点拿不准，现在却能猜个8、9不离10了。多半是窦元吉看着恩师重用于我，怕我抢了他的风头，想用映雪扶正这件事卖我个人情。结果窦铎和赵家的人都不同意。那窦铎不仅不同意，还希望通过你激怒我，让映雪死，给窦元吉来个釜底抽薪。王行仪说着，连连冷哼了数声，
这才道，但窦振之突然改变了主意，把责任推到赵家人的身上，不是他不同意，而是赵瑞不同意。他沉吟道，如果我猜得不错，东窦和西窦只怕是面和心不合，窦铎之所以临时变卦，不过是因为西窦只有窦世英一根独苗，又无举业，势单力薄，看着我现在做了甘肃巡抚，想和我们家结亲，借我之势联手对付窦吉元。王之炳看父亲的目光充满了钦佩，诚服的道，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王行仪好像没有听见似的，自言自语地道，难道应雪真的害死赵氏？王之炳错愕。王行仪以高声道，窦振之信上说，他已2次派人与赵瑞府协商应雪扶正的事，赵瑞府都避而不见，想请我会会那赵瑞府。不管那窦振之是想绕过窦元吉让我成他这个人情，还是想让我看看他为了应雪扶正的事花费了多少精力，或是想向我证实赵氏之死却与应雪有关，还是想用我的官威压着那赵瑞府同意，你都带我走一趟吧，顺便看看那赵瑞府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好像刚才那句话只是一时的失言。王之炳颇为犹豫，爹爹，窦家一面说是妹妹害死了赵氏，一面又看在爹爹受曾阁老器重的份上，要把应雪扶正，凉薄寡义，不是可交之人啊，妹妹日子未必有好日子过。他吞吞吐吐地望着父亲。我知道。王行仪不迟道，我倒要看看他们都想算计我些什么。说到这里，他语气一顿，至于应雪那里，再帮我劝劝他，把这些利害关系都讲给他听，他若还是执意要和那窦世英在一起，他的苦就只能他自己吃了。意思是不再帮他。王之炳惊讶地望着父亲，公正公平义，不偏不疑难。王行仪喃喃地道，我虽然盼着他能过得好，却不能代替他过日子，有些事还得他自己能明白。王之炳重重地点了点头，爹爹，我知道了。我去见过那赵瑞府之后，立刻启程去侦定。而当二太夫人知道窦铎私下联系王行仪，请王行仪帮着说服赵思同意将王应雪扶正的事实，已是9月中秋，桂子飘香，橘黄谢肥之时，与这个消息一同传来的，还有窦世英、窦世恒双双贵榜有名。窦府上下欢天喜地，窦铎更是兑了一箩筐承平元年的铜钱，派了2个管事站在自家的门口，遇人就发，整个正定县的人都涌到了西窦的门口。既是亲手给窦昭梳了个压髻，戴了珍珠发箍，换了身大红色10样锦的妆花袈裟，眼里流淌着挡也挡不住的笑意，问他，受姑高兴吗？所有的事重新经历一遍，再高兴的事也会少了几分惊喜，但他还是按着自己的身份笑盈盈地答了句高兴。季氏趴地在他脸上亲了一句，牵了他的手，走，我们去给你伯祖母道喜去，给你讨个红包。窦昭笑眯眯的点头，和季氏去了二太夫人那边。只是他们刚撩帘而入，就听见内室传来哐当一声碎瓷的声音，接着就传来了二太夫人怒不可遏的咆哮。他这是什么意思？怕我们把他外甥女害死了。30岁，他怎么不说活让我们保他活过50岁？季氏知道自己来的不是时候，忙拉着窦昭去了大伯母那里。窦昭很好奇二太夫人说的是谁，又是什么事让他发这么大的火，但他不着急，六伯母应该很快就能弄明白，他只要一直待在六伯母身边就行了。想到这里，他又有些犯愁。随着他的年纪渐长，这种得来全不费功夫的事，恐怕也没几年享受了。在大伯母那里喝了中茶，他们回了屋。站在五廊里的彩兰也跟了进来。他先看了窦昭一眼，这屈膝给季氏行礼，才低声道：“吴老爷来说了，说是赵家舅爷答应将王姨娘扶正了。”啊！六伯母大吃一惊，窦昭却是松了口气。看来舅舅并不是有勇无谋之辈，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谁想干谁干去，犯不着把自己给拖下水。前一世舅舅为他付出的太多了，这一世他宁愿自己受些委屈，也不想舅舅重蹈前一世的覆辙。王映雪想扶正，那就把他扶正好了。前世王映雪还可以勉强装作进门得喜，这一世他进门5个月产月，就算是扶正，那些正式自持身份也不会和他交往。而窦明的婚事，只怕比上一世更艰难。不过彩兰又看了窦昭一眼，赵家舅爷却提了2个条件：一是四小姐的婚事，王家不得插手；二是将西府的财产划一半给四小姐做陪嫁，王家拿到扶正同意书之日起，即由专门的管事打理四小姐的陪嫁。若是四小姐30岁之后去世，陪嫁由四小姐自行处置；若是四小姐30岁之前去世，有子嗣，陪嫁留给子嗣，没子嗣，四小姐的陪嫁将作为赔偿，归赵家所有。你说什么？六伯母倒吸了口冷气。彩兰再次看了窦昭一眼，重复了一遍：怎么会这样？
六伯母头痛道：赵瑞福也真敢说啊。窦昭却早就傻了眼，他王家随便把他嫁了，他能理解，可分西窦一半财产，不要说是祖父了，就是东窦的二太夫人，只怕也不会答应。难怪二太夫人叫嚣着什么50年了。不过他很快就从茫然中清醒，冷静下来。窦家能提要求，舅舅为什么不能提条件？和窦家把王映雪扶正的要求一样，舅舅提出来将西窦的财产分给他一半做陪嫁，同样的匪夷所思，可你窦家能做得出来？凭什么舅舅就想不出来？漫天要价，坐地还钱吗？有这样意识的舅舅才能自保，才能不被窦王两家给生吞活剥了。他的嘴角情不自禁地弯成了个愉悦的弧度。这件事就让窦家的人去伤脑筋吧。季氏青葱般的手指就点到了他的额头，傻丫头还笑。你知道不知道你舅舅都为你做了些什么？他叹道，你舅舅放弃了升官发财的机会，一心一意只求你平平安安的长大，嫁个如意郎君，你以后可要好好的孝顺你舅舅才是。窦昭不住地点头，甜甜地道，我长大了也会孝顺六伯母的。他说的是真心话。前一世要不是临出嫁前听了六伯母那席话，他肯定会走很多的弯路。只可惜前一世的六伯母在他眼里是个待人温和有礼，骨子里却始终透着几分疏离冷淡的窦家媳妇。他无意热脸去贴人家的冷脸作践自己，他和六伯母的关系也始终停留在见面点头微笑上。这一世尽管他是个懵懂无知的小儿，六伯母却不在乎他是否记得自己的好，不仅细心照顾他，还帮他谋划着以后怎么在群狼环伺的窦家生存下来，授之以渔不如授之以渔。这份恩情他永远都不会忘的。六伯母哪里会想到这些，他笑眯眯地道，哎呦，我们受姑的嘴可真甜。窦昭却看得出来六伯母很高兴。晚上六伯母和王嬷嬷说着悄悄话，我一直担心赵瑞府会和王窦两家硬碰硬，现在看来我们都小瞧了赵瑞府。三叔父背着五伯找王行仪，就是想把这个球踢给赵瑞府，不是我不同意将王映雪扶正，是赵家从中作梗。现在赵瑞府干净利落地又把球给踢了回来，不是我不同意将王映雪扶正，是窦家舍不得银子。三叔父这次也算得上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可不是。王嬷嬷笑道，听说老太爷气得两眼一黑，当场就避过气去。要不是杜安手疾眼快地扶住了老太爷，老太爷恐怕要一头栽进荷花池子里了。不过我们太夫人砸完了茶盅，倒是高兴起来，还陪着兰哥说了半天的话呢。那时季氏笑道，照我说，要是我们太夫人再通透些，就应该出面劝三叔答应赵瑞府的条件。反正那些银子不给寿姑也轮不到东府，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还可以恶心恶心王映雪。你不是要扶正吗？那就拿出西窦的一半财产送给赵古秋的女儿。要是那王映雪知道了，恐怕今天晚上被子都要蹬烂了。什么事情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利益，那就消息就会像长了翅膀似的，关也关不住地到处乱飞。不过一夜的功夫，窦家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有人暗地里骂王映雪是祸根，有人指责赵思异想天开，有人盘算着自己的利益，还有的人看戏不怕抬高，等着看笑话。可不管是抱着怎样的心态，谁都不愿意做第一个说话的人。一时间，原来热热闹闹的东窦突然间沉寂下来，院子里除了几个粗使的丫鬟婆子走动之外，各房各屋的人都不知道猫到哪里去了。窦昭有些幸灾乐祸，季氏却带着他去了西府。你祖父病了，给他换衣裳的时候，季氏告诉他，我们去看看你祖父当着赵家做出一副王家现在官大势大，非要把王映雪扶正，我也没有办法的姿态，当着王家却是一副我虽然不满意王映雪，但是已至此，为了两家的颜面，我还是会想办法让王映雪扶正的样子。想两边讨好，左右逢源，现在却变成左右为难，进退维谷。怕是疾病的吧？他腹诽着，和季氏进了贺寿堂。窦铎带着青色的网巾躺在床上，面色很差，丁姨奶奶在一旁服侍着。听说窦昭来看他，他眼皮子也没有撩一下。丁姨奶奶神色尴尬。季氏倒了杯茶，示意窦昭端给祖父。窦铎了转过身去。窦昭端着茶盅，眨着眼睛回头望着季氏。季氏眉头机不可察地蹙了蹙，上前两步揽了窦昭的肩膀，笑着安慰他，祖父病了，精神不好，你把茶水放到小几上就行了。窦昭听着，小心翼翼地去放了茶盅。窦铎依旧不理不睬。季氏就笑着对丁姨奶奶道，既然三叔父歇下了，我们就不打扰，先回去了，明天再过来探望。然后客气地朝着丁姨奶奶颔首，牵着窦昭的手出了门。路上，窦明看见庞氏的身影在花树间一闪而过，
他装作没有看见的样子上了马车。庞氏一路急行回了栖霞院。王映雪瘦得厉害，神色样样的在给窦明做秋衣。哥哥来了又走了，说了些他从前从未曾想到过的事。他之所以到今天还能安然无恙地住在栖霞院，说白了，不过是因为父亲起复，他娘家有利罢了。如果父亲因为他的事受了牵连，王映雪有些不敢往下想。可若是他就这样带着窦明回了王家，他幼后的日子又该怎么过呢？王映雪只要一想到温柔体贴的窦世英，就心痛如绞，只盼着这日子能拖一天是一天。如若能等到窦世英回来，那就再好不过了。见庞氏进来，他勉强朝着庞氏笑了笑。二嫂走得这么急，是有什么事吗？庞氏自己给自己斟了杯茶，一饮而尽，这才坐到他身边低声地道：我刚才看见窦昭了。王映雪不由啊了一声，坐直了身子。昨天晚上他们已经听说了赵思的条件，王映雪觉得赵思疯了，庞氏却两眼发光，一个晚上都有些魂不守舍的。你别慌，庞氏笑道，看样子窦昭是跟着六太太来探病的。他说着啧啧两声道，你别说，窦昭长得可真是漂亮，仅脚下那双缀着珍珠的绣鞋最少也得10几两银子。他们窦家可真是有钱。王映雪很不喜欢他二嫂看什么东西都以银子的多少来论好坏，可他又不好说他。这些日子他的事多亏有二嫂帮助，他总不好在这些细枝末节的事上和二嫂较真吧。映雪，你拿定主意了没有？庞氏见王映雪不说话，心中微审，又要做表子又要立牌坊，哪有这么好的事？你可别说我这个做嫂子的没提醒你，没有赵家的同意书，公爹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你这样不明不白的待在窦家的。你也不想你哥哥嫂子这儿都因此而抬不起头来把你扶正了，好歹还能得那一半的家财。你要是回去了，窦家的财产可是与你没有半点干系了。我自己又不是养活不了自己。王映雪不悦道，我只是觉示窦老太爷肯定是不会答应这件事，这是后话。庞氏挤对着王映雪，你就说你想不想扶正吧。王映雪低着头没有说话。我这是看评书替古人担忧啊。庞氏道，得是我多管闲事，我这就回南洼去，你的事我也再不管了。王映雪猛地抓住了庞氏的衣袖。庞氏不由挑了挑眉，笑起来。窦昭和季氏刚下马车，就看见彩兰急匆匆地走了过来。六太太，她屈膝行礼，小声地道，五爷和六爷、七爷一起回来了。窦昭和季氏都大吃一惊，季氏更是神色凝重。知道三位爷是为什么回来的吗？不知道。彩兰摇头，只听说五爷请了几天假，就和六爷、七爷一起回来了。又道，七爷已经回了府，六爷刚刚被太夫人派了过去，太夫人还嘱咐您要是回了府，立刻过去一趟。季氏沉思了片刻，问，除了我和六爷还有谁？还有三爷和三太太。季氏又思索了一会，道，我知道了，把窦昭交给了妥娘和彩叔，你们照看好寿姑，等我回来了再送寿姑回府。两人齐齐应是，抱着窦昭回了季氏的宅子，季氏则带着彩兰去了太夫人那里。太夫人的院子悄无声息，服侍的丫鬟婆子都屏气凝神地立在院子中间。见了季氏，立在正屋台阶前的柳嬷嬷忙迎上前来，一面笑着陪季氏进了屋，一面声若文瑞地道，五爷一回来就和太夫人在内室说了半天话，出来就让请几位过来。季氏见再走两步就是内室了，朝着柳嬷嬷使了个眼色，就笑着由柳嬷嬷撩脸走了进去。大家早已坐定，就等着他来。季氏忙上前给众人行礼。二太夫人呵呵笑道，不必多礼，又没有外人。然后指了窦世恒身边空着的绣墩，挨着中直坐吧。季氏笑着坐了下来，却趁机飞快地瞥了眼三太太。三太太眼观鼻，鼻观心地坐在那里，看不出表情。大家都到齐了。和二太夫人并肩而坐的窦世书笑着开了口，我这次回来是有要紧的事请三哥和六弟帮忙的。他是个典型的窦家人，身材高大挺拔，皮肤白皙细嫩，眼睛明亮有神，说话目如春风。窦氏帮忙欠了欠身。窦世书就道，王行仪在甘肃查禁马氏之事，偏偏又出了王氏这件事，如果他被弹劾，会让曾阁老变得很被动。王氏的事必须快刀斩乱麻。我有个想法，说出来大家商量商量，看可行不可行。他语气微顿，目光在哥哥嫂子、弟弟弟媳的脸上缓缓而过。赵瑞甫提出让三叔划归一半财产给寿姑做陪嫁，我想三叔是绝不会答应。因而我大致估算了一下，现在窦家的财产一半是东府的，一半是西府的。东府的又分为6份，其中大房、二房和四房占了一半。三哥，我和六弟占了一半。
季氏听到这里，已隐隐知道窦氏叔的打算，他心中砰砰乱跳，不由朝二太夫人望去。二太夫人坐得笔直，目光沉稳。他又想到彩兰的话，看样子武伯已经得到了婆婆的支持。季氏缩了窦氏榜一眼，窦氏榜微张着嘴，显然也隐隐知道窦氏叔接下来会说什么，但他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一如刚才似的认真听着窦氏叔的话。再看丈夫，满脸的不以为意，显然已经知道窦氏叔会说些什么了。季氏叹了口气，耳边传来窦氏叔的声音：我们三房加起来正好是西府一半的财产，正好达到了瑞府的要求。如果三哥和六弟妹同意，我想把我们三房应得的那份财产划给寿姑好了。至于三哥和六叔的损失，请三哥和六叔给我点时间，由我打个欠条，慢慢的还。他的话音刚落，没等三房和六房有所反应，二太夫人已道：若是你们有急用，也报个数字给我，我还有些贴几银子，贴补这家里3-5年的开销还是拿得出来的。窦氏榜最敬重的就是自己的母亲，何况这是为了自己胞弟的前程。他没话说，只是他也不好表态，免得六弟和六弟妹觉得他多事。窦氏恒本就有好女不穿嫁11，好男不吃爹娘饭的志气，而且他回来之前就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他只怕季氏觉得委屈，不由朝季氏望去。窦氏叔什么都盘算好了，他能说反对吗？她朝着丈夫点了点头。窦氏恒沉声道：我同意。窦氏榜本是提得起放得下的人，见大势已定，再无顾忌，道：我也同意。随后又觉得这气氛有些压抑，故作语气轻快的道：我们也不用五弟打什么欠条，娘的贴记银子呢，还是留给自己打赏那些孙子孙女，这日常的嚼用，我们不管是我还是六弟，都是拿得出来的。要是真到了山穷水尽那一天，我自会带了儿子媳妇孙子孙女去京都找五哥的。窦氏叔微微的笑，笑容亲切而真诚。三哥放心，我定当导履相迎。窦氏恒哈哈大笑。二太夫人由衷的高兴，脸上的褶子仿佛都少了几道。好，好，好，兄弟齐心，其利断金。你们能这样，我死子也能瞑目了。你们放心，只有你五哥的一口，就有你们的一口。我这话说在这里，老五，你当着你哥哥嫂子、弟弟弟媳发个誓。不用，不用。三太太此时也反应过来，满脸笑容地道：这又不是哪一个人的事，是我们家的事，怎么能让五弟一个人担着？然后调侃道：娘，您这么说，可是挑拨我们兄弟妯娌间不和。是我不对，是我不对。二太夫人笑像吃了长寿果似的：我不说了，我不说了。窦氏叔就笑着站了起来：既然如此，多的话我也不说了。我已经请了兰哥、大嫂、二嫂他们去花厅里说话，这个时候想必他们都已经到了，我们也一起过去吧。窦昭木送六伯母离开，心里却想着五伯父请假的事。五伯父是吏部侍郎，他请假会向谁请？当然是他的顶头上司吏部尚书兼师府的曾一芬了。哈！窦昭忍不住笑起来。不知道王行仪听到这个消息，会不会赶回京都向同是他师座的曾一芬解释一下为什么五伯父要请假？妥娘看着窦昭莫名其妙的就笑了起来，诧异的喊了一声小姐。没事没事。窦昭笑得更欢快了，他摇着彩叔的胳膊：彩叔，我要回家，我要见爹爹。可六太太吩咐过了，等他回来就送您回府。彩叔很为难。窦昭不管，一个劲的要回去。他现在是孩子，吵闹任性都是正常的。彩叔没有办法，只好叫了个小丫鬟去请季氏示下。季氏在花厅，他望了一眼坐在主位上的二太夫，又望了一眼坐在自己对面的兰哥、大嫂和二嫂，心情有些微妙。而二太太望着坐在自己对面的窦氏叔、窦氏养、三太太、窦氏恒和季氏，却心中充满了愤怒。说什么商量？老三、老五、老六这一母同胞的三兄弟早商量好了，他们这三房却是赶鸭子上架，之前根本不知道二太夫人把他们叫过来是为什么，怎么商量。覆巢之下没有完卵，这个道理他是懂的，可就这样被迫为西府收拾残局，他却怒意难消。如果他反对，以老五的心性，只怕早就有一大堆道理在那里等着他，他说得过老五吗？一个不慎，还可能给众人留下他趋利避害、不敢担当的印象。他是窦府的宗父，以后在窦家还有什么威信可信？二太太看了大太太一眼，大太太脸色苍白，眼睛浮肿，表情却很平静。做了10几年宗妇，现在又死了丈夫，孩子还小的双居妇人有自己的打算。叔伯兄弟里，老五窦氏叔的前程最好，兰哥以后还要靠这位五叔帮衬，他们是万万不能和窦氏叔翻脸的。大爷在世时在江南任官多年，他们颇有些积蓄，
不说这些，就算东府分一半的财产给受姑，其他的6房平分留下的一半，节省些，也足以够他们过2、3代人了，何必为了钱闹得不好看？只要有人，还怕没有钱？不过2房的儿子最多，如果自己提出来6房共摊，只怕2房会不答应。好在他现在卸下了宗父的责任，这些事也就不用自己出头了。大太太紧紧地抿着嘴。二太太怨念丛生，早知这样，当初就不应该听二太夫人的，跟着丈夫去认了。为了让儿子们能好好读书，又怕背上个不孝的罪名，她把4儿子全跟留在了真定。如今长子窦文茂跟着老爷在京都读书历练，次子窦玉昌、3子窦秀昌，还有从兄弟中排行第5的4子窦广昌，则在家中族学里上学。文昌已过而立之年，却还只是个秀才。玉昌书读得虽好，但比起2个叔叔窦世恒、窦世英却又差了很多。秀昌就不用说了，早早的成了亲，儿子倒是生了好几个，可读起书还不如自己的儿子之歌。广昌也就比秀昌强的一点点。想到这些，他把心一横，笑道：四弟怎么说？窦家的4老爷窦世柱在举人的功名上止步不前，前几年终于断了金榜题名的念头。经窦世叔的推荐，在就藩信阳的皇长子信阳王府上做了明长史，听说很得信阳王的喜欢，前2年举家搬到了信阳。窦世叔听着，犹豫半晌，从衣袖中掏出信封来，示意丫鬟递给二太太。这是四哥给我的回信，我原先觉得有些不妥，所以没拿出来。二太太在心里把窦世叔骂了100遍。信阳离京都千里之遥，我口一开你就能拿出老四的信，你不是早有预谋，我一头撞死在这大厅里。心里却明白大势已去，老四早就和老五串通一气，他不用看信，已经知道信上都写了些什么，但他还是忍不住打开了信。果然，窦世柱不仅同意窦世叔对东府的财产分配，而且还建议受姑的嫁妆由6家平摊。二太太索性把信给了大太太，大太太看着嘴角就流露出淡淡的笑意来。二太太在心里暗暗叹了口气，就听见大太太笑道：四叔倒和我想到一块去了，我看就照着四叔的说的办好了。这并不是哪一家一室的事，这关系到五伯父的前程，窦家的兴衰。我先前没把四哥的信拿出来，就是怕2位嫂嫂误会。窦世叔听着忙笑道：这件事认真说起来，都是我没有处理好，才会有今天的局面。2位嫂嫂的好意我心领了，这事既然是我决定的，就由我来担着吧，总不能把大家都拖下水。二太太还要说什么，二太夫人已笑道：这件事她也和我商量过，我也是同意的，你们就不要再争了，就这样决定了。二太夫人拍了板，吩咐柳妈妈：你去跟窦管事说一些，让他把西府的老太爷请过来，就说我有事要紧事和他商量。又对窦氏绑道：你一向管着2家的庶务，这几天就抽空把账目整理整理，到时候赵家来人也好商量着到底把哪些产业划到受姑的名下。窦氏绑忙站起身来，恭谨的应是。请记是室下的小丫鬟看了这等阵势，哪里还敢凑上前去，跑回去只说没办法凑到六太太跟前去。彩叔只好不停地哄着窦昭。正好柳嬷嬷出来传话，见状不由笑道：这是怎么了？彩叔忙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柳妈妈。柳嬷嬷是二太太贴身的老仆，就是窦世叔，也要给她几分面子。若是平时，她关心地问过几句也就算了，绝不会把事揽到自己身上去的。可想到刚才花厅里发生的一切，以他对窦家五爷的了解，只要是窦五爷要做的事，就没有做不成的。西府的这位四小姐，在他心目中的分量也就骤然间直线上升，到了一个让人不能不重视的地步。他不禁笑道：我奉了太夫人之命，正要请窦管事往西府走一趟，不如让窦管事送你们过去，你们给六太太留个口讯就是了。骨肉至亲，哪有不想念的？也不怪四小姐吵着非要回去不过。有了柳嬷嬷的话，彩叔胆子也大起来，叮嘱了身边的小丫鬟几句，和妥娘一起陪着窦昭回了西府。高升正指使着小厮在搬窦世英的香笼，见窦昭回来了，忙上前行礼。窦昭问他：我爹爹呢？高兴笑道：七爷去了栖霞院。窦昭转身想走，略一思忖，让海棠陪着彩叔，自己带着妥娘去了栖霞院。远远的，他就看见了趾高气扬地站在院子里指使着丫鬟婆子端茶倒水的庞氏。窦昭绕道往窦世英的书房去。栖霞院后院的角门斜对着窦世英的书房，角门虚掩着，无人看守。他一路畅通无阻地进了栖霞院。栖霞院后院种着几株木兰，花开的时候灿若霞锦，所以这院子才取名栖霞院。窦昭在内室后面的暖阁听父亲和王映雪说话。
我只是个平凡普通的男子，自私的想过得快活一点，想把从前的事都忘记。说话的是父亲，可每当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古秋是怎么死的，心里像刀扎一样难受。映雪，我们都重新开始吧。王映雪愣住，你是什么意思？映雪，难道你还不明白？窦世英神色复杂地望着王映雪，喃喃地道：如果我们在一起，除了名分，其他的我什么也给不了你。暖阁里的窦昭气得咬牙切齿。什么叫做重新开始？什么叫除了名分，其他的什么也给不了？一个女人，你愿意给她一个名分，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他再也听不下去，气呼呼地从暖阁里出来，径直去了栖霞院的院。庞氏像壁虎似的，正趴在窗棂上偷听，他的丫鬟在一旁望风。窦家的仆妇远远地站在五下廊角，神色里都带着几分鄙夷。窦昭静静地站在那里，似笑非笑地望着庞氏。庞氏的丫鬟突然间发现了窦昭，她脸涨得通红，不停地拉着庞氏的衣角。二奶奶，二奶奶，别吵！庞氏不耐烦地道，你一说话我就听不见了。不是，那丫鬟在窦昭的目光中急得都快再哭出来，是四小姐，窦家的四小姐过来了。谁？庞氏回头一眼就看见了不远处的窦昭。哦，原来是四小姐啊！她若无其事地拍了拍衣襟，整了整鬓角，笑道，四小姐，您怎么来了？是谁陪您来的？前世今生，窦昭都佩服她的自说自话。屋里的人听到动静却冲了出来。寿姑。窦世英张口结舌地望着女儿，你怎么过来了？你不是在你六伯母哪里吗？谁带你过来的？一面说，一面四处张望，看见妥娘面色一沉，正要开口教训，窦昭已道，是彩叔陪我来的。说着转身就朝外走，我等会还要跟着窦管事的车回去呢。这个地方他一刻钟也不想待了。你慢点。窦世英在后面追着女儿，我和你一起去给祖父问安。跟着出来的王映雪站在台阶上，看着窦氏父女的身影渐行渐远，慢慢的消失在自己的眼帘。窦昭是坐着自家的车回的东窦。车上，窦铎问儿子，原籍都对你说了些什么？刚才窦管事在场，他不好深问，只知道窦氏叔回来了，而且猜测窦氏叔多半是为了赵家提出的条件而来，但他想不通窦氏叔回来有什么用赵家提出这样的条件，分明就是为难他，为了把责任推到他的身上。赵瑞府拿不到西窦的一半财产，是绝不会答应写同意书的。赵瑞府胜卷在掌，不可能因为窦氏叔的话就放弃，他不可能因为窦氏叔的几句承认就把西窦的一半财产划归窦昭，王家更不可能在没有赵家同意书的情况之下让王映雪继续待在窦家。他想来想，这都是个死局。窦世英直言道，五哥把这段时间家里发生的事都告诉了我。说完再无二言，以至于窦铎空等了半晌，他只好又道，那原籍是怎么对你说的？五哥说舅兄的要求合情，但不合理。窦世英道，可古秋出了这样的事，舅兄气愤难消，要求窦家补偿寿姑，换个位置，我们恐怕做得更过分。如果不是正好赶上王大人巡抚甘肃，我们三家完全可以坐下来好好说说话，重新商定一个赵家觉得合理，你也能接受的数目，甚至是完全可以不答应舅兄的要求，想必王大人也是可以理解的。可现在时机不对，赵家无所谓，朝中大事却拖不得王大人，若是被弹劾，只怕再也无人有这样的威望和魄力进察边关马事了。皇上想安定西北也成了空谈，曾大人恐怕会再一次面临着被迫致仕的危险。五哥让我劝劝你，为大局着想，请您三思而后行。窦昭撇嘴，前世王行仪最终也只是关闭了连关的马市，并没能禁止马市交易。朝廷不让，难道那些九边的总兵们就没有办法了？五军都督府的那些都督们都吃什么喝什么？说到底，马市难进，是因为马市是整个西北武将们的司库，这也是为什么王行仪反对开马市的主要原因。而石瑞兰飞扬跋扈，御史们始终都参不倒他，也是这个原因。这已不是单纯的开不开马市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文官和武将之间的明争暗斗，最终窦启俊能参倒石瑞兰，还是因为新皇登基，决定将连关马市掌握在自己手里，派了司礼监秉笔太监韩卫兼任陕西行都司监军，常驻西安，负责边关马市。窦铎冷笑，我们不过是靠着东府吃饭，大局关于我们什么事？我们哪有那样的见识？还在为被太夫人将在东府一天一夜气恼，抱怨了还不解气。又指了窦昭，他要是个儿子，不要说一半的家产，就是全部的家产给了他，我也欣然允诺。可你让我把祖宗留下的产业让个丫头片子带到另人家去，我宁愿整个窦家都跟着蹭一分一起倒霉。
窦世英闭口不言，只是轻轻地摩挲着窦昭的头，好像在安慰他不要害怕似的。三人一路沉默着到了东府，武伯父亲自在大门口迎接。小叔，他彬彬有礼，本应该过去给你问安，可这不是私事，也要听听大嫂和二嫂他们的意思，我就先公后私了。等过了这件事，我再到府上去给您赔不是，听您的教诲。武伯父开门见山地笑着，目光坦荡，态度诚恳，让祖父挑不出一点的毛病，满腔的闷气只能硬生生地压在心底，面色不愉的由武伯父陪着进了正屋。窦世英把女儿交给了妥娘，乖，一边玩去，爹爹等会去六伯母那里接你。窦昭点头，等祖父和父亲都进了厅堂，他在外面转了一溜，找了个机会溜了进去。武伯父正在说话，所以我想来想去，寿姑的陪嫁由我们东窦出了。你疯了！祖父和父亲都难掩惊愕，特别是祖父，脸色铁青。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知不知道西窦的一半产业是多少钱子？这可是祖宗的产业。他说着，朝二太夫人望去。二太夫人低头喝着茶，面无表情，好像刚才儿子送出去的不是1/4的窦家财产，而是一个系红瓷的小碗。我知道。武伯父温声道，神态暖如春色，祖宗辛辛苦苦地留下了偌大一份财产，不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后代子孙的日子越过越好？如果这份产业反成了累赘，我们放弃也无所谓。世上之事，有得者居之。我相信，就算我们舍了1/4的产业，有我，他的目光遂一地落在了在座人的每个窦氏子孙的脸上，有兰根，有枝根，我们的日子只能越过越兴旺，越过越昌盛。窦昭不由暗暗点头，兰根是大房的，枝根是二房的。自己的这个武伯父，难怪能进内阁，不说别的，就凭这手滴水不漏的说话功夫，也够他好好学习学习了。窦铎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来，这个窦氏叔可真能想，真能干啊！难怪他会接手这件事，难怪窦家这么多子孙里，只有他的官做得最大。他不仅对别人狠，对自己也一样的狠。东窦1/4的产业，他说不要就不要了。想到这里，窦铎不由眉头一皱，等等，自己的儿子要把小妾扶正，自己放着大把的银子不用，却要自己的侄儿们帮着出钱，老五这哪里是不要祖上的产业，他这是在要挟他，这是在赤裸裸的要挟他。窦铎顿时红了眼，他绝不能让老五得逞。窦铎朝几个侄儿媳妇望去，大太太垂着眼帘，手指不停地拨弄着紫红色小叶檀的佛珠，二太太端容坐在那里，如神溪里祖先的画像。平日里未与先笑的窦氏榜此时也是正襟危坐，满难的严肃，只有窦世恒大刀立马地坐在那里，显得有些不着调。窦铎问窦世恒，你也同意？我也同意。六伯父坐直了身子，正色地道，我本不赞成把王氏扶正，但王氏扶正已成了定局，让寿姑有些梯级银子傍身，我觉得挺好。瑞府这次总算做了件靠谱的事，他说话从来不含糊。窦铎冷笑，那好，你们出钱给赵瑞府吧，反正我是1分钱也不会拿出来的。你想给我添堵，好，我看你们怎么下台。谁知道窦氏叔听了，笑着长吁了口气，整个人仿佛如释重负般的轻松起来，道，我还担心小叔不同意，既然如此，三叔，就麻烦你把账簿搬出来，我们当面把财产划分清，也让小叔心里有个数。窦氏榜立刻拿了一大摞账簿进来，小叔，我觉得既然是给寿姑的陪嫁，还是应该以田亩和房屋为主。他说着，找出其中的一本账簿，翻开后摊到了窦铎的面前，你看，这是我们在行堂的一个田庄，有2000多亩，都连在一起，每年也有300-400两银子的收益。再就是曲阳的田庄了，也有1500多亩，每年能收300-400两银。窦铎虽然不管数务，但并不表示他不看账簿。窦氏榜指的这几个地方都是东府的产业，难道他们真的准备用自己的银子贴补窦昭？窦铎眼底闪过浓浓的困惑。窦氏叔微微一笑，对窦氏榜道，三哥，这个都以后你再和小叔慢慢协商，当务之急是要写个契约，大家都同意寿姑的陪嫁由我们6房共同平摊，口说无凭，总得有个证据吧。看我，窦氏榜笑道，忘了你还要赶回京都了。他回头问窦铎，小叔，这契约您看谁写合适？不是说你们3房合担的吗？窦铎道，怎么又是由你们6房共同承担了？窦氏叔笑道，我原意是由我们3房拿出来的，可大嫂和二嫂、四哥怎么也不同意，我想了想，有大嫂、二嫂他们帮衬，我也更有底气些，就答应了。窦铎额头冒出汗来，他只有一个儿子，得罪二伯父这一支他不怕，还有大伯父那一支。
这从兄弟也和那内阁一样，利益之下，今天你拉拢了我打击他，明天我拉拢了他打击你，分分合合，不过就是那回事。可现在他为了保住自己的产业，让另外6家共同受损，这就好比是把另外6家绑到一根绳子上，联合起来对付占了他们利益的自己。那6房的任何一家都永远不可能和他们这一房走到一起，他们这一房将彻底的被孤立。不要说万源此时不过是个新进的举人，就算他是个进士，难道不要选择官？难道不要后缺？难道仕途中就没有个为难的时候？窦铎思忖着，窦氏榜已3下2下写好了文书。小叔，您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地方？如果没有，我们就分别按指印了。不过是张薄薄的笺纸，窦铎拿在手里，却觉得有千斤重。他到现在还不相信窦氏叔会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可眼前的这纸文书却又让他不能不相信。一旦指印按下去，事情就再也无法收拾了。窦铎想着，额间的汗就落在了文书上，渐渐洇开，像一滴泪。黑影在眼前一晃，手中的文书突然被人抽手了。我知道爹爹的意思是怕我不同意。窦世英把契约撕得稀烂，然后揉成一团丢在了墙角。五哥不用多说了，寿姑是我女儿，陪嫁理应由我出，这1半银子我答应了。晚上被留在东府的窦昭睡在六伯母内室的碧纱橱里，怎么也睡不着。西窦的1半财产就这样归他了。他脑海里反复地浮现出父亲将文书揉成一团时那温文中带着坚毅的样子。窦家1/4的产业，父亲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于大庆不过管了母亲那么点陪嫁，母亲一死就有了别样的心思。他一个5岁的稚童，谁会忠心耿耿地帮他打理这些产业，而在锦帛面前能不动心？要不要联系崔家的人呢？前一世他12岁，这一世他还懵懂不知。窦昭已经经历过太多，早已不敢用金钱去考验一个人的心性。而在碧纱橱的另一边，季氏也没有睡。她在想今天的事，有心和丈夫说几句贴己的话，转头却看见丈夫酣睡的脸庞，千言万语就这样堵在了心里。她轻手轻脚的披衣起床，先去看了看睡着了的窦昭，然后一个人坐在了临窗的大炕上。现在的窦昭好比个襁褓中的婴儿，手里拽着带金元宝，虽然金元宝可以保证他衣食无忧，可他却无力保管，只会让觊觎他的人生出抢夺之心。这对窦昭来说弊大于利吧。既是想到他熟睡时静谧的面孔，写字时认真的表情，还有偶尔眼中闪过的一丝狡黠，突然间心痛不已。这么好的一个孩子，难道就让他这样毁了不成？他不由朝自己婆婆居住的方向望去。至于送走了窦铎父子的二太夫人，正和次子窦氏叔在内室说着悄悄话。要是你三叔最终也不答应分西窦1半的财产给寿姑，你难道真的准备把老三、老六应得的那一份连同你自己的一起送给寿姑啊？屋里服侍的仆妇已被遣散，屋里只有二太夫人和窦氏叔2个人。窦氏叔笑而不答，亲手给母亲沏了杯茶。二太夫人又气又急，嗔道：你呀，也太激进了些，还好今天有万元顶了一杠子，要不然这件事看你怎么收场。我也没想到。窦氏叔坐在了母亲的对面，万元比起从前来稳重多了，又道：家里的事还要请您多多费心，我明天一早就回京都去了，我省得。二太夫人说着唏嘘道：花了这么大的力气，我看那王行仪未必就会领你这个情，说不定还会觉得这件事闹成这样全是你没有尽力的原因。娘，窦氏叔失笑，您觉得我能和王右省吃到一个碗里去吗？二太夫人微愣，窦氏叔就道：我们窦家到我这代已经是第3代了吧？自从窦家有人进学以来，窦氏叔是第3代。二太夫人点了点头。可不管我们家出了多少个举人、进士，只要没有人入阁拜相，就始终只是个平常的官宦人家，在官场中名声不显，在朝廷里说话无力。窦氏叔说着，脸色渐肃，五官也都如刀刻般分明起来。而我现在有了这样的机会，看到了这样的前景，有可能哪天自己的画像会挂在窦家北楼的祠堂里，名字会写进窦家家谱的首页，您说我能放弃吗？我会放弃吗？二太夫人坚定地道：那自然是不能。王行仪选择了给房师做了先锋，整整10年，他自己在西北餐风宿露，妻子儿女穷困潦倒。窦氏叔眼睛微眯，犀利明亮的眼神如刀锋一闪。如今他好不容易重返仕途，所受的委屈房师都会补偿他，您说他会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让自己所受的苦难毫无代价吗？不能。二太夫人若有所思，既然我们2个人都不可能退让，我又何必讨好他呢？窦氏叔微笑道：而且现在的局面对我们更有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他连家务事都理不清，竟然要我们家花这么大元力气为他收拾残局，房事对他恐怕要重新估量估量。不错，二太夫人精神一振，一个连家务事都管不好的人，又怎么能让人放心的把朝中大事托付给他呢？纸包不住火，这件事就算我们闭口不谈，迟迟早早也会传到你的那些同年同僚们耳朵中去的。做官的谁不想再进一步？就算是曾大人对他轻言有加，恐怕也会有人不服。他说着笑起来，这样看来我们要多谢那庞氏这么一闹才是，否则事情还走不到这一步。不过让王氏这样的女子进门终归是有些不妥。窦氏叔沉吟道，就怕下辈们有样学样，坏了窦家的家风。我看西府那边的事您要多多留意才是，三叔家里已经久无人主持钟馗，想必要做的事很多，寿姑最好还是养在我们府上好些，还有王氏生的那个女儿，如果也能接到您身边来常住，那就最好不过了。二太夫人很鄙视王氏，连带着也就不喜欢窦明，到我们现在和你三叔翻了脸，如果仅仅是为了教养他，我看就算了吧。但她总归是窦家的姑娘。窦氏叔道，若是嫁到别人家言行有失，丢的还是我们家的脸。二太夫人无奈的颔首。窦氏叔又嘱咐，寿姑得了西府一半产业的事，还请您叮嘱家里人不要乱说话。二太夫人不解。窦氏叔含蓄地道，我怕有人打寿姑的主意。二太夫人明白过来，西窦的一半财产是多少银子？谁家要是娶了这样的媳妇，子孙几辈子都可以不是生产，躺着吃睡着喝就行了，总得给寿姑找个和我们家亲近的人才行。二太夫人思忖道，若是他的心向着东府，那就更好了。窦氏叔见母亲明白了自己的意思，眼底充满了笑意。这2天赵太太会拿了赵大人的同意书回来，赵太太毕竟年轻，她有什么事您就帮衬她一把，免得分割财产的事又生出什么波折来。我们既然答应了赵家的条件，何不做得漂亮些？二太夫人却诧异窦昭的舅母来得这样快。窦氏叔含笑道，我一得到消息说瑞府要西窦一半的财产给寿姑做陪嫁，就知道他的意思，立刻就派人去了趟甘泉县，也是怕夜长梦多。三叔临到要把财产交出来时候又反悔了，还是你考虑的周详。二太夫人望着温文尔雅却自信飞扬的儿子，忍不住连声称赞。窦铎的悔意要比窦氏叔预料的来得快。回到家中，他拿起书案上的笔洗就朝窦世英扔去。窦世英不躲不闪，等父亲发完了脾气，静静地道，我明天会和五哥一起回京都，你还嫌今天不够丢脸？窦铎气地打断了他的话，我还要参加明年的春闱。窦世英道，想让五哥帮我介绍个老翰林帮着讲讲致意。窦铎顿时气愕，随后又道，也好，等你春闱回来再行扶正之礼，正好可以把那王氏晾一晾。何必如此？窦世英想劝父亲几句，想到父亲的怨怼，想到自己不可能不去参加春闱，他欲言又止。窦铎却提着儿子说起致意来。父亲两人一问一答，渐渐说到天空中泛起鱼肚白。窦世英揉着红彤彤的眼睛回去梳洗后，重回贺寿堂陪着父亲用了早膳，等高兴过来，丙香笼已经装上了车，窦铎把儿子送到了大门口。父亲两人正说着话，呼啦啦一大群人敲锣打鼓地朝他们涌来。窦铎皱了皱眉，刚叫了声杜安，对面人群中已传来一声男子高亢的哭喊，窦家老太爷，都是我那兄弟不懂事，冲撞了您，我们兄弟3人给您负荆请罪了，还请您大人大量，不要和我们计较，原谅则个。窦家的人大吃一惊，齐齐朝那群人望过去，只见人群中间走着3个穿着丁香色绸裤的男子，赤着上身，背着金条，这不是那庞氏3兄弟吗？杜安惊讶地张大了嘴巴。窦铎却是气得太阳穴突直跳，厉声问身边的人，他们来干什么？不知道。小厮道，我这就去问问。还没等他跑到庞氏3兄弟面前，庞氏3兄弟已推金山倒玉柱般的扑通一声跪在了大街街心。窦老爷，我们给您磕头了。说完，咚咚咚地磕起头来，额头上很快一片青紫。出了什么事？这3个人是谁啊？也有人认出庞氏老三庞西楼的，这不是隔壁灵寿县的庞三爷吗？他可是灵寿县有名的泼皮，没想到也有今天。不知道庞家是为什么事得罪了窦家。看热闹的街坊四邻议论纷纷，还有庞家的人不住地向众人解释，我们家三爷有眼不识金镶玉，得罪了窦老太爷，这是来赔礼道歉的，活该。人群中传来解恨的唾弃，他庞一霸也有今天，庞家老太爷应该狠狠地治治他才是，肯定是庞一霸敲诈到窦老太爷的头上来了，说什么的都有。窦铎气手指发抖，
庞玉楼的二哥庞银楼听着不免有些得意，低声对大哥庞金楼、弟弟庞西楼小声地道：“怎么样？听我的不会错吧？那天小弟若是亲自去找朱家的麻烦，今天我们怎么下台？这家长里短的扯皮，最忌把人一棒子打死不留余地了。你们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有多个心眼才行。”庞玉楼有3个哥哥，分别是庞金楼、庞银楼、庞西楼。庞金楼能干，2个弟弟还是懵懂无知的时候，就已经把庞家的铺子抓在了手里。庞银楼精明，知道自己在庞家的铺子里帮忙也讨不了好，哄了庞父私底下拿了钱梯级银子给他，自己开了个茶药楼。庞西楼从小就是混人，喜欢拳脚，在县里的武馆里学了几招，铺子里的事他插不上手，又不愿意像庞银楼弟样低眉顺眼地服侍人，每个月干巴巴的那几个月例，吃了没有喝的，喝了没有吃的，索性和武馆里玩得好的几个师兄弟做起了收账放债的营生。窦氏叔一听就知道庞征兄弟要干什么，为了巴结上王家，他们迫不及待地给王家当了刀使。现在王家要和窦家结亲了，他们又怕因为先前的所作所为被窦家记恨而被王家放弃，干脆演起了负荆请罪的戏文。我都已经当着左邻右舍的人低头放书，你们王窦两家总不能把我们一棒子打死吧？尽管心里明白，但庞氏兄弟的对时局的把握、当机立断的果敢和不顾名声的厚颜无耻，还是让窦氏叔有些意外。他无意再插手东府和王家的事，但对庞家这么快就得到了窦王两家既然联姻的消息，有些不悦。他若有所指的对待着家中女眷为他送行的二太夫人笑道，也不知道庞家怎么突然间就前倨后恭起来。二太夫人把儿子的话在心里转了转，就明白了儿子的意思。他笑道，有果必要因，有因必有果，意思是自己会去追查这件事的。窦氏叔就笑道，也不知道七弟那边还会闹腾多久，龚大人还在驿站那边等着给我送行，我就在驿站那边等七弟吧，正好还可以和龚大人说说话。真定县新上任的父母关姓龚，窦氏叔虽不是窦家的族长，可他是窦家官位最高的人。现在有人在窦家闹事，按理说窦氏叔应该前去调解才是，但想到庞家兄弟是为什么和西府的下戏，二太会人不禁在心里嘀咕，难道让他堂堂正三品的儿子去过问这种破事不成？他自然是希望儿子越早离开这是非之地越好。他忙不迭地点头道，虽说你已官至三品，可县官不如县管，家里的事还得龚大人照应，千万不可心生骄纵，得罪了龚大人，让龚大人等你，那就更不应该了。说完，催了窦氏叔快去见龚大人。窦氏叔想了想，道，六弟，你带着六弟妹和寿姑和我一起去驿站吧。窦世英不过来了，窦昭却不能给窦世英辞行。窦氏叔既然打定了主意把窦昭亲进东府的人，窦昭和西府的接触当然是越少越好。季氏则是不想窦昭卷到这些大人们的纠争中去，他朝着抱着窦昭笑盈盈地望着窦世恒，一副你同意我现在就可以抱着窦昭启程的样子。窦世恒觉得这毕竟是东府的事，如果窦世英有需要，自会让管事来求助，如果窦世英没有需要，他也不应该贸贸然地帮去助阵。见妻子望着他，他笑着抱过窦昭道，寿姑，我们跟着你武伯父去见识一下真定县的驿站好不好？窦昭咯咯地笑，他才懒得理会王窦两家的破事。窦德昌也吵着要去，却被二太夫人指使着柳嬷嬷把他拦腰抱住，你爹和你娘在要紧的事，你去凑什么热闹？窦德昌委屈地嘟着嘴。窦世恒和季氏都不理他，带着窦昭上了马车。龚县令是个和窦氏叔年纪差不多的男子，相貌堂堂，气昂不凡，他自称是辛丑科的进士，比窦氏叔低4科，对窦氏叔非常的尊敬。窦氏叔表情的也很谦和。众人见过神，龚县令、窦氏叔和窦世恒在驿道的厅堂说话。季氏回避，带了窦昭在驿站的后院里看花草。直到晌午，窦世英才了过来，他团团给窦氏叔等人行礼赔不是。窦氏叔不以为意，向窦氏叔介绍龚县令。龚县令夸着窦世英一表人才，不愧是谢堂子弟。窦氏叔和窦世贡一番谦逊过后，龚县令设宴给窦氏叔、窦世英送行，窦世恒作陪。在后堂用饭的季氏见端上来的菜多油多酱，只捡了几件清淡的菜喂着窦昭，忍着点，回去六伯母给你做荷叶汤喝。窦昭从来不挑食，吃完了菜又吃了一个馒头，饱得昏昏欲睡，什么时候回了东府都不知道。下了马车，彩叔满面笑容地迎了上来，六爷、六太太，安乡的赵太太从甘泉回来了，正陪着太夫人说话。太夫人让您和六太太一回来，就带着4小姐过去给赵太太请安。窦昭和窦世恒、季氏都大吃一惊，窦昭更兴高采烈，我舅母来了，
是什么时候的事？采叔忙道。来了快1个时辰，在太夫人屋里用的饭，此时应该和太夫人在宴席室喝茶。窦昭拉着季氏的手，我们快去。季氏呵呵笑，抱了窦昭，先给你洗把脸，换身衣裳，免得你舅母抱得满身尘土。窦昭讪然的笑，跟着季氏盥洗后去了二太夫人那里。舅母比起在安乡的时候瘦了些，看上去却精神了很多。她扑到赵太太怀里喊着舅母，又问她，舅舅可好？3位表姐可好？您怎么突然回了真定？一句接一句，言辞恳切，惹得舅母眼泪都快出来了。不过2、3年不见，我们寿姑突然就变成了大姑娘，知道问候人了。二太夫人忙道，这大半年寿姑都跟着她六伯母，她六伯母你是知道的，出身江南的名门，最贤淑不过的一个人了。平日里到哪里都带着她，为了晚上好照看她，还把她安排在自己的碧纱橱里歇息，你就不用担心了。语气中带着几分夸张，赵太太听着心中生疑。抬眼看见窦昭粉白可人，过了1个夏天，连个蚊叮虫咬的都没有。想来那位季氏的确是把窦昭照顾得很好，人家称功也是人之常情。他屈膝就给季氏行了个礼，让六太太费心了。季氏却从中听出点风声来，感情婆婆还是想让她帮着西府带孩子。窦昭听出了二太夫人的心思，陪着舅母在东府的客房安顿下来。他对舅母道，伯祖母问我喜不喜欢六伯母，还问我要不要让六伯母永远陪着我。赵太太不想见西窦的人，二太夫人留她在东窦的客房歇息，她立刻就应允了。听了窦昭的话，她只留了彭嬷嬷在身边，然后接着窦昭的手问他，那你喜不喜欢六伯母？喜欢。窦昭道，他给我买好看的木偶，还给我做新衣裳、新袜子，晚上给我打扇，给我染指甲。说着，他把小手伸给赵太太看，舅母好不好看？赵太太听着心里无比酸楚，这本应该是母亲应该做的事，现在却由各堂伯母做了出来。彭嬷嬷就在一旁小声地道，若是表小姐跟着那位六太太也不错，总比在王映雪面前做好低府小的好。我也这么想。赵太太道，谁养大的像谁，东府里就是随便找一个也比那王映雪要好。不过这件事还要从长计议。太夫人是什么意思，我还要仔细看看。有了西窦1半的财产做陪嫁，寿姑可不是从前的寿姑了。彭嬷嬷听着就叹了口气，老爷这招也走得太险了些，我真怕表小姐被养歪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赵太太也叹气，我们也没有想到窦家竟然会同意。她语气微顿，又道，当时老爷接到寿姑她五伯父的信时就说糟了，还说寿姑她五伯父这个人从不打诳语，既然让我们拿了同意书赶回来，就是有十足的把握让寿姑的祖父答应我们的条件。果不然，还好我们也是做了两手打算的，把给老爷请的前谷师爷带了过来，否则就凭我们这几个妇孺，哪里弄得清楚窦家到底有多少钱，哪些田庄的收成好，哪些铺子闲钱。他们要是拿那颗粒无收的田庄糊弄我们，只怕我们也难以发现。这几天我们就好生生地和窦家的人磨磨牙，让那汤师爷也好暗中把窦家的财产摸一摸，免得我们两眼摸黑，人窦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寿姑白白担了个分了西窦1半财产的名声。正说着，有小丫鬟隔着帘子道，亲家太太，西府那边高生媳妇领着几个丫鬟婆子过来给您问安。高生是窦世英贴身的小厮。赵太太尤奇怪，就是来问安，也应该是于嬷嬷来给我们问安，她来凑什么热闹。自从赵谷秋去世后，赵家对西窦的人都非常的反感。谷嬷嬷劝道，还是见见吧，喜欢就听，不喜欢就不听嘛。赵太太点了点头。谷嬷嬷去领了高生的媳妇过来。高生的媳妇是个白白净净的年轻妇人，看模样不过17、8岁的样子。她有些腼腆的给赵太太和窦昭行了礼，然后从怀里掏出封厚厚的信来。这是七爷走的时候特意嘱定我家那口子让我带给您的。窦昭听了不由一愣，父亲早就知道五伯父的安排吗？他不由伏在舅母的肩膀上，想看看信里都写了些什么。窦世英在信里先交代了玉簪出嫁的事，然后把自己准备将哪些田庄房舍划分给窦昭长地列了一大串，最后问赵太太如何有什么异议，您可以和六爷商量，把这件事托付给了窦世恒。赵太太拿着信不由皱眉，问彭嬷嬷，你看窦世英的话能相信吗？窦昭也满心的狐疑，能不能相信不好说。彭嬷嬷沉吟道，可若是让汤师爷照着去查查这些田庄房舍的底细，肯定比我们这样瞎人摸象要节省时间。赵太太颔首，把窦世英的信誊了一份交给了彭嬷嬷，你把这个给汤师爷送去。
汤师爷接到单子，连夜和人去查时，赵太太则每天领着窦昭或和二太夫人聊天，或去探望大太太，或和季氏聊天，不像是来和窦家协商窦昭陪嫁之事的，反而像是来走亲戚的。若是有人问起，也只说老爷请了人来帮着核定契约，这些我不懂，请的人还在路上。分的又不是东窦的财产，扶的又不是东窦的亲戚，东窦的人自然是谁也不急。趁着赵太太在家里做客，二太夫人待赵太太又十分的热情，二嫂堂和三嫂堂趁机怂恿着二太夫人请说书的女先生到家里来说书。二太夫人得了次子的暗示，寻思着若是赵太太也同意窦昭养在东府，这件事就好办了，因而不仅请了说书的女先生在家里说书，隔了几天还请了个戏班子在家里唱戏，并把定真县富绅之家的主母都请了来作陪家里人来人往，语笑喧甜，比过年还要热闹几分，倒把王映雪、庞氏等的惶惶不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样过了大半个月，汤师爷那边有消息过来，说窦氏应立的这几处地方都是极好的，特别是位于清苑县南街、北街的房舍，临街是铺面，全连成了片，占了2条街的一半还多，每年仅租金就有1万多两银子。清苑县是保定府的府城，南街又是清苑县最繁华的正街。赵太太不由感慨，我知道窦家有钱，没想到这么有钱。彭嬷嬷笑道，这次多亏了王家。赵太太再不待见王家，也忍不住笑起来。第二天将汤师爷引荐给窦世榜，窦世榜领了汤师爷去窦铎那里商定窦昭的陪嫁。窦铎已有准备，拿了厚厚一料纸出来，这些给寿姑。汤师爷看了看，笑道，我们家大人的意思，表小姐女流之辈，不会经营这些什么榨油坊、竹器铺子什么的，就不要了，还是多有些田舍。说完，把和赵太太商量好单子递了过去。窦铎看过后，脸色阴得像要下雨似的，冷冷地瞥了窦世榜一眼。窦世榜受了这无妄之灾，忍不住拿起汤师爷写的单子，顿时就在心里骂起来，这谁给赵家报的信？几处做着数钱的营生都在这里面，难怪三叔会瞪他了。可这真不是他干的。他有些欲哭无泪，却也只陪在一旁继续熬着。两家磨叽了10来天，赵家放弃了一些田产，接手了几个作坊，西窦也让出了几处房产，事情大致就这样定了下来。赵太太封了几个金元宝，10匹新式的装花尺头，还有些株花头饰去拜访三伯母。这些日子麻烦了三爷了，以后受姑的事还要请他三伯多多帮衬帮衬。看着眼前快1000两银子的东西，三伯母的笑容情不自禁的又多了些。从三房出来，赵太太去了二太夫人那里。您看孩子这么小，什么也不懂，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照我们老爷的意思，还是想请了孩子的叔伯兄弟帮着管理这份产业。二太夫人眼睛一亮，龙生九子，各有不同。窦家有像窦氏叔那样早早就金榜题名的，也有像窦氏榜这样考到了年过4旬还只是个秀才的。若是让窦家的人帮着窦昭打点产业，好歹是份营生，说出去也好听。可让窦家的人管，赵家能放心吗？他想起那个让他气得吐血的年过30的条款，只怕窦家的人管不好。二太夫人含蓄地道，辜负了赵太太的一番美意，怎么可能管不好？赵太太笑道，现在帮着打点的本就是窦家的人，好在受姑得的都是些田庄房舍什么的，生意上的事我不懂，可这田里的事却很清楚，遇到个丰年多收几斤，遇到个灾年少收几斤，不过这多多少少的以10年为期，均下来每年也有个数字。照我看，不如就取近10年的收益为准，算算每年的收益是多少，以后就以每年的收益为准，多的呢，有管事的先收着，年成不好的时候拿出来贴上。要是连着10年都是好年成，那肯定是菩萨要酬谢他的辛苦，自然是要全归他的。啊，这下子连二太夫人也坐不住了，那一半的产业太大了，就算是多出一点点，也不是个小数目。他喊了几房的媳妇商量这事。大太太笑着在一旁听兰哥不可能放弃举业去帮人打理庶务。三房的孩子还小，没有经验，除非窦氏榜暗中管起来，不然没这能力。4房在信阳，5房在京都，6房只有个窦世恒。算来算去，这事只可能落在2房的头上。季氏不由暗叹一声，不知道这主意是谁想出来的，真是厉害。窦昭毕竟是窦家的姑娘，她还要在窦家生活，出嫁以后还要靠窦家的这些叔伯兄弟帮衬。而赵家因为赵谷秋之死和窦家闹得很不愉快，现在还分了西窦一半的产业。窦家已经有人在私底下抱怨赵家多事，赵家人口简单，不说别的，只要二太夫人一句话，
窦家把从前管着窦昭陪嫁的那些管事、伙计全抽回来，那边就要乱套，赵家根本就没有能力，也没有人手在很短的时间接手那些产业。如今赵太太提出让窦家的人帮窦昭打点产业，又开出了如此丰厚的条件，谁接手管理窦昭的产业，谁就和窦昭拴到了一条线上，成了窦昭在窦家最牢固的帮衬。若是这个人出自二房，二太太又是窦家的宗妇，窦昭在窦家的日子就更容易了。他瞥了一眼二太太，二太太眼底闪过怦然心动的明亮。赵家这次果然是有备而来啊。季氏笑道，我们家六爷今年刚中了举人，一心一意惦记着参加春闱，慧根和纸根还要人照料呢，这件事我们这房就不参与了。大太太听了也忙表态，明天开春兰根就要下场了，每天勤读到半夜，我们恐怕是有心无力。三太太犹豫了半晌，最后还是道，我们三爷管着窦府的产业，不要说他每日忙得团团转，就是避闲也不方便帮着寿姑管理产业。二太夫人问二太太，你的意思呢？二太太当仁不让道，老大跟着五叔在京都，老二、老三、老五都在家，能不能从他们之中选一个？也好。二太夫人笑道，你决定了就来跟我说一声，我也好给赵太太一个交代。这也算是对二太太在窦昭事件中支持儿子的报酬。二太太心知肚明，回屋后就招了儿子媳妇商量此事。窦昭知道后，选了三堂兄窦秀昌。前一世，大堂兄一直跟在五伯父身边，后来五伯父为大堂兄走了阴风这条路，二堂兄一直考中了同进士才罢休，三堂兄和五堂兄和他都没有什么来往，但他记得三伯父去世后，三堂兄一直帮着二堂兄管理窦家的庶务，可见三堂兄在这方面还是当堪重任的。而且三堂兄的长子窦启俊是启字辈中最有出息的一个，他在和舅母聊天的时候说，三伯母骂七堂哥，说他读书还不如知根。赵太太立刻就记在了心里，让人去打听窦启俊。等到二太夫人请舅母过去商议的时候，舅母在三堂兄和五堂兄之间选了三堂兄。秀三爷年长些，又是几个孩子的父亲，想必经稳沉些。二太太无所谓，都是他的儿子。窦秀昌一家却欢天喜地。对于靠月例吃饭的他们来说，有了额外的一份收益，孩子们就能吃得好一点，穿得体面一点。就是窦铎也没有办法反对。他和窦秀昌的父亲，也就是窦昭的二伯父罗士奇的关系非常之好。窦秀昌非常顺利地接管了窦昭的陪嫁，舅母也将同意书交给了二太夫人。忙完这些，已是冬至，家家户户吃饺子。舅母和窦秀昌商量，您不如也把寿姑母亲留给他的产业一并管起来吧。王氏就要进门了，于嬷嬷继续留在西府也不太好，不如趁这个机会让他容养，儿子媳妇都脱了籍，也算是服侍了我们家姑奶奶一场。若是别人，多半会顾忌，这样一来会不会让人误会自己刚接手窦昭的产业就铲除异己？可窦秀昌是窦家正经的爷，怎么会在乎那些仆妇说什么？行啊，他毫不在乎地答应了，反正一匹羊也是放，二匹羊也是放。舅母请了于嬷嬷过来说话，让于大庆下午就将账目交给窦秀昌。事情来得太突然，于大庆当了老婆的一些手势，才勉强把账目做平了。窦秀昌安排了窦府财房的查账，见账时相符，让于大庆划了押。舅母送了200两银子的遗呈，还有一些瓷器、屏风等赏赐，选了个吉日，摆了酒席为于嬷嬷一家送行。真定县里就传出窦家七爷要娶亲妇了，前头七奶奶的贴身妈妈荣养，窦家赏了很多银子给她养老。于嬷嬷的马车出城门的时候，就有人悄悄地丈量马车撵出来的印子。后来窦家就有人听说于嬷嬷一家回去的时候遇到了强盗，不仅财物被洗劫一空，于嬷嬷受了惊吓，不几日就去世了。于大庆被砍伤，虽然保住了一条性命，却落下了残疾，从此生活不能自理。而舅母见事情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了，向窦府的女眷辞行。寿姑她舅舅还等着我回去过年，寿姑就拜托你们了。不管是二太夫人还是几位太太，都高兴地应诺了。待送走了舅母，窦家开始准备过年。赵古秋去世后，西府那边的年事都由窦氏绑夫妻打理。今年因为有窦昭的事隔在中间，冬至节请窦铎过来吃饺，窦铎都已天寒地冻，身体不适，推了窦氏绑，有些拿不准，特意请二太夫人示下。二太夫人去了西府，虽说同意书拿到了手，但没有举行仪式，王氏毕竟名不正言不顺。我看今年不妨让他跟着老三媳妇帮个手，也算是学学怎么主持钟会，明年过年我们两家就各过各的吧。窦铎淡淡的应了。王映雪被叫到三太太身边帮忙，她自然是喜出望外，想着自己出京这事，既不能太过寒酸，
也不能太过华贵，将头发整整齐齐地挽了个圆髻。穿了件半新不旧的茜红色玉堂春的妆花被子，只在耳朵上缀了枚赤金一点油的耳钉，打扮得干净利索又谦和得体地去了东府。三太太正在和管事的妈妈对账，见她进来，只是抬头说了声你来了，就让丫鬟端了个绣墩给她。你先在旁边看着，有什么不懂的再问我。说话间，已有管事的妈妈体面的大丫鬟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小小一间厢房议落不绝。王映雪小时候在京都住一段时间，也曾随着母亲到些高门大户走动，那些人家过年也像现在似的。她不以为忤，温声说了勾三太太您忙你的，不用管我，坐在了绣墩上，眼观四路，耳听八方的看着三太太示下。有管事的妈妈账目不对，和三太太争辩。西府赵家舅太太过来的时候，家中连着开筵席，茶酒的开销也跟着比往日要多。王映雪听到西府2个字，立刻竖了耳朵。比往日多是正常的。三太太道，可比往日多出3成来，是不是太多了些？三太太说着，翻着账，你看，这是六爷中举时家里的开销，你再看赵家舅太太过来时的。六爷那个时候还是仲秋，赵家舅太太却是过了冬至才走，冬至一过，这鸡鸭鱼肉都涨了价。冬至之前，各个田庄不是要送东西过来吗？三太太不为所动，怎么你们还到外面去买？赵家的舅太太可是从仲秋住到了小雪。管事的妈妈急得嘴角冒泡，见王映雪一身半新不旧衣裳，又很是面生，只当她是哪个管事的媳妇，一面和三太太说着，一面指了王映雪，去，给我倒杯茶来。王映雪愕然，朝三太太望去，三太太却和那管事妈妈像斗鸡似的互相瞪着。王映雪在看三太太的丫鬟婆子没一个作声的，只好慢吞吞的起身去给那管事妈妈倒了杯茶，可心里到底愤懑难消。她悄悄地问小丫鬟，这管事妈妈是做什么的呀？你说窦妈妈呀。小丫鬟顺着她的手望过去，笑道，她是我们窦管事的老婆，人最耿直不过，从前是太夫人身边的贴身丫鬟，就是我们府上几位爷见了，也要给她几分体面的。然后好奇地问她，你是哪个房头的？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是新进的管事娘子吗？王映雪后悔自己穿得太朴素，第二天梳了个堕马髻，戴了翡翠大花，穿了件葱绿色的妆花小袄，艳光四射。进来禀事的人都笑着朝他点头，问三太太是什么人？是东府的王姨娘。那些人在看他，就多了几分好奇，几分探索，甚至隐隐有几分不屑。吃饭的时候，那些丫鬟婆子三三两两的朝他望过来，他一转身，那些人就发出一阵暧昧不清的嬉笑。王映雪又羞又恼，后悔自己穿得太打眼，一整天如坐针毡般的过去了。回到栖霞院，胡嬷嬷告诉他，二太夫人打发柳嬷嬷把明姐接了过去，说是快过年了，你要跟着三太太学管家，明姐没人照顾，正好抱过去和四小姐做个陪。窦明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离开过王映雪，王映雪如被割了肉似的，这个时候了，又不好再去东府把人接回来，埋怨胡嬷嬷，你怎么也不打发人跟我说一声，我也好回来的时候抱了明姐回来。胡嬷嬷在心里道，谁知道东府没人知会您啊？可这话却不敢说，只得诚惶诚恐认错。王映雪一会儿担心窦明离开了他不习惯，半夜里吵闹不休，一会儿担心二太夫人屋里的人趾高气扬，对窦明照顾不周，一会儿又担心窦昭欺负窦明，翻来覆去，一夜未睡，梳洗了一番就去了窦铎那里。我去东府了。他恭谨地向窦铎交代的自己的去向，然后以一种随意的口吻笑道，二太夫人把明姐接了过去，说是让她和寿姑做个伴，您看我们什么时候把寿姑和明姐接回来好？这件事二太夫人给窦铎打过招呼，窦铎心知所谓的忙是借口，二太夫人这是看不上王氏，怕他把孩子教坏了，而他则不是想看见这两个丫头片子，一个分了他一半的家产，一个世间生子，全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看见心里就烦。又想着王氏要不是这么闹一场，正正经经的娶进了门，再给他添个孙子，有个王行仪这样的外祖父，走到哪里也不含糊，他也就心满意足了。偏天不顺人愿，他连带着看见王映雪也很烦，语气不善地道，你先把你自己的事做好了，不要净操些瞎心，家里乱成这个样子了，你让两个孩子往哪里站？王映雪话没有讨到，反而受了一顿呵斥，心里十分委屈，咬着唇去了东府。到了中午，三太太留他一起用午膳，并问他，你可有什么不懂的？他原想去二太夫人那里看看窦明的，三太太留他怎么好拒绝，以小辈的身份站在一旁服侍三太太用午膳。见三太太问他笑道，我看家里的事都是旧例，找本从前的账目看看，想来能事半功倍。
然后谦逊道，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还请三太太指正。到底是官宦人家出身，三太太笑道，一看就懂，一点就透。不像我那会什么也不懂，看了半天也没有记住，后来还是三爷告诉我，我这才摸到了些门路，对他倒是很和气。王映雪就陪着三太太说话，到了下午又陪三太太去了库房清点过年的贮藏。忙完已到了亥时，他的丫鬟琼芳过来回话，二太夫人那里虚正就下了钥匙。王映雪疲倦地回了西府，翌日又跟着三太太去了几家寺院，送了明年的香火钱。这样今天这事明天那事的忙了几天，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有7、8天没有见到窦明了，也没有人告诉他窦明怎样了。他急起来，隐隐觉得东府的人是故意的，丢下了清点了一半的库房，他去了二太夫人那里。丫鬟婆子倒没有拦他，笑盈盈地把他迎了进去。季氏和窦昭都在，见他进来，季氏笑着点了点头，倒是窦昭亲亲热热地喊了声王姨娘。王映雪上前给二太夫人行了礼。二太夫人戴了个灰鼠皮的兔儿卧，斜斜地歪在临窗热炕的大银枕上，手里拿着个翻莲纹掐丝珐琅的盒儿，笑着问他，怎么老三那里歇下了？别说此时三太太正忙得焦头烂额，就是三太太没事在家歇了，当着二太夫人面，王映雪也不敢说啊。三太太忙得脚不沾地的，她撇清似的忙道，是我想着有几天没见着寿姑和明姐了，特意来过来看看。二太夫人听着，满意地点了点头，道，乌家过来送年节礼，乌家的五少爷和七小姐也过来，我让他们带着明姐过去串门了。乌家是指玉二奶奶的娘家。王映雪闻言微安，玉二奶奶也是官宦人家出身，她的祖父曾做过县令，叔叔乌松年如今在翰林院修撰。乌家的五少爷和七小姐是指乌松年的长子乌善和长女乌雅。念头闪过，王映雪又心生狐疑，那乌善今年7岁，乌雅4岁，和窦昭的年纪也差不多，为何明姐去了窦昭却没有去？王映雪正寻思着这话该怎么问才好，那边二太夫人已笑呵呵地朝着窦昭招手，来，到伯祖母这里来。窦昭笑嘻嘻地躲在季氏的身后，季氏则轻轻地推了推窦昭，窦昭不为所动。季氏只好笑着对二太夫人道，这孩子也不知道随了谁，买东西的时候这个那个都要念叨，送东西的时候却腼腆起来，这样好，这样好，这样实在。二太夫人不以为忤，依旧转身从炕几个下摸出个印着大红色五福临门图样的纸匣子，递给窦昭，这是你五伯父差人从京都带回来的带骨鲍螺，拿去吃吧。王映雪大吃一惊，带骨鲍螺是江南名点，据说是用乳库做成的，玉叶猪胶，鳕鱼双腻，没有半点乳库的腥味，号称人间至味。他在京都的时候听过那些高门大户人家的孩子吹嘘过，却从来不曾见过，更不要说品尝了。季氏也有些惊讶，带骨鲍螺做工复杂，江南会做这个的也不多，或者是应了物以稀为贵这句话，太夫人非常的喜欢吃这个，窦氏叔只要有机会就会给二太夫弄些。这次过年，窦氏叔也不过捎回来了2匣子，没想到太夫人竟然赏了1匣子给窦昭。他忙对窦昭笑道，寿姑，这可是你五伯父孝敬你伯祖母的，一共只有2匣子，你还不快向你伯祖母道谢？窦昭很意外，带骨鲍螺前世他在延安侯汪清怀家的家宴上吃到过，当时汪家太夫人轻描淡写下隐隐透的得意，还曾被魏延贞私底下嘲讽了一番。他不是陪着六伯母去季家铺子拿东西，看到满街置办年事货的人，觉得自己也应该给六伯父一家买点什么东西才是，又怕存此彼此反而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这才人人一份买了一大堆小东西回来。给二太夫人的就是他手里拿着的西番连纹掐丝珐琅的小盒子，不曾想二太夫人赏了1匣子带骨鲍螺给他。他虽然不喜欢二太夫人，却不会因此随意曲解他的善意。窦昭笑着上前给二太夫人道谢，笑眯眯地接过了匣子。二太夫人笑着颔首，在小丫鬟进来禀道，二太夫人，秀二奶奶领着乌家的少爷小姐来给您请安了，明姐和姨姐儿也一道过来了，快请他们进来，快请他们进来。二太夫人叠声道，乌家在新乐，窦家在真定，同朝为官，两人也称得上是同乡，只是乌松年这个人比较孤傲，加之一个在翰林院，一个在吏部，两人虽是姻亲，但来往并不密切。后来窦氏叔不得意，乌松年反而常请了窦氏叔去家里喝酒，两人这才越走越近。二太夫人因此特别的看重乌松年的2个孩子，这也是为什么乌善和乌雅常到家里来做客的缘故。前世窦昭只听说过乌善的名字，他擅长书画，和窦德昌是知己。
窦德昌拐了季家的表姐后，是乌善陪着他在季窦两家奔波，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不仅说动季窦两家承认了这桩婚事，还把桩丑闻变成了一时的佳话。窦昭对此印象很深刻，他一向觉得能颠倒黑白的人都不是个简单的人。因而当乌氏兄妹被一大群人簇拥着几个孩子走进来的时候，他好好的打量了唯一的男孩子乌善两眼。乌善感觉到有人在看他，回过头来，窦昭就朝着他礼貌地笑了笑。乌善回了他一个笑，和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7岁小男孩一样，他的笑容干净又真诚。窦昭不由在心里感慨，再过10年，不知道这些孩子都会变成什么模样。已经3岁的窦明却是一进门就看见了低头站在一旁的母亲，他又惊又喜，挣扎着从乳娘的怀里下来，高声喊着娘亲，冲过去抱住了王映雪。王映雪脸色微变，声音急促地低声道：我是怎么跟你说的？窦明吐了吐舌头，娇憨着喊了声姨娘。二太夫人、季氏和秀二奶奶都是经过世的人，一听就知道王映雪教窦明当着别人喊她姨娘，背着从雀让窦明喊她娘亲，顿时眉头俱是一蹙。如果是从前，二太夫人早就训斥起来，现在窦铎正气恼窦氏叔压着他分了一半财产给窦昭，有些事情东府倒不好插手了，但这并不表示他就能容忍这种事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发生。明姐儿，二太夫人正色地喊着窦明，柳嬷嬷是怎么教你的？窦明忙放开了母亲，跑到二太夫人面前，恭恭敬敬地给二太夫人和季氏行了服礼。二太夫人嗯了一声，对王映雪道：明姐儿是不是规矩了很多？这话很有些听头，王映雪心里咯噔一下，知道刚才女儿的称呼出了问题，但当着二太夫人的面前，正经的孙媳妇都没有说话的份，何况她一个身份未明的妾室。她不敢多说，忙恭谨笑道：明姐能在您面前学规矩，那可是她的造化，你能这么想最好。二太夫人何不客气地收下了王映雪的恭维，道：明姐就留在我身边吧。王映雪错愕，二太夫人已转过脸去对窦明道：还有你姐姐呢。再也没看王映雪一眼。窦明倒不是诚心不给窦昭行礼，他常年生活在王映雪身边，除了王映雪就再也没有什么管头，到了二太夫人这边才开始学着给长辈行礼，不过他年纪还小，分不清尊卑，还只停留在年纪大的人就行礼，年纪轻的只需要喊姐姐或是哥哥。他乖巧地喊着窦昭姐姐，像给二太夫人那样给窦昭行礼。窦昭还了礼，吩咐妥娘将刚才二太夫人打赏他的带骨鲍螺用水晶碟子装了。不知道乌家哥哥和妹妹会来，我就借花献佛，大家一起尝尝伯祖母的好东西。一席话说得满屋生春，丫鬟们或找碟子或拿住，气氛立刻热闹起来。二堂嫂更是笑道：还是我们六婶婶有学问，寿姑跟了您几天，连借花献佛这样的话都会说了。季氏心里很是诧异，但她娘家的侄吉勇不过比窦昭大2岁，却已经学完了3字经，她倒没觉得特别惊奇。你看我们家的纸哥，我教了7年，也没见他有这样的心。他谦虚道：可见这是一个个的孩子，你们也都不用在我面前说客气话。东西毕竟是二太夫人的，窦昭能拿出来给乌氏兄妹吃，二太人不仅觉得窦昭大气，而且被觉得有面子。他笑容满面地道：我们寿姑呢，不吃独食，是个好孩子。我们纸哥呢，小小年纪就知道用功读书，也是个好孩子。说着抱了乌雅，我们雅姐儿又乖巧又听话，也是好孩子。大家都笑。姨姐很不满意，嘟了嘴道：我呢？哎呦，把我们姨姐儿给忘了。二太夫人笑道：我们姨姐儿也是个好孩子。说着像想起什么似的，朝着窦明道：我们明姐儿也是好孩子。姨姐儿捂了嘴笑，很满意的样子。窦明则跟着姨姐儿笑。被冷落在一旁的王映雪心里又酸又楚。二太夫人身边这么多的孩子，有出身好的，有聪明的，有厉害的，她的明姐儿才3岁，东豆又一向没将西豆放在眼里，明姐儿在二太夫人身边能讨什么好去？她一心一意想着怎么把孩子接到自己身边来。二太夫人存心要教训王映雪，安排了得力的婆子、丫鬟照顾窦明，还特意从世仆中找了几个和窦明年纪相当的孩子陪他玩。孩子就是孩子，没几天功夫就不嚷着找自己的乳娘了。大年30，窦家的人回北楼祭祖，跟在三太太身边的王映雪好不容易瞅了个机会找到了窦明。窦明正和姨姐儿几个站在灶前，等着新熬出来的麦芽糖。听到有人喊明姐儿，几个孩子都回过头来，姨姐儿还问：这是谁呀？窦明迟疑了片刻，踌躇地道：她是我姨娘。姨姐儿立刻拉窦明的手，道：不过是个姨娘，理睬她干什么？我们走开了，
就抢不到麦芽糖了。窦明还有些犹豫，怡姐不高兴了。那好，你走吧，走了就再也不要和我玩了。窦明闻言忙道，好吧，好吧，我和你一起抢麦芽糖。怡姐高兴地笑了，等会我和你一起去找寿姑玩，六伯母那里有很多窝丝糖。窦明听得直流口水，扭了头对王映雪道，姨娘，我等会和你玩。王映雪的眼泪忍不住落下来。庞氏来给她拜年的时候，她忍不住向庞氏抱怨。庞氏不以为然，道，你现在有什么资格向窦家叫板？他们想养着明姐，你就让他们养着好了，正好趁着这机会好好的养养身子，想办法生个儿子。又道，七爷应该回来了吧？王映雪脸色微红，赧然道，还早呢，却把庞氏的话听了进去，悄悄请了个大夫，开始调养身子。到了4月份，京都那边传来消息，窦世英中了2甲第6名，入选庶吉士。前世父亲春为2甲13岁，今生是第16名，没有上一世的成绩好。是不是因为这一世王映雪的事牵扯到了他更多的精力呢？窦昭胡乱猜想。二太夫人却很遗憾，她对窦世恒道，万元的运气真好，如果你今年也去参加春闱，说不定也是能金榜题名。自从出了王映雪的事之后，窦世英在窦家人的眼里就是个不学无术的无能之辈。他虽然考中了进士，着选了庶吉士，但二太夫人还是觉得他靠的是运气，而不是才学。有这种想法的，窦家并不只是二太夫人一个人。窦世恒不免有些恼怒，道，万元读书向来聪明，只是没有像别人那样读死书，死读书。谁靠着运气考过了会试、殿试，又选了庶吉士的？二太夫人默然，但心中却始终不以为然。窦铎则是喜出望外，他将喜报张贴在了自家的大门上，享受着行人仰视的得意与自豪的同时，写了封信给王行仪报喜。王行仪的日子过得有些苦闷。去东今春，他先后几次击退了蒙古人的进犯，在西北威望一时无二，房师也很高兴，皇上甚至提出让他任陕西巡抚，可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就这样搁置下来。他怀疑是因为上次窦世书回乡的事让房师觉得他还不够沉稳，还需要磨练2年。王之炳挠督道，早知道这样，当时您就应该赶往京都跟曾大人解释一番的。事实俱在，一解释我们就落了下乘，还不如就这样让大家都知道我王行仪磊落坦诚，敢做敢当。话虽如此，他还是写信给自己在京都最好的朋友，也是曾一分女婿的翰林院侍讲郭岩，家贫至如此，女儿失足，每每想起泣不成声。万幸归于北楼窦氏妻子，嫡妻病逝后有意将女儿扶正，我虽觉不妥，但想起女儿受我不教之苦，纵是苦胆，我亦饮之。现在看来，这封信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并不是很明显。想到这些，王行仪不由背手在屋里走了2圈，吩咐儿子，就把日子就定在这个月吧。扶正和娶亲不同，不用采征纳名，也不用下聘定期，在家里摆上几桌酒，请了亲戚，让穿了代表正式的正红色吉服给来喝酒的亲戚敬酒，重新定下名分即可。王之韶应诺，待父亲回了封信，盖上了王行仪的私章。窦铎将日子定在了5月22。窦昭压根没准备给王映雪磕头敬茶喊母亲，他让妥娘给祖母带信，说要去看祖母。祖母那边迟迟没给回信。窦昭手时有银子，让妥娘悄悄地雇了辆车，让车夫5月22日的卯时在西府后面的巷子口等。那个时候三堂嫂正好带着东府帮忙的人过去，王映雪的正日子，她不能随意出门，丁姨奶奶、胡嬷嬷都会出面接待三堂嫂等人，我们就趁着那个机会走。妥娘点头道，我帮小姐收拾香笼。收拾什么香笼？窦昭道，只贴相带几张银票和几两碎银子就行了，到时候安顿下来再回来搬香笼也不迟。妥娘总觉得少了些什么。窦世英回来了，给六伯父带了几坛董酒，给六伯母带了几匣子京式点心，给窦正昌、窦德昌兄弟带了几方砚台，窦昭和窦明则是2个一模一样的玩偶。窦明欢喜得不得了，抱在怀里不放手。窦昭觉得这个玩偶还没有六伯母送给他的精致，道了声多谢，让妥娘收了。长女的懂事却疏离的样子，让窦世英有些难受。给二太夫人问过安后，他专程来看窦昭。窦昭正在季氏的指导下描红，见窦世英折了回来，季氏借口去给窦世英沏茶，把书房让给了窦昭父女。窦昭从书案后面走出来，直直地站在那里，对窦世英道：22日那天，我想去看崔姨奶奶。窦世英愣住，窦昭目不转睛地望着窦世英的眼睛。屋子里静寂如空，
良久，窦世英声音有些嘶哑地问女儿：“为什么？”“我不想叫一个姨娘做母亲。”窦昭正色地道。窦世英沉默了半晌，说了句“知道了”，面无表情，看不出情绪。窦昭没有琢磨父亲的想法，如果父亲同意他去祖母那里，对他而言不过是事情变得更简单了，如果父亲不同意，他一样能达到目的。就凭祖母给他送的那袋子榆钱芽，他笃定只要他到了田庄，祖母就会收留他。窦世英神情有些恍惚地回到了家中，高升表情怪异的在门口等他。七爷。高升上前给窦世英行着礼，低声道：“崔姨奶奶刚才差人来报信，说她病了，想让四小姐去田庄陪陪她。”窦世英非常意外，忙道：“送信的人呢？”声音紧绷，显得有些慌张。“我留了她在厨房里吃饭。”高升道：“老太爷没有答应。”窦世英嗯了一声，匆匆去了厨房。昏暗的厨房里，崔大正捧着碗呼啦啦地吃着面条。他是崔氏的大侄儿，今年岁满20岁。七爷，他丢下了碗筷站了起来，神色比较拘谨，喃喃地道：“崔姨奶奶说，要是遇到了七爷，就跟你说一声，他没什么事，就是想把四小姐接过去住几天，然后强调住几载就送回来。”在窦世英的心目中，崔姨娘是个非常好强的人。自从父亲把她送到了田庄，她就再也没有主动和窦家说过一句话，更不要说插手窦家的事务。她强压下心中的困惑，对崔大道：“那好，你今天晚就在这里歇了，明天一早护送四小姐去田庄。”崔大哎了一声，咧了嘴笑，笑容憨厚，眼睛好像被刺痛了般。窦世英下意识地闭了闭眼睛。他去见了窦铎，窦铎正兴高采烈地摆弄着一盆文竹，看见窦世英，他放手中的喷壶，笑容更盛了。“见过你二伯母了。”“见过了。”窦世英道。“我还碰到了崔大。”窦铎的笑容僵在脸上。“我让他住下了。”窦世英像没有看见一样，语气依旧温和地道：“明天一早护送寿姑去田庄。”咚的一声，喷盆被掷在了小几上，水溅的四处都是，有几滴落在了窦世英的衣角。他毫不在意，道：“爹爹，这件事就这样决定了。我只请了10天的假，为了赶路，有2天都没有合眼了。我先去睡了，有什么事我们明天再说吧。”弯腰行礼，退了下去。窦铎望着儿子远去的背影，半天也没有回过神来。窦昭知道祖母病了，心里很愧疚。他知道，如果祖母真的病了，父亲的表情不会这样轻松。祖母完全是为了他才装的病。窦昭给菩萨上了3炷香，求菩萨保佑祖母长命百岁。窦世英听着女儿的喃喃自语，很是震惊，半晌才道：“你是不是？”望着女儿稚嫩的脸庞，他一时不知道该怎么问好。王映雪一旦成了他的继母，就会占了大义。他若是继续装聋作哑，只会被王映雪摆布。窦昭决定慢慢的露点锋芒，逼迫王映雪对他的事退避三舍。所以见窦世英起了疑心，他索性道：“我请崔姨奶奶接我去田庄的。”窦世英张口结舌。窦昭懒得理他，指使海棠把他很喜欢的那尊福禄寿喜的瓷像装进香笼。那瓷像寓意喜庆，颜色艳丽，祖母肯定会喜欢。他又去看了给祖母的桂圆干，个顶个的又大又甜。窦昭满意颔首，赏了办事的小丫鬟几分碎银子。小丫鬟喜出望外，谢了又谢。窦世英看着眼前这个沉稳大方、淡定从容的女儿的，里生起股怪异之感。女儿好像剑兰，本应养在温室里等她慢慢长大，可突然间她被丢到了一旁，疾风骤雨间中，她只好随着身边的野草一起在暴风雨中挣扎，并在挣扎很快长高长大，而自己就是那场疾风骤雨。寿姑，她问窦昭：“你想不想回家？”她想让女儿重回温室。不想。窦昭很干脆地道：“那个家里乱七八糟的，看着就让人心烦，我还不如六伯母、崔姨奶奶两边住着。”窦世英语塞。父女俩一路无语的到了田庄。祖母站在路边翘首以盼，看见父亲，她的眼眶立刻湿润了。听说你中了进士，祖母笑道：“你真行。”父亲微微的笑。祖母低头和窦昭打着招呼。寿姑，那慈爱的表情陪随着窦昭度过了无数个漆黑的长夜。窦昭鼻子一酸，眼泪忍不住赖簌落下。崔姨奶奶，她抱住了祖母，桂圆干很好吃。祖母一愣，随后紧紧地抱住了窦昭。祖母的田庄和记忆中的一样，绿油油的庄稼，平整的土路，村头合抱粗的老槐树，树冠如伞，坐着三三两两的妇人，说说笑笑的做着针线活，还有几个孩子在一旁打闹。看见有人进村，大家都停下手中的活，好奇地打量着。窦昭一盯着那些人看，想在其中找到一个熟悉的面孔。
不过很可惜，隔得太远了，这些人看上去都是那么的陌生。马车很快在祖母的青砖瓦房前停了下来，一个干净利索的妇人上前撩了车帘，祖母亲自抱着窦昭下了车。铺着青石的院子，贴着窗花糊着白纸的窗棂，还有牲口棚里安安静静的嚼着青草的小马驹，都是这样的熟悉，只是墙角少了一株他亲手种的李子树。祖母和父亲见面，并没有话可以说，祖母只是不停地朝着父亲手里塞着瓜果点心。这是从城里鸡炒货店买回来的，这是家里自己种的，我春季的时候特意生产肥了一遍，结出来的瓜又香又甜，城里就是有卖的，也没有这个新鲜。父亲讪讪然地笑，这些东西他都不喜欢吃。他是由嫡母养大的，除了天然的血缘关系，在生活习惯、饮食爱没有半点的相同。但他还是接过，把瓜子在手里慢慢地嗑着。祖母也感觉到了父亲的不自在，他笑容里掠过几分迥然，道：你什么时候来接受姑？问完又觉得这话不妥，补充道：我是说我没读过书，也不懂那些大家的规矩，受姑偶尔到我这里来玩还行，长时间住在我这里恐怕要耽搁了他。父亲道：等我那边安排好了，我就来接受姑。说着想到这也算是有了共同的话题，又道：我也觉得到他跟着王氏不太好，那边的六嫂为人很好，和寿姑也投缘，我还要在京都待几年，寻思着还是让他跟着六嫂。祖母点头，这样也好。我听人说六太太是江南的大户人家出身，有时候太夫人都拿不准的事也会去问六太太，却又人人夸赞，可见六太太这人是很有本事的。寿姑跟着她多多少少也能长些见识，说话间就提到了父亲的嫡母，你若不是在他跟前长大，哪有今天？父亲低了头笑道：母亲待我是极好的。我知道。祖母道：有次我偷偷去瞧你，见太太正拿着竹条打你的手掌，一边打还一边问还敢不敢，你含着眼泪说不敢了，可太太一放下竹条，你就冲着太太做鬼脸，还问太太可不可以出去玩了。从那以后我就真正的放心了。窦世英和窦昭都不知道这个事，听得有些目瞪口呆。祖母就感慨道：若是太太能多活几年就好了。父亲眼睛一红，祖母忙笑道：看我说这些做什么？你难得来一趟，中午就留在这里吃饭吧，我让人把那只老母鸡杀了我。不了不了。父亲忙道：家里还有一堆事，我得早点回去，等过几天再来看您。祖母想了想，没有再说什么挽留的话，道：那我送你出去吧。父亲没得拒绝，祖母牵着窦昭的手送走了窦世英。村里的人都好奇父亲的身份，躲在门后或是墙角好奇地打量着父亲，也有仗着和祖母关系好的，挑了空无一物的竹筐迎面走来，佯装偶遇的样子，笑着给祖母弯腰行礼。东家有客来。整个村子的人都靠帮祖母种田为生，在窦家，祖母是上不了台面的，可在这里，他的一句话就能决定这些人的生死。祖母腰杆挺得笔直地嗯了一声。再无其他的话。窦昭从前听崔大的媳妇说过，祖母刚到田庄的时候，说什么话的都有。崔家的人为祖母抱不平，祖母却把人给拦住了，还说你都做了，还不让人家说说，态度坦然。既然对那些巴结奉承他的人另眼相看，也不对那些说过他坏话的人刻意为难，好坏全凭谁的庄稼种得好。时间长了，有时候年成不好，祖母还会免了他们的租子。哪家孩子想读书，他会出钱资助，哪家的孩子想找个铺子当学徒，他也会想办法安排。时间长了，祖母渐渐赢得了这些人的尊敬。后来崔家和田庄上的一些人最终决定跟着窦昭去京都，完全是看在祖母的份上。认真的说起来，窦昭是受了祖母余荫的。上山打鸟，下河摸鱼，明媚的5月，窦昭把记忆中的田庄生活重温了一遍。可他到底不是那个懵懂的孩子了，不过2、3天的功夫就累得动胳膊都全身酸痛。妥娘急得直问祖母：怎么办？多动动就好了。祖母笑道：他这是动少了。然后拉了窦昭，走，和我去给瓜秧抓虫去。窦昭不想去，妥娘自然是护着他。祖母笑道：她是姑娘家，现在不好好劳作，这身子骨怎么能长得结实？以后怎么生儿育女？你看那富户人家的小姐，那么多难产死的，就是因为怀了孩子就不动，生怕有个3长2短的损了子嗣，结果是越怕什么越来什么。你再看我们庄户人家，有几个难产的，只有养不活的。说到这里，祖母无限唏嘘。窦昭想起自己的前世，还真就像祖母说的，身体虽然受了损伤，却没有因此而香消玉殒。人生重来一次，若不好好的珍贵，前一世的优势未必就会无缘无故的降临到你的身上。
而你若是因此而错估了自己，将是件很可怕的事。他挣扎着从炕上起来，有气无力地道：我跟着您去捉虫。祖母满意的笑。妥娘、海棠、秋葵、茉莉、萱草，还有祖母的那个仆妇，就是那个扶祖母下马车的红姑，像串粽子似的跟在他们的身后。他们这次是去捉样子最好看的青虫。海棠几个吓得尖声厉叫，就是妥娘也脸色大变。窦昭咯咯的笑，找了双筷子，见着一个逮一个，不一会就装了满满一碟子青虫。他吓唬海棠，等会用油炸了吃。海棠扶着墙狂吐起来。祖母呵呵的笑，呵斥窦昭，再不许说这样的话。红姑却赞道，真不愧是东家的孙女。祖母脸一沉，道，这次我就当是没听见，要是再让我听见这样的话，你就回自己家去吧。红姑吓得脸色发白。祖母道，没有规矩怎么能成方圆？四小姐年纪还小，你们说怎么，她就以为是怎么，等她回到窦家，说法又不一样，你让她听谁的？只会苦了孩子。她说着，声音渐渐低了下去。而且他祖父一直嫌弃他父亲出身不好，他若是再出什么错，只会让他祖父更嫌弃他父亲。东家都是我不好。红姑说着，屈膝就要跪下去请罪。祖母一把携起他，你也不过是窦家的一个小妾罢了，和你8斤对半两，你也不用这样，只是以后说话要小心点。红姑连连点头，我知道了。窦昭看着，想起了窦明。同样的一件事，祖母和王映雪的反应截然不同。前世他一直觉得窦明比他幸福，这一世他重新审视自己，第一次觉得自己比窦明幸福。前世窦明有个处处维护他的母亲，只要他想，王映雪就会为他争取，不管付出怎样的代价和做出怎样的牺牲，却养成了窦明飞扬跋扈的性格。失去了王映雪的庇护，他除了大嚷大叫、乱发脾气，什么也不会。好好的一桩姻缘被他弄得乱七八糟，惨不忍睹。他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只知道一味地指责别人。自己虽然没有了母亲，却有个痛爱他的祖母，用最朴实方法言传身教地影响着他的人生，让他能在逆境中不绝望，在顺境中不骄傲，学会了怎样保护自己，怎样去争取幸福。他不由深深地吸了口气，心中再无怨怼，甚至有些感激送他来田庄的父亲。潜意识不管他是出于什么目的，他都因此而得益于此。突然间，窦昭心中涌起海阔天高的云舒云卷，他诚心的跪小小的观世音神龛前，衷心的感谢他对自己的眷顾。一旁的海棠就小声的问着妥娘，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声音带着哭腔。妥娘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你想回去，我明天就跟崔姨奶奶说，把你一个人送回去。海棠畏缩在旁边不敢说话。窦昭忍俊不禁，他已经见过前世帮着自己管田庄的崔大了，还没有见到后来济宁侯府鼎鼎大名的回事处管事，号称百事通的崔十三，还有帮他管铺子，原名叫赵狗剩，后来改名叫赵良弼的大管事，贴身的大丫鬟甘露、素绢。但这些都不及。窦昭在想妥娘的婚事，前世妥娘被卖到了一户姓李的人家做媳妇，男的比她大10多岁，是个残疾。妥娘嫁过去第2年就生了个儿子，又3年村里走瘟疫，丈夫和孩子都死了，婆婆说她克夫，要卖了她。她连夜逃了出来，想到窦家讨口饭吃。走了1年，她才走到真定，听到的全是关于母亲不好的流言。她这才愤然找到了自己。也是因为这样，她身体亏损太厉害，37岁就病逝了。这一世，妥娘留在了窦家，还改了个文雅的名字叫素心。可翻过了年，她已经20岁了。在窦家，这个年纪早就应该嫁了，但因为是自己最喜欢的大丫鬟，家里的长辈都装作不知道似的，任她默默地在自己身边服侍。窦昭拜托祖母，你帮妥娘找个人家吧。玉心都嫁了。祖母哈哈地笑，说她人小鬼大。这就是祖母和窦家那些人的区别。如果是窦家的人，恐怕第一句就会问他是谁让你说的这话。祖母从不恶意的去猜测别人的心思，她觉得就算是妥娘的意思，妥娘的这种要求也是合情合理的，所以应该给予重视。祖母观察了妥娘一段时间，见妥娘人为忠厚老实，心里生出几分喜欢，倒真心想为她说门好亲事。因而没事的时候就带着窦昭在村里转悠，会到适龄的小伙子不免会多看2眼，多问2句。没几天，村里的人就说窦家七爷托了祖母给他找个实诚可靠的随从。祖母和窦昭在出门的时候，就会不时遇到带了儿子和他们偶遇的人。祖母啼笑皆非，却又不好说是为什么，只好不停地解释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
大家自然是不相信的。就在这个时候，窦明遇到了赵良弼。赵家和崔家是亲戚，可具体是什么具体，他从来没有弄清楚过。那天，他们正在院子里用晚膳，赵良弼的父亲双手拢袖，佝偻着身子，慢悠悠地走进了院子。8岁的赵良弼垂着头，样样地跟在父亲身后。他大姑赵良弼的父亲远远的就站在了那里，黑瘦的脸上挤出略带殷勤的笑容。您吃饭呢？赵良弼则蹲在了门口。祖母忙放下了碗，喊了声三哥，热情地招呼他吃过饭没有？添点吧。然后喊了丫鬟端凳子，添碗筷。赵良弼的父亲连连摇手，我们已经吃过了，已经吃过了。然后望着窦昭道，这是四小姐吧？长得可真是白净，像年画上的人似的。祖母呵呵的笑，吩咐丫鬟上茶点。赵良弼的父亲就冲着赵良弼吼道，狗东西，蹲在那里做怎？还不快过来给四小姐和你大姑磕头。赵良弼阴着张脸走了过来。这是？祖母困惑地望着赵良弼的父亲。他大姑。赵良弼的父亲讪讪然笑道，半大小子，吃穷老子。你也知道，我那婆娘一年365天，就有360天躺在床上，庄稼地里的那点收成还不够他吃药的。狗剩，我们实在是养不活了。听说窦七爷要找随从，他满脸恳切地望着祖母。祖母愣住，窦昭也愣住。上一世，赵良弼在他10岁的时候才出现。那时候，赵良弼的母亲病逝，赵良弼的父亲决定和人到福建去做木工，把13岁的赵良弼托付给了祖母。赵良弼9岁的妹妹则送人做了童养媳。这一世，因为妥娘的缘故，他提前5年出现在了田庄。命运会不会因此而被改变呢？窦昭思忖着，就听见赵良弼的父亲吞吞吐吐地道，我也知道，狗剩这样子，又没长相，又没人才，窦七也肯定是瞧不上眼的。可看在我们是亲戚的份上，您就帮着说句话吧。他的一句话还没有说话，别别扭扭地站在旁边的赵良弼已大声地道，爹，我跟您说过多少回了，越是亲戚，大姑越不会把人介绍到窦家去的，您怎么就是听不进去？赵良弼的父亲非常生气地踹了他一脚。大人说话，小孩子一边待着去。又换了脸讨好的笑脸，对祖母道，他大姑，您别听这小子胡说八道。我知道，您是怕有说您占了窦家的便宜。大姑，被踹到一旁的赵良弼高声打断了父亲的话，我爹养活不了我的，你把我留在田庄吧，我什么活都能干，您给碗饭吃就行了。父亲怒视着儿子，儿子毫不示弱地瞪着父亲。祖母笑起来，道，三哥，您要是信得过我，就把孩子交给我好了。到窦家当差肯定是不行的，但能管吃饱穿暖。赵良弼的父亲还要说什么，赵良弼已大声应好。祖母快刀斩乱麻，安排赵良弼父子下去歇了，又吩咐红姑，三哥他们肯定还没有用晚膳，寿姑在我这里，我怕他嫌三哥他们脏，也没敢留他们吃饭。你这就去厨房给他们做一大碗肉片面，肉片要多，7分肥3分瘦，厚厚的码在面上，知道了吗？红姑笑着点头，去了厨房。第二天一大早，赵良弼的父亲提着祖母给的一篮子烙饼回家去了。赵良弼不用人吩咐，就把院子前后后都扫了个干干净净，放下扫帚，又去割草喂马。窦昭在屋里练字，心里却想着崔13回事处，只有公卿之家才有这样一个地方，专司各府的应酬和平时的迎来送往。若是官宦人家，则由今年的幕僚负责，而官宦人家的幕僚多是落地的秀才或是举人。如果这一世他没有嫁入济宁侯府，崔13的前程又在哪里呢？上一世，崔13可是崔家的主心骨。如果崔13最终不过是留在家乡，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农夫，那崔家的未来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自己要不要帮崔13呢？又该怎样帮他呢？窦昭低头沉思。外面传来赵良弼的甜甜的声音，姐姐，这茶壶有些重，我帮您提进去吧。你看你的手，脏死了。说话的是海棠，这茶壶要是让你给提进去了，我们家小姐还能喝吗？那我去洗手去。赵良弼噔噔噔地跑走了。窦昭在看见他时，他剪甲缝里都是干干净净的，整个人都变得清爽起来。他手脚麻利地帮海棠他们收拾屋子。海棠问他，院子扫干净了没？扫干净了。小马驹喂了没有？喂了。草割了没有？割了。这事些都变成了赵良弼的责任。他捡到了窦昭写坏的字，正看了反看，满脸羡慕地道，四小姐写的字可真漂亮啊。海棠几个掩了嘴笑，你认识？不认识。脸皮厚的你说什么他都能和你笑嘻嘻的赵良弼第一次又羞又愧，脸色通红。窦昭心中一动，
问他：“你想不想识字？”他的脸庞都亮了起来。想，当然想。说着，神色又暗淡下去。不过我爹没钱。那我教你认字吧。窦昭笑道：“你要是学得好，我跟祖母说送你去学堂。”赵良弼抓住了窦昭的衣袖：“四小姐，您说话要算话。”窦昭抿了嘴笑，以后不知道会怎样，但从识字开始，从读书开始，总会比前世的路要容易些吧。从那以后，赵良弼就每天做完了事，趴在正屋的五廊下写字。祖母知道后，让人去真定城挑了1-2筐描红纸回来，亲自动手裁了放在堂屋的神龛下面，谁要用，谁就拿。难怪田庄里的人感谢祖母的好。窦昭仔细地思索着祖母的所作所为。很快到了22日，窦昭和平常一样，一大清早起来和祖母在菜园子里转了一圈，摘了些瓜果回来，洗个澡，用了早膳，开始练字。真定县城西头的窦家虽没有张灯结彩，但上下人等都换上了新衣裳，看着让人精神一振。季氏看着时辰不早了，去了二太夫人屋里，见二太夫人还歪在炕上听贴身的大丫鬟读武侠演义，笑道：“还是您稳得住，我怕耽搁了时辰，早早就换好了衣裳。”二太夫人笑着抬头看了他一眼，道：“你们是平辈，西府诱人稀单薄，是得去凑热闹。我年纪大了，又是双居，人家的好日子不吉利，我就不去了。”然后吩咐大丫鬟去我匣子里头的那赤金镶青玉的福寿簪子拿出来，用匣子装了，请六太太带过去，就算是我的贺礼了。最后一句是对着几氏说的，明姐呢，就让她留在我这里，等万源回了京都，再来接明姐也不迟。这样一来，寿姑和明姐岂不都不用给王氏磕头敬茶？季氏见二太夫人语气虽然轻描淡写，目光冷若冰霜，知道二太夫人这是铁了心要给王映雪下马威，她不想牵扯进去，笑着接过匣子，出了门。那边大太太早就装扮好了，正要清点给王映雪的见面礼，听说心腹的大丫鬟说二太夫不去，还说双居之类的话，想了想，叫了小丫鬟进来卸钗环，只留了对东珠珠花做见面礼，让大丫鬟托二太太一并带过去。三爷横氏榜和三太太在受了窦铎之托帮着打点家里的事，见东府女眷过来，忙上迎接。领头的二太太笑道：“能来的都来了，不能来的也都带了见面礼过来。”三太太是极机敏的人，眼神一瞥就知道哪几个人没来，也不多问，笑着和大家去了花厅，南宾则在前面的正厅坐下。到了吉时，王映雪头戴攒珠蕾丝金凤，身穿大红吉服，光彩照人的由三太太这个全服人扶着和窦世英祭拜了祖先。酒过3巡，众人一到花厅坐下，窦世英和王映雪敬茶认亲。之后王映雪被扶回了栖霞院，窦世英等人则去了贺寿堂。二太太等人只坐大花厅里喝茶聊天，三太太只好求助似的望着六太太。按道理他们这些女眷应该去新人屋里说说话，算是给新人暖房。六太太只当没看见，她可不想出这风头。三太太没办法，喊了二堂嫂：“我们去看看王氏。”二堂嫂是个随大流的，笑着应好。三堂嫂、五堂嫂等和几个有体面的嬷嬷一起去了栖霞院。这个时候二太太才道：“怎么王氏还住在栖霞院？是七爷的意思。”自有西窦想巴结二太太的丫鬟答话，说正屋那边还留着从前七奶奶和四小姐的东西，四小姐去田庄上市集了，这一时半会来不及收，等过些日子四小姐回来了再说。二太太哦了一声，等三太太几个回来，借口太夫人那边没人服侍，打道回府了。栖霞院里，大红的喜烛噼啪爆出一个火花，王映雪的手紧紧地搅在了一起。真是欺人太甚，欺人太甚！她满脸怒容地站在屋子中间，东府凭什么事事都要压着西府？我已经是万源正正经经的妻子了，她凭什么把明姐留在她屋里不放？太太，你小声点，小声点！胡嬷嬷忙提醒她，目光在周围缩了一眼，见没有人，这才低声道：“现在还不是发脾气的时候，七爷还需要五爷帮衬，您刚刚扶正，又没有儿子傍身，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我知道。王映雪神色微缓，要不是这么想，我今天就不会忍气吞声了。胡嬷嬷松了口气，笑着岔开了话题：“今天可是您的好日子，时候不早了，七爷差不多也该来了，不如我服侍您把妆卸了，再喝盅百合莲子汤。”王映雪赧然。琼芳抱着个匣子，笑吟吟地走了进来。七太太，这是今天收的见面礼，您看放哪里好？说起这个，王映雪又是怒火中烧。都是高粱锦绣，平日打赏体面的仆妇都是绫罗绸缎、金环银簪，二太夫人等人的见面竟然均是些金镶玉簪子这样普通的事物，一副没把她放在眼里的样子。
又不是什么好东西，难道还藏着掖着不成？他的声音有些尖锐。琼芳的马屁拍在了马腿上，不仅没得了赏，反得一阵训斥。胡嬷嬷忙朝着琼芳使眼色，笑着安慰王映雪：窦家可不是乍富人家，越是这场面上的事，越是低调内敛，你也不要小看这些东西，说不定个个都是有些年头有讲究的物件呢。只是我们今天没空，等哪天闲下来了，太太拿出来再仔细瞧瞧。自从赵古秋去世之后，西窦就没有了主持中馈的人，几年下来已经乱成了锅粥，各怀着各自的心思，加之前些日子又被窦昭分走了一半的财产，那些原本一心一意巴结他的人也有些开始等待观望。这个时候，府里只怕是长了眼睛的人都盯着栖霞院，他要是有丁点的异样，恐怕就会被无限的夸大，不如就这个说法顺势下了台阶。王映雪想着，轻轻地嗯了一声，正想再教训琼芳两句，有小丫鬟禀道：高升过来了。屋里的人俱是一愣，王映雪狐疑道：请他进来。高升站在内室梅花文格扇外，声音温和而恭谨地道：七太太，七爷说今天太晚了，他就歇在正房，让您也早点歇了，明天保证去给老太爷请安，陈正三太太会过来把西府的对牌交给您，让您别迟了。说完拱手作揖退了下去。王映雪张大了嘴巴半晌也没有合拢，随即脸色涨得通红，眼泪也在眼眶里打着转。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要找借口，何必说时辰太晚？现在才须出，还歇在了正屋，岂不是让我白白遭人笑话？胡嬷嬷也感觉到了窦世英的异样，她迟疑道：太太，要不要我去看看？不用。王映雪一咬牙道：我亲自去请。进门的第一天，窦世英就歇在了别处，他以后在窦家怎么抬得起头来？胡嬷嬷陪着王映雪匆匆去了正房。窦世英已换了家常的衣裳，正在画案前写字，看见王映雪并不惊讶，而是淡淡的笑着说了声你来了。望着窦世英灯光下英俊的面庞，在路上就想好的那些责问突然间烟消云散了，他有些不安地整了整衣袖，声音也变得柔和起来。今天很累了吗？怎么一个人待在正房里写字？一面说一面走了过去，鼻子里闻到了由窦世英身上散发出来的酒意，他笑道：七爷喝了多少酒？怎么满身的酒气？妾是让人给您送碗醒酒汤来吧。一个面说，一面挽了衣袖要帮他磨墨。窦世英阻止了他：我这边有高升服侍，你去歇了吧，明天还有你忙的。声音比窗外吹进来的晚风还要和煦，人却低下了头，心无旁骛地继续写着他的字。拒绝的意思这样明显，让王映雪羞红了脸，可他从来不是个等候的人，他思忖半晌，猛地上前侧抱住了窦世英的腰。万元眼光下，他目光柔得能滴得出水。窦世英身子一僵，慢慢地放下了手中的笔，温柔却又十分坚定地将绕着他的手臂一点点地掰开。映雪，我说过，除了名分，其他的我都给不了你，你也是知道的，我们相敬如宾不好吗？他转身，墨如点漆的眸子静静地凝视着他，表情是如何的认真。王映雪愕然，他当然知道，可他以为时间会冲淡一切，千里相思怎如暖玉在怀。窦世英大步走了出去，窦府的玉簪花已经开了，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他骤然间想起自己成亲的时候，也这样的天气，玉簪花肆意怒放，在月光下如银晶如玉。妻子声音清脆地喊万元，问他我漂不漂亮。他不记得自己是怎样回答得了，只记得妻子又惊又喜地扑到他的身上，像团火似的在他心上烧了起来，耳边是妻子银铃般的笑声。他们都说我不害臊，可我就是喜欢你，就是想嫁给您嘛。娇娇憨憨的声音透着毋庸置疑的欢喜和满足，花香是如此的浓烈，犹如开到途尽时的颓败，让人心悸又恐惧。他把腿朝外跑去，轰隆隆一声雷响，雨哗哗地落了下来。窦昭被身边的动静惊醒，朦朦胧胧中听见祖母吩咐红姑的声音，看看马棚里的马驹有没有受惊吓，厨房的窗户关没有关，柴房里的稻草也要剪一剪，免得被雨水溅湿了。红姑打着哈欠应诺着，披衣走了出去。祖母回头看见在被子里拱来拱去的窦昭，笑着轻轻地拍了拍他：寿姑不怕，崔姨奶奶在这里呢。窦昭反而醒了过来，他望着屋梁，有片刻的茫然。外面传来噼里啪啦的拍门声，响彻院落。祖母惊愕，住在西厢房的长工刘四海已拿了根拴大门的木棍走到了大门前。是谁？他警惕地问。是七爷。外面的人高声道：快开门。刘四海忙丢下手中的木棍，吱呀一声开了大门。窦世英和高声冒雨走了进来。出了什么事？
P1站在正房门口的祖母顾不得大雨，急匆匆地迎了上去。没事，没事。窦世英的衣裳已经被淋得湿透，仲夏的天气虽然炎热，但夜晚的雨水淋在身上还是很凉。她的嘴唇有点发白，我来看看寿姑。祖母眼底露出深深的怀疑，但她什么也没有问，吩咐婆子烧水，让红姑去隔壁富户郎家借2件换洗的衣裳来。等父亲收拾干净的时候，雨势更大了，天阴沉沉的，仿佛无法承重，随时会坍塌似的。窦昭坐在炕上昏昏欲睡，脑袋像钓鱼似的点着头。他对父亲的出现不以为然。半夜3更的，下着这么大的雨，一不小心就会伤风感冒，甚至是暴病而亡，还会累得你去拜访的人家兵荒马乱的帮你找到换洗的衣裳，安排热水茶点，幼稚任性，这么不体贴人，哪里像个做父亲的人？更重要的是，他觉得不管父亲和王应学有怎样的矛盾，这样如同落荒而逃的跑了出来，太软弱无能了。父亲却没有这样的自觉性，他笑着揉着窦昭的脑袋，柔声问他：你在田庄还住的习惯吗？习惯。窦昭偏过头去，打掉父亲的手，大家都待我很好。窦世英望了望屋里粗糙简单的陈设，觉得长女有点没心没肺。他站在炕前沉默良久。窦昭很想睡觉，父亲不作声，他只好道：爹爹，您不睡觉吗？窦世英没有作声，过了一会，他慢慢坐在了窦昭的身边，沉声问他：你还记得你母亲吗？窦昭讶然，脸色渐正。我还记得你母亲。他喃喃地道，眼角有水光闪动。她嫁给我的那一天，手上戴着个祖母绿的戒指，黄金的托，做成海棠花的模样。窦昭别过脸去，悲伤慢慢地从心底溢了出来。父亲天没有亮就走了，窦昭望着雨后澄静如水的天空，有片刻的怔愣。伤感过后，人更有勇气去面对生活中的那些不如意吧。他回到屋里练字，赵良弼殷勤地帮他收拾书房。他对赵良弼道：我给你取个名字吧。赵启弼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自己不用叫狗剩了，担心的是怕窦昭一时兴起，给他取个类似于狗剩的名字，以后改都不能改了。良弼如何？窦昭把他的名字写在纸字，是美玉的意思，希望你做人做像美玉般美好谦逊。赵良弼喜出望外，拿了窦昭写着他名字的那张纸到处显摆。不过1天的功夫，田庄里的人都知道狗剩叫赵良弼了。祖母也夸这个名字取得好，还说过几天带他到庙里玩，可惜父亲的假期完了，他来接窦昭回去，并告诉祖母：您有什么事可以让人带信给六哥，我在京都的10个，他会照顾您和寿姑的。祖母点头，没有把这句话放在心上。他一个人在田庄生活了20几年都没有什么事，他相信他以后有什么事也不会找到窦家去。窦昭却向父亲提要求，已不能把赵良弼带回去。父亲问赵良弼是谁，祖母把他的来历告诉了父亲。父亲听说赵良弼这个名字是窦昭帮着取的，点了点头，那就带回去吧。就这样，赵良弼提前出现在了窦家。成平8年，窦昭9岁，六伯父窦氏横姓榜有名，德中2甲36名。去年9月，大伯父家的9堂兄窦环昌中了举人，这也算得上是双喜临门，全家人都喜出望外。特别是二太夫人，她的3个儿子有2个是进士，恰应了人逢喜事精神爽那句话。二太夫人决定端行节的时候大肆庆祝一番。窦昭这几年都在东府，剩下的那几天则借口避暑去田庄和祖母住些日子。武堂嫂家的姨姐儿来找窦昭，您说我们要不要做几个荷包？端午节有把荷包里装了艾叶等送人的习俗，你和叔姐商量就是了。窦昭笑道，我总是随你们。他既然不是东窦的人，又不愿回西窦，他把自己当成寄居在窦家的人，因而对谁都客客气气，对谁都平和有礼，又有钱交际那些亲戚，打点那些仆妇。窦家上上下下说起他，无不翘大拇指的。叔姐儿是3堂嫂家的长女，也就是窦启俊的妹妹，比姨姐儿大2个月，比窦昭小2个月。姨姐儿就感慨道，要是五姑姑还在就好了。五姑姑是窦明。王应雪进门后，二太夫人依旧把窦明留在身边。窦明渐渐和王应雪疏远起来。成平7年，王行仪依旧在陕西巡抚任上，王家却搬到了京都。王应雪没有办法，只好写信给自己的母亲许夫人。许夫人借口思念外孙，派了人来接窦明去京都小住。祖父答应了。二太夫人断然没有再留的道理。算一算，窦明已经在京都待了大半年了。姨姐一向和窦明玩得到一起去，反而觉得窦昭会讨好大人，和窦昭走得不近。前世的经验告诉窦昭，你不可能讨所有的人喜欢，既然如此，就更不应该去讨好那些不喜欢你的人。他淡淡的笑道，
要不你写封信给窦明，看他什么时候回真定。家里只有姨姐发现窦昭喊窦明的时候总是连名带姓，他有一次半开玩笑半是质问的当着二太夫人的面提及，窦昭的解释是喊明姐，别人以为他和你们是一辈的，可为什么不能喊妹妹呢？他想问，却自己的乳娘拉了拉衣襟。然后他一回到家里，乳娘就悄悄告诉他，王姨娘是妾室扶正的，四小姐是嫡小姐。姨姐不以为然，妾室生的怎样？难道就不是窦家的小姐？但她还是很好奇，为什么我们家只有七叔祖的妾室生了孩子？乳娘支支吾吾地道，那是因为只有七叔祖没有儿子。她总觉得乳娘还有什么话没有告诉她，只是当时乌雅过来了，她高兴地跑去见乌雅，倒把这件事给忘了。不过乌雅不太喜欢和窦明玩，她总说窦明木木的，傻傻的，像脑袋少了根筋似的。但她也不喜欢和窦昭玩，她觉得窦昭为人倨傲，不好相处。我有什么好东西，六伯母立刻买给他，他又做出父无所谓的样子，把舒姐儿也给带坏了。舒姐儿从前总是抱着乌雅的玩偶把镜、牙梳，睁大了眼睛求乌雅给我玩会。自从他拿了窦昭的东西不还，窦昭也不要他还之后，舒姐儿眼里就只有窦昭，有什么提及的话也只跟窦昭说，他们之间有什么小纷争，他一定是站在窦昭那边的。乌雅说，他们家挺奇怪的，一个住在东窦，一个住在外家，他母亲一个人守着偌大的一个宅子，也不跟他父亲去京都，反正他们两姐妹我都不喜欢。窦昭能隐约地感受到这些，可他并不放在心上，等他们长大，想法又会不同。他去了三堂兄那里，大表姐赵碧如已经18岁，舅母写信给他，说大表姐定于8月12日出阁，他想给大表姐送点贺礼。三堂兄笑呵呵地问他，你准备送些什么？窦昭拥有西窦的一半财产，但每笔超过10两银子的开销都需要帮他管理产业的三堂兄同意，为此他很不习惯，也很苦恼，把赵良弼塞给了三堂兄。三堂兄见他姓赵，还以为他是窦昭外家的亲戚，因此格外的照顾赵良弼，而赵良弼向来是个懂礼珍惜的人，咂了脑袋跟着那账房的学，不过1年的功夫就能打手好算盘了。不知道什么赵良弼才能有能力坐上账户总管的位置，他思忖着，笑着把来意告诉了三堂兄。三堂兄沉吟道，我们送对金银首饰之类的东西，你看怎样？其他的东西就太太多半早已备齐了。窦昭连连点头，托了三堂兄去办这件事。出来的时候遇到舒姐儿，他拉了窦昭，二姐说做五毒荷包，我有新样子，四姑姑要不要？前世他和几个堂姐侄女的关系都很冷淡，这一世舒姐儿却像个小尾巴似的，总喜欢跟着他。行啊，窦昭笑道，我到时候让海棠来找你的大丫鬟拿。妥娘2年前嫁给了崔四，上个前几天刚刚生了个儿子，还没有满月，他屋里的事责交给了海棠。舒姐点头，悄悄告诉他，七七又来了。七七是乌雅的小名。窦昭不以为意，笑道，快过端午节了吗？舒姐叹气道，五姑姑回不回来？她是个甜姐儿，和身边的人都玩得好。你很想她呀？是啊。她嘟囔道，我们想跳白索，没有人。七七又不愿和丫鬟们一起玩，窦昭从来不和他们玩这些。他笑道，那是因为他们家同龄的姐妹很多。舒姐咯咯地笑了起来。窦昭回了六伯母处，他现在大了，自然不能继续住在六伯母内室的碧纱橱里。4年前，他被父亲从祖母的田庄接回来之后，就住在了正院的西厢房，窦正昌和窦德昌住在东厢房。刚刚踏进正院的大门，他就听到西厢房轰地响起一阵大笑。窦昭不由笑了笑，既然乌雅来了，又怎么少得了乌善？有前世一样，乌善和他同年的窦德昌非常投缘，每次来都住在窦德昌处，因而与和窦正昌、窦启俊关系都非常的好。定是几个人在一起吹牛，他正准备进屋，对面的厢房突然打开，乌善和窦德昌几个一起走了出来。四妹妹，他和窦昭打着招呼，耳朵微红。窦昭客气地朝着他点头，乌四哥过来了。他随着窦德昌兄弟称呼乌善，又和窦正昌几个打了声招呼。乌善就问窦昭，我们准备出去给六叔买件贺礼，你要不要我们给你带什么？他随着窦家的子侄辈称号窦世恒。多谢你，窦昭笑道，我已经准备好六伯父的贺礼了，是他从前收刮父亲的一块青田石，上前雕着个骑马的猴子，寓意马上封侯，正好送给六伯父雕个闲章。乌善笑道，我妹妹也来了，正在和我堂姐说话，你碰到她了吗？这不是废话吗？如果她也在二堂嫂那里，
二堂嫂怎么会放他走？窦昭还是笑着回答，七七也来了，我还没有碰见他呢。乌善又道，12说端午节你们家要请人来唱戏，是真的吗？窦德昌排行12，大家都喜欢叫他12。窦昭笑道，既然是12哥说的，想必确有其事了。乌善道，可惜我那个时候已经回新东了，总有机会看到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乌善很向往地道，听说这次请了周清芬来唱戏，话就像那藕，明明已经切断了，他又能连上去，变成藕断丝连的局面。窦昭耐着性子听他把一句话说话，歉意地朝他笑了笑，道，乌四哥有事忙去吧，我马上要去趟太夫人那里。乌善顿时脸色通红，说话都有些磕磕巴巴起来，四妹妹快回屋去吧，我们也要出门了。窦昭进了屋，身后传来窦正昌不解的声音，你怎么每次遇到四妹妹总是那么多的话？乌善嚷道，不是你说我的话太少了吗？我是说你每次遇到姨姐儿，他们总是哼哼哈哈的。我是长辈，总得有点长辈的样子吧？行，这次我们就让你摆足长辈款。说话的是窦启俊，这次我们买东西你付账，你们是敲诈。乌善笑着，声音渐渐远去。窦昭笑着摇头，觉得很有趣。到了端午节那天，二太夫人果然请了周清芬来唱大戏。戏台搭在窦家北楼的祠堂前，方圆10里的村民都携家带口的前来听戏。窦昭跟着六伯母陪二太夫人在祠堂旁的厢房里喝茶。王映雪进来给二太夫人问过安，她朝着窦昭招手，寿姑，上次我让琼芬送去的菊花酥好吃吗？是宫中赏赐给我父亲的，明姐特意让人送了一匣子回来，说是要让姐姐尝尝。原来是宫中赏赐的，难怪我瞧着那样子和市面上的大不相同。窦昭微笑道，我就孝敬了太夫人。说着朝太夫人望去，太夫人笑眯眯地拉了窦昭的手，还是我们寿姑有心。王映雪的脸红了又绿，绿了又红。这几年窦昭把王映雪交给二太夫人收拾，他才懒得和王映雪计较。有小丫鬟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语无伦次地道，太夫人，太太，不好了，老太爷他老人家不好了。祖父正陪着新来的真定县父母官鲁大人看戏，小厮们端了福菊饼、丰城福等点心上来，祖父原准备吃块福菊饼，因眼睛一直盯着台上，竟然抓了颗咸花生就丢在了嘴里。等发现吃错的东西的时，咸花生已经卡在了嗓子眼里，咳个不停。旁边的人忙端了茶让祖父润喉子，谁知道越喝咳得越厉害，最后竟然一口气堵在了那里，闭过气去。窦昭坐在窦铎的床头，望着昏迷不醒的祖父，心中说不出是伤感还是怅然。上一世祖父入殓之后，他才回到西窦，那个时候已经是8月份了，他又是懵懂的年纪，初入东府，慌张、惶恐、不安，哪里还知道问祖父的死因。难怪这一世祖父昏迷3个月之后就会去世。父亲很快从京都赶了回来，同行的还有窦明，他和在东窦的时候有了很大的区别，人显得活泼了不少，说话的声音也大了起来。他一下车就高声地喊着高声，我给姨姐儿、叔姐儿他们带了很多东西回来，你小心点，把东西都送到我屋里去。他的屋里在哪里？是二太夫人那边的暖阁，还是王映雪给他安排的东厢房？暖阁在东府，东厢房他一天也没有住过。高声有些为难。窦明以不满的大声嚷道，你个狗奴才，小心我告诉父亲把你给卖了。窦昭闭上了眼睛，事情还是毫无逆转的重新回归到了原来的方向。他出门呵斥着窦明，高声是服侍父亲的人，就是有错也轮不到你发落，你若是胆敢再说这样的话，我先把你拎到柴房里关3天。窦明从小就问这个对他有些冷漠的姐姐，闻言不由表情微涩，但他很快就克服了心中的恐惧，道，我又不是有意的。声音小了下去，到底不敢和窦昭顶嘴。窦耀成是个很喜欢享受的人，早早就在京都的静安寺旁边的胡同里买下了一幢3进的宅子。那宅子虽然不大，但布置的花团锦簇，陈设器皿无一不精致，住着十分舒服。血缘是个很可怕的东西，不管是窦铎还是窦世英，都和他们祖上窦耀成一样喜欢舒适。在京都的时候，窦世英就住在那里。窦明虽然也在京都，但他一个人带着个孩子不方便。何况王许是看见窦明那呆头呆脑的样子，又听了女儿的话，知道窦氏叔和自己的丈夫不和，总觉得东窦是想借此压着西窦，想把窦明给养废了。心痛得不得了，带窦明到了京都，对窦明就像眼睛珠子似的，自己的孙子权都靠边站了，一心一意只疼着这个外孙女。窦世英偶去过窦明几次，见他面色红润，身边一大堆丫鬟，
婆子服侍，片刻也不愿意离开王许氏，却和他有些陌生。他也落得个轻松，和窦明一个住在静安寺胡同，一个住在柳叶巷胡同，和窦明的接触并不多。见窦明这样待高升，他心中不悦，因没有和女儿在一起的经验，他一时愣住，不知道说些什么好。现在窦昭出面，而且窦明熄了火，窦世英不由松了口气。而王映雪见窦明受了窦昭的训斥，而窦世英却一句话也没有说，知道窦世英这是向着窦昭，怕窦明因此没有窦昭得窦世英的喜欢，忙笑着出来打圆场，对窦昭道：你父亲和你妹妹都惦记你祖父的病，风尘仆仆地从京都赶回来，又急又累，难免脾气大些，说话有些不周全。又高声道：把五小姐的香笼都搬到栖霞院的东厢房吧。然后对窦世英道：七爷一路辛苦，妾身已经吩咐灶上的婆子烧了热水，您先去梳洗一番，再去探望父亲吗？免得让父亲也沾染上了灰尘。窦昭在心里冷笑，想着你娘都不管你，我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难道还多嘴多舌的管头管脚不成？遂也不多说，回了祖父的卧室。丁姨奶奶自从祖父病后，就一直不休不眠的在祖父床前服侍，2天前终于挺不过去，也病倒了。祖父身边如今由丁姨奶奶身边的大丫鬟秋芬主事。看见窦昭进来，他忙拱手立在了一旁。窦昭吩咐他：我父亲回来了，最多3炷香的功夫就会过来看祖父，你让丫鬟们准备些茶水，然后把给祖父看病的大夫请过来，父亲恐怕有话要问他。自从窦铎倒下后，窦昭就回了东府，住进了一直空着的正房，平日只在祖父床前待急，家里的其他事亦应由王映雪打理，只要来了诸如像二太夫人这样的长辈探病时，他才会出来应酬几句，偶尔也会指使丫鬟或管事的妈妈做些事，却事事都在点子上，全是王映雪没有想到的或是疏忽的。渐渐的，家里有头有脸的丫鬟、管事妈妈在他面前行事都多了几分谨慎。秋芬恭敬的应是派了丫鬟、婆子行事。不一会，盥洗完毕的窦世英和窦明由王映雪陪着走了进来。窦昭退到一旁，将床头的位置让给父亲。窦世英握了窦铎的手，眼眶瞬间就红了起来。秋芬进来禀道：四小姐，大夫过来了。窦昭轻声对父亲道：你有什么事就问大夫吧。窦世英知道是女儿的安排，感激地看了女儿一眼，心中大慰，觉得把长女交给季氏抚养是件再对不过的事了。大夫细细地给窦世英解释着窦铎的病情，大意是如若过了7月还没有醒，家里就应该准备后事了。这个判断还是很准确的。窦世英听着哭了起来，屋里的气氛顿时变得悲伤起来，大家都跟着抹着眼泪，就是窦昭也跟着落了几滴眼泪。父亲在祖父床边支了张榻，亲自帮祖父擦背洗澡，端屎端尿，喂水喂药。窦昭按自己平日的作息时间陪着父亲，中午依旧小睡一会，晚上到了亥时就回房休息。卯时过来帮父亲照顾祖父，在祖父昏迷，父亲呆坐的时候，就在心里默默背着心劲，跟着六伯母学的《论语》。窦明毕竟只有7岁，哪里耐得住，在屋里待一会就扭来扭去的。父亲嫌他闹腾，让王映雪把他交给二太夫人照看。王映雪哪里敢，又不能把二太夫人用意跟父亲说，只好把窦明带在身边，一面主持府里的钟馗，一面照顾窦明。窦明又在京都带了很多真定州，都没有小玩意回来，不时要招了姨姐和叔姐过来玩耍，祖父这边就有点顾不过来。来探病的二太夫人见了，就对父亲提议：你看，要不要把崔姨奶奶接回来市集？不管怎么说，她也是小叔正正经经的妾室，是你的生母。父亲自然是愿意的，窦昭却不愿意。凭什么祖父好生生的时候就把祖母丢在田庄里任其自生自灭，现在病得不能动弹了，就把祖母接回来服侍祖父？他插言道：不如再等些日子，丁姨奶奶管着祖父屋里的事，是祖父的心愿，若是实在不行了，再派人去接崔姨奶奶也不迟。对二太夫人来说，这些都是小事。也好。他点了点头，问起祖父的病情来。父亲事后满腹的狐疑问窦昭：你不想接崔姨奶奶回来吗？他以为窦昭是这个家里和自己生母最亲近的人，没想到提出反应的也是窦昭。等祖父要咽气了，窦家的人不同意，他也会把祖母接回来，却不是这个时候。窦昭在心里想着，却道：总要跟丁姨奶奶商量一声，何必把崔姨奶奶接来受别人的嫌弃？父亲再无二话。窦昭却叫了赵良弼：崔十三这些日子有没有找你？崔十三这个时候14岁，过了县试，正在县学里读书。他和赵良弼前世是好友，这一世私交也很好。因为祖母不愿意沾惹窦家，崔家的人从来不和窦家的人打交道。
他们两人都在县里，窦昭猜测崔十三肯定会悄悄来找赵良璧，虽然他一次也没有发现过。赵良璧顿时像炸了毛的猫跳了起来。您怎么知道的？眼睛有些惊惧不安。窦昭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自然不会和他解释什么，而是肃然的道：你立刻叫崔十三来见我。他知道崔十三是个有能力、有野心、有毅力的人，他平生最大的夙愿就是让崔家改门换地，成为耕读传世的诗礼大家。重生就有这点好，省去官斗、考验等很多功夫，想用谁直接提了就用。赵良璧吓得脸色发白，一溜烟的跑了。下午，他领着崔十三从侧门进了东窦。窦昭问崔十三：你想不想让崔姨奶奶堂堂正正的从窦家的大门走进来？崔十三眼睛一亮，看着窦昭目光却还是带着些许的警惕。窦昭吩咐他：你这些日子住到崔姨奶奶的田庄去，我会让赵良璧给你带信的。我让崔姨奶奶来，你再护送崔姨奶奶过来。可若是没有我的口讯，谁去接崔姨奶奶？你也要把崔姨奶奶给我拖住了，你能做得到吗？崔十三嗅到了阴谋的味道，他迟疑地道：你想干什么？我们崔家可不想给人当枪使。窦昭为祖母抱不平，不愿看见祖母被窦家的人招之则来，挥之则去。你有什么好担心的？他不屑地望着崔十三，崔姨奶奶是我父亲的生母，她难道就没有资格踏进窦家的大门？至于崔姨奶奶来了之后是想留在窦家还是想回田庄，我想就是二太夫人出面也拦不住她吧。那眼神刺伤了崔十三，但他还是沉思良久，缓缓地点了点头。祖父是8月12日丑里逝世的，在此之前他一直昏迷不醒，没有留下一句遗言。父亲哭得不能自己，东窦的人过来帮着小练。窦昭静静地站五廊上，听着父亲的哭声，想着祖母。3年之后祖母也会去，他能不能做些什么让祖母能多活2年呢？祖母是去后院给瓜秧浇水的时候突然倒在田里的，祖母的身体一向很好，谁也没有想到。王映雪走过来，用吩咐的口吻对窦昭道：寿姑，这几天会有很多人来吊丧，你妹妹不懂事，母亲只有靠你了，你帮着看着点灶上的事。祖父的丧礼，亲戚朋友、乡亲上邻都会来祭拜，他见自己这些日子行事有法有度，是怕自己在丧礼上出了风头，得了那些长辈的表亲，以后更加没办法制约自己吧。窦昭挑了挑眉，母亲。他用一种挑剔的目光上上下下地打量着王映雪，太太是不是忙糊涂了？您什么时候改姓赵了？祖父刚去，报丧的日子都没有定，就有人来吊丧，太太是不是从来没有主持过丧事，不懂这些？如果真不懂，就请了三太太来帮忙吧。祖父是进士及第，窦家在北直隶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家，到时候恐怕有祖父的故旧前来送祖父最后一程，若是弄出笑话来了，窦家实在是丢不起这个脸。至于灶上的事，如果现在管厨房的管事妈妈拿不起，就换个人吧。说着，他喊了海棠去请高升过来。自从王映雪扶正，祖父不管内宅，窦昭又常年住在东府。内宅管事的不是王映雪的人，也是不敢得罪他的人。高升是父亲的人，在前世的记忆中，他只忠于父亲一个人。只要父亲没有明确的表示，作为父亲的女儿，高升会等同父亲一样的尊敬，就像他尊敬窦明一样。王映雪以脸色大变，沉声道：寿姑，我不知道东府的太太们是在你面前怎么说的，可你总归是西府的人。窦昭打断了他的话：太太，我看有些事你自己要考虑清楚才是。祖父这才刚死，别以为自己头上就没人管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正说着，高升过来了。窦昭打住了话题，刚把王映雪的话说了个开头。王映雪已急急的道：我这几天忙糊涂了，说话不免急躁了些，寿姑不要放在心上。要怪只能怪王映雪的运气不好。窦昭正为祖母的事烦心，王映雪这样挑衅他一番，还在他面前自称是什么母亲，他铁了心要收拾王映雪，也不管王映雪在一旁说什么，径直将话说完，并道：太太没有管家的经验，这个时候闹出什么笑话来，西府恐怕要被别人说一辈子。家里的人事你都熟悉，如果没有能当大任的人，就把这几天的研习包给外面的酒楼饭馆，真定县找不出这样的人，就去真定州找。别人知道了，不会想到是我们家没人，只会说我们孝顺，热热闹闹的把祖父送上了山。又道：这个时候最忌自家人乱套，你就多担待点，把事情先压下去再说，等把祖父的事办完了再说。他不知道真定有没有专给人做红白喜事的铺子，但他在做侯夫人的时候，京都有很多这样的铺子，而且还有几家规模做得特别大。高升猜到是王映雪想给窦昭下马威，但窦昭的提议太让人心动了。不要说真定，
就是北直隶，也没有哪家这样大手笔的给老人送终的。所谓的死后哀荣，看就是子嗣的孝心和本事。这件事如果办好了，只会对七爷的前程和名声有好处。他立刻道：我这就去办这件事。说完，果断地转身，看也没看王映雪一眼。窦昭对爷的表现很满意，说了声高管事暂且留步，问王映雪：你还有什么事没把握的？现在说出来，我和高管事一起帮你想办法。如果等到丧事的中途有什么事出了差错，那个时候每天要接待来吊唁的人，恐怕我们也会有心无力。高生果就站定，躬身等着王映雪说话。王映雪气得心绞发痛，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窦昭就冷笑着看着他，他只得咬牙切齿地说了声没有了。窦昭笑道：那就好，太太不要过2天又想起什么事没办就好。沉稳大方地转身离去。高升自然没有继续留在这里道理，朝着王映雪依了依，自去找那能包筵席的酒楼饭馆不说。王映雪扶了胡嬷嬷的手，直嚷着气死我了，气死我了。胡嬷嬷却担心窦家的那些仆妇，因七爷一直没有吩咐把正房清理出来，前头七奶奶和四小姐还有些东西留在那里，老太爷也不发句话，太太不好贸然地搬进去，加上东府又一直压着西府，以至于那些仆妇对太太也少了应有的尊敬。他们好不容易才把那些人给压下去，四小姐这样一番举动，会不会让那些仆妇又不安分起来？如果能让七爷说句话就好了。他在心里感慨着，嘴里却劝着王映雪：太太，大局为重。我知道。王映雪点头，问道：我娘家谁来吊丧？窦铎不能进食的时候，他就差人给母亲王许氏报了信，希望娘家能派了有力的人来吊唁，这样也有利于他在窦家站稳脚跟。胡嬷嬷低声道：老太太说让大爷和大奶奶来。王映雪皱了皱眉，道：二嫂不来吗？这种场面只有二嫂庞玉楼能明白她的心意。胡嬷嬷道：要不要我给二奶奶带个信去？王映雪说了句快去，就看见一个面生的小厮四处张望了一下，飞快地闪身进了窦昭歇息的厢房。他心中一动，指了那小厮，低声对胡嬷嬷道：你派个灵机的人盯着那小厮。胡嬷嬷应声而去。赵良弼进了厢房，小声禀道：崔姨奶奶已经知道窦老太爷病逝了，崔姨奶奶等会就会赶过来。窦昭奇道：这边给崔姨奶奶报信了没有？赵良弼道：崔姨奶奶说不知道是不知道，知道了怎么也得来上炷香。那是自然。窦昭道：可怎么来，什么时候来却是有讲究的。他老人家不在乎，可看在别人眼里就不是那回事了。你跟崔13岁说声，让他拦着崔姨奶奶。窦家的人什么时候去接崔姨奶奶，他什么时候陪着崔姨奶奶过来。窦家的人要不是去接，就不来。崔13也这么说。赵良弼很是苦恼，说有些架子，该端的时候就得端，不然会让人瞧不起的。还以为三老太爷去世了，崔姨奶奶就迫不及待地跑回去了。可崔姨奶奶说，谁想说让谁说去，非要来不可。你们想办法拦着。窦昭笑道：崔13一定要办法的。赵良弼只好去给崔13回话。府里人人都知道王映雪为难窦昭反，被窦昭将了一军，厨房里管事的人可能会被窦昭一锅端了。一时间西府人心惶惶，丫鬟婆子在窦昭面前都战战兢兢的，比在王映雪前面还要恭谨。窦昭不管这些，看着到了中午，去了贺寿堂的厢房服侍二太太待几位长辈用午膳。第二天清早，窦氏榜亲自去接了祖母过来。丁姨奶奶拉着祖母的手，哭得格外的伤心。窦昭的表情就有些怪异。前世祖父去世的时候，窦小已经有5岁了。三伯父将他们从田庄里接了回来。丁姨奶奶见到祖母的时候，虽然双眼红肿，却只是淡淡的和祖母打了个招呼，就帮着王映雪去待客去了。她阻止了母亲第一次自缢，却让事情有了很大的偏差。窦小不知道在哪里，祖父至今也没有看见念念不记的嫡长孙出生。祖母至今还是崔姨奶奶。丁姨奶奶前世靠上了继母王映雪，这一世由妾室扶正的王映雪自顾不暇，她又窦昭的事情上扮演了那样的一个角色，随着父亲的当家，等待她的绝不会是什么好事，她只得寻求祖母的同情和怜悯。从最后一点上来讲，窦昭觉得这种改变还是让他挺高兴的。可他能不能想办法延长祖母的元寿呢？哪怕只是短短的几个月或是几年，让他和祖母能多相处几年呢？祭拜过祖父，婉拒了丁姨奶奶，窦昭把祖母安排在了西窦的客房。祖母拉了他的手，有些惭愧地道：我原以为我早点来能帮一帮你，再看来我不拖累你都是好的了。没有了祖父这个公公，
有祖母这个树婆婆，王映雪就得以庶母的礼仪敬着祖母，就别想为所欲为。她完全可以说服祖母在西豆住下，甚至是利用祖母来压制王映雪。可窦昭不想把祖母扯进来，祖母一生都不想和窦家扯上关系，如今已到晚年，她希望祖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过日子。您为什么这么说？她拧了帕子给祖母擦脸。祖母有些不好意思地道，就像你要我等窦家的人来接我一样。我只想我和你祖父毕竟生了你父亲，他去世了，我来祭拜祭拜他也就是了，其他的却没有考虑。窦昭笑道，那您肯定也不愿意住在窦家了，这又不是我的地方。祖母笑道，我住不习惯，等祖父的葬礼过去，我就送您回田庄吧。窦昭笑道，不过你就不用总待在田庄了，要是想我或是父亲了，就让崔13送你过来住几天，这样好。祖母笑道，不过还是你们去我那里住几天吧。窦昭凝视着祖母微微的笑，父亲还要守孝3年，祖母会不会因此而永远只是崔姨奶奶呢？他心里隐隐有些不安。小练第3天，窦家向亲戚朋友报丧，一时间窦家人声鼎沸，来祭拜的人络绎不绝。窦世英、王映雪、窦昭、窦明作为孝子、孝媳、孝孙在灵前答谢，家里的事全交给了高升。伺机茶水的、陪侍吊客的、管理孝账的，甚至是打趣板捧香纸的，都去他那里示下。他从来没有经过这种事，不过是这几年陪着窦世英在京都增长了些见识，办起事来又用心，比西窦其他的人更沉稳可靠而已。一番忙碌下来，顾此失彼，有些力不从心。窦昭就不时在旁边指点他2句，他没几天就摸清楚了门道，行事越发的稳妥。东窦的一些老管事见了，纷纷夸奖他能甚大用，高升这才松了口气。在看窦昭的时候，眼光不免有些异样，这正是窦昭的打算。3年的孝期，他肯定得住在西窦，他需要一个有力臂膀。过了2天，王之炳和庞玉楼来吊唁，大伯和弟媳妇这样的组合很奇怪。王之炳解释道，南哥他娘有了身孕，因是头几个月，年纪又有些大，受不得波奔，正好弟妹有些日子没见着小妹了，谭哥又惦记着表姐，我就带着他们一起过来给老太爷烧炷香。王谭是庞玉楼的长子，比窦明小1岁。或者是2人在京都柳叶胡同的时候就玩得很好，王谭一进屋就拉着窦明的手不放，喊着明姐姐，你什么时候回家？都没有人陪我玩。窦明道，我要给祖父守孝，守完孝了就去京都看你。王谭就道，那你快点守完孝，到时候我让爹爹领着我们一起去大相国寺吃羊肉面。窦明不住地点头。庞玉楼就推了儿子一下，指了窦昭叫，还不快叫大表姐。王谭长得像庞家的人，白皙的皮肤，水汪汪的大眼睛，比姑娘家还要漂亮清秀。他甜甜地喊窦昭姐姐。窦昭还记得自己上一次在蔷薇花旁撞到他跪在窦明的脚下，苦苦地哀求窦明，好姐姐，大哥心只有他那个表妹高明珠，他就是娶了你也不会对你好的。我不一样，我从小就喜欢你，你若是嫁给了我，我会一辈子待你好的，你要做什么我都帮你。可惜窦明目光似春水般柔软缠绵，仿佛能把人溺死。看王谭的眼神却透着算计，他娇笑道，那我要你当着外祖母的面说要娶高明珠，你敢不敢？王谭说了，王家的人只当高明珠在王南、王谭兄弟间暧昧不清，他再无做王家媳妇的可能。高氏宁愿和离，也不愿意让窦明做他的儿媳妇。王南再也没有和窦明说过一句话。窦昭在看见王谭时，心里就对他充满了怜悯。他朝着王谭淡淡的笑，庞玉楼就将儿子推到了窦昭的面前，你们表兄妹得多多亲近亲近才是。窦昭没有作声，窦明却跑过来拉了王谭，我们去和姨姐儿、叔姐儿一起玩。王谭嘻嘻的应好。庞玉楼瞪眼儿子一眼，道，你好好在这里待着。王谭不敢动弹，可怜兮兮地望着窦明。窦明哭起来，我要和谭哥一起玩，我要和谭哥一起玩。窦世英直皱眉。王映雪不悦地看了庞玉楼一眼，哄了王谭和窦明。好了好了，不哭了，姨姐和叔姐都在花厅，你们去找他们玩去吧。王谭和窦明手牵着手去了花厅。庞玉楼在心里暗暗叹了口气，笑着对窦世英道，我娘家的2个侄儿庞修哥和坤哥也过来了，想进来给姑爷问个安。窦铎去世，庞玉楼的3个哥哥都亲自来吊唁，却不知道他娘家的侄儿跟了来。来者是客，窦世英没有拒绝。庞继修是庞金楼的儿子，今年15岁，庞坤白是庞银楼的儿了，今年12岁。2个孩子都长得一表人才，举手投足间彬彬有礼，若不是一个目光太过飘忽，
一个目光太过精明，倒也是富翩翩家公子的模样。庞玉楼就得两人介绍窦昭，这是你们的大表妹。两人给窦昭行礼，窦昭淡然地点了点，没有还礼，显得有些孤傲。窦世英没有想到庞玉楼的两个折这么大了，见庞玉楼如此这般行事，心中不喜，自然不会觉得窦昭失意。他冷淡地和庞继修、庞坤白寒暄了两句，就带着窦昭去了灵堂。王映雪将庞玉楼拉到了一旁的耳房，低声道：你这是要干什么？庞玉楼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你也知道，我娘家的哥哥们如今还在灵璧县做生意，一心想搭上窦家，听说四小姐和修哥、坤哥年纪相当，就有了求皇之意。我也知道修哥和坤哥配不上四小姐，可不管我怎么说，他们也不相信，反而怪我从中作梗。我没有办法，只好把两个侄带了过来，看能不能得了姑爷的青眼。又道：不过我仔细想想，如果四小姐嫁到了庞家，对你也好啊，我嫂嫂就成了她的婆婆，我就成了她的姑奶奶，她总不能忤逆长辈吧？你难道忘记王家不能插手窦昭的婚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庞玉楼不以为然，我们又不是直接给四小姐订婚。王映雪心头一跳，你是说，要是四小姐自己相中了呢？庞玉楼捂了嘴笑，赵家又没有说四小姐不能嫁给庞家的。那窦昭有什么好？二嫂要这样费尽心机的把她嫁入庞氏？念头一闪而过，王映雪想到了窦昭的陪嫁，她的表情立刻变得有些色会不明。如果窦昭嫁到了庞家，这份产业就是庞家的了。虽然二太夫人下了封口令，可当年经历过的这些人心里却是清楚的。王映雪在看庞玉楼的时候就多了几分警惕，他可真有心计啊。王映雪想着，窦世英正在和乌家来吊唁的人说着话，走得太突然了，大家都没有想到。翰林院那边我报了丁忧，正好在家里好好的读些书。跟在伯父身边的乌善悄悄地递给了窦昭一个荷包，你节哀顺变。可这与荷包有什么关系？他不解望着乌善。乌善趁着大人们没注意，低低地道：我在大方寺求的平安符。声音急促，耳朵通红。窦昭微微一愣，笑着说了声多谢，言辞恳切真诚。乌善眯着眼睛笑，耳朵红得更厉害了，之后眼观鼻，鼻关心地立在乌家伯父身边，再也没看窦昭一眼。窦昭隐隐感觉到乌善对他的心意，不由陷入了沉思。七七过后，祖父葬在了北楼的窦家祖坟里，家里的客人也渐渐散去。庞玉楼和王映雪商量，能不能让修哥和坤哥在窦家的族学里读书。王映雪不喜欢庞玉楼的贪婪，不想把这个忙，又怕自己以后有什么事求庞氏，因而不愿意和庞氏翻脸。他把这件事推到了窦世英的身上，窦世英觉得两个孩子看上去都比较世故，有些不喜，把责任推到了三伯父身上。一直是三爷管着的，也不知道去族学里读书有些什么要求，你不如去问问三爷好了。两人答应的都很勉强。庞玉楼听过比这更难听的话，并不放在心上，提了8色礼盒，亲自找到了窦世恒。窦家族学在真定州都颇有名气，常有亲戚朋友的孩子来窦氏求学。窦世榜二话没说就应了。就这样，庞继修和庞坤白进了窦氏族学，很快就认识了窦正昌、窦德昌、窦启俊等人，偶尔还会想办法跟着他们回东府吃饭，只是一次也没有碰到窦昭。庞坤白忍不住向父亲抱怨，根本就没有用。庞银楼拍了儿子一巴掌，你老子我做了10几年生意，也就赚下了2-3万两银子，人家那么一大笔银子，你想得来全不费功夫，哪有那么便宜的事？然后又教训他，你给我争气点，窦家的银子不仅你大伯父盯着，就是你姑姑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可别到时候让王谭那小子得了便宜，你哭都哭不出来了。真的？庞坤白非常的惊讶，王谭比窦家4小姐要小4岁。小4岁怎么了？庞金楼道，庞继修还比4小姐大6岁呢。庞坤白闭上了嘴巴。庞继修比庞坤白沉得住气，他拿了大把的银了，请人调查窦昭不果后，不仅认真的跟着窦家族学的西席杜夫人读书写字，还极力教好窦氏族学里的人。窦俊奇等人被人巴结奉承惯了，并把这些放在心上。庞继修却因此从窦俊奇几个人的随从中打听到，窦昭每年的夏天都会到田庄去住些日子。第2年的夏季，他早早就做好了准备，一听到窦昭启程去了田庄，他就邀窦正昌等人去乡下玩。窦正昌几个都不愿意去，晒死人了，乡下地方有什么好玩的？说这话的时候，窦德昌正端着碗冰镇酸梅汤。庞继修也觉得没什么好玩的，只好道：我们能下河摸鱼啊，我在塘边垂钓还不是一样的。窦正昌懒懒地道：乌善过来了。窦正昌给他们引荐，奇道：
我还以为你端午节会来，结果你端午节没来，这么热的天却跑了过来，有什么要紧事吗？乌善道。端行节时，随着母亲去京都探望父亲，想着有些日子没见着你们了，这不一回来就跑到你们家来串门了。然后又道，六叔父如今在刑部官正，端午节的时候还一起吃了粽子。窦世恒也考取了庶吉士。窦德昌忙道，我爹爹可好？挺好的。乌善笑道，我瞧着好像比在家的时候胖了点。说完，眼睛珠子一转，表情狡黠道，我还有件好事要告诉你们，尾音拖得长长的，卖着关子。窦德昌不理他，窦正昌却笑道，什么好事？莫非是你要去京都？这怎算好事？乌善不以为然地道，我现在在家里不知道多逍遥快活，到了爹爹的眼皮子底下，每天不练5000个大字休想搁笔。旁记修则舌。这么多？乌善这才笑道，从明天起我也要到你们窦氏家学来读书了。窦正昌几个愣了愣才反应过来，你怎么突然要到我们家来读书？窦德昌奇道，伯母舍得你离家吗？乌善的母亲是续弦。乌松年嫡妻早逝，没有孩子，乌松年考中了进士，才续娶了乌善的母亲毕氏。毕氏也是官宦人家出生，年轻的时候发誓非举人不嫁。出阁时已20有3，又过了3年才生下乌善，因而对2个孩子格外的疼爱。为了让乌善能跟着自家的举人伯伯读书，宁愿留在家乡，也不愿意跟着乌松年去京都任上。家父有腿疾。乌善道，现在年纪大了，走路都有些不便，母亲很担心，想去京都照顾父亲，又放心不下。我正好端午节的时候在五叔父家遇到了六叔父，六叔父说若是父亲放心，可以让我跟着你们一起读书，由六叔母照顾。父亲和母亲都觉得好，五叔父又写了封信给太夫人，这次母亲来就是送我来读书的。他们这才知道乌太太也来了，这感情好，这感情好。窦正昌笑呵呵的笑，窦德昌却一把搂住了乌善的脖子，你这家伙终于落到我的地盘了。乌善哈哈的笑，拱手作揖，佯做出求饶的样子。大侠，手下留情。大家哄堂大笑。窦启俊和胞弟窦启泰一前一后的进了走来。这是干什么的？两人笑道。庞继修忙将乌善要在窦氏家学读书的事说了。窦启俊和窦启泰闹着要乌善请客，乌善大手一挥，今天见着有份。庞继修家是开茶楼的，傍上了王家之后，又开起了酒楼、当铺。他自幼在这些地方厮混，家里又养了群闲帮，吃喝玩乐他最拿手。闻言立刻道，就去景福春，他们那里每到夏季就会做河鲜冰碗、莲子、藕、菱角、鲜鸡头米，都是自家荷塘里种的。普通的鸡头都是等老了才采来挑担下街吆喝着卖，卖不完往药铺一送。刚刚壮丽的鸡头不但不出分量，药铺也不收，所以谁也舍不得采。景福春的冰碗里的鸡头却是越嫩越好，不惜工本，煮出来是浅黄色，再配上鲜核桃仁、鲜杏仁、鲜榛子，底下用嫩荷叶一托，红是红，白是白，绿是绿，不要说吃了，看着就让人心畅神怡。炎炎夏日，他的话还没有说话，几个人已经开始流口水。窦启泰忙道，我去叫了四哥来。启字辈里，窦启俊行5，窦启泰行6，行4的是窦启光，窦玉昌的次子，乌善的表哥。既然乌善请客，怎么能少得了他？窦正昌去禀了太夫人，必是白净丰腴的妇人，圆圆满脸，笑起来非常和善。他有些担心。二太夫人笑道，不要紧，有志哥跟着，又在真定县，不会有什么事的。窦启俊去年中了秀才，必是心中微安。二太夫人让管事安排了几个老实可靠的家丁，陪着窦正昌等人去了景福春。景福春的掌柜见是窦家的人，忙将最好的雅间让了出来，亲自在一旁介绍菜单，又有庞继修插科打诨，气氛活跃得很。上河鲜冰碗的时候，乌善道，我们明天去田庄看四妹妹吧。雅间里的嘈杂戛然而止，众人的目光都落在了他的身上。乌善目光闪了闪，急声道，这么热的天，听说崔姨奶奶的田庄上什么都有，我们借口去看四妹妹，到田庄去钓鱼、求水，吃新鲜的荷叶饭，多有意思啊！总好过这样天天被关在家里。庞继修的心砰砰乱跳，就听见窦德昌咧了嘴笑，好放逸，我们去崔姨奶奶那里求水去。窦启光除了读书哪里也不去，今天要不是乌善请客，他肯定不会来。望着外头刺目的阳光，连他都心动了，何况是其他人。那就这么决定了。窦启俊道，你们谁去禀了太夫人，反正我是不能去说的，我去说这是准黄。众人忍俊不禁，我也不能去说。
乌善道：我母亲还要在窦家住好几天。那我去说吧。窦启光踌躇道：就怕太夫人不答应。四哥是老实人。窦启泰嬉笑道：四哥要去说，太夫人一准会应答。果不其然，太夫人立刻应了。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去了田庄。窦昭正伏在岸上给祖母画心事的鞋样子，听到动静，所有的人都吓了一大跳。崔姨奶奶拦了众人：不许下河，就在院子里歇歇，我让人给你们做荷叶饭吃。几个小子谁坐得住啊，扑腾扑腾的就要下河，眼看着拦不住了。窦昭把跟过来的随从叫了进来，你们都去河边上守着，每隔几步站一个人。又叫了红姑去村里找几个善求的守在河边，一天给1两银子的工钱。若是几个爷都平安无事，完了每人再赏2两银子，若是有人溺水，就一个人给20两银子。红姑立刻去村里找了几个身强体健的汉子。窦正昌几个见有人守在旁边，玩得更加肆无忌惮。庞继修瞅这个功夫，悄悄上了岸，只说是累了，要到屋里去讨口水喝。那些家丁自然不会防备。庞继修见院子里静悄悄的，正寻思着是直接进屋，还是站在隔扇大开的窗棂前喊一声，他知道怎样和那些倚门卖笑的欢场女子打交道，却不知道怎样和个只有10岁的女童打交道，特别是这个女童身价不菲。他在她面前没有任何的优势的时候，敞开的窗棂突然传来说话的声音：妹妹最喜欢，我想四妹妹肯定也喜欢，就让随身的小厮也买了一瓶，你闻闻好不好闻？庞继修忙蹑手蹑脚地靠了过去，只见炕脊上放着个鸡蛋大小的琉璃瓶子，鎏金的瓶子，琥珀色的瓶身，华丽中透着奢侈。他骇然，这可是西洋的香露。他忙朝里张望，看见了乌善那张还带着几分童稚的笑脸。妈的，他这才几岁就知道打女人的主意了，难怪他要来崔姨奶奶的田庄玩。庞继修腹诽着，就听见窦昭道：多谢乌四哥了，这香露很好闻。然后落落大方地收下了香露，问起乌善去京都的情形。京都不愧是天子脚下，京畿重地，不仅人烟繁复，物华天宝，而且街道宽敞，能并行4辆马车。乌善兴奋地向窦昭讲着京都，窦昭微笑地坐在那里安静地听着，思绪却飞得老远。明年夏天的时候，找个借口把祖母接到窦家去住些日子，这样祖母就不用大清早起来给瓜秧浇水了，也许可以避免骤然而亡。这次来田庄就把甘露和素绢带回东府吧，还要去看妥娘。听说她和崔四过得很好，崔家的人也很喜欢这个老实本分的媳妇，她现在已经在崔家站稳了脚跟。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喧哗，窦昭惦记着河里的那群人，忙从窗棂里伸了脑袋，喊着红姑。出了什么事？红姑一手拿一手提鸡，从厨房里走了出来，急急地道：我去看看。窦昭催着乌善：你也去看看吧。乌善哦了一声，跑了出去。过了大约半个时辰，红姑回来了。小姐，还好您让我找了个几善求的汉子站在河边，他脸色有些苍白，后怕地道：光少爷不会求水，和太少爷打闹的时候脚一滑，溜到水里去了，要不是河边的人眼疾手快，光少爷差点起不来。窦昭吁了口气，由衷似道：希望他们有了这个教训，能不再来求水了。红姑叠声应是。一群人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草草地在田庄里用了晚膳，就回了窦府。晚上祖母指着炕桌上的玫瑰香露，这是哪里来的？乌家四哥送的。窦昭坦然的道，说是去了京都带回来的礼品。祖母拿在手里观看了好一会，一言不发的放在了原处，径直去歇了。过了2天，窦启俊来拜访窦昭，多亏那天四姑姑安排了人手，否则肯定会出事。他虽是晚辈，年龄却是最大的，又是里面唯一有功名的人，如果出了什么事，他的责任将是最大的。不过是小心行事罢了。窦昭笑道：你不必放在心上。窦启俊还是郑重地向窦昭道了谢。又过了几天，乌善和窦启光来向窦昭道谢。这件事是我提议的，要是老四有个3长2个短，我可怎么见四堂姐？窦昭只好又谦逊了一番。乌善打着道谢的旗号又来了几次，祖母每次都留他吃饭，细细地问他家里的事。有一次，窦昭还听见红姑跟祖母道：毕氏是有大志向的人，待人温煦有礼，十分的宽和。觉察到祖母的意图，窦昭有些啼笑皆非。舒姐儿在窦昭那里碰了壁，被窦明嘲笑了一番，如今又被姨姐训斥，心里又急又气，推开身边的丫鬟就朝外跑。迎面却碰到了海棠。舒姐儿，她笑盈盈的舒姐儿行礼，身后的小丫鬟手里还提了盏4美迎春的琉璃走马灯。我们家四小姐说，那8仙过海的走马灯卖完了，只得了这盏4美迎春灯，
您先拿着玩，等来年四小姐一早就让人去买。舒姐心里这才好过了些。可大宅院里的事到底瞒不过去。武堂嫂问姨姐儿，要舒姐儿向寿姑要灯，真是明姐的主意。应该是吧。窦明怂恿舒姐儿要灯的时候，姨姐儿并不在现场，她有些迟疑地道，舒姐儿虽然有些没脑子，可她惯向四姑姑要东西，若是自己的主意也没什么不好承认的，犯不着赖到五姑姑身上去。话说到这里，她好像这才察觉到，奇道，五姑姑自打从京都回来，人就好像有些不一样了，话里话外总是京都如何的好，她外家如何的好，这让姨姐儿隐隐有些不舒服。武堂嫂听着皱眉，叮嘱女儿，她毕竟是长辈，你以后遇到她要恭敬些，有事没事别总拉着她，要玩就找你舒姐玩，你和舒姐才是一辈的。姨姐年纪越长，性子越好强，偏生她的父亲却是昌字辈里最无能一个，窦明在她面前不时流露出来的优越感早就让她心生不悦，母亲的提醒又让她意识到那个比她小3岁的小丫鬟还是她的姑姑，她遇到了应该行晚辈行的人，心里不免有些悻悻然，无精打采的应了声知道了。那边三堂嫂在呵斥舒姐儿，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别人要你去偷太夫人的东西，你是不是也去偷？还好遇到的是寿姑，若是第二个人会怎么说你？你小小年纪就不学好，拿了东西竟然不还。我原先只当你年纪小，大些就懂了，谁知道你却是越大越不知道轻重。别人不给，你竟然还心生怨怼，哭就知道哭，现在知道丢脸了，早先干什么去了？又吩咐舒姐屋里的管事妈妈，把她从寿姑那里顺来的东西给我清出来，我亲自给寿姑还回去。东西太多，时间太长，连舒姐都不知道哪些是自己的，哪些是窦昭的了，气得三堂嫂直捶炕。我怎么就养了你这样一个不上心的？窦启俊三兄弟下学回来吓了一大跳，一个安慰母亲，一个问妹妹出了什么事。最小窦启顺眨巴着眼睛道，四姑姑可不是这样的人，你们也不用小里小气的，还什么东西。屋里4双眼睛全都朝他瞪去。他忙道，上次你们去田庄。窦启泰一个箭步捂了幼弟的嘴巴，一面把他往外拖，一面笑着朝母亲和妹妹低头哈腰。这事可大可小，往大了说会坏了妹妹的名声，往小了说会坏了我们家和四姑姑的情分。我和弟弟这就去请了父亲回来。三堂嫂和舒姐儿满脸的怀疑，窦启俊只好轻轻地咳嗽了一声，沉稳地道，五弟说的有道理，这件事还是与爹爹商议商议为好。体贴可靠的长子都这么说了，三堂嫂疑惑尽消。门外的窦启顺却扒开哥哥捂着自己的手，不服地嘟囔道，我又没有说错，你们上次闯了那么大的祸，四姑姑可一声都没有吭，还帮你们打掩护，你们别以为我不知道，知道我们闯了大祸，你还到处嚷嚷。窦启泰咬牙切齿地道，你是不是怕别人不知道啊？窦启顺蔫了。窦启泰道，走，我们去找四姑姑去。不是说去找爹吗？窦启顺奇道，找四姑姑干什么？你这傻子。窦启泰气得恨不得打弟弟一巴掌，这么一闹，现在府里的人恐怕都知道。若是四姑姑肯出现帮妹妹说句话，这些东西就是四姑姑打赏给妹妹的，那又不同了。这下窦启顺听懂了，不住地点头，连车也没坐，两兄弟一路小跑的去了西府。窦昭听了沉思了半晌，说起来这件事他也有错。每当他看到舒姐儿看到什么喜欢的东西就两眼发光的时候，他就会想到女儿殷姐儿，顿时心里就会一软，想着不过是些小东西，舒姐儿喜欢拿走就是了，却没有仔细想想这件事对舒姐儿的会有什么不好的。我跟你们去趟东府。窦昭换了件衣裳，跟着两兄弟去了三房。三堂嫂见了他又羞又愧，窦昭没等他开口，已笑道，三堂嫂莫非是要我也把舒姐的东西还回来？窦启俊几个一愣。窦昭笑道，你们只看到我送给舒姐的东西，却没有看见舒姐送的东西。他说着长叹了口气，佯作出负后悔的样子道，年前舒姐还送了我一个荷包，我瞧着好看，带了去给二太夫人请安，回来的时候不知道落哪里了，到今天也没有找到，你可让我拿什么还给舒姐啊？三堂嫂知道窦昭这是在为女儿解围，喊了声寿姑，眼圈一红。窦昭趁机扶了三堂嫂胳膊，示意窦启俊几个带舒姐退下去，然后和窦三堂嫂并肩坐在了炕上，诚恳地道，说起来这件事我也有责任，要不是我这样惯着舒姐，舒姐也不会得寸进尺了。可若说舒姐因此就养成了不良的习惯，我却不这么看她，为什么不拿别人的东西，单单拿我的东西？可见她心里还是有亲有疏，知道轻重的。做父母的没有不偏心的。
窦昭这话说的妥帖，三堂嫂听着就像大冬天的喝了杯热茶似的，面露感激之色。我也觉得舒姐不是有意的。舒姐之后，三堂嫂又生了4子窦启远，5子窦启安，哪有时候照顾舒姐？窦昭笑道：这误会解开就好，不然我这个做姑姑的也难辞其咎。话既然说开了，气氛也就好起来。窦昭和三堂嫂说了半天闲话，这才告辞。不过事后他却仔细地问了问舒姐的阅历，知道她不是银子不够用，而是阅历一拿到手里就赏了这个赏了那个，手时没有余银，看到什么好东西自己没钱买，就只好拿窦昭的了。窦昭就告诉他怎样使唤丫鬟，怎样储蓄银子，还告诉他怎样开支结缘，带了他去田庄里转悠，告诉他怎么管理田庄。舒姐后来成了个理财的高手，这当然都是后话。三堂嫂去了太夫人那里，她要为自己的女儿证明，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她感慨道：本是窦明惹出来的祸，寿姑却有一句责怪他的话，把错都揽到了自己的身上。不愧是古丘的女儿，流着安乡赵氏的血脉。二太夫人一句话都没有说，待三堂嫂走后，骂了一句自作孽。而乌善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已过了元宵节。他像烙饼似的在床上翻几个晚上，实在是忍不住了，拉了窦德昌：你陪我去西府向七叔父借本书吧。窦德昌还很懵懂，最后迷上了古玩，天天和窦启俊往古玩店里跑。什么书？我们家没有吗？乌善诓他：一本写金石收藏的书，我不记得名字了，在你们家没有找到，想去七叔父那里看看。窦德昌立刻来精神，把伯彦叫上，我们一起去。窦启俊今年籍贯，武伯父赐他表字伯彦。乌善窃喜，3个人去西府。窦世英正指挥着人修缮东跨院，听说乌善来借书，清了手脸，换了件衣裳，在书房见乌善和窦德昌、窦启俊。伯彦这些日子都在读什么书？窦启俊去年乡试落地，重读四书注解。说起了正经事，他在窦世英面前还是很恭敬的。窦世英点了点头，道：也不要总盯着四书注解，春秋、史记也要多读。窦启俊笑道：五书祖也是这么说，还问我想不想去国子监看看。哦，窦世英笑道：那你怎么说？听说京都藏龙卧虎，我也想去见识见识。两人说起举业上的事来，窦德昌听得津津有味，乌善的一双眼睛却咕噜噜直转，却连个丫鬟的人影都没有看见。好不容易窦世英问完了话，放他们去了书房，窦德昌和窦启俊又缠着他问到底是什么书，他只好东扯西拉的帮着找书，忙了快半个时辰也没能摆脱这2个家伙。乌善渐渐有些心浮气躁起来。书房外面突然传来窦昭清朗的声音：不是说爹爹回书房了吗？又跑哪里去了？乌善霎时通体舒畅，顾不得窦德昌和窦启俊就在身边，急匆匆地走了出去。四小姐目不转睛地望着窦昭：您怎么过来了？是乌四哥，面对一个和他儿子差不多的男孩子，又是通家之好，窦昭很难时刻谨守男女大防。他笑道：你怎么在这里？我来借本书。乌善说着扬了扬中的书，有心想把话说得婉转些，可这样说话的机会却是稍纵即逝，他不得不把握时机。我不知道你喜欢走马灯，要不我就送盏走马灯给你的了。窦昭讶然，看见乌善漆黑又透着无比认真的眸子。这一刻，乌善的心意无所遁形，让窦昭不得不肃然面对。重生后，他偶尔也会想起自己的未来，是重新开始，还是继续嫁给魏廷瑜？嫁给魏廷瑜，所有的事再重新经历一遍，虽然没有惊喜，可也没有好担忧的。重新开始，不管看上去多么花团锦簇的婚姻，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自己再嫁一个人，未必就一定会比和魏廷瑜在一起更好。想来想去，都是一团乱麻。直到有一天，西窦的一半财产划归到了他的名下，而且在他30岁以后还可以任意处置。他突然间心中一动，上一世他不嫁人就没有出路，这一世他有舅舅依仗，有银子傍身，有窦家的矛盾可以利用，为什么一定要嫁人呢？就这样自由自在无牵无挂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偶尔伸出挽回一下前世遗留下来的憾事，不好吗？他深深地吸了口气，仿佛看到了一个新天地，人都振奋起来。乌善好意，他只有感激，却不会接会。只是此时不是拒绝的时候。一则是乌善没有把话挑明，拒绝的话无从说起；二则是乌家的规矩很大，乌家的长辈未必愿意乌善娶她这样的一个女子进门。乌善到时候是放弃还是坚持还不好说，自己这样早早的就跳了出来，不免有自作多情的嫌疑，让人觉得好笑。
既然乌善这个时候提到了庞继修送给他的那盏走马灯，不如就索性借着乌善给庞继修传个话吧，也免得那庞继修像个蚊蝇似的，没事有事就跑过来嗡嗡两声，让人烦不胜烦。谁说我喜欢走马灯了？窦昭笑道。可我听他们说，乌善望着窦昭因坦荡而显得格外明亮的眼睛，有些不确定起来。你得了盏走马灯，舒姐向你要你都舍不得给。窦昭笑起来，道：说起来都是你们惹的祸。乌善诧异，窦昭已道：因为上次求水的事，庞继修隔三差五的就送些东西来向我道谢，这走马灯就是他送我的。我们两家虽是姻亲，却是道不同不为谋，我怎么好受了他的东西？想退回去又没个退的地方，只好把他送的东西都收起来，哪天找个机会还给他。若是把他送的东西转赠给了其他人，到时候拿什么还给他？乌善听着就情不自禁地咧着嘴笑了起来。四妹妹说的在理，然后急急的道：不如我帮人还给庞继修吧，怎好麻烦你？窦昭暗示他，我还是托了伯彦帮我还给庞继修吧，他怕乌善把事给办砸了，反而连累着他名声受损，白白便宜了庞继修不说，若是因此而闹出什么风波来，就更麻烦了。伯彦好歹名声在外，今年已及弱冠，比13岁的乌善办事更沉稳吧。乌善却像没有听懂似的，忙道：不麻烦不麻烦，我帮你去还吧。窦昭就望着他微笑不语。乌善顿时有色通红，声若文瑞：那我去跟伯彦说一声。竟然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窦昭不想让乌善误会他提起庞继修的事是为了他，更不想让乌善扯进来，正想说几句厉害的话让他死心，窦德昌和窦启俊并肩走了出来。我就纳闷，你怎么一去不复返了？窦德昌笑道：原来碰见了四妹妹。窦启俊年长些，又刚刚定了亲，刚才久翻不到要找的书已经起疑，现在再看上屋那面红耳赤的模样，他隐隐有些明白，一时间反而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乌善本就心虚，被窦德昌这么一说，就越发的慌张了，撇清似的忙道：四妹妹有事求我们，那庞继修常借口中次求水的事给四妹妹送东西，说是谢礼，有些口不择语起来。窦正昌和窦启俊脸色大变，特别是窦启俊，深知这件事一个大意就有可能会害了窦昭一辈子。他忙道：乌四叔快打住，有些话不能乱说的。乌善一个机灵，反应过来，看着窦昭，又悔又恨。窦启俊忙道：12叔，麻烦你到门口看着。然后低声问窦昭到底怎么一回事，除了送东西，他还送了些另的什么没有？东西都是由哪些人收的？这些人可靠不可靠？窦昭见他一开口就问到了点子上，不由长长的松了口气，把事情的经过一一跟窦启俊说了，然后道：东西都是丫鬟小厮送进来的，我没有直接接手，除了些小东西，倒没有其他的什么，只是这件事我不好跟别人说。我知道。窦启俊脑袋转得很快，他脸色阴沉地道：那个庞继修和你继母是姻亲，这件事你不要管了，就装着不知道的，我来处置。窦昭当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姑息庞继修，他只是一时没弄明白庞继修的用意，还是乌善元出现提醒了他，有些事不仅要靠前世的记忆，还要相信这事的直觉才是。窦昭连连点头。窦启俊让窦德昌和乌善先回去，自己去见了窦世英。大约半个时辰，窦世英铁青着张脸和窦启俊去了正房，问窦昭：东西呢？窦昭让素卷开了香笼。窦世英看了一眼，叫了2个小厮进来，抬着龙香跟窦启俊走了。屋里只留下窦昭和2个面面相觑的丫鬟。窦世英气得在屋里直打转转，良久才质问他：你为什么不跟我说？窦昭道：我不想吵吵闹闹的让人看笑话。窦世英眼眶微红，袖子一甩，朝门外走去。窦昭喊着：爹爹，您是想去找太太说这件事吧？若是太太说事已至此，不如让我嫁给庞继修，他吃了雄心豹子胆。窦世英暴跳如雷。窦昭冷笑：庞家倒没吃雄心豹子胆，可人家敢不要脸的闹腾。窦世英微滞。窦昭道：这件事您就让伯彦帮着处置吧，我相信他能处置好。然后道：你什么时候去京都？我想在您去京都之前把崔姨奶奶接过来和我作伴。窦世英愕然。窦昭道：东府那边有个乌善，我不方便住在六伯母那里，这边太太当家，谁知道庞家会使出什么龌龊的手段。田庄人心淳朴，路不拾遗，连个护院都没有，更不安全。不用了。没等他说完，父亲以额头冒着青筋的打断了他的话：你好生生的在家里住着，我倒要看看谁敢动你半分。说完甩袖而去。
窦昭懒得理他，决定他前脚走，后脚就将祖母接进府，用这件事做借口让祖母搬进来住一段时间，也许可以让祖母逃过一洞。至于说庞继修，若是他敢打他的主意，他自有办法让收拾他。不一会，窦明被2个婆子送到了正屋，窦明一下的就提了裙裾就往外跑，窦昭一个眼神，自有丫鬟拦了他。他张牙舞爪的朝窦昭扑过来，都是你，你挑唆着爹爹和娘亲不和。送窦明来的婆子立刻拦住了窦明。相比窦昭和王映雪，窦明家里的仆妇显然更在乎窦昭的心情。窦昭吩咐海棠，让他抄10遍女戒，什么时候抄完了？什么时候放出来吃饭？海棠应是。2个婆子在窦明的叫嚣声中，将窦明架到了后面的暖阁。窦昭吩咐过，不许王映雪和窦明进他的书房。窦昭随手拿了本书，靠在临窗的大影枕上看起来。半个时辰之后，窦世英满脸不悦地走了进来，看见窦昭在看书，他道：明姐呢？在暖阁里抄书。窦昭站起来，给父亲沏了杯茶。窦世英喝了2口热茶，神色危寂，去看窦明。窦明一边哭一边抄着女戒，海棠捧着瓜果和2个婆子在旁边服侍。窦世英轻手轻脚地退出了暖阁，拉了窦昭，走，我们去看看那2株银杏树种在哪时好。窦昭陪着窦世英去了东跨院。晚上，王映雪笑容僵硬地服侍窦氏女妇用晚膳。抄完了10遍女戒才被放出来的窦明，一看见王映雪，立刻扑到了母亲的怀里，一面含泪喊着娘亲，一面偷窥窦世英和窦昭的表情。窦世英面无表情，窦昭视若无睹。窦昭的心不断地往下沉，聪明地将告状的话给咽了下去。王映雪抱了抱女儿，笑容勉强地低声吩咐窦明坐好，帮他盛了碗肉丝面。窦世英铁了心不和王映雪说话。用过晚膳，他拉了窦昭下围棋。窦昭才不想卷入他和王映雪之间的事去，下了一盘就打起哈欠来。让高升来陪你下吧，我要去睡了。他掩着嘴，含糊不清地说着，回了屋。唐海一面服侍他洗漱，一面低声地道：七爷问七太太，庞继修给您送灯的事，七太太知道不知道？七太太说知道，七爷就把七太太呵斥了一顿。七太太很委屈，说东西是送给您的，他哪里敢拦？七爷就说七太太和庞家沆瀣一气，七太太气得哭了起来。五小姐听到动静跑了过去，七爷就让2个粗使婆子把五小姐送您这里来了。好了，我知道了。窦昭不感兴趣地应着，上了炕。这种事果然还是交给窦启俊更让人放心。发生了庞继修这件事之后，父亲的目光一下子转移到了内宅，他开始事无巨细地过问家中的一些琐事。可惜家里有窦昭坐镇，王映雪打理，他问来问去也没有问出什么能让他插得上手的事。气馁之余，他开始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东跨院的修缮，原本初夏就应该完成的营造，一直拖到了仲夏还在继续，倒惹得窦启俊没事就往西府跑，和父亲蹲在树荫下讨论梁上画什么图，门前立什么石雕，每次都说得热火朝天，不亦乐乎。王映雪不免嘀咕，父亲说京都工部和刑部都还有缺，他已经写信给在工部和刑部任职的好友，时不待人，您是不是给父亲回个话？窦世英不以为然，一面喝着冰镇绿豆汤看着图纸，一面心不在焉地道，不管是去工部还是刑部，总得经过吏部，这件事你就别管了，我自有主张。靠岳父在别人眼中是吃软饭，靠族兄那是应该的。王映雪不好再多方，就算是窦昭也以为父亲早和武伯父商量好了，没有放在心上，反而兴致勃勃地听父亲和窦启俊讨论怎样借景，怎样堆垒假山，一副要把东跨院砌成江南庭院的模样。高升来找窦昭，短短5个月花了6万两银子。窦昭问他，家里可因此而捉襟见肘？那倒不至于。高升小声道，也花得太快了点，去年1年的收益都没了。等他花光了西豆储蓄，你再来跟我说。窦昭淡然的，你总得让他干点事吧。高升苦笑。窦昭望着院子里和父亲勾肩搭背的窦启俊，突然间眼睛酸涩。母亲去世已经9年了，父亲一个人孤零零的过了9年。养子不教父之过，养女不教母之过。如果有个儿子，父亲会不会行事稳重些呢？念头闪过，窦小娜无精打采的样子浮现在他的心头，他顿时一阵腻味，决定不管这件事。可没想到6月底，武伯父来了一封信，问父亲为何不上京候缺，还道祖父已经去世，父亲应该知应至门庭来。这世间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窦家的人更应该紧紧地抱成一团才是，父亲不应放弃10年寒窗苦的艰辛。然后还隐晦地问起父亲的子嗣来，说若是王映雪不育，他可以托武伯母留心。
给父亲那房身世清白的妾室，这样一来，等到儿子入世，父亲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回乡做老太爷了。父亲惊得一身冷汗，连夜回信给武伯父，说纳妾之事就不烦他操心了，后缺的事却提也没提。窦昭这才知道父亲不去京都后缺完全是自己的主意。他有意赌父亲，您若是放心不下太太和窦明，大可带着他们一起去京都，我正好把崔姨奶奶接过来，让他老人家也享几天清福。父亲竟然认真地考虑道，你说的有道理，不如我们一起去京都，把家里的事全交给崔姨奶奶帮着照看。和王映雪在一个宅子里同喝一个井里的水3年，已是窦昭的极限，让他继续和王映雪搅在一起，想都别想。我去京都，庞家的人恐怕更有借口到我们家走动吧。窦世英哑然。窦昭趁机问起妾室的事，您身边也应该有个人照顾日常起居了。作为父亲，窦世英怎么好和女儿讨论这个问题？他红着脸呵斥窦昭，胡说八道些什么？是谁告诉你的这些？武伯父不是在信里写了吗？窦昭坦然而大方，西窦总不能没有个儿子吧？父亲能为母亲孤身9年，再多的怨气窦昭都消了。窦世英赧然道，你也看见了，我哪有时间天天盯着内宅？如果再纳一个人进门，不是糟蹋别人吗？再说了，就算是生下了庶长子，谁来教养？你看明姐儿都成什么样子了？窦昭默然。4月底数集市散馆，六伯父窦世恒去了行人司，成了天子近臣。二太夫人十分的高兴，端午节的时候资助县衙办灯饰，还把真定县略有头有脸的人都请到了家听戏。窦世英作为窦家的2榜进士，自然少不了他。他带着一家人去了东窦，不知道怎的，窦明和郎家只有7岁的八小姐打了起来，还把人家八小姐的头发揪落了一缕。事后不管窦世英怎么问窦明，窦明的嘴巴紧抿，像紧闭的蚌壳，一句话也不说。郎家的八小姐也只知道哭，窦世英没有办法，只好亲自登门谢歉，到今天也没有弄清楚窦明为什么和郎家的八小姐打架。窦昭却觉得王映雪应该知道，不仅王映雪知道，估计东窦的女眷大部分都知道。朱家的5小姐最后嫁给郎家的15爷，窦明和郎家的八小姐一言不全争了起来，郎家的八小姐跳起来就骂窦昭是小娘养的。窦世英说到这里不禁后悔起来，早知道你这么懂事，应该把你妹妹交给你带，现在却晚了，你今年已经12岁，过2、3年就要出嫁了。窦昭听得冷汗直冒，想到家里没有个男丁，到底行事不方便，笑道，您要是现在给我添个弟弟，我就帮您带，妹妹就别指望我了。窦世英讪然的笑。窦启俊来找父亲。窦昭奇道，咦，怎么不见11哥和12哥？窦启俊嘿嘿的笑道，他们明年都准备下场，个个在家悬梁刺股呢。窦昭咯咯的笑。窦启俊和父亲去了东跨院。王映雪接到了母亲许氏的信，说几年求见窦明，非常的想念，想按窦明去京都外家住些日子。他去找了父亲商量，窦启俊就跑到书房和窦昭说话，我们过几天要去趟庞家。他说着朝窦昭眨眼睛。窦昭愣住，忙道，你们去做什么？窦启俊哈哈的笑道，你猜。心急如焚的时候，窦昭最讨厌猜来猜去的，想也没有想，径直道，我猜不出来。窦启俊有些失望，道，庞继修要成亲了。窦启大吃一惊。窦启俊狡黠的笑道，庞继修不是想找媳妇吗？我们几个觉得这种事情凭己之力太单薄，所以发动家里的兄弟姊妹为庞继修找了一个。这不，人家一眼就瞧中了庞继修，那集那争不过到3个月就完成了。窦昭一听就知道这其中有故事，忙笑，快说，不然下次来再也没有冰镇绿豆水喝。窦启俊见左右无人，促狭的低声笑道，灵璧县的陈捕头家，世代为虚，有5个儿子1个女儿，个个生相膀大腰圆，从小跟着陈捕头习武，等闲之人不得近身。那陈氏年过20还没有说亲，不曾想庞继修去人家家里开的炒货店买东西，竟然偷偷的摸陈氏的手。那陈氏知道庞继修还没有成亲，立刻就对上了眼，不仅任他摸，还要请了媒人去庞家提钱，还说与其嫁个窝窝囊囊的过一辈子，宁愿嫁了庞继修，他们庞家不是无赖吗？可人家陈家却是泼皮，脚踏黑白两道。陈家早发出话来，庞继修不娶可以，把2只手卸下来给陈氏赔不是，这件事就这样算了。窦昭忍不住哈哈大笑，问窦启俊，是谁摸的陈氏？当然是寇哥。窦启俊大义凛然地道，难怪我们还会坏了那陈氏的名声不成。寇哥是七堂哥窦繁昌的长子，今年只有5岁。
窦昭笑得不行，知道这陈氏是趁机赖上了庞继修。他问窦启俊：“你们是哪些人？”窦启俊左顾右盼，就是不说。窦昭也不追问，想到季家无耻嘴脸，觉得这桩婚事还是挺像配的。吃晚饭的时候，他说给窦世英听，窦世英和王映雪都有些惊讶。到时候我们也要随份理才是。窦世英道。窦昭笑盈盈的点头。一直坐在旁边没有吭声的窦明却突然大声地问窦世英：“我们什么时候去京都？”窦世英眉头微蹙，温声道：“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话。”窦明霎时激动起来，砰的一声将筷子甩到了地上，大声地嚷起来：“我要去京都外祖母家，我不要住在这里，我不要待在真定。”他说着，眼泪扑扑地往下落。一旁的王映雪别过脸去，眼眶也满是泪水。窦世英气得直哆嗦，第一次对窦明板了脸：“你不要忘记了，你姓窦，不姓王。这是你家，你不待在自己家里，你想去哪里？”王映雪欲言又止，窦明把碗一推，噔噔噔地跑了。窦世英冷眼望着王映雪，道：“从明天开始，让她跟着二太夫人学规矩，还和别人打架，我们窦家还从未出过这样的小姐。这些毛毛糙糙的毛病不改掉，哪里也不准去。”王映雪顿时脸色大变，道：“七爷太不通人情了，我母亲不过是想明姐去住几天，七爷这么说，好像我们王家要和窦家争女儿似的。父亲什么都为你打点好了，你爱理不理的，我们王家哪点对不起你了？你要这样给我和明姐脸色看。”说着，含怨带对的看了窦世英一眼，转身离开了厅堂。厅堂里只剩下窦世英和窦昭两个人。窦世英瘫坐在了太师椅上，窦昭身姿笔挺，举止优雅的继续吃着饭，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窦明开始不吃不喝弄绝食。窦世英来和窦昭商量：“您说什么办？”长女虽然年纪小，但说话时那种斩钉截铁的口吻往往能给她无比的信心。窦昭也不知道怎么样对窦明更好，留在二太夫人身边学规矩，就避不免那些冷言冷语。去京都王家长住，上一世窦明就是被许夫人养歪的，最后还搭上了王楠。他头痛道：“要不您问问太太，她是窦明的生母，有王映雪在，谁也不好插手，就算是为了窦明好，母子天性，最终说不定还会被窦明记恨。”窦世英犹豫着，有小丫鬟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见窦世英在，又要蹑手蹑脚地退下去。窦世英喝道：“什么事？”小丫鬟求助似的望着窦昭。窦昭想不出自己有什么事要瞒着窦世英的，朝那小丫鬟颔首。小丫鬟喃喃地道：“七太太在收拾香笼，说是要带五小姐去京都。”窦世英勃然大怒，匆匆而去。窦昭喊了海棠进来：“拿上我前几日做的针线，再给我换件衣裳，我们去看看九堂嫂。”今年2月，窦环昌娶了淮安皇室的女儿。这门亲事是大伯父在世时定下的，皇室的祖父和大伯父是同年，皇室有一个族叔，如今在大理寺任寺正。皇室和窦环昌同龄，相貌温婉，性情敦和，做得一手好女工，深得大伯母的喜欢。大伯母不止一次的当着窦家众人的面称赞自己的媳妇同是江南嫁过来的媳妇，大家不免把她和季氏相比较。季氏娴静，皇室温柔，都透着江南水乡的雅致。二堂嫂自我调侃道：“把六婶婶和九弟妹一看，我们这些人都成了烧火婆子了。”季氏和皇室自然要谦虚一番，不过两人也因此而走得很近，连带着皇室对窦昭也比其他人亲近。前些日子传了皇室怀了身孕的消息，窦昭就想到他那里去躲一躲大伯母双居，皇室还没有出3个月，等闲不会打扰大房，那里最清静不过。有人作伴，又是极懂事体贴人的窦昭，皇室自然是岛屿相迎。窦昭在大房混到了下午，用过了晚膳才回到西窦。一进门就看见马房的小厮正蹲在那里敲打着车轮。窦昭暗暗叹了一口气，看样子父亲已经同意窦明去京都了。以他上一世的经验，王许氏只要是见着了窦明，就会留窦明在王家长住下去的。他回到正屋，父亲正满脸不高兴的拿着本书在那里发呆。听说你去吉辛那里了？窦世英和女儿打着招呼，怎样？可有收获？吉辛是九堂哥窦环昌的表字。九堂嫂告诉我怎么绣小鸟的眼睛。窦昭笑着进屋换了件衣裳，梳洗了一番，和父亲坐在临窗的炕上说话。我觉得和画画的技巧差不多，难怪六伯母的那个姑姑还秀长画画。一席话说的窦世英心情好了很多，说起窦明来，京都的繁华景致大人都爱，何况是孩子。你要不要和窦明一起去京都住些日子，然后让他给王家的人行晚辈礼？还是免了吧。窦昭笑道。
他舍不得他的外祖母，我舍不得我的崔姨奶奶。窦世英失笑，思索半晌，试探地问他，你和崔姨奶奶在家会害怕不害怕？窦昭立刻高兴起来，看样子父亲准备和王映雪、窦明一起去京都了，或者是因为没有了怨恨，他现在的心态很平和，不像上一世看见父亲和王映雪、窦明、窦晓在一起就怒火中烧，气得半死。他此刻心里只有祖母。这么说来，您同意我把崔姨奶奶接回来住一阵子了？窦昭笑吟吟地问父亲。我什么时候不同意了？窦世英笑道，然后神色开始有些沮丧，我只是觉得没有崔姨奶奶，庞家也一样不敢上门，所以才赌气不去京都候缺。窦昭有些啼笑皆非，好在这件事已经解决了，他不想在这个话题上和父亲争论，问起父亲什么时候启程。后天吧。窦世英笑道，明天我们去接你崔姨奶奶。窦昭笑着连连点头，和父亲商量，东跨院不是刚刚修缮了一番吗？不如让崔姨奶奶就住在东跨院的清爽轩吧，那里树木葱郁，最凉快不过。走，父亲兴致勃勃地起身，我们去看看。两人晚饭也没有吃，人把清爽轩转了个遍，哪里做内侍，哪里做宴席室，哪里放香笼，哪里睡丫鬟，都一一安排好了，这才回正房。毅力一大清早套了马车往田庄里去和王映雪一起收拾香笼的胡嬷嬷有些担心，请神容易送神难，您看这是。王映雪听着，心情立刻便是浮躁起来。他知道赵古秋的死是窦世英心时的一个疙瘩，可逝者已逝，这活着的人总要继续过日子，时间长了，自己再小意曲从，这疙瘩自然也就解开了。谁知道却事与愿违。这么多年过去了，窦世英不仅没有忘记赵古秋，而且和自己渐行渐远，再不复从前的亲切。机会从来都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就像窦明的伤心一样，在真定，在窦家，窦明嫡庶不明，他永远是个小妾扶正的妾室。想到这些，他不由咬了咬牙。他和窦世英必须重新开始。京都是个外省之人如过江之鲫的地方，谁也不清楚谁的底细。他们去了京都，窦世英入朝为官，又有窦世书这样的族人，王氏这样的亲戚，他们完全可以在京都定居，不再回真定。而窦明也可以在京都快快活活的长大，清清白白的嫁人。现在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王映雪低声地对胡嬷嬷道，七爷正值壮年，我们就是回真定，也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了，崔姨奶奶难道还能活到那个时候不成？最终能不能再常驻京都，王映雪还没有十分的把握，不敢把话说满了。胡嬷嬷想想也是，笑了起来，倒是老奴多虑了。哪里？王映雪握了胡嬷嬷的手，真诚地道，这些年若不是有你在我身边，我哪能支撑得下去？太太可折杀老奴了。胡嬷嬷连声不敢。主仆说着，心情都有些激动。胡嬷嬷须扶着王映雪进了内室，就看见窦明抱着个大银枕，目光呆滞地坐临窗的大炕，屋里收拾东西的丫鬟婆子来来去去，他却视若无睹。王映雪心里咯噔一下，忙上前搂了女儿，明姐儿，明姐儿。窦明回过头来，光彩也一点点地回到了眼眸中。王映雪吁了口气，引了他说话，你要不要去看看还有哪些东西要一并带去京都的？什么也不要。窦明的声音非常的高亢，显得特别尖锐，外祖母都会买给我的，我什么也不要。王映雪眼睛一湿，抱了女儿，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祖母请窦世英到堂屋里坐下，亲自给他沏了杯茶，困惑地道，你要接我去城里住些日子。窦世英有些尴尬，含蓄而委婉地将庞继修和乌善的事告诉了祖母。祖母呵呵地笑道，一家有女百家求，我们受姑长得漂亮，性情又好，以后有你头痛的时候。然后很爽快地吩咐红姑收拾东西，事情顺利的让窦世英和窦昭都有片刻的怔愣。窦昭更是在心里暗暗感慨，祖母听到庞继修的用心都能笑而对之，不知道是赤子纯心呢，还是看破了世事。回到真定，不过有时，王映雪在二门迎接祖母和窦世英、窦昭。窦世英问，明姐呢？王映雪忙道，她有些不舒服，像是暑的样子，我给她喝了点藿香正气露，她刚歇下，想等会再给她请个大夫来瞧瞧。祖母听了就要去看窦明。王映雪忙道，天气热，您赶路辛苦了，还是先歇会，免得把您也给热病了。祖母想了想，沈然一笑，不再坚持，跟着窦昭去了清爽轩。清爽轩院上爬着藤萝，台阶旁长着厚厚的苔藓，石畔边开着不知名的小花，野趣丛生。祖母非常的喜欢。晚上，窦昭就搬了过来和祖母同住。海棠悄悄跟他说，七爷在训斥太太和五小姐。
他们想怎样闹腾就怎样闹腾去，只要不打扰到他的生活。不要告诉祖母。窦昭嘱咐海棠。海棠点头。窦昭高声喊着甘露，让他把镇在井里的西瓜切了。第二天，父亲辞世祖母和二太人人回北楼祭了祖，带着王映雪和窦明去了京都。晚上，二太夫人请祖母过去用晚饭。祖母问窦昭的意思，你说我过去还是不过去？上一世都是祖母像座山似的挡在他的前面，这一世换他为祖母树风挡雨，窦昭觉得非常新鲜，又隐隐有担当大任的压力与自豪。我陪您一起过去。窦昭笑道，家里的亲戚总是要打个招呼的，喜欢就多来往，不喜欢就少来住。横间我们住在两处。祖母听着有道理，和窦昭一起过去用晚膳。席间只有大伯母作陪，大家用过饭，吃着瓜果，说了些从前的旧事就散了。祖母很喜欢，安安心心的在清爽轩住下，每天早上起来围着假山走7、8圈，直到满头大汗才歇下。窦昭看得胆战心惊，每天陪着祖母走路。开始是祖母走2圈，他走1圈，渐渐祖母走1圈，他也能走1圈了。开始满身的酸痛，举手抬足都吃力，渐渐的人清气爽，手脚伶俐。祖母看了不住地点头，看着小脸红红的，看上去多精神啊。窦昭抿了嘴笑。到了秋天，他发现春天做的马面裙都短了，露出鹅黄的灵鞋。祖母笑着唠叨着我们寿姑要做新衣裳了，窦昭却抱着祖母的泪流满面。夏天过去了，祖母还好生生的在他的身边。是不是说只要努力，有些事就能改变？窦昭想到庙里去上香。祖母笑道，那就去大慈寺好了，那里的摘菜不错。一整个夏天，窦昭都在家陪着他，没有出过门。他以为窦昭是在家里关久了，想出去玩耍。大慈寺是做安堂，母亲生前礼佛就去那里。窦昭自然是笑着点头应允。和祖母一起看着黄历挑了个日子，他派人提前告知了大慈寺的主持，带了贴身的丫鬟、婆子、家丁，前呼后拥的去了大慈寺。大慈寺古柏参天，苍树环绕，景色清怡，主殿佛香阁供奉着一尊高约丈余的千手千眼观音，金箔贴身，在香柱的掩映之下，黄黄灿然，满殿生辉。窦昭和祖母诚心腐拜，磕了3个头。出了大殿，风过树林，赖赖生爽。主持请了窦昭和祖母到殿后厢房坐下，说了会闲会，就有知客师傅来问斋席摆在哪里，就摆在这里吧。祖母自幼就被教导有事自己动手，因而最怕麻烦别人。知客师傅笑着应声而去，海棠却笑容满面地走了进来。崔姨奶奶、4小姐、郑11爷、德12爷和4少爷、5少爷、6少爷，乌家的5爷听说您在这里礼佛，特意过来给您问安，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祖母听了呵呵直笑，欣然请他们一起用斋饭，也没有别人，不嫌弃的话就一起用午膳吧。海棠笑着去传话。窦正昌几个笑嘻嘻的拥了进来，给祖母行礼，和窦昭打招呼，七嘴八舌的谢谢祖母的赐饭。厢房里你未说完我开口，热闹的像集市。窦昭就问窦启俊，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在大慈寺？这里可是安堂。窦启俊笑道，我们去大方寺看了日出的，想着大慈寺的斋饭好吃，就准备在这里蹭顿饭，谁知道你们也在这里。大慈寺受窦家供奉，虽然男女有别，但窦家的子弟路过，无论如何也会赠一席斋饭的。窦昭哈哈的笑，可见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窦启泰称功道，要不是我催你们早点回来，怎么可能遇得上四姑姑？窦德昌就朝着乌善挤眼，乌善却一改往日在窦昭面前的聒噪，沉默地退了一步，好像要把自己灭埋在人群中似的。窦昭愕然，随即心里又隐隐有几分明白，乌善此时还是少年心性，敦厚纯善，那天猝不及防之下，不假思索地挑明了庞继修的意图，到底对他不利，觉得做了对不起他的事，再见他不免心中羞愧，有些不敢面对。清楚了乌善的心思，窦昭开始有些不安。认真的说起来，这件事与乌善没有任何关系，是他想赶走庞继修，又想让乌善死心，才做下这一箭双雕之事。之后他再也没有见过乌善，也不知道他过得好不好。念头一起，窦昭不由打量起乌善来。只见他穿了件竹叶青的杭绸直多，乌黑的头发用根香妃竹做的簪子挽站，腰间玄色的弓绦上挂了玉通体润白的玉佩，人比去年长高了很多，也瘦了很多，原本清秀的面目少了孩童的稚气，多了少年的锐利，像早春的小树苗，仿佛一眨眼的功夫就枝叶舒展，长大了。窦昭不禁十分感慨，而乌善见窦昭的目光落在了自己的身上，不禁又惊又喜。
惊得这么多人站在窦昭的面前，他还能注意到自己。喜的是他做出了那样的事，窦昭还理睬自己。也许事情并不像他想的那样严重。乌善思忖着，就想上前和窦昭说几句话，谁知道还没有等他开口，窦昭已笑着喊他乌五哥，原来11哥他们是去你家打秋风了。大方寺在新乐县。乌善顿时激动起来。窦家三太爷去世的时候，他曾在大方寺求了枚平安符送给窦昭。没有，他有些语无伦次地道，没有去打秋风，倒是我天天住在六婶婶家里，六婶婶吃穿用度都如11哥和12哥。窦德昌听了哈哈的笑，在他耳边低声道，你倒承认我是你的12哥了。乌善脸涨得通红，他比窦德昌大3个月，除非是跟着窦明排行，否则怎么也轮不到他喊窦德昌做哥哥。窦启泰不明所以，凑过来急急地追问道，乌五就为什么脸红？这又是什么典故？乌善不怕别人笑话，但怕窦明知道了嫌弃自己轻佻，他急得直跳脚，口不择言地嚷道，窦12，你要是敢乱说八道，休怪我不客气，把你的事说出来。喂，这下轮到窦德昌这着急了，小人长戚戚，君子坦荡荡，这与君子小人有什么关系？窦正昌茫然地望着胞弟，奇道，你有什么事瞒着我们？没有。乌善和窦德昌不约而同地齐声道，没有什么事瞒着你们。窦正昌不相信，祖母哈哈大笑，这些孩子如早起出生的太阳，充满了生气，让人看着就觉得精神抖擞。窦德昌、乌善只会让他觉得有趣。好了，他笑着吩咐红姑摆住，时候不早了，你们再不坐下来，摘菜就凉了。窦德昌、乌善大眼瞪小眼的并肩坐了，惹得众人又是一阵笑。吃不言，寝不语。窦、乌两家的孩子又成庭训，午膳在只听到轻轻的碰瓷声中结束。红姑带着海棠、秋葵沏了大瓷4自炒茶叶进来给大家亲口。祖母就问起窦启俊的功课来，难不难？先生讲的懂不懂？后前是不是还要下场？和家中长辈的讨教完全不一样，虽然问题浅白，却透着浓浓温情。窦启俊开始还只是礼貌地应着，慢慢的就端容脸色，语气中充满了恭谨，如同在答二太夫人的话一样。窦昭管耳边传来乌善清若小风的声音，那天的事我不是故意的，他喃喃地道，语气急促。你说的是哪件事？窦昭故作不知的小声回着他的话，就是庞继修的事。乌善踌躇了片刻，声音有些沉重，我一直给妹妹赔个不是。你说的是那件事啊？窦昭笑道，我为什么要怪你？要不是你，我还不知道怎么把那样事告诉家里的人，说起来我应该谢谢你才是。乌善张大了嘴巴，窦昭笑着朝他点了点头。乌善张大的嘴巴就抑制不住地翘了起来，露出雪白的牙齿，显得傻傻的。窦昭强忍着笑意别过脸去。乌善笑得更欢畅了。坐在他们对面的窦德昌盯着他们直瞅窦昭，就问乌善，12哥做了什么事？被你当成把柄抓在了手里。乌善望着窦德昌嘻嘻直笑，他和人斗鸡赢了陈家6公子的1000两银子。窦昭吓了一大跳。乌善忙道，你别担心，我没有跟着他一起赌博，我只是借了100两银子给12做本钱，这真给点颜色就开染房。他不过是觉乌家既然没有表明态度，他没有必要和乌善做出一副老死不相往来的模样，平日里该怎样还是怎样的好。谁知道乌善立刻就跳到了什么你不要担心的份上去了。窦昭顿时觉如坐针毡，早知这样就不应该和他多说一句闲话的。窦昭朝着他笑了笑，然后正襟危坐着听祖母和窦启俊说话。乌善却误会他是在生气了，十分的后悔，把两人的对话想了又想，觉得不管自己怎样的解释又难逃嫌疑，只好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窦昭，盼着窦昭能转过脸过，他也好给窦昭赔个不是。窦昭被乌善这样看着，一举一动都仿佛在炎夏的日光之下，说有多不自在就有多不自在。他不由想以自己前世的经历，怎么从来就没有人这样对待过自己？若是自己前世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人，还会嫁给魏廷瑜吗？心顿时像脱了缰的野马似的胡思乱想起来。那边祖母听着窦启俊的话，击掌先赞，你这个孩子以后前途不可限量。世人都说读书好，可没有个好身体，那些书里写的东西怎么记得住？3天3夜的科考又怎么熬得过去？少年的时候就应该到处走走，到处看看，既能知道经济，也能知道架色，等年长些，再沉下心来读书，写出来的文章才能言之有物，做官才知道为民做主。正是。窦启俊兴致勃勃，
仿佛找到了知己，滔滔不绝地和祖母道：我每每看到那些县令的离开了谷粮师爷，就不知道今年的收成是多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那岂不是授人以柄？官威何在？所以我决定用1年的时候走遍真定，摸清楚真定一共有多少地，有多少农户，每年的收成是多少，税赋是多少。祖母就冲着窦昭道：寿姑，狗剩现在在干什么？他从小在田里长大，这些事都熟，人又机灵，不如让暂时跟着伯爷好了。窦昭忍不住在心里直嘀咕，人家狗剩现在已经叫赵良弼了，好不容易从账房的一个打杂的爬到了2等管事，成了窦家最年轻最有前途的管事，眼看着就要放出去做掌柜的了，您竟然让他给伯彦做随从，我的那些铺子以后靠谁帮着打理啊？